我林婉意若有来世，必令沈家灰飞烟灭，受人害我林家满门的七皇子，将你与沈玉白挫骨扬灰。燕慈，沈夫人，你且看清楚了，我可不是你的夫君，你的夫君沈玉白站在门外呢。如果不信，开门瞧瞧。林婉意也终于反应过来，她回到了新婚夜，只是与她洞房花烛的并不是自己的夫君沈玉白，而是让全京城都闻风丧胆、邪佞残暴的9000岁燕慈。林婉意猛地抱住了燕慈的腰，宛若溺水濒死之人，死死地抱住那一截浮木。竟然哭了。本都督从来不勉强人，倘若你不乐意。我乐意。你说什么？都回光返照了，这手攻杀，筛手是手去。只是可惜，燕慈是一个太监，他是不是不会圆房？林婉意红着脸，她心一横，咬着牙握住了燕慈的手，放到了自己的领口。燕慈一怔，来不及反应，下一刻她的手指猝不及防地触碰到了一抹柔软。深邃的眸子渐渐泛着毅力的猩红，整个人看起来危险又诱人。沈夫人，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夫君还在门外？今晚是我的新婚夜，此时我身边的男人是谁，我的夫君就是谁。所以，燕大人，你愿意跟我洞房吗？啪的一声，某根弦彻底崩断，微凉的唇已经附了上来。他的眸子依旧深邃冷漠，他的吻却火热逼人。拔步床摇了一下，突然撞倒了旁边的茶碗，发出清脆的声响。沈玉白听到了，沈玉白听到了。沈夫人，专心点儿，你现在的夫君可是我。凤冠霞帔片片飞落，盖住了那破碎的白玉茶盏。冰火两重天之间，林婉意依稀又感觉到自己被大火吞噬的时候，被燕慈抱在了怀中。天空中正飘着漫天初雪，此时又冷又热的感觉跟那时渐渐重叠。可就在他闭上眼，浮浮沉沉，马上要抵达瑰丽云端的时候，突然瞪大了眉目。你不是太监吗？既然沈夫人盛情邀约，只是手指岂不是怠慢了夫人？可是你……沈夫人，小点声，你夫君可能还没走远呢。林婉意俏脸通红，满眼诧异地看着已经再次变换了姿势的男人。这哪里是不会，这分明是相当会啊！根本不是什么回光返照，我重生了。我是怎么敢的？还骑着亲，那可是让整个京城人都闻风丧胆的阳光燕慈啊！夫人，都督命令奴婢来伺候您，您喊奴婢福灵就好。他呢？都督大人去上朝了，他特意吩咐的，不让奴婢们吵醒您，让您多睡一会儿。幸好现在不用面对燕慈，但看着已经不能穿了的喜服，他的耳根又隐隐发烫。福灵伺候着，林婉意穿上了一套白底红梅对襟襦裙，令他惊讶的是，竟然十分合身。哎，福灵，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回夫人，40了。那沈玉白呢？夫人，沈世子在都督府角门处的马车上。林婉意并不知道昨夜里沈玉白有没有听到他们的欢好，如果没听到的话，那多少有点遗憾。现如今最重要的是，林婉意要抓紧时间，让亲人们躲过上一世的悲剧。他得先回趟沈府。沈玉白书房中有一本名册，上面都是七皇子的同党。
只要贵妃拿到了那本名册，七皇子跟沈玉白就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动弹。那么他们林家至少不会成为这次夺嫡斗争的池鱼。一想到1个月后全家人就会被问斩，林婉意就再也坐不住了。不行，得想个办法把那本名册偷出来。就在这个时候，茯苓在旁边咔嚓咔嚓轻轻松松把那几个圆润的核桃给捏碎了。林婉意睁大了美目看着他。茯苓，你也不算厉害，奴婢只会一些轻功，力气大一些而已。都督府中比奴婢厉害的人多了去了呢。哎，那你会偷东西吗？什么？婉婉，对不起，我也是逼不得已。哎，大少奶奶出来了。婉婉，让你受委屈了。你不是已经将我送人了吗？那是权宜之策，为了沈家跟林家，我没有办法。都怪那燕慈太仗势欺人了。婉婉，燕慈肯定不会真的碰了你，最多只是……我不会介意的。你不介意，可我介意。我跟他洞房了，你昨晚不是听到了吗？你还不介意？婉婉，不要开玩笑，那燕慈可是阉人。所以他用了手。我知你心中有怨怼，故意这样说来气我。你生气也是对的，如果你心中还有气，就打我吧。林婉意果断的一个巴掌甩在了沈玉白的脸上，看到他一脸错愕的模样，只觉得心中痛快。上一世沈玉白也是这样，说什么打他出气。林婉意那时候虽然心中委屈，但还对他有期待跟感情，根本不舍得下手。而如今看着沈玉白一脸震惊的模样，林婉意语气淡淡的：这可是你求着我打的。沈玉白哑口无言。哼，好大的架子呀，让长辈等你半天。我们侯府是娶了媳妇儿，还是接了祖宗回来呀？还不赶紧进来！祖母息怒。沈玉白连忙扭头看向林婉意，用眼神示意他服个软。林婉意却一脸无辜地走了进来。我很早就要回来的，但是燕都督不许，我又没有办法。你可真是不知廉耻啊！沈老太太本以为会看到林婉意顶着一张羞愧烦愤的脸，结果对方竟然一脸淡定从容，甚至还拿燕都督来压她。她被气得眼睛往外凸，整个人看起来宛若岸上的死鱼。沈玉白见状，脸色微沉，不想再说这个话题。祖母，我们给您敬茶吧。在敬茶之前，规矩得讲了。林氏，虽然你是玉白的正妻，但你德行有误，钟馗长家的权利可不能给你。哦，敢问我怎么就德行有误了？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难道自己失忆了吗？我去了哪里？难道不是你们沈家人送过去的吗？怎么，老夫人你是年纪大了，健忘了？你！沈老太太被气得直喘，旁边的沈玉白眼神复杂地看了林婉意一眼，知道她昨晚受了委屈，此时还在气头上。平时的弯弯不是这样的，他连忙打了圆场，伸手拍了拍沈老太太的后背。祖母，掌家权不是一直都在我母亲那儿吗？这件事就不必提了。啊，对了，玉白，过几日是黄道吉日，你就纳了青莲做侧夫人。祖母，我不是答应过您，等过段时间婉婉有孕再娶青莲表妹吗？
这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而且，等到青莲进门后，就跟着老大媳妇儿一起学着长家。青莲都听姨祖母的。孙青莲含羞带怯地看了看沈玉白。林婉意看着一副低眉顺眼模样的孙青莲，可还深刻记得，上一世就是这白莲的一把火，彻底绝了她所有生机。她心底冷笑，新婚没几天，丈夫就要纳妾，而且这掌家权也不给她这个正牌夫人，直接越过她去给了一个侧夫人。林婉意真是见识够了沈家人的不要脸。倘若不是为了拿到名册，暂时还不能打草惊蛇，她今日铁定要跟沈玉白和离，把沈家人的脸都给踩在脚底下。偏偏沈老太太记着刚才被林婉意顶撞的事情，她扭头去看林婉意。林氏，这件事你可有意见呢？我有意见，你们就会不让世子娶孙青莲吗？当然不会，这件事儿已经定了。既然如此，那你还废话多问我一遍是什么意思？老夫人，我看您真的是年纪大了，不只是记性不好，连带脑子也不好了。你婉婉，我们这样安排也都是为了你好。你受到了惊吓，这段时日就好好休息。今日你父亲他们上朝去了，你就给我们敬茶，把礼全免了吧。来人，端茶过来。不一会儿了，黄衣小丫鬟端了茶水过来。林婉意接过茶水，同时拢好银针，脸上恢复了往昔乖巧模样。孙媳妇给祖母敬茶。沈老太太哼了一声，本就不想让嫡长孙娶什么御医的女儿，可是偏偏当初沈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定下了2个孩子的亲事。沈老太太一想到这丫头刚才的顶撞，就心气儿不顺。哼，幸亏那个容慈突然发疯，看上了林婉意，不然还不知道如何把这丫头给名正言顺的收拾了呢。就该把那热茶泼在这死丫头的脸上，好好的教训教训她。结果不知为何，刚接茶的时候，她的手腕突然一痛。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呀！哎呀，祖母，您这是怎么了？竟然拿不稳茶盏了？难道您真的得了年迈痴症？不只是记不清楚事情了，竟然手也拿不稳东西了？都愣着干什么？都是死人呐！快点去找大夫来，快点！沈玉白转身亲自跑出去找大夫。林婉意想着还能趁机再扎2针，一脸关切模样，上前2步。要不我给祖母看看，我从小跟着父兄一起耳濡目染，对医术略懂1、2。姐姐，你快别添乱了，没看到姨祖母都这么难受了吗？你以为你也是御医吗？还会看病？如果你会看病，我就把这茶碗给吞了。孙青莲不着痕迹地挤开他，疼得呜嗷乱叫的沈老太太捂着脸讥讽他。沈大太太也转过身，眼露责备。婉婉，要不你还是先走吧。那好吧。林婉意有些神色黯然地转身离开，不过出了万福堂后，脸上的黯然神色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没再给沈老太太多扎几针，多少有点可惜啊。只不过刚才孙青莲挤她的时候，她的银针也没闲着。茯苓，你晚上进书房，把这个暗格中的东西帮我拿出来，切记自己的安全摆在首位。这个很简单，小姐，您就要这一个东西吗？对，不要破坏其他东西，拿出来后还得送回去的。哎，明白。忙完这一切后，林婉意才去见沈玉白。你怎么能够让热茶泼到祖母脸上呢？他老人家的脸至今红肿难消，而且大夫也说他的确有痴症前兆。哼，这下你满意了？世子，你为何这样说我？祖母被烫又不是我的错，
本来今日就在都督府很是难受，在万福堂又受了那么多委屈，还有我的几个贴身侍女都险些被恶仆打死了。世子不仅不来安慰我，还来指责我。我昨日就不应该委曲求全，就该穿着一身嫁衣，撞死在都督府的大门口。哎，婉婉，我既然祖母得了痴症，你快去她的身边尽孝吧，不要在我眼前晃荡。婉婉如此担忧祖母，肯定是最有孝心了。你放心吧，找了御医来看过，虽然祖母是痴症，但还不严重。林婉意半垂眼，现在当然只是轻症，以后再多扎几针就会严重了。忙了这么久，你肯定饿了吧？我陪你用晚膳。林婉意本想赶走这人，因为沈玉白处在跟前，林婉意会忍不住想要拿银针戳死他，但为了那本名册，只好暂时忍着恶心，跟这人一起用膳。那好吧，我就说嘛，婉婉最乖巧懂事了，等这阵子的气出了后，我们就能回到从前。见林婉意松了口，沈玉白脸上露出一抹释然。不一会儿，二人准备用膳，不过最先被端上来的竟然是一碗汤。婉婉，这是我让厨房专门给你熬的滋补汤，你快点趁热喝下。看着沈玉白一脸温柔，林婉意眼底沁着寒光。那可不是什么滋补汤，而是一碗碧子汤。虽然林婉意并不想有燕慈的孩子，而且他们昨晚才叫了2次水，应该也不会怀，但这碧子汤却是极其伤身的，绝对不能喝。婉婉，你好像出了一身汗，去沐浴更衣吧。他以为自己把眼底的芥蒂藏得很好，但林婉意却看得清清楚楚，沈玉白还是介意燕慈碰了林婉意。回来一直在忙，的确是出了一些汗。我先进去沐浴更衣，然后再让人传膳吧。哈，你不用着急，可以慢慢洗，我等你。不过这汤可要趁热喝了。刚到林府门口，看着站在那儿活生生的家人们，林婉意的心中顿时酸涩无比，眼圈忍不住泛了红。都已经嫁作人妇了，怎么哭哭啼啼的？娘，我想你了。才2天就想啊，你这孩子。抱歉啊，姑爷，让你看笑话了。林婉意握着母亲的手到了慈安堂，看着祖母依旧如记忆中沉稳大气，宛若整个林家的定海神针。林婉意吸了吸鼻子，十分冷静地开了口：祖母，母亲，我们林家要有大难了。啊？什么？婉婉不急，你且慢慢说。祖母，七皇子有夺嫡之心，现在贵妃所出的七皇子最得圣宠，是他最大的竞争者。七皇子跟沈家人密谋，揭示九皇子并非是陛下血脉之事，到时候这件事情闹大，任何与之相关的人都会被牵连获罪。林婉意说完后，发现祖母跟母亲都愣住了。林婉意以为他们是震惊九皇子是不是陛下孩子这件事儿，就耐心解释：九皇子应该就是陛下的亲生儿子，当年父亲他们肯定是知道真相的，但七皇子想要推倒九皇子，会捏造虚假证据。一旦贵妃跟九皇子败了，我们林家就要被牵连。祖母、母亲，这个名单是七皇子跟沈家人的同党，等我跟沈玉白离开之后，你们让父亲他们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名单交给林贵妃。虽然林贵妃也不全然是可信之人，那九皇子也野心勃勃，但如今只有借助他们才能够将林家救下。而且林婉意只是给出了半份名单，防的就是林贵妃等人。好，不好了，是9千岁来了。燕慈怎么来了？总不能是专门陪我回门的吧？燕大人，您怎么来了？听闻林府的药膳对身体有益，燕某特意上门来讨一顿尝尝。林家人全都愣住了。
今日明明是他们家弯弯的回门日，这位阎王怎么还上门要饭呢？林雨之点头应了，让夫人去赶紧准备药膳。林婉意立刻跟着母亲一起退了出去。见到林婉意躲着燕慈的行为，让沈玉白稍稍宽了心，但他还是立刻对着燕慈陪着笑脸嘘寒问暖。林婉意带着福灵回到了自己出阁前的院子，说是只离开1日，但对他来说其实已经离开了好久。院子中种的都是花草药，还有一架秋千在海棠树下，微风一起，秋千也跟着轻轻摆动。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他刚要挣扎，突然闻到了熟悉的檀香，明明是凶神恶煞，但燕慈的手腕上却常年戴着一串檀香木的佛珠。昨夜还说躺在你身边的男人是谁，谁就是你夫君，怎么林大小姐现在就不认账了呢？我没有。没有？那刚才为何一眼都不看我？是嫌弃你夫君长得丑吗？突然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注了一下他的耳间。你干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林夫人身边的侍女桃叶跟福灵一起走了进来，屏风后边隐隐绰绰，可以看得见有人。大小姐，您在屏风后头做什么？啊，没，我有点热，正在脱外衣。说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说脱外衣？夫人，让奴婢来伺候您更衣吧。不用。林婉意的额头渗出一些晶莹的汗珠，一双白皙修长的手突然从背后探了过来，将她整个人圈在了怀中。我帮你。然后燕慈就解开了她的弓涛束腰。林婉意大吃一惊，一手拢住如裙，一边扭头去瞪燕慈，俏脸上都是恼怒，好像是在发火的幼猫，下一刻就会伸爪子挠人一般，奶凶可爱。林婉意连忙伸手捂住这人的嘴，真的担心他再发出什么声音来。桃叶，是母亲让你来的。啊，夫人见大小姐脸色不好，特意嘱咐后厨做了一些安神的甜品药膳，让奴婢给您送来。您快趁热喝了吧。好，你且放那儿吧。福灵，你跟着桃叶去学一学林府的规矩。是。看来那晚夫人并没有被累到，力气还这样大。这人怎么这样混蛋了？上一世也不是这样的啊。都督，您怕不是忘记了，我跟沈玉白交换了更帖，写了婚书，我名义上可是他的夫人。怎么，你还想要回沈玉白身边去？他眯起了惑人的桃花眼，突然伸手，那一晚上的记忆瞬间铺天盖地而来，林婉意差点英明出声。就在这个时候，外面院子里突然传来沈玉白的说话声。不是说弯弯回房了吗？他人呢？林婉意顿时一僵，他虽不在意沈玉白的想法了，而且甚至破罐子破摔的想要让沈玉白知道他此时人在燕慈怀中，可重点是外边还有他的家人呢。夫人，你还没回答我，你还想要回到沈玉白身边去吗？不想，只是现在林家有事，等处理完，我就会去和沈玉白和离。听到这句话，燕慈脸上露出愉悦的神色。林婉意本以为他肯定会离开了，结果下一刻，燕慈竟然勾起他的下巴，直接亲了下去。与此同时，沈玉白刚好推门进来，看到屏风后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他顿时双目呲裂。屏风旁边露出来的一抹飞羽蟒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屏风后边
跟林婉意纠缠的男人是谁。姑爷，你先随我回前厅用膳吧。婉婉不舒服，就让她先在房中休息一会儿。眼看着母亲要进来了，林婉意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她不在乎沈玉白看到她在燕慈怀中的模样，但母亲却不能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啊！就在林夫人一只脚已经踏入门的瞬间，沈玉白却猛地转过身，直接挡住了林夫人的视线。岳母大人，您说的对，让婉婉休息，我先随您去前厅用膳。他点点头，跟着沈玉白往外走，门再次被关上了。那天晚上胆子不是很大吗？今日胆子竟然这样小了。你放心，沈玉白比你更不希望林家人见到我们这样。听到对方的话，林婉意却是心底涌起更多的怒火跟委屈，她忍不住懊恼地红了眼。福陵你带在身边，他会武功，我要离开京城一阵子。这是在交代他的行程。他想起来了，上一世燕慈就是这个时候被皇帝派到武陵查银两案，他遇刺受了重伤，就在武陵那儿耽搁了整整3个月才回来。等到燕慈回京的时候，他已经被变成了废人，被困在了沈府后宅之中。再然后就是那场大火，到底还是记着上一世他于大火之中来救自己的恩情，所以在燕慈转身的瞬间，林婉意开口了：燕都督，你这次出行一定要多加小心，最好随身穿戴防刀剑的软甲。燕慈步子一顿，回过头去。娇美的人虽然已经拢好了衣裳，但白皙的脸颊上还残留着淡粉色的晕影，宛若新婚夜那晚在他怀中婉转哭泣的勾人模样。多谢夫人关心。燕慈嘴角一扬，迈步走了出去。林婉意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小声嘟囔：我才没有关心你，只是你别那么容易受伤。神府马车离开林府的时候，林婉意心中涌起浓浓的色意。这一世家人们可一定都要平安无事啊。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转过头去，结果发现沈玉白皱着眉，一脸十分郁愤的模样。林婉意的心咯噔一下，难道他发现名册的事情了？婉婉，刚才燕都督为何在你房中？原来是这件事。这个问题你为何不去问燕都督？我看你就是胆小，根本不敢去质问燕都督吧。就好像刚才见到他，你甚至都不敢质问他那晚对我做了什么。沈玉白，你就承认吧，自己就是一个懦夫。婉婉，我也不想的，可燕都督看中了你，他权势压人，为了侯府，我们根本不能跟他作对啊。你不想难道我想吗？明明是你跟沈家舍弃我而不顾，却反过来质问我。沈玉白，既然你对我这样无情无义，那我们还是和离了吧。沈玉白愣在原地，他看着林婉意伤心欲绝的模样，顿时心痛的不行，伸手想要去拥她，却被林婉意给甩开。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和离的，新婚夜的事情已经是我愧对你了，以后我定然会好好待你，你看我的表现可好？婉婉，今晚我去琉璃阁歇息。林婉意的步子一顿，笑脸沉了沉，继续迈步朝琉璃阁走。福临听后顿时如临大敌。小姐，刚才奴婢往您的药箱中放了好几种毒药，还有一本万名毒谱，晚上若是世子来，那毒药可以用。你哪里来的毒药？都督给的。小姐，都督他也是担心你啊。哼，要看看今晚给沈玉白用哪种药比较合适。表哥，你是不是累了？让青莲帮你揉揉肩。青莲，
你还不是我的侧夫人，不要总往我这里跑，要记得规矩。表哥，青莲只是想你了。你回吧，我要去书房看书了。是，表哥。该死的，为什么那晚林婉意不直接被燕都督给折腾死了？如果林婉意死了，岂不是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表哥的正妻了？听说今晚世子要去琉璃阁过夜了，这不是好事吗？毕竟两位主子还没有圆房。是啊，之前还担心小姐在沈府的日子艰难呢，不过等他们圆房就好了。不，我一定要赶在林婉意之前跟表哥圆房，这样在表哥心中我肯定就会比林婉意重要的多。为什么要故意说给那个表小姐听啊？你刚来的不知道，表小姐早就觊觎世子了呢。既然她觊觎，那就送给她呗，反正小姐已经有我们都督了。算着时间，你已经出城了吧？主子，属下查到近期林家除了嫁女外就无大事了，只是……说话大喘气的话，你以后可以不用喘气了。主子，属下查到这些时日，七皇子一派蠢蠢欲动，在调查当年林贵妃生九皇子时的事情，而当年给贵妃接生的就是太医院院士林宇之，而且林宇之与林贵妃还是远亲。七皇子要动林贵妃跟九皇子的话，很大可能会波及到林家人。怕不是七皇子跟沈家人商量什么的时候被他给听到了？燕慈半垂眼，摸了摸自己手指上的翡翠扳指，上面滑嫩的触感宛若女子的肌肤。他想起来在林家林婉意说过的话了。皇子夺嫡之事，燕慈从来都不参与，他一直以来效忠的都是陛下。对于这件事儿，他也很清楚明白，陛下肯定也是持一样的态度。如果是往常倒也算了，但这件事跟林婉意有关。天机，你留在京城，随时跟福陵联系。另外，让天玄拿着我的令牌，暗中护着林家。是，主子。侯府，琉璃阁。小姐，您不用太着急的，都督都说这本毒谱送给您了。现在我的手上不可存着这样的东西，等我背下来，就把它送走，或者是毁掉。是。就在这个时候，银翘敲门进来。小姐，表小姐竟然真的来了。哼，她来的正是时候。姐姐，我知你心中怨我，可青莲不是来跟你抢世子的，只是想要跟你一起照顾世子，所以还请姐姐不要生青莲的气了，好不好？他算计好了，要一步步激怒林婉意，等待会儿表哥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林婉意恼羞成怒，拿茶盏砸他，或者是扇他之类的。见到林婉意这样恶毒，表哥今晚一定不会再与其圆房，甚至还会把我揽在怀中，细心体贴，各种安抚。到时候就可以……青莲，你这是做什么？快点起来，以后我们可以做姐妹的，不用这样见外。林婉意竟然走过来，亲自将她给扶了起来。孙青莲愣住了，不理解林婉意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她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好闻的暗香，具体是什么香又说不上来。孙青莲咬着牙，试图继续激怒林婉意。姐姐，你被送给燕都督的事情，青莲听后也十分难过。虽然你没了名节，但青莲以后肯定还是会尊敬姐姐，不会瞧不起你的。你这样懂事，我这个做姐姐的当然更要大度啦。哎，我这还有几件上好的螺纹绸做的裙子，以及一些金钗步摇，你去试试，有喜欢的就留着。既然这样，那青莲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茯苓，你送表姑娘去厢房试衣裳。是。世子，都怪我让你喝了太多的酒，要不你先在这里醒醒酒，我先回房间沐浴梳洗。今晚要补上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他起身摇摇晃晃，径直地朝后院走了过去。小姐，事成了。1刻钟之后，把那些支走的下人们都喊进来。哎，是。竟然这样不懂规矩，是谁教你们打扰主子们休息的？倘若吓坏了弯弯，立刻把你们都打发卖了。可是世子爷，您怀中的并不是少奶奶呀！啊，青莲，怎么是你？弯弯，我喝多了，还以为是你。你要娶她做侧夫人，我有拒绝过吗？你是她可怜，我甚至还把自己的衣裳跟首饰赠与她，结果你今晚明明说要补偿我的洞房花烛，但是你却在我的院子中跟她苟且，你为何要这样的羞辱我？弯弯，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滚开！茯苓，快扶我离开这间肮脏的屋子！赵岩，你带人把那些他们碰过的东西都丢了，烧了。哎，弯弯，你别走啊！你听我解释。哼，恐怕裤子都没有穿妥帖呢。青莲，你糊涂啊！本来都给你定好了黄道吉日，过段时间就让慕白娶你过门，你何必这么着急呀？姨祖母，您别生气啊！今晚如果不是我，表哥就要跟那林婉意圆房了呀。青莲就想着，如果可以先林婉意有了孩子，那岂不是更可以拴得住表哥的心？可你今日闹了这么一出，那么多人都看到了，这要是传出去了，别人会如何看待我们侯府啊？母亲，您别生气啦。既然木已成舟，就想想如何挽救。还能如何挽救啊？你连夜安排一下，给青莲安顿在一个院子里就好。姨祖母，不是过几日让表哥娶我吗？直接安顿到一个院子里是什么意思啊？你闹出这样的丑事，还想着要做侧夫人吗？啊！我们侯府那可是要脸面的，要怪就怪你自己，滚出去！我头疼。孙青莲还要再说什么，却被冯妈妈给拉了下去，老远的还可以听到她的哭声。哎呀，真是一个蠢货呀！本来想让他可以牵制林婉意的，竟然一点脑子都没有啊！婉婉，这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羊脂玉连环，你平素爱玉，快看看喜不喜欢。见他收下，沈玉白却是很高兴。你们都退下。房门关上，紫苏皱眉地看着妹妹。子夫，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姐，我没有啊，就跟平时一样留在屋子里面，万一主子喊咱们呢？你是不是有别的心思？没有，我绝对没有啊！你是我亲姐姐还不了解我吗？咱们小姐在沈府的处境很微妙，你要谨言慎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小姐也没有办法护着你。你知道了，哼，小姐都自身难保了，哪儿还顾得上咱们呢？也就是你们实在是太笨了，都不知道为自己谋后路。世子如果喜欢我这个侍女，可以让她去你院中伺候。婉婉，你可是吃醋了。哎呀，
你放心好了，我怎么会抢你的贴身侍女啊？之前青莲那件事的的确确是个意外，除此之外，我不会再纳其他女人。我的心中只有你。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婉婉，我……谁？小姐，是世子身边的小厮来找他，说是七殿下到了，让世子爷去趟前院。啊，婉婉，我晚上再来看你，这一次我定然不喝酒了。那你快去吧，其实七殿下找你有事，真的是七皇子来了。的确是七皇子来了，而且即使七皇子没来，奴婢也会说老太太犯病了，让世子过去一趟。走，帮我拿上药箱，是时候给昭妍他们换药了。是。户部尚书出事了。玉白，之前你不是说燕都督很喜欢你夫人吗？那为何这件事他却一点都不松口？沈玉白听了这话，表情变得相当难看。燕慈那奸诈之人出尔反尔，竟然一点都不提帮忙之事。对沈玉白来说，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七皇子看他的脸色这样难看，倒也没有继续提这件事，而是缓了缓语气。玉白，你有何高见？只能丢车保帅。七皇子的脸色愈发难看了，那毕竟是钱袋子，他可真的舍不得呀。少奶奶，老夫人让您过去一趟万福堂。不去，我身子不爽利，可别把兵器过给了老太太。少奶奶，老夫人可是说了，今日的事情尤为重要，不管如何您都得去。如果身子不爽利呀，那就让奴婢们背您过去。好，冯妈妈背我吗？少奶奶开玩笑了，奴婢年纪大了，当然是让强壮的丫鬟背您啊。哼，那就算了，那就去吧。婉婉，贵人要见你。是贵妃娘娘。祖母跟母亲在花厅中陪着她，娘娘说了要亲见你，感谢你的那本名册。有了娘娘的支持，你定然可以早日跟那沈玉白和离。臣女见过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万福金安。这就是弯弯吧？果然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弯弯，你直接喊我表姐就好。这次事情你办得不错，表姐跟九殿下呀，都多亏你了。不，婉婉并没有做什么，只是看他们沈家实在是不太顺眼而已。林贵妃笑容不减，旁边的陈嬷嬷立刻端上来一大匣子的金银首饰。这些首饰最配你这样鲜活亮丽的小姑娘了，万不可推脱。这都是表姐的谢礼。婉婉谢过表姐。林老太太跟林夫人见贵妃娘娘这样赏识林婉意，他们也是高兴的，因为越是这样，贵妃娘娘就越会为弯弯和离的事情出头。婉婉呐，依本宫看来，你现在啊，还是不要跟那沈玉白和离的好啊。贵妃娘娘，您知道我与那沈玉白是过不下去了。女人嘛，总是得隐忍一些，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不懂隐忍，本宫亦走不到如今的位置。再说了，你若现在和离，如何再找到更好的夫君呢？婉婉和离之后，没有想过再嫁人。你还年轻，太过于天真。和离后的日子呀，远比你想象中的要艰难呐。林贵妃倒是很赞赏林婉意，这个时候还是一副十分淡定从容的样子。凭着她敢将沈府的名册偷拿出来，也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林贵妃的声音又温和了起来。婉婉，
表姐不是在哄骗你。如今只要七皇子不倒，沈家也不会那么容易倒。你就算是暂时离开了沈家，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还不如一招毙命，让沈家跟七皇子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看着一脸温柔慈爱的林贵妃，笑得绵里藏针。也对，在后宫叱咤了那么多年的人，的确就不是简单之辈。婉婉多谢表姐指点，只是可惜呀，你已经嫁人了。不然呢，本宫可是真喜欢你。几个意思？难不成还要让我成为九皇子的女人？等到林贵妃离开后，林婉意伸手微微地扶了一下腹部，感觉腹中不是太舒服，口中泛着酸水，连忙喝了一口冷茶压下。林贵妃竟然不帮忙了，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婉婉要怎么样才能够和离呀？母亲，您别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的。既然不能这样痛快和离，那就留在沈家，多霍霍沈家人好了。谁想到贵妃娘娘竟会这样，他们早知道那名册就不该给他们呀。不，如果不把名册给他们，我们林家人微言轻，根本避不开那场祸事。因为早就有预料，所以林婉意当初才给了林贵妃半本名册。至于全本的，林婉意早就让福临交给了燕慈。她不想欠燕慈太多，而有着七皇子结党营私的名册，应该对燕慈有一些作用吧。婉婉说的对啊，这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现在不能自乱阵脚。不过婉婉，林家族老已经被邀请来，但因没有理由，如果沈家不松口，根本无法让你跟沈玉白和离呀。此事我会再想其他办法。哦，对了，沈家现在为了帮七皇子堵窟窿，想要利用舅舅的人脉去做生意赚银两。我呸！这沈家人还能更不要脸一些吗？啊！他们之前就口口声声的嫌弃过我娘家是做生意的，现在没钱了又要利用人赚银子，做什么春秋大梦呢？母亲，您别生气，我回沈家就会回绝了此事。哦，您也最好书信一封，跟舅舅说明这一切。到时候万一沈家或者是七殿下直接去找舅舅，他也有应对之法。好，我这就去写书信。小姐，都督回京啦！燕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想到那人，林婉意忍不住后背窜起一片鸡皮疙瘩，其中酥酥麻麻的感觉还让她有一些心跳乱了节奏。刚才面对林贵妃，她始终都游刃有余，如今听到燕慈回来了，却突然乱了分寸，真是奇怪。林氏，你娘家人那边怎么说呀？这做生意的事儿可是有眉目了。我母亲刚刚得了家书，说江南那边因为那什么银粮案，舅舅也被波及了，所以现在恐怕帮不上这边的忙。怎么可能啊？林氏，你莫非是因为新婚夜的事情，故意不想帮沈家渡过这个难关呢？老夫人，您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如果真的记恨这件事，早就出去宣扬的人尽皆知，让他们都知道你们沈家人在新婚夜将嫡妻送给了其他人了，哪里还会好端端的坐在这里听你说话？你！沈老太太再次被对得哑口无言，猛然咳嗽了起来。侯爷连忙给沈玉白使眼色。沈玉白真挚地看着林婉意。婉婉，我知你肯定不是故意的，要不这样，我们明日动身出发去趟江南你外祖家，毕竟不是小事，见面谈更稳妥一些。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来一回得需要不少的时间，那眼前的麻烦该如何解决呀？沈家三人目光又落在林婉意身上。
林婉意真是被他们恶心坏了，这是打定主意盯上他外祖的家产了。你们可别觊觎我的嫁妆，省得到时候我心情不好了，就出去大街小巷的说新婚夜是如何被你们送给了9000岁。哎呀，行了行了，林氏，你到底是有完没完呐？啊，反反复复的提这件事，你就不觉得丢脸吗你？倘若真的说出去了，对于你又有什么好处啊？好处？没有好处，当然可以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林婉意刚要再张口对死这死老太太，突然腹中翻滚的厉害，眼前也一直发花，对着颐指气使的沈老太太，她突然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沈老太太被喷了一脸，整个人都傻了。少奶奶，你有孕了呀！万福堂的下人们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还是守在门口的福林冲了过来，赶紧给林婉意倒了杯温水，扶着她坐下，拍了拍后背。小姐，你没事吧？我身子不适，先回琉璃阁了。吐出来后，林婉意稍稍好了一些，丢下这句话，不等沈家人作何反应，他就让福林搀扶着自己走了出去。真没想到啊，这个林氏竟然身体这么好，这么容易就有孕啦。他说完后，发现沈玉白并没有说话，突然想到什么。玉白，你跟他圆房了吧？沈老太太见孙子脸色难看，顿时心中咯噔一下。难道你还没有跟林氏圆房？那林氏怀的是谁的孩子？总不能是燕都督的吧？啊，不会的，婉婉肯定不会有孕的，毕竟那燕慈可是燕人。哼，万一是那林氏不检点呢，跟其他男人有染了呢？赶紧去找个大夫给他来瞧瞧。如果他真的跟其他男人有染，我们侯府可不能要这种不检点的媳妇儿。林婉意，她怎敢背叛我？福灵，你去让紫苏做点清淡的小粥跟菜来。福灵，福灵。啊，是，奴婢这就去找紫苏姐姐。看着这丫头第一次走神，林婉意突然反应过来，福灵毕竟是燕慈的人，他该不会也知道？不，福灵应该也不知道燕慈并不是真正的宦臣。看着福灵的背影，步子都有点踉跄了。林婉意反应了过来，而沈玉白又没有跟他圆房，恐怕此时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是跟其他男人有染了。林婉意不动声色地给自己把脉，转过身，慢悠悠地回了寝房。先是跟林贵妃斗智斗勇，再来就是沈家人的无耻恶心。林婉意有点疲惫的扶额，用过膳后就又去泡个澡。她实在是太累了，泡着泡着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猛然感觉什么冰凉的东西贴着她的脖子，那种被毒蛇盘附的感觉让林婉意瞬间打了个冷战，一下子就惊醒过来。她看到了燕慈身穿红色锦袍，黑金束腰腰封，在烛光的映衬下，那精致的五官甚至俊美的有一些妖。林婉意瞬间彻底清醒了，下意识要逃，可哗啦啦的水声响起瞬间，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用双手护着身体坐下，动作太急，将木桶中的花瓣漾了一地。泡太久对孩子不好。林婉意红着脸，恨不得钻到木桶之中去。没有孩子。哦，我只是没休息好，早膳又吃得不妥帖，刚才又被沈家人给恶心到了，才引起的呕吐。我自己懂医，又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都督不是刚回京吗？怎么不在府中好好休息？以为自己要当父亲了，就马不停蹄的来了。林婉意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总之她没有怀孕啊，如果燕慈不相信，她也没有办法。再说了，此时她现在这个状况，
如果怀孕了，才更麻烦吧。都督，你会帮沈玉白他们吗？夫人希望我帮他们吗？不希望。好，那就听夫人的，不帮他们。凶神恶煞般的9000岁突然这样好说话，林婉意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不真实感。结果下一刻，燕慈就伸手直接把他从浴桶中捞了出来，大横抱起，朝外间床榻走去。没孩子也不能泡太长时间。林婉意担心自己会掉下去，下意识地伸手搂住燕慈的脖子，又引起对方一声低笑。他的心跳得极快，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滚烫无比，宛若煮熟的虾子。又不是第一次了，怎么夫人这样害羞？正沐浴呢，被男人突然捞起来，不害羞害怕才奇怪吧？哎，一会儿让福林他们进来帮我擦拭就可以了，不敢劳烦都督大人。你在赶我走？当然没有，我哪里敢赶你走？突然，他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儿。我说，都督大人，您受伤了？小伤已经包扎好了。那就好。忘记夫人懂医了，那下次让夫人帮我包扎。您还是不要受伤了。突然，唇角被一抹微凉触碰，林婉意猛然睁开眼，发现燕慈竟然俯身亲了下来。他刚要推开对方，但手腕却被猛然扣住了。还要多谢夫人提醒，不然就不只是小伤了。夫人果然担心本都督。燕慈十分愉悦地亲了亲他的嘴角，竟然又恶劣地咬了一小口。在他吃痛的瞬间，一只大手突然按在他的小腹上，然后人贴着他的耳边。真没有怀？没有。那看来还得再努努力。墨蓝色水缎的床围轻轻摇曳，挡住了那一抹旖旎。世子，小姐正在沐浴，不宜见客。弯弯今日身体不适，我带了大夫过来给她瞧瞧，你们赶紧去开门。林婉意此时已经软成了一滩秋水，听到沈玉白的声音，她浑身一僵，手一个用力，直接在燕慈的手臂上抓下了一道血痕。别怕，福林会拦住他。世子，今日小姐累坏了，她已经歇下了。这么晚让这个大夫进小姐的闺房也不太合适吧？明日再过来给小姐诊脉吧。那劳烦李大夫先在这里等着，我进去探望一下内子。可他刚走到门口，却再次被福林拦住。沈玉白本来就因为林婉意有孕的事情内心烦躁，一而再再而三又被福林拦住，顿时十分恼怒，一巴掌就要掀翻他。怎奈福林力气很大，沈玉白竟然一下没推动。世子爷，今晚跟新婚夜那晚一样，小姐不想见您。跟新婚夜一样？难道燕慈在里面？燕慈什么时候来的侯府？我怎么不知道？这么说，弯弯应该没有怀孕，不然的话，燕慈还会愿意碰她吗？这两个想法交织在一起，让沈玉白眼前一黑，差点喘不上气来，身子还踉跄了一下。旁边站着的子服连忙伸手扶住他。寝房之内，床榻之上，林婉意全程都十分紧绷。过了一会儿，听到脚步声走远，她才松了一口气，抬起头却发现正纠缠着自己的男人，眼神危险深邃。都督的秘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心腹侍女都没有说。反正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死了，除了你。那份名册对都督有用吗？燕慈好像是在逗弄着猫儿似的，轻咬了一下他的耳垂。林婉意被咬的耳朵痒痒的，下意识躲闪。为何想着把那完整的名册给我？怎么，想要利用我对付七皇子？
不敢利用都督。可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们犯到了都督手上，还请都督帮忙落井下石。这小娘子怎么就那么坏，那么招人稀罕？林婉意被他笑得发毛，抬起头刚要再说什么，却蓦然被堵住了唇。他突然十分热情，让林婉意根本招架不住。到了后来，林婉意累得直接昏睡过去。翌日，他醒来的时候，阳光洒进房间。身边的男人也不知何时离开了。燕慈是不是憋得太久，又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才会对我这个唯一活着的知情人这样肆无忌惮啊？可万一真怀孕了怎么办啊？得给自己配服药吃，万一真怀孕了，可就更难和离了，怕是得被进猪笼。银翘听到声音，推门进来。小姐，我给您更衣上装吧。世子他又带着大夫来了。这一晚上，估计沈玉白根本睡不着吧。沈老太太他们估计也都没有睡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林婉意究竟有没有身孕。倘若有了的话，那孩子又是谁的？知道他们都没有休息好，林婉意反而神清气爽。我先用膳。沈玉白果然一晚没睡，眼底泛青，又等了那么久，耐心早就告罄。林婉意一到，他立刻就让李大夫给林婉意诊脉。林婉意将手搭在腕枕上。世子，您何必这样大动干戈？我有没有怀孕，您还不知道吗？啊，婉婉，左不过，你不信任我罢了。林婉意眼神微凉，沈玉白脸色更黑了，而李大夫全程眼观鼻，鼻观心，都假装自己没听到这些贵门世家的宅院秘辛，给林婉意的左右手都诊了脉。世子夫人没有身孕，只是她这些时日忧劳成疾，心神不宁，饮食上吃了生冷之物，所以才会引发呕吐。我给世子夫人开个方子，调理一段时日就好了。好。沈玉白松了一口气，一晚上的郁结瞬间都消散了。哎，婉婉，昨日燕都督真来了？来了如何？没来又如何？啊，没来就罢了。倘若他来了，下次婉婉你帮我问一下，燕都督能否帮一帮七殿下？沈玉白，你到底当我是什么？婉婉，我知道你委屈了，但这不是为了大局吗？沈玉白，我们和离吧。这日子我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不，我不同意和离。婉婉，既然你身子不爽，那就休息几日，我们再动身出发江南吧。留下这句话后，沈玉白就狼狈离开了。林婉意眯着眼看着他的背影，缓缓地收回了银针。沈玉白，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要说你们去说，我是不会去说的。母亲，既然林婉意不愿主动变卖嫁妆，我们其实可以换一种想法。听说林婉意并没有怀孕，沈家人也是虚惊一场。什么想法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好，你立刻就让人去做，但是切记一定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等到度过这个难关，大不了我们再把真的给他换回去就好了。是。大夫人很淡定，毕竟过几天沈玉白就会带着林氏去江南了，就趁这个时候动手。可大夫人却不知道，此时林婉意正带着侍女来到宫中库房中查看自己的嫁妆。少奶奶，你就放心吧，您这嫁妆啊是放在库房中，是不会丢的。我知道不会丢，就是这几日有一些想念家人，就看看这些东西，睹物思人。冯妈妈，你出去待着，你在这里影响我的思绪。冯妈妈冷哼一声，
扭着腰出去了。动作快一些，按照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去做。是，小姐。林婉意知道沈家人的无耻是没有下限的，他们明面上不敢动她的嫁妆，但私底下呢？过几日，沈玉白就会带她去江南，而他们离开后，保不齐沈家人就会对她的嫁妆动什么手脚。半个时辰后，林婉意带人离开，冯妈妈留了一个心眼儿，带着人赶紧进去库房，又把那些东西清点一遍，确定一个都没少后，这才扬长而去，回房补觉去了。表哥，表哥。沈玉白看着孙青莲脸颊粉红、情迷意乱的模样，脑海中莫名地想到了林婉意。哼，弯弯在燕都督跟前也这样过吗？不，如果是弯弯，应该会更动人吧。粉红樱花，风吹落地，飞溅凝脂白雪之中，颜色分明。沈玉白越想，却越是极度烦躁，蓦然停了下来。他意识到什么后，脸色更黑了，直接起身下榻。不上不下的孙青莲都懵了，他忙披上衣裳。表哥，你去哪里？夜深了，你歇着吧。表哥，是不是不行了？等到关门声响起的时候，孙青莲脸色惨白地跌坐在了床榻之上，而沈玉白仓皇离开孙青莲的院子，却没有回到前院，而是走到了琉璃阁院外。此时琉璃阁已经灭了灯，只有偶尔路过的小厮手中灯笼明明灭灭，发出微弱的光芒来。他在冷风中站了一会儿，终于平复下来，随后握了握拳。弯弯，等这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定然可以回到从前的。都督府内灯火通明，这些日子林婉意身边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都被盛在了朱红色的案几上。手臂微抬，绸缎般的袖子如水般滑落，露出上面一道清浅的抓痕。啊，都督，您怎么又受伤了？不是，一只小野猫抓的。你继续禀告。是，林姑娘要跟沈玉白和离，恐怕十分艰难，沈家不许。如今林贵妃也在怂恿林姑娘，让她留在沈家，继续与他们合作。燕慈抬起手来，看着自己修长的手指，他想起林婉意戴项链的时候，林婉意可是怕得要死来着。明明胆子那么小啊，但面对那些个豺狼虎豹的时候，却那样淡定了，有趣。主子，如果林姑娘想和离的话，完全可以求助于您。她不会。再说了，求助本都督做什么？主子。天玄不理解了，自家主子到底喜不喜欢人家林姑娘呢？说不喜欢的话，他还没有见过主子如此在意过一名女子。但要说喜欢，为何又不把人从沈家救出来呢？这么看来，要么就是都督太渣，要么就是人家林姑娘嫌弃他们家都督。燕慈捡起一封信笺，看了上面的内容。去江南啊，我是不是也得去趟江南了？主子，您才刚回来呀，陛下可是让您在府中养伤呢。此次梁银案影响十分大，户部尚书铁定是不行了。陛下有意让江南总督季承风升任户部尚书。所以这次沈玉白去江南，一方面是想要谋划林婉意外祖家的钱财，另外一方面也是替七皇子试探拉拢新任户部尚书季承风。主子，您一定得去趟江南，因为这次不只是七皇子会行动，九皇子肯定也会行动的。陛下不希望这次户部再成为皇子们夺嫡的钱袋子。那我就勉为其难下一趟江南吧。3日后，藏蓝色的马车驶过青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声响。林婉意这次出来带了茯苓跟紫服，
留银翘在家照顾受伤的昭妍跟紫苏。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去江南外祖家呢？夜幕时分，到客栈休息的时候，因沈玉白只带了侍卫出来，林婉意则是看向两个侍女。子服、福灵，你们2个人中有一个过去伺候世子。小姐，您不跟世子同房吗？子服极力压抑着内心的雀跃。恰好这个时候，沈玉白带了拿了行李的侍卫刚好走到门口，但沈玉白私心里希望借机跟林婉意亲近起来，和好如初。我来癸水了，身子不爽，还是跟世子分开住比较好。你们谁过去伺候世子？最终自然是子服去，只不过沈玉白莫名生气，扭头就走。子服快步追了上去。世子爷，小姐都是为了您好，她身子不便，而且她让我们这些贴身侍女伺候您，更是因为在乎您呢。果不其然，在听了他的话后，沈玉白脸上的怒气还真的消散了一些。再然后2个人就走远了。这边福林打了温水进来，关好门就帮林婉意卸妆拆珠钗。小姐，您真是大善人，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子服。我自有算计。不过如果他那种下人出现在都督府会如何？他是看不到一日的太阳了。林婉意听后眉毛微扬，虽然有点惊讶，但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前不久燕慈就说过，知道他非换成真相的人都死了。对于背叛他的人，他更不会心慈手软。如果可以顺利和离，是不是也可以摆脱燕慈了？可是对于这个唯一知情的替身，他会这样轻易放过吗？得，又是一件愁事。这一夜林婉意睡得并不好，梦中一会儿是上一世惨死的情景，一会儿又是燕慈要拿项链勒死他的画面。我都这样暗示了，为何世子还是无动于衷？不行，得想想办法。子服突然想到了那日捡到的纸条，他愧疚地看了看林婉意，心中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今晚到客栈休息的时候，他一定要把那个纸条给世子，以示自己的真心。看来你真没让我失望啊。福林坐在角落里看着每个人的表情，最终目光落在了林婉意身上。要不要告诉小姐都督也去江南了呢？还是到时候直接让都督给小姐一个惊喜？外边赶车的侍卫惊慌说道：世子夫人有山匪。林婉意努力回忆上辈子的时候，沈家这个时候是否出了什么事跟山匪有关？结果子服却突然开口道：福灵，你快把小姐的外袍跟头饰换上，保护小姐要紧。旁边沈玉白也是一脸怔愣，他听到子服第一时间关心林婉意，倒是多看了几眼。福灵却翻了一对漂亮的白眼，他当然会救小姐，就是他死了也不会让小姐伤到半根汗毛。只是这个子服虚伪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要不今晚就给子服用点药，然后丢到沈世子的榻上得了。沈家的护卫跟山匪打到了一起，但听着他们的惨叫声就知道他们处于劣势。沈玉白武功不行，只会一些花架子，但他这个时候也只好拔剑，打算冲出去。看着他一脸复杂的模样，林婉意突然想起来了，上一世他已被困于沈府。有一天沈玉白领回来一名女子，那女子名叫李饶，性格泼辣，容颜娇艳，敢爱敢恨，后来成为了沈玉白的妾室之一。听银翘偷偷打听到，李饶竟然就是山匪的女儿。沈玉白救过她一命，他就对她以身相许了。收回思绪，林婉意发现沈玉白出去后，
外面的打斗声果然停了下来。哎呀，饶饶，你这又是何苦啊？沈郎，饶饶早就非你不嫁了。倘若你还是不同意娶我，我就把你带回山上做压寨夫君。你，可我已经娶妻了。那饶饶就做你的妾。总之，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行。李饶这次是铁了心了，不然也不会得到沈玉白要下江南的消息后，就带着兄弟们不远千里来到这儿。他对沈玉白一见钟情，很久之前就委身于他，心中再也容不下其他人。沈玉白心中焦躁，既担心耽搁了江南之事，又担心李饶知道了弯弯在马车上对他动手。倒是李饶反应过来，他快步走到子服跟前，扬起鞭子，在虚空之中打得啪啪作响。马车上还有何人？是我家小姐在马车上。子服被吓坏了，沈玉白根本来不及阻拦。哼，原来是沈郎的夫人呢。哼，怎么跑了呢？我可得好好招待招待这位姐姐呀。饶饶，不要！你们立刻去给我追上世子夫人，可要把人好好的请回来呀！沈玉白就是因为这个夫人才一直不娶她，李饶心中当然恨极了林婉意。沈玉白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苍白，等子服小心翼翼地躲到他身边，低低地唤了一声世子的时候，却被沈玉白反手就抽了一个耳光。小姐，扶稳了，小心颠簸着你。我没事。林婉意抓住横木，看着外面的景色，脸上露出了近日以来第一个真实的笑容。茯苓，你可真厉害。嗨，奴婢会赶车也是生活所迫，当初没去都督府的时候吃了许多的苦，幸好后来遇到了都督大人。不过都督府比奴婢厉害的人有很多的呢。风把茯苓的话吹得断断续续，林婉意却听得清清楚楚，不免有点意外。他本以为世人都惧怕燕慈，都督府中的人应该更甚。茯苓，你不怕燕都督吗？不怕呀，都督大人虽然很严厉，但那也只是对背叛了他的人，或者是对敌人之人才会那样的。他对自己人好着呢，我们所有人都很敬慕都督大人的。林婉意扭头继续看着外边绿色盎然的景致。怎么不跑了？小姐您放心，他们追不上来的。见茯苓说的笃定，林婉意也就点点头，没有再说其他。虽然刚才他们出其不意，突然驾车离开，但那群山匪可是擅长骑马，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追上来呢？林婉意本不想去江南外祖家，刚才见山匪拦路，他灵机一动，让茯苓立刻驾车离开。至于子服，当然是给丢下了。沈玉白，这个江南你可就去不成了。小姐，奴婢把子服踹下去了，您没生气吧？没有。想起来上一世，子服挺着个大肚子，在他跟前耀武扬威的样子。想要母凭子贵，飞上枝头做凤凰。哼，抱歉，这辈子就不要想了。哼，今日的芙蓉酥好像格外好吃。他们找到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他今日十分畅快，就让茯苓跟店家要了热水，打算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林婉一打算带着茯苓在外边绕2天，然后再回京城去，到时候就报官说沈玉白被山匪绑走了。届时沈家定然会兵荒马乱的，哪里还顾得上管七皇子那些破事儿啊？而沈玉白跟那个女匪的私情，很显然
又成了林婉意要跟他和离的另外一个把柄。毕竟跟山匪私通，沈玉白怕不是会被褫夺爵位。心情甚好的林婉意眉心舒畅，嘴角微微扬起。夫人今日的心情看起来不错。燕都督，您怎么在这里？燕都督，您怎么在这里？外出办事，恰好在这里遇上了夫人。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燕慈将牛角梳拿了起来，走到木桶边，伸手将林婉意那沾湿的长发给捞了出来，一缕一缕轻柔地梳了起来。茯苓在他身边，燕慈能够找到他也不算是太意外，主要是燕慈不是刚回京城吗？怎么又出来了？李饶跟沈玉白的初相识，以及这次李饶去拦截沈玉白，其中都是九皇子的手笔。原来九皇子这么早就对沈玉白动手了。你心疼他？我心疼他个棒槌。既然他们沈家决定帮着七皇子站在九皇子的对立面，那么早就应该有这个被对付的觉悟。燕慈可喜欢看他这种露出锋利小尖牙打算咬人，好像小野猫似的张扬模样，跟京城人相传的那个温婉端庄却无趣木讷的花瓶美人相差甚远。清洗长发，按压头皮，手法纯熟到让林婉意起鸡皮疙瘩的地步。他后知后觉，想起来燕慈这人是个宦臣。燕都督，我的头发不用洗了，您日理万机，总不好累到您。无碍，做习惯了。更害怕了怎么办？毕竟你这个做习惯了之前的对象，可是皇帝陛下啊。为何没有带着送你的项链？啊，出门在外，我担心弄丢了，就给收起来了。这个回答勉强让燕慈满意。等回头给你弄来一箱，可以丢着玩。哼，那大可不必。距离这里很近的龙华寺，木槿花开得正盛，可以去赏看。好，我明日就带着茯苓去看看。都督大人，我今夜不方便。林婉意想起前几次两个人的疯狂，虽然不能用来癸水的借口了，但林婉意真的浑身疲倦。如果跟燕慈再来几次颠鸾倒凤，估计接下来2天都得在客栈躺着过了。今晚不动你，不困？啊，困了。但都督您……你先睡，我看一会儿心寒。重点是身边躺着这么一位阎王，他睡得着吗？林婉意破罐子破摔地闭上眼，结果没过1刻钟，竟然沉沉睡去了。翌日清晨醒来，身边早就没了燕慈的踪影。林婉意却因为睡得极好，又暂时不用回去面对沈家人，而心情好极了。这丫头放下手中的东西后，扑通一声就给林婉意跪下了。小姐，茯苓是都督府的人，从燕都督将奴婢派到小姐身边的那一刻起，
茯苓就对小姐忠心耿耿，为你死都可以的。但是奴婢不能够背叛燕都督，也不想哄骗你。我知道了，你起来吧。小姐，您不怪茯苓啦？怪你做什么？而且燕都督派你来到我身边后，帮了我不少忙。而且要怪就怪沈家人，怪沈玉白。没有沈家人为讨好燕慈，新婚夜将她送给燕慈，也就没有如今这个局面。小姐，虽然我们相处时间短，但是奴婢好喜欢你的，而且奴婢还是第一次见到都督这么重视一个人呢，说不定以后您就是这都督府的女主人了。这等胡话你可不要乱说，再胡说八道，我立刻就将你送回都督府。是啊。茯苓委屈巴拉的点了点头，看到小姑娘委屈的模样，林婉意心一软。不过现在在我的心中，你跟昭妍他们一样，都是我信任的人。奴婢绝对不会辜负小姐的信任的。主仆二人收拾打扮一番后，就动身出发，前往龙华寺看木槿花。龙华寺距离京城不远，地处南北方的交界处，香火一向旺盛，供奉的神佛观音对子嗣祈福安康最是灵验。林婉意看着那些虔诚的妇人，突然想起来是燕慈推荐自己来这里的。她嘴角一抽，怕不是这人心中还耿耿于怀她没有真怀孕之事。燕慈以假宦臣身份游走在朝廷之上，势必得将秘密掩藏下去，而他又很想要子嗣的话，肯定到时候会想个办法。林婉意看着开得热烈的木槿花，微微敛眉，总不能把我给藏起来。得，到时候结局怕不是依旧得假死，来一个金蝉脱壳了。还是先继续服用那不怎么伤身子的避子汤吧。就在林婉意带着茯苓来到一棵晚唐树下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妇人低声交谈着。这龙华寺啊，给稚子祈福康健平安最是有效了。听闻当年林御医的嫡女1岁有余的时候得了重病，差点没了。后来啊，他们在龙华寺虔诚求拜1个月，那孩子转危为安，后来竟然痊愈了。哎呦，真的吗？那我得赶紧给我小儿子祈福去啊！两个妇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远。小姐，他们说的人是我。1岁半那年突生恶疾，哪怕我家是御医世家，都束手无策。后来父亲母亲抱着我来了这里祈福，才渐渐好转。不过那个时候京城之中事情多，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江南外祖家，住到了我6岁多才回京。林婉意看着身边的这棵晚唐树，上面竟然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晚唐秋意。她目光温润，她的命运原来从小时候就这样多舛了，现如今好不容易重生，她只想要带着家人平安顺遂地活着。燕施主，既然心不在焉，为何还要来直起对弈？抱歉，大师，虽然我心不在焉，但却依旧赢了你。虽然棋不在心，但人却在心。燕施主，还请放下一些执念，善待自己。住持双手合十，燕慈半垂眼看着棋盘之上互相纠缠着的黑白棋子，他再抬起头，看向远处那抹婀娜的倩影，仿佛跟身边的侍女说到了什么趣事，笑容潋滟，就连一旁的锦绣繁花都黯然失色。燕慈收回视线，对住持拱手回礼。多谢大师指点，可有时不是我放不下执念，而是执念放不下我。接下来2日，林婉意过得相当肆意，甚至有些乐不思蜀了。一想到要回京城沈家，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
这里的景色还是有限的。等以后啊，小姐你可以一边行医问诊，一边游山玩水啊。奴婢到时候就一路陪着您，护您周全。光是听着就让人心驰神往。他带着茯苓回到京城的时候，沈玉白还没有回来。沈老太太接到消息的时候，更是直接双眼一瞪，晕了过去。为何是玉白被掳走了，你却没事？看吧，见亲生儿子出事，一向最虚伪、最会装老好人的大夫人也装不下去了。儿媳也不知道，恐他们是知道世子比我更加重要啊。母亲，此时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了，您快点派人去禀告公爹他们，还有得快点报官带人去找。我担心如若晚了的话，世子可能就……大夫人见他这样，心中暗骂真是一个没用的，但转念一想，对方说的话并不无道理，他儿子定然比林婉意重要多了，再加上林婉意对他们还有用，所以大夫人立刻换上了平时的表情。婉婉，看，都是母亲关心则乱了。你也受到了惊吓，赶紧回房歇着。如果真的报官啊，恐怕到时候官爷还得找你问话呢。是。林婉意红着眼圈走出大夫人的院子，背后传来大夫人急切打发人进宫去找侯爷的声音。李饶啊李饶，你可争点气，一定要把沈玉白给多折腾折腾啊！侯府是豺狼虎豹窝，我就是死也要离开这里。你们继续跟着我，肯定十分危险。要么现在就回林家去，要么我把身契给你们，放你们自由身。小姐，我不走。小姐去哪里，昭妍就去哪里，哪怕是阴曹地府，我也去。这两个傻丫头啊！那好，如果你们以后都跟着我，一定要机灵一些，聪明一些，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得长久一些。是，小姐。是，小姐。那子苏跟子服两位姐姐，子苏可信，但子服等她回来后，8成会被抬成为姨娘了。小姐，接下来有什么事您就直接吩咐我们就好了，我们肯定不会比茯苓差的。你的腿可得快点好，别到时候我们逃跑的时候你跑得太慢，拖我后腿呢。小姐，奴婢就是爬也绝对不会拖小姐后腿的。林婉意哭笑不得，但心中却是暖洋洋的。昭妍，你负责盯着琉璃阁中的其他人。银翘，你这几日外出，找人盯着京城几大当铺，一旦发现有我那日让你们在嫁妆上刻下的密文，就速度回来禀告我。是，小姐。小姐。3日后，沈玉白被成功的救了回来，只不过他回来的时候还带了2个女人。哎呦，我的乖孙儿啊，你这是吃了苦了呀！怎么会吃苦呢？他左拥右抱，快哉极了。据沈玉白的说辞，是山匪被打跑了，同行的侍卫们都为保护他死了，是子服跟李饶救了沈玉白，而沈玉白为了报答2个女人，要纳他们俩为妾，全程漏洞百出的理由，偏偏沈家人都坚信不疑。对于救了沈玉白的2个女人，他们更是态度热情，只是众人都神情诡异地看向林婉意，毕竟沈玉白又要纳妾了。林婉意是一点都不意外，更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只有沈玉白行房事的次数越多，那毒他就会中得越深。不得不说，燕都督给的这种毒还真的莫名适合沈玉白呢。林婉意，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林婉意用力推开他，后退2步，揉了揉酸痛的手腕。什么野男人？你是不是疯了？我又纳妾，你竟是一点都不吃醋，肯定是因为那个野男人，对不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从怀中掏出被烧得只剩下一角的宣纸，砸在了林婉意跟前。
心乎爱矣，侠不畏矣，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到底是谁在思念着你，爱慕着你？你说，是哪个野男人给你写的情书？这是我自己写的。林婉意，我又不是不认识你的笔记，你少诓骗我。对，你的确熟悉我的笔记，可那是我右手的笔记。可我这段时间心情烦闷，开始学着用左手练字。林婉意转过身去，拿出宣纸笔墨，然后用左手写下了一样的字句。沈玉白凑过来一看，见跟那纸条上的字一模一样，瞬间变了脸色。所以，这是你左手写的？你说的对，我当时写这东西的时候，的确是在思念着一个人。我为及金钱，就一心想要嫁的郎君，但是新婚夜的一切，让我彻底对他死心了。所以，这承载着我以前感情的诗句，没有必要存在了，就烧了。没想到，还是被你捡到了。婉婉，我不对，你来我房中次数有限，应该是郑姨娘偷偷捡了去，然后跟你邀功，说我出墙了吧？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把她收了做妾？沈玉白，你之前答应过要好好待我，结果转身不仅纳了妾，竟然还纳了我的贴身侍女，诬陷我有什么野男人。我告诉你，野男人没有，可却有一个9000岁，还是你亲手送给我的。婉婉，我错了，你原谅我吧。因为动作太快，再次给沈玉白拍了一脸的血。滚！我怎么又误会了婉婉？哼，都怪子服那个贱人。你这个贱人，是不是为了爬床才故意哄骗我，说那封信是外男写给婉婉的？子服之前被姐姐紫苏打了左脸，如今又被打了右脸，疼得眼泪都要下来了。世子，那字迹明显不是我家小姐的呀。再说了，她为何烧掉？肯定是心虚了呀。那是婉婉自己平素里用左手练笔写给我的。什么？可下一刻，沈玉白就拂袖走了，他整个人瘫在地上。全完了。想起如今来，孙青莲、子服以及李饶三人同为沈玉白的妾室，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那肯定热闹坏了吧？小姐，碧玉阁新来的李姨娘把孙姨娘给打了。林婉意正将几颗莲子剥了芯儿出来，投入捣药罐中碾碎。他们怎么打起来了？听说是孙姨娘要给新来的2位姨娘下马威，郑姨娘很低调，但李姨娘却很凶，直接就给孙姨娘给踹倒在地。小姐，你绝对没有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是在说书吗？还抑扬顿挫的，直接讲给小姐听不就好了？没事，银桥你讲吧。孙姨娘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裙摆上都是血。府医赶紧来给她诊治，发现她竟然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可惜孩子留不住了。听着银翘的唏嘘，林婉意却是一点也不意外。之前林婉意给她用过针，让她的体质极容易滑胎，后来又有了李饶的神助攻。这将是孙青莲此生唯一有过的一个孩子。银翘风尘仆仆地来到林婉意跟前，十分激动。小姐，您可真是料事如神，东祥典当行果然出现了您的嫁妆。他们怎么敢的呀？竟然敢偷偷卖掉了您的嫁妆。他们当然敢。东西拦下来了吗？都拦下来了，暂时数量不多，只是仿了一些容易仿的。恐怕是因为您没有去江南的缘故，没有来得及大量做赝品。足够了，去把世子请来。是。我就知道弯弯最善良懂事识大体了，肯定原谅我了。说不定今日喊我过去是为了要圆房。
婉婉，你今日好美啊！世子先别看我，看看这些东西。这左边莲香中放的是我的嫁妆，右边莲香中放的是刚从典当行买回来的，同样也是我的嫁妆。哎，婉婉，我不知道这件事啊，你知或者不知都不重要了。世子，我们好聚好散吧。只要你今日把和离书写了，我不会追究你们侯府偷偷变卖媳妇嫁妆的丑事。如果这件丑事你不在乎的话，那么如果其他人知道你收了一个山肥的女儿做妾呢？我想七皇子肯定会介意吧。啊，婉婉，你竟然威胁我！你竟然不顾我们多年的感情，如此无情无义的威胁我！世子，你是不是忘记了，自从我嫁入到这侯府，你们给了我多少委屈？如今我们成亲还没到3个月，你已经拿了几房妾室了？我那是逼不得已。逼不得已？所以他们有了身孕，都是他们强推了你吗？沈玉白头疼欲裂，捂着额头摇晃了一下，险些摔倒在地。今日我喝多了，头太疼，下次再说。他话没说完，人就溜了。我真不是个男人。那么以后你也不用做男人了吧？福陵银翘，你们出去想办法，将侯府变卖我嫁妆一事宣扬的人尽皆知。是小姐。哼，你们侯府不是最要脸面的吗？那我就把你们的脸面丢在地上，让所有人践踏。世子爷，您这老奴做什么呀？你是不是动了大奶奶的嫁妆？这又不是我要动的，那可是老太太跟大夫人吩咐的呀。只是冯妈妈这么一犹豫间，沈玉白猛然又是一脚踹了过去，直接让她喷出一口血来。玉白，你这是在做什么呀？祖母，你可不能纵容这恶仆，他竟然偷偷变卖了弯弯的嫁妆。这件事如果传出去，那我们侯府还要不要做人了？沈老太太表情顿时一滞，同样表情僵硬的还有闻讯赶来的沈大夫人。婆媳俩对视一眼，如果这件事真的闹大了，为了侯府的名誉，的确可以推到恶仆偷偷变卖上，但毕竟冯妈妈是沈老太太的心腹啊，她还是不忍。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弯弯的嫁妆上都有林府的特殊标记，一卖到了外边，立刻就被认了出来。什么？沈老太太感觉脑仁一蹦一蹦的疼，但还是硬撑着。哎，这怪我一直骄纵这恶仆，才酿成这样的祸事。玉白啊，你去把这恶仆处置了，同时也让林氏消消气。都是一家人，万不可因为一个恶仆伤了和气呀。结果旁边的冯妈妈听到后顿时傻眼了，她刚冲到沈老太太跟前，就被婆子给捂住了嘴。沈老太太不忍心再看，转过头去。冯妈妈拿着宫中库房的钥匙，这个锅只有她来背，才最让人信服。燕都督，月底是我祖母的寿辰宴，如果您有空的话，可否来府上喝杯水酒？沈玉白也是着急了，因为江南的事情，如今七皇子都好几天不理他了，让他姐姐吹枕头风都没有用。之前户部尚书出事，也连带着他受了一些影响，虽然不影响沈家，但却也影响了他的仕途。为了尽快挽回七皇子的信任，他只能够从燕慈身上下功夫。原来是沈老夫人寿辰啊，那燕某当然得去。9000岁竟然答应了。沈玉白也很意外，很惊喜，但是笑着笑着，突然就笑不出来了。燕慈答应，会不会是因为弯弯？而燕慈目送着沈玉白的背影，嘴角微勾，刚要往外走，有小太监凑了过来。都督大人，
陛下宣您过去一趟。好。皇帝刚要发火，抬眼一看是晏慈，脸上的怒气瞬间撤了大半。晏慈，你可确保季承风并不是老七或者老九的人？确定。不过这段时间2位殿下都派人去接近他，被臣给挡了下来。真是一刻都不消停，朕还没死，他们就急着把3省6部都要吞了吗？晏慈，依你之见，这次事情要如何处置老七？或许七殿下是被原户部尚书蒙骗了。别给朕在这里装傻，朕要听你的实话。这件事都是户部尚书做的，七皇子又没有亲自做，但毕竟这件事让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还有不少流民。以臣之见，应该让七皇子多掏一些银子，好生安顿那些百姓。朕就说过，你最聪明了。来，你给朕磨磨，朕要拟旨。是。晏慈，朕怎么听闻你最近跟沈家走得很近呢？臣当然要跟他们都走得近了，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探知各种消息，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月底沈老夫人过寿，你得提前准备好收礼了。臣的库房里又没有什么稀奇的宝贝，要不陛下赏臣一些？你呀你，就知道管朕要东西。哎，罢了罢了，这次你去江南的差事办得好，去库房中挑2样东西吧。谢陛下。晏慈一脸笑容，只是在转身离开了御书房后，笑容慢慢敛去。回府后，他坐在太师椅上，半眯着眼。最近林姑娘在做什么？沈家钟会亏空，就要卖了林姑娘的嫁妆，结果被他发现，如今满城风雨，众人都知道侯府偷卖儿媳嫁妆的事情了。沈老太太就让林姑娘掌了家，外边那些不好的声音倒也小了一些。她答应了？是的，林姑娘同意了。可侯府毕竟那样算计她，她太心善心软，竟然把这个委屈给吞下了。你不懂，让天机去再送一些毒药，种类多一些，她该需要了。是。侯府，沈玉白回府后就去了万福堂。沈玉白去万福堂的时候，恰好林婉意也在那儿。林婉意这些时日都跟着大夫人一起学着掌家，人愈发温婉恬静。婉婉，这段时间掌家你辛苦了。母亲跟祖母他们都教得好，我并不受累。祖母，那我就先回去整理铺子的账目了，等回头整理好了给您过目。去吧。沈玉白追随着林婉意的背影，直到打下来的帘子彻底挡住他的倩影，这才收回目光，然后就发现祖母在看着自己。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圆房呢？沈玉白表情一致。沈老太太以为他借弟林婉意陪过9000岁，就耐心道：他现在掌家还算尽职，而且他外祖家的生意很快就能落到我们手中，所以你也就勉为其难，多去陪陪他，就当是怡红院的那些女人就好啦。这个时候，因为账本落在万福堂了，林婉意去而复返，恰好听到了这句话。小姐，他们……我记错了，账本没有落下，我们走吧。林婉意面不改色地转身就走，步伐淡定从容，只是藏在袖中的银针攥得紧紧的。小姐，他们欺人太甚了，竟然把小姐比作了烟花之地的女子，他们还是人吗？跟这种人不值得生气，报复回去就行了。是。昭妍用手背抹了一把泛红的眼，她的眼神更加坚定了。小姐在沈家受的所有委屈，她都要帮小姐一一讨回。
只不过林婉意在翻开拟邀名单的时候，第一个名字就是燕慈。她翻页的手微微一顿。哼，原来是要请燕慈来，所以沈玉白才会在沈家没钱的情况下，还要给沈老太太举办生辰宴吧。看来燕慈果真如他所说的，并没有给予沈玉白跟沈家什么方便，所以对方才会急了。这次邀请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林婉意脸颊微微发烫，她扭头喊来了银翘。今晚的药煎好了，就给我端来。是，小姐。还有，去打听一下，看今晚世子去了谁的屋子。刚好福林推门进来送刚熏好的衣裳。小姐，世子今晚去了孙姨娘的屋子。哦，看来孙青莲还是有点手段。现在郑姨娘装死，但李饶可就不一定了。转眼就到了月底，沈老太太生辰这一天。婉婉，快随我一起去迎接燕都督。世子，我不想去。婉婉，别闹，今日人多，而且我有要事要跟燕都督谈。我知道你心中委屈，你放心，我们一起进了书房，你就可以离开。林婉意半垂眼，还是一脸拒绝的模样。婉婉，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就这一次，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林婉意却并不信沈玉白的话。实际上，林婉意倒也不是演戏，她是真的不想见燕慈。对燕慈这人，她心底依旧是发怵的。可沈玉白十分坚持，反正到了书房就可以离开。今日人来人往这么闹腾，燕慈定然也不会再来私下里找我了吧？那好吧。燕慈一身红色飞羽锦袍，头戴玉冠，哪怕是站在七皇子身边，气势容貌也一点都不弱，反而把矮了他半头的七皇子衬得黯然失色。七王妃提出让林婉意陪她去万福堂的时候，她连忙应了。七王妃沈亦柔是沈侯的嫡长女，沈玉白的亲姐姐，也是沈家这一辈的第一个孩子，备受娇宠，从小就定了要嫁给七皇子做王妃，两家也是亲上加亲。两人走过人群，到了人少的地方，七王妃突然酸酸地开了口：你的运气还真是好啊，现在竟然都开始长家了。王妃您说笑了，我是沈府嫡长媳，主持钟馗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新婚夜的事情你都不感觉羞愧吗？我为何羞愧？原来也不是我的本意。如果真要说羞愧，岂不是沈家人要更愧疚？世子恐怕都无颜见人了吧？还是王妃认为我该以死明志？难道王妃认为我该被你们沈家人逼死？你胡说八道！七王妃每次回沈家都是说一不二的，除了沈老太太，任何人都不敢忤逆她。今日被林婉意这样顶撞，顿时震惊极了，都不知道作何反应了。林婉意却淡淡的扶了扶身：我就不送王妃到祖母那儿了，席上还有事情我得去忙碌，先告辞了。她说完之后转身就走，丝毫不在乎七王妃被气得浑身发抖。毕竟如果七王妃一直这样针对她，以后发抖的机会多了去了。林夫人见到女儿后，眼眶忍不住又要泛红。母亲，您不用担心，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现在他们沈家把掌家权也给我了。可是外头之前都在传沈家人要卖了你的嫁妆，可是有这回事啊？林夫人攥着手绢，眼角的泪珠要掉不掉的。林婉意发现母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四周有好几个夫人小姐都停住脚步，竖起耳朵，一副想要听八卦的模样。母亲，那些事情都过去了，不重要了。如今我主持钟馗，任何人再也算计不到我的嫁妆。原来真有这件事儿啊！没看出来呀，
沈家这样尊贵的门楣，竟然做这种阿杂事儿啊！看把这林氏委屈的都不敢直说，不怪让他长家呢，这是为了堵嘴啊！周围的贵妇小姐们听后恍然大悟，如此这般，以后她们想要嫁女的时候，估计就不会考虑沈家了。就在这个时候，戏台子已经搭好，所有女眷都过去看戏了。林婉意也就挽着母亲跟着走了过去。结果戏才刚开始唱，就听到花墙另外一端男客中有人开口：唱这么难听的东西，喉咙还是不要了吧。燕慈。所有人都被惊了一下，但最害怕的要数刚才唱戏的那一群人，都已经跪伏在台子上瑟瑟发抖了。戏子唱戏难听就要把人杀了，杀个人是小事，但今天到底是沈老太太的生辰宴呢。七皇子笑着开口打圆场：燕都督，今日是沈老太太的生辰大喜的日子，就不要见血了吧。殿下说的也是。燕慈竟然很好脾气的点头，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而台上最开始唱戏的那几个戏子赶紧爬下了台子，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啊，那燕都督喜欢听什么戏啊？我让人去安排。那就让人去唱一出上错花轿嫁对郎吧。众人听后表情都十分诡异，没想到这位9000岁竟然爱看那种男欢女爱的戏。唯有沈玉白脸色泛白，他总感觉燕慈点的这折子戏是故意的，但眼下他也不敢跟对方翻脸，只好十分屈辱地让管家去戏班子安排了。唯有林婉意想起了新婚夜换新郎的事情，耳间微微泛着红。燕子就是故意的吧？林婉意感觉脸颊有点发烫，伸手扇了扇风。她突然下意识地摸了摸脖颈，顿时心中咯噔一下。今天她是戴了燕慈送的那条项链，此时自己的脖子上竟然空空如也。莫非是刚才送七王妃的时候，遗失在了半路上了？如今宴会已经过半，眼下没有任何问题。林婉意就带着茯苓往后院沿路找着项链，突然旁边伸出一只手来，揽着她的腰一个旋转，就闪入了假山之中。林婉意来不及叫出声，唇就被封住，然后那熟悉的檀香扑面而来，是燕慈。燕慈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敢这样，林婉意也是震惊的忘记了如何反应。这么笨都不知道呼吸吗？林婉意不止差点忘记呼吸，她腿都被亲软了。燕都督，你吓到我了。既然吓到了，为何要扯本都督的腰带？难道只是亲一下，夫人不够尽兴？这人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呢？看着怀中的小兔子，都快被吓炸毛了。燕慈轻轻一笑，伸手将那条项链重新戴在了他的脖子上。被你捡到了？我送你的东西竟然还敢丢了，是不是该惩罚你？我没有。远处戏台子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而这边的假山之中传来呜呜咽咽的惩罚声，声声纠缠。宴会末尾，沈侯带着儿子把七殿下跟燕慈都迎进堂屋，并且让侍女上来沏茶。燕慈却嫌弃地看了看那茶，听闻沈夫人点茶技艺高超极了，今日何不让燕某见识见识？燕都督妙赞了，捉精点茶的技艺不值一提。哼，世子太过于谦虚了，燕某认为沈夫人很不错。啊？什么很不错？既然燕都督不嫌弃，那就只能够让捉精献丑了。来人，去喊大奶奶过来。是，大奶奶，世子爷让您去趟前院花厅点茶。点茶？
因为那边有贵客，不能怠慢。贵客？莫不是燕慈？林婉意简直都要气笑了。沈玉白可真是说过的话就跟放过屁一样，明明说过了不会再让他去陪燕慈，结果转身就反悔。沈玉白上杆子给他自己戴绿帽子，林婉意得成全他。好吧。林婉意进来的时候，本来正在谈话的几个男人瞬间都看了过来。燕慈的目光肆无忌惮地落在了林婉意微肿的嘴角，他嘴角沁着漫不经心的笑意。这人就是属狼的，下午在假山那儿，船都差点被他给惊破了，用了好多口汁才遮挡住。林婉意给众人见礼，就坐在木桌跟前，纤细白皙的手微抬，先温碗和茶筅。见林婉意这样配合，沈玉白的脸色却变得很难看，但他又不敢激怒燕慈，只好陪着笑，脸都僵了。怎么看也就是一个美貌聪慧并存的普通女子罢了，为何会如此得燕慈这阉人的眼？燕都督，之前你说过沈夫人很像你一个故人，你那故人现在在何处？正在点茶的林婉意也支起耳朵来听。那个女子在燕慈心中应该是极为重要的吧，毕竟上一世燕慈都能在那样危险的境地来起我这个替身，如果是正主来了，燕慈还不得掏心掏肺的给宠上天了。不说这个，我们专心看沈夫人点茶。也好。燕慈一手捏着白玉茶盏，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双纤纤玉手。他可是还记得刚才这双看着万分娇柔的小手差点扯掉了他的腰带呢。妾身后院还有事情要忙碌，那就先告辞了。今日劳烦夫人了。他不加上那个沈字，好像在喊自家夫人一样。林婉意用余光看了看沈玉白，果然发现对方的脸黑了白，白了青的。哼，沈玉白怕是要被气死了吧？活该，自己主动戴的绿帽子，就是跪着你也得自己好好的在脑袋上戴着，不能掉了。婉婉，你今日为何在堂屋与那阉人眉来眼去的？燕慈实在是太过分了，今日竟然当着我的面那样肆无忌惮地看着婉婉，还有婉婉。沈玉白感觉自己都快要被忌火给烧化了，天知道沈玉白是用尽了毕生的自控力才没有当场发作。你把自己的夫人送给了别人，睡都睡了，现在却来计较什么眉来眼去，是不是晚了点儿？他直接将旁边的冷茶泼了沈玉白一脸。什么叫做眉来眼去？那我用杀人的眼神去看他，你才满意吗？世子，让我过去点茶的人是你，现在指责的人也是你，那你告诉我，我到底该如何去做？你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了不会再有下次，结果这么快就有下次了，整个京城都找不到第二人像你这样言而无信的吧？行，你怪我，那以后我绝对不再见燕都督。你如果再逼迫我去见，你就立刻把和离书给我。沈玉白被泼了一脸茶，他看着盛怒中的林婉意，顿时急了。婉婉，我知道今日这事不怪你，可我就是吃醋，我就是难受，就是不知道如何发泄才好啊。他喝了许多酒，凭着一股愤怒冲到了这里，可面对林婉意的指责，看着他红着眼的模样，瞬间泄了气，他矛盾的要炸掉了。哼，你发泄不出来，你委屈就来找我的麻烦吗？沈玉白，我可真看不起你。婉婉，对不起啊，我喝多了，我今日就宿在琉璃阁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要过来搂林婉意的腰，扯她的衣裳，做事就要来亲她。你放开我！林婉意剧烈挣扎起来，
后腰撞到了梳妆台的时候，咣的一声响，疼得他一阵吃痛，拈到银针后果断扎向沈玉白的昏穴。沈玉白突然就感觉脑袋一片空白，整个人软软的倒了下去。小姐，您没事吧？啊，沈世子死了？昭妍跟福林都没有太过惊讶，他们心中想的是，如果沈世子死了，下一刻他们要去哪里抛尸，才不会让小姐陷入麻烦之中。没死，把他送回前院去吧，就说世子喝醉睡过去了，顺便让别人知道他跟我吵了架，还出手打了我。是。等到侍女们将沈玉白拖出去后，林婉意对着铜镜看了看，发现自己后腰果然青了一大块。天杀的沈玉白，看来得在平常的药剂中加量了。林婉意给自己上了药，然后就依靠在软榻上眯着眼。如今对沈家以及沈玉白的报复都在计划之中，可今日母亲说妹妹的婚事，让林婉意眼底又添了愁思。原来上一世她跟家人所要面对的凶险之事，并不会因为躲开满门抄斩就安全无虞了。敌人多，没事，一个一个报复回去就是了。不一会儿，福林敲门进来。小姐，已经把世子送回去了，该说的话我们也都说了。这些是都督大人给您的。这些都是毒药？是对照着万名毒谱来着的。林婉意这一刻的心情实在是有点复杂，她愈发看不懂燕慈了。别的不说，给了她这么多毒药，是打算让她把沈家人都给毒死，让沈家灭门是吗？竟然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一种被人纵着的感觉。随后他就挥掉了自己心头这个想法，毕竟燕慈怎么可能纵容他呀，左不过是当一个替身在移情而已。福林，你可知道今日为何燕都督会突然在听戏的时候发火？具体的奴婢也不知道，但是都督好像莫名的厌恶负心汉。厌恶负心汉？林婉意想起来今日被叫停的那一出戏，唱的是十娘怒沉百宝箱，讲的就是杜十娘遇到了负心汉，心灰意冷，坠江而亡的悲剧。燕慈年纪轻轻就成了宦臣，当然这一出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吧？莫非是发生在他上一辈人的身上？只是燕慈这人从小就无父无母，谁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整个人好像是凭空冒出来似的，所以有些事情也无从考证了。算了，还是不要过多的去知道关于燕慈的秘密，知道的越多，那我跑就死得越快。还是想一想接下来给沈家人再下点什么毒吧。沈玉白深夜醉酒打了正妻的事情虽然暂时被压下，外边人不知道，但还是在府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玉白，你糊涂呀！这好端端的去打林氏做什么呀？沈玉白的脸色比沈老太太的更难看。今日她醒来，发现是在前院的寝房里，头疼难忍，想着应该是昨夜喝多了的缘故。她只是记得自己喝多了，然后去了琉璃阁，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以及自己是怎么回的前院寝房，就不得而知。根本不记得自己为何打弯弯，人就被祖母喊来了万福堂。但侯爷却在旁边说道：倒也不是什么大事，那林氏一向能够隐忍，马上就是乞巧节了。玉白，你带着林氏去街上逛逛，哄哄她，你们恩爱爱，也能堵上外边传的我们对她不公的流言蜚语。沈玉白连忙应了。沈玉白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琉璃阁，跟林婉意诚心道歉，说了要去过乞巧节的事情。还记得去年乞巧节，我们还没有成婚，在街上遇到
你还送了我一盏兔子灯。弯弯，都是我不对，都是我错了，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沈玉白，若让我原谅你，如果再有下一次，你该如何？如果再有一次，我任凭你处置。不用处置你，你届时同我和离吧。弯弯，你为何动不动就要跟我和离啊？你总这样说，多伤我们的感情。可你做的事情，也一样没有伤我们的感情。沈玉白，你认为我们的感情还剩下多少够你伤？沈玉白一滞，尤其想到近期自己竟然还伸手打了弯弯，更是气短心虚。以后我定然不会再让弯弯去靠近燕慈了，更不会再动手打她，甚至也不会再拿其他女人了。所以弯弯肯定没有要和我和离的机会了。那好，如果我再犯错，不只会双手将和离树奉上，我还会给你跪下来磕头求你原谅。我对天发誓，如有虚言，就让我天打雷劈。林婉意静静地看着沈玉白把整个誓言都说完，他才不会像上一世那样蠢，听沈玉白发毒誓的时候就心疼地拦住了他。事实证明，心疼渣男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弯弯，我都发誓了，你还不信我？没办法，毕竟你出尔反尔次数太多了，我杯弓蛇影。沈玉白脸上火辣辣的，最终什么都没有说，提笔把自己刚才发的誓言写了下来，最后还按了手印。小姐，世子这样笃定，他以后不会惹您生气了吧？不然之前明明怎么样都不愿意给和离书。沈玉白最是优柔寡断了，而且他最在乎的人是他自己。以后遇到了大麻烦，该舍弃我，还是会舍弃的。那他到时候就会给您和离书了吧？不一定，所以我要两手准备。林婉意假装被他打了，是要勾起他心底为数不多的恻隐之心，让他立下口头的约定也是一个机会。但更多的只有靠近沈玉白，林婉意才有办法让他身体越来越差。为什么就是不放我走呢？多留我一日在沈家，你们沈家人的日子就更糟糕一些啊！想办法让李瑶知道世子要带我去过乞巧节的事儿。是，小姐变得越来越喜欢搞事情了，每次搞事情都是别人倒霉，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银翘如愿地把消息传到了李饶的耳朵里。紫苏刚端了最好的杏仁羹过来，他看到银翘微微红肿的脸颊，连忙问：银翘，你这是怎么了？银翘见是紫苏，欲言又止。是郑姨娘打你了？小姐，您太厉害了，怎么一猜一个准儿啊？你这脸一看就是被人打过了，如果是其他人打，你就算是不打回去，肯定也会说的。可你刚才看到紫苏犹豫了，所以打你的人定然就是郑姨娘。银翘连连点头，连忙把事情过程一说。林婉意一听就知道子服是故意找事儿。小姐不用顾及奴婢，他无辜打银翘这件事，倘若他不是姨娘，奴婢都会去替银翘报仇了。起来，你不必替他跪，不值得。林婉意亲手将紫苏扶起来，却是知道上一世沈家人决定将紫苏沉井的时候，明明子服是知道的，但他却并没有伸出援手去救紫苏，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一声。这等姐妹无情无义，还不如一个路人了。林婉意知道紫苏善良，暂时转不过这个弯来，无法彻底放下这个亲妹妹，那么狠心人只有她来做了。如何对付子服呢？子服不是想给沈玉白生个孩子吗？那就给他用假孕药，
给他来一场空欢喜好了。世子，我也要同你一起去乞巧节赏花灯。饶饶，我今日跟弯弯出去有要事，下次再带你出去。一年就这么一次乞巧节，下次就要等到明年了。就让饶饶妹妹跟着一起去吧。弯弯果然最善解人意。那弯弯，我们出发吧。马车来到街口就停下，几人下了马车。实在是街市上人太多，今晚特殊又没有宵禁，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林婉意有点怀念地看着这一幕热闹烟火气。世子，我家殿下在楼上，让您过去说话。沈玉白抬起头，果然看到2楼的窗户那儿，七皇子在朝他招手，想必是要跟他谈进入大理寺后的事情。弯弯，你跟饶饶在附近逛逛，我上去跟七殿下说说话，就下来寻你们。好，你去吧。大奶奶，听说你不会浮水啊，在这岸边走可是要当心呢。可林婉意却早就有准备，轻盈侧身闪过，并且不着痕迹地用银针扎中了李饶的麻穴。李饶的落水把周围人都给惊了一下，林婉意当下就看到有2道身影立刻跳入湖中去救李饶。不好，怪不得李饶这样有恃无恐的敢动手，原来他的那些土匪同伴也来了。林婉意想要立刻离开危险的岸边，回到福林身边去，却突然有一个戴着黑鹰面具的男人从天而降，拔刀直接朝他的面门砍了过来。还没有彻底脱离开沈家，恐怕死了灵魂也要被束缚在沈家了吧。更遗憾的是，给沈家人下的毒还没有到毒发的时候。幸好都督来了，如果小姐出事的话，我难辞其咎啊！林婉意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燕慈抱上了一辆马车上。马车很大很宽敞，上面的软榻十分舒服，可以容纳4、5个人躺着。旁边案几上还摆着美酒佳肴。燕慈可真会享受，多谢燕都督救命之恩。既然是救命之恩，那夫人是不是该以身相许？又逗弄我。林婉意耳根发烫，心中又羞恼又无奈，抬起头来却看到燕慈摘掉面具靠坐在那儿，一条大长腿支棱着。如果夫人不想以身相许，帮我按按腿可好？林婉意并不想给他按腿，但却也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毕竟对方刚刚还救了自己。但一想到燕慈竟然帮了沈玉白，他心头又梗着闷气，所以他抿着小嘴，十分用力地按着燕慈腿上的穴位，让他怎么疼怎么来。他眸光暗了暗，下一刻就拽住林婉意的胳膊，让整个人跌坐在他的腿上。林婉意被惊了一下，下意识的就要拿银针去扎他，但燕慈的动作更快，直接扣住他的手，然后把他藏在袖口的银针抽了出来，随意一甩，
那3根银针直接没入了旁边的横木上。夫人，你这些小把戏留着对沈家人用就好，对本都督不管用。我知道做什么都是无用，就比如都督明明答应我不会帮沈玉白，却还是为了他在大理寺谋了职位，我还能够如何？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婉婉可曾听说过请君入瓮？以牙还牙。朝堂之事我不欲与你多说，你只要知道，在你还没有跟沈玉白和离之前，我不会让他好过。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去给我找大奶奶！而被寻找的林婉意此时正被男人按在怀中亲，雪白肌肤在墨色的衣袂中间若隐若现。不知道过了多久，燕慈才放开他。那日他牵了你哪只手？莫非9000岁吃醋了？这个问题林婉意并不敢问出来，索性假装当作没听到。他没忍住，又轻咬了一下林婉意的嘴角。福陵在外边，我另外安排一辆马车送你回去。林婉意求之不得，所以在燕慈话音刚落后，他就提着裙角极其快速地掀开帘子，就跳下马车。小姐，是奴婢没有保护好你，幸亏都督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奴婢是不会原谅自己的。你已经尽力了，主要是我没有想到李饶竟然这样心狠手辣。小姐，今日烧你的那几个山匪都被都督的血衣卫给抓了，现在关在大理寺的地牢里。那些人是跟着李瑶从小一起长大的，来京城里肯定也是为沈玉白所用。是时候让七皇子知道沈玉白跟山匪搅和到一起了呢。福陵，你有办法给七皇子送一封匿名信吗？可以的，小姐。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看向福陵。你看我的妆容还妥帖吗？福陵这一看，顿时心里面咯噔一下。他家小姐这嘴角都肿了，上面的口脂都被吃光了，脖梗上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红痕。小姐形容的有些狼狈，但是毕竟是受了惊吓，也在情理之中。奴婢帮您整一整发髻吧，待会儿您可以拿着一个帕子掩住唇角还有衣领，奴婢帮您系上。他忍不住心中暗骂燕慈真禽兽，这副模样如果被人看到，指不定会被怎么编排。婉婉，你终于回来了。世子，您可要为我们家小姐做主呀！李姨娘嫉妒小姐，想要谋害她，亏得奴婢会点拳脚，然后趁人多人乱，才得以将小姐成功的救下。这要是再晚一步的话……他说着说着，眼泪鼓鼓的往外涌。沈玉白傻眼了。饶饶他怎么会？世子，李姨娘说她嫉妒您对我们家小姐好，她说如果我们家小姐没了，您就只会在乎她了。如若您不信，可以让李姨娘来对质的。沈玉白的脸沉了下来，他此时还真不能问李饶，因为李饶落水后呛水着了凉，回府后就开始发热，人一直昏迷着。他昏迷前只拉着沈玉白的手说，他的兄弟们被抓了，希望沈玉白能够把他们救出来。可如今沈玉白不得不多想，为何那些山匪也会出现在现场，还被人抓走了？怀中的林婉意因为太惊惧了，时不时身子都在抖。沈玉白心疼不已。婉婉，你放心，我会去查个清楚明白，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琉璃阁的几个侍女见到林婉意回来后，顿时高兴坏了。小姐，真的是要吓死我们了！李姨娘身边的那个翠红回来逢人就说小姐您被歹人拐走了，还说那大刀那么老长，绘声绘色，好像她真看到了似的。她没有说错，的确是有那么一把雪亮的大刀，不过他们不是要掳走我，而是想要砍死我。什么？几个侍女都傻眼了，
还是昭妍反应得最快。小姐，是李姨娘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要好好的回赠李饶了。啊，小姐报复人的时候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啊？玉白，你为何和山匪勾结在一起？沈玉白的心顿时咯噔一下。到底是谁泄露了这件事？难道是因为李饶要杀弯弯，然后弯弯泄了密？啊，七殿下，是谁在污蔑我？污蔑？你府中那个李姨娘不就是山匪？七巧节那晚，那几个山匪调戏女子后又要伤人，被血衣卫给抓了。你今天是不是要把他们给放了？沈玉白已经面如白纸，他抖着嘴角，心中忐忑不安。如果让七皇子得知他是打算用那些山匪做一些不干净的事情，肯定会多想的。他索性心一横。殿下，其实我也是刚得知这件事。那群山匪昨天差点伤了的人，就是我的夫人林氏。我正打算去地牢审问他们，结果就先碰到您了。既然如此，那是本王错怪你了。不过你不必再去牢中审问那几个山匪。你刚刚入职大理寺，倘若做什么惹到那阉人不快，可就不好了。那他们都灭口了吧？还有你那妾室，他联合外人意图谋害你们侯府的主母，直接勒死算了。沈玉白其实有点不舍得，但转念一想，如今只有这样做才会不让七皇子对他有疑心。对被惊吓到的弯弯也算有一个交代。他点了点头。是，殿下。只是您怎么知道我府中李姨娘的事情？我收到一封密信。啊，为何会是弯弯的笔记？如果真是弯弯做的，他没必要直接用自己的笔记啊，怎么会那么巧？弯弯差点被李饶害死，然后这封弯弯笔记的密信又会被送给了七皇子。修求可入药，可治风热、外邪、湿热、下注等症。张姨娘的膳食交在厨房那边了。林婉意抬起头看向了紫苏，紫苏点头。紫苏认为我坏吗？没有，我跟郑姨娘已经形同陌路了，我就是一时间有些难受。习惯就好了。小姐，世子从外边回来，直接去了碧玉阁。沈玉白自私又懦弱，不敢承认自己跟山匪的关系，只会舍弃李饶他们。而那封信是林婉意故意用自己笔记写的，但多次误会他的沈玉白反而不会这样轻易给他定罪。沈玉白更倾向于怀疑这一切都是子服想要陷害他做的局。世子，您用膳了吗？要不要妾让人摆膳，您在这里吃啊？你从小就跟在弯弯身边，很熟悉他的笔记，甚至会模仿他的笔记，是不是？世子，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模仿小姐的笔记？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泄露饶饶的身份吗？好一个借刀杀人啊！哼，我看一个姨娘的身份，你根本不满足，你还打算做正事，是不是？世子，你说什么呀？子夫怎么什么都听不懂？我没有泄露李姨娘的身份啊！你还嘴硬！把李姨娘的身份曝光，会给世子带来多大的麻烦？妾身又不是不知道。世子，您就是掐死妾身，妾身也没有告密呀。沈玉白真的想直接把他掐死，但子服脸上流淌的血跟眼泪落在他的手上，他突然想到，马上就得把李饶刺死。如果院子里面再死一个妾室，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过段时间就让他们送你去庄子上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世子，玉白，你做得对，为了家族，只是舍弃了一个女人而已。对了，后手你可处理干净了，可别让那群山匪们知道。
李饶对外是病魔，毕竟他落水后的确一直发热，而大理寺牢房里的那些犯了当街杀人的罪，直接给问刑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就好，不管如何，咱们家跟七皇子一条心，可不能离了心呢。哦，对了，那个李姨娘家是不是很有钱呐？侯爷眼底闪动着光亮，看着沈玉白。玉白，那个女匪他们山寨是不是极其有钱？应该是的。上次户部的事情让七元子元气大伤，后来还赔了许多钱帛出去，一直抑郁这件事。玉白，你还记得那个山寨在何处吧？你立功的机会来了。林伯，府中出什么事了？大小姐，您不要着急，没出事儿，就是小少爷办满月酒，再加上二小姐从江南回来了，夫人就让我过来问大小姐有没有时间回府中小住几日。林婉意顿时明白过来，应该是跟婉莹的婚事有关，她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啊，还吓我一跳呢。我也的确有一些想念母亲跟妹妹了。可如果离开几日，我得先去问一下婆母他们近期是否有事，等定下来了再告诉家里。易柔，你怎么突然回来啦？老太太，这是大奶奶林氏，不是咱们大姑娘，您看错了。啊，我太困了，竟是看错了。林氏啊，之前不是说对账那些事情去找你母亲说就行了吗？林婉意知道沈老太太的痴症越来越重，已经开始认错人了。她嘴角微扬，但却半垂眼，十分谦卑地把要回林府小住几日的事情一说。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你回去别乱说话，也别耽误府中的要事，回去住几日无妨。孙媳会提前把府中的事情都安顿好的。下去吧，以后没什么重要事情，不必过来。是。长姐，一个俊俏少年快步迎了过来。小锦，今天这么早，学堂就放学了吗？前2次长姐回来都没有见到长姐，所以听到林伯说你要回来之后，我就特意跟先生告了假，早些回来。我感觉跟长姐分开好久了呀。说起来，林婉意虽然才出嫁几个月，但对于她来说，自己的确已经许久没有见过胞弟了，还活着的胞弟。她眼神温润。怎么能够请假呢？我这次回来可以在家中小住几日，又不急于这一时。真的吗？那太好了。其实我之前想要去沈家找你，但是爹娘不让去。听爹娘的是对的，侯府的规矩比较多。什么规矩多呀？就他们府上事儿多。林婉意知道父亲他们没有把之前的事情告诉林怀瑾，不过也是，毕竟他还年幼。姐弟俩欢欢喜喜地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聊着天。这一世真好啊，避开那一场祸事，弟弟如今还可以这样鲜活的在我的眼前，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他感觉自己这段时间吃的苦都是值得的了。长姐，是不是你让父亲母亲他们不许我嫁给九皇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姐，你干嘛这样跟长姐说话呀？你什么都不懂。你都不说是什么，我怎么就不懂了呀？还有什么嫁给九皇子，你可别诓我啊！咱们家这门第，你怎么可能做王妃啊？你什么意思？有你这样贬低你的亲姐姐的吗？林婉莹被气得直跺脚。好了，进堂屋再说，在外边大喊大叫的。林婉莹，你的规矩呢？林婉莹从小也是敬着长姐的，可现在她心中不甘，又十分嫉妒，所以听到林婉意斥责自己，十分哀怨地瞪了林婉意一眼，转过身进了堂屋。长姐，你别生气，肯定是二姐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了，回头让母亲多说说她。没事，
我们进去吧。母亲，你们可不能偏心啊！为何大姐可以嫁得高门，我就不行呢？婉婉，你回来啦。母亲。哎呀，我说林婉莹，你差不多就得了，长姐又没有得罪你，你这一回来就跟炮仗似的，怎么回事啊？谁在江南得罪你了吗？他得罪我了。婉莹，她是你长姐，你怎么没大没小的？赶紧给你长姐道歉。对不起。林婉莹委屈的不行，看也不看林婉意。林婉意看着红着眼的林婉莹，语调平和。高价并不是好事，我在侯府过得并不开心，一直在想着如何与沈玉白和离。婉莹，九皇子几乎没有见过你，他突然要纳你做侧妃，你就没有想过其中缘由吗？能有什么呀？许是听说了我们林家女的盛名。说到这里，他顿时哑住了。林家女在京城之中的确有盛名，药香名书，端慧过人，可那说的都是长姐林婉意呀。林婉莹脸色泛白，哑口无言，但心中还是不甘。长姐，你不能自己想富贵了就不管其他人了呀。富贵？那这富贵给你要不要啊？我才不要呢，我可是要做王妃的人。这丫头以前也不是这样啊，怎么突然变得一根筋，这样糊涂了？不管如何，这个王妃我坐定了。哼！哎，婉婉，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这件事啊。刚才你也看到了，婉莹也不知道是怎么的，突然跟发了疯似的，一定要嫁给九皇子。婉莹怎么变得这样了？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哎呀，我们问过了，但她什么都不说呀。那林贵妃居心叵测，我们可万不能看着婉莹往火坑里跳啊。再说了，婉莹如果真的成了九皇子的侧妃，那岂不是我们林家彻底被绑在了林贵妃那边吗？这也是林婉意最担心的问题。林贵妃到底在谋划什么？为何一定要拉着林家人呢？婉莹还不算是无药可救，我总是感觉其中可能另有隐情。哦，对了，我听闻九皇子不到弱冠就十分饥色，他还没有开府，屋子里面就有许多妾室，还时不时的去酒楼，各种花天酒地。九殿下真是如此荒唐。婉婉，你是如何知道的？哦，偶然间听沈玉白说的。那我让你大哥立刻去详细的查一查。老夫人，您没事吧？要不奴婢去找大夫来给您再看看。哎呀，都怪二小姐，她怎么跟大小姐一点都不像呢？也太不懂事儿了。她们本就不是亲姐妹，不像也是正常的。林婉意愣在原地。婉莹跟怀瑾不是双生子吗？长姐，你果然在此安堂。二姐她冥顽不灵，一时昏了头了。等我去打听一下那九皇子有什么恶习，回来告诉二姐，她肯定就会改变主意了。你怎么知道九皇子有恶习？因为祖母说他不好，你也说他不好，那他就肯定有问题啊。定是祖母弄错了。怀瑾跟我的感情这样好，我们又怎么会不是亲兄弟姐妹？俩人说话的声音惊动了堂内的人。杜妈妈打帘子出来，看到林婉意的时候还愣了一下。大姑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一会儿，只不过被母亲拉过去，当时还有二妹在场。长姐也被二姐气到了。杜妈妈见林婉意跟林怀瑾是刚到这里，应该没有听到他们刚才的谈话，就松了一口气。大姑娘快些进来吧，老太太想你想得紧。祖母，我给您把脉吧。这府中这么多大夫，我是真的没事儿。
就是有点早些伤肺而已，不打紧。罢了，你有孝心，那就再给我把把脉吧。林婉意心中总是想着刚才听到的话，她转念想过，小时候祖父就夸奖她有学医天赋，那这样说来，她肯定是林家的孩子。莫非母亲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或者是婉英跟怀瑾的亲生母亲，另有其人。等以后离开神府，我的新住处中定然要有一个大大的药铺。小姐，您和离之后不打算回林府住吗？我看林府上下不管是主是仆都极好的，哼，除了那个傻不愣登的二小姐。祖母跟父母还有兄长大嫂他们的确都极好，只是我到底是和离女，实在不宜在府中久留。回头得告诉嘟嘟一声，小姐以后是要在外面买院子住的，要买那种可以种好多好多中草药的大院子。突然看到了个一脸倨傲的大宫女，被一群人簇拥着往里走。宫里来的人。果不其然，傍晚的时候，林夫人来到林婉意的院子，一脸狐疑。婉婉，平阳公主3日后要举办簪花宴，邀请我们林家女眷过去。好生奇怪啊，她为何要请我们去呢？平阳公主出了名的性子好，可她母妃早逝，小时候在林贵妃的宫中被养了几年。婉婉，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有林贵妃的意思？我没猜错的话，恐怕林贵妃会借着这次簪花宴，让婉莹同九皇子见面。那可如何是好啊？毕竟是平阳公主心腹大宫女来给送的帖子，又不好不去啊。母亲，你已经同婉莹说了那九皇子好色的事情了吗？还没有呢，我打算今晚去说。今晚你与他彻夜长谈，如果他心中对表妹的婚事有什么郁结，帮他开导开导，或许事情会有转机。最好他能自己放弃，等簪花宴那日就让他称病，届时我陪着你过去就好了。林夫人点头，眼下只能这样办。婉婉，回家吧，祖母病了。真的确定要让我回去刺疾吗？你们就这么不希望沈老太太多活一段时日吗？很显然，沈玉白听不到他的心声，而林婉意也只好跟着他先回沈家。婉婉，你可想我了？想你做什么？想你的欺骗，还是想你的怀疑？婉婉，之前的事情都是我错了，以后我们好好的，好吗？好不了，除非你死得早。林婉意不想多看沈玉白一眼，就半垂眼不去理他。沈玉白微微有些不悦，突然马车颠簸了一下。你是怎么赶路的？没长眼睛吗？回世子，是突然有一辆马车撞向了我们啊！谁的马车？竟然敢撞本世子？是9000岁的马车。林婉意眼睁睁地看着沈玉白，瞬间变了脸色，从盛怒到慌张，竟然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在9000岁晏慈身上，他没有见到任何阿谀奉承、狗腿子的模样，但这些却都在沈玉白身上看了个清楚明白。切，既然这样，娶什么妻啊？直接断去那根入宫做太监，岂不是更加如鱼得水？燕大人，我家小厮不会赶车，没有惊扰到您吧？不是。沈世子这是去了哪里？我刚去了林府，接我夫人回家。你们马车坏了，我可以顺路送你们一程。啊？我们的马车坏了吗？林婉意坐在马车上，突然感觉马车往旁边一歪，因为惯性，林婉意整个人都跟着往旁边摔去。小姐，您没事吧？没事，怎么了？马车轮子掉了。为何好端端的车轱辘，怎么突然就坏了？不一会儿，夫妻俩上了晏慈那辆马车。
沈玉白此时如坐针毡，他愧疚的根本不敢看林婉意，只是一个劲儿的盯着自己的鞋尖。见过燕都督。燕慈眼皮都没撩，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就那样一下一下拈着手中的佛珠。林婉意还记得新婚夜那晚，这人把佛珠放在他的腰窝上。他有点心情复杂的别过脸，正好马车旋木上挂着的蓝紫色流苏摇晃了一下。他又想起来，那一日乞巧节就是在这辆马车上，燕慈把他给亲得迷迷糊糊的。燕慈是不是故意在膈应沈玉白啊？不过沈玉白也是软骨头，燕慈让上这辆马车，他怎么就上了？就在这个时候，本来行驶得很平稳的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就在林婉意跌入燕慈怀中瞬间，他的手已经熟练地抚上林婉意的细腰。而林婉意回过头，看到沈玉白伸过来的手，还有他那如遭雷击的表情。我发誓，这一下还真不是故意的。但就是他这个下意识的行为，让林婉意猛然意识到，跟沈玉白相比，他好像更信任燕慈。好在马车这个时候已经平稳下来，林婉意坐回到自己的位置，而燕慈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惹得沈玉白这口气不敢吐出来，又咽不下去，硬生生的把脸都给憋青了。终于马车来到侯府大门口，沈玉白再也受不了了，直接掀起帘子就跳了下去。马车不稳，我扶你下去。燕都督，沈家人会不会乱想？他们只会认为我给他们脸了。反正在沈玉白心中我是阉人，又不会对他的夫人做什么。您是不是自己还不知道吗？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再加上他也想试一试能不能一举气死沈玉白，最后也就任由燕慈扶着手臂下了马车。可当他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又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怎么能够把弯弯跟那阉人给留到一起？等他回过头，发现燕慈竟然亲自扶着林婉意走了下来。林婉意发现沈玉白的脸又白了几分，但这人竟然撑住了，还微笑着看向燕慈。燕都督，马上就要到用晚膳的时候了，如您不嫌弃，可否在府上用晚膳？不嫌弃。旁边的林婉意看着沈玉白摇摇欲坠的模样，心底都有一点同情了，但也只有一点而已，更多的都是活该。林氏，你打扮的好像是带孝似的，你是何居心啊？莫非是在咒我死？祖母，您在说什么呀？不是您之前说过不喜欢媳妇们成天花枝招展的，最喜欢素雅的打扮了吗？我可是都按照您的吩咐来的呀。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您当然说过呀。祖母，您又忘记了吗？沈老太太的脸愈发黑了，因为近期她最不喜的话就是说她又忘记了什么，整个人愈发暴躁。我定然没有说过这种话，你就是在咒我死。穿成这般模样，给我滚去跪祠堂，我不想见到你。林氏，你还是先去祠堂跪着吧。大奶奶，世子爷让您去前院花厅一趟，贵客要见您。见什么贵客呀？林氏，你赶紧去跪祠堂，我还管不了你了吗？回老夫人，是9000岁大人。整个万福堂中静谧万分，沈老太太不咳嗽了，也不发火了，只是攥着手绢的手有点抖。你去换一身漂亮的衣裳，去前院。世子的正事，你不可给耽误了。让自家主母去陪别的男人吃饭，
还说得这样冠冕堂皇，甚至气都不生，悉数咽下去了。呵呵，沈家人在能屈能伸上果然是一脉相承啊。茯苓，那条白底红梅对襟襦裙为何我穿着刚好合身？这件事奴婢也不太清楚。你去把那条裙子找出来，给我换上吧。是。嘿，都督见到小姐穿她送的罗裙，定然是会高兴极了。茯苓当然记得那条裙子，毕竟那可是小姐从都督府穿走的唯一一条裙子。可不止茯苓记着这条裙子，就连沈玉白也记得。如今再看到她穿着这套裙子娇俏地站在这里，沈玉白心口窝一痛，涌上一股腥甜，他连忙喝口苦茶压了下去。倒是燕慈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婉意，这小狐狸是打算利用我来狐假虎威了呀。对于这种利用，他乐意至极。燕大人，您怎么不动筷啊？可否是饭菜不合您胃口？还没吃过，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可口呢？可否请夫人为我布菜？燕都督，你是懂如何气死人的。他倒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扭头去看沈玉白。沈玉白已经快要气死了，他嘴角都被气得直哆嗦，握着筷子的手都在抖。婉婉，那就辛苦一些，替燕都督布菜吧。啊，那好吧。林婉意转过身，走到燕慈身边，两个人靠得极近，衣袂都好像纠缠到了一起。沈玉白再也不想看过去，狠狠地别过头。怎么不气死你哦？夫人可是喜欢这套衣裳？林婉意一愣，望进燕慈那双深邃的眼，看着其中旖旎的水汽，莫名的就想起这人在做那事儿的时候，眼神就是这样认真。喜欢的。我让人多给你送了一些。多谢都督大人。看着已经快要气炸了的沈玉白，林婉意脸颊发烫的想，他明明刚才跟燕慈什么都没有做，但怎么好像什么都做了。这顿饭林婉意吃的倒是挺舒坦的，就着沈玉白的臭脸极其下饭。郑姨娘怀孕了。啊？什么？郑姨娘可真是好福气啊。沈玉白反应过来，郑姨娘之前可是林婉意的贴身侍女。哎，婉婉，我后来没有再碰过她，就是之前去江南那次，世子还是过去看看郑姨娘吧。前段时间孙姨娘刚没了孩子，这个孩子不管如何一定要留住，那可是世子的第一个孩子。哈，婉婉，多亏你识大体，我这就去看看郑姨娘，一会儿去琉璃阁看你。哼，今天晚上估计你来不了了。林婉意回到房中，拆下头上的发饰，没出意外的看到了紫苏红着眼。他动手了？没有。那你怎么还哭了？紫苏咬着唇，一脸失望忧伤，还气鼓鼓的，可能是气急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倒是旁边的昭妍十分气愤。小姐，那郑姨娘说话太难听了，她竟然说自己现在是双身子，不便伺候世子了，让紫苏替她去伺候世子。昭妍，你别说。紫苏，你怎么想的？小姐，紫苏从来没有想过要委身给世子，我一直谨记小姐您未出阁之前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对郑姨娘怎么看？郑姨娘如今已经为了名利完全疯魔了，不再是我的妹妹了。看着紫苏伤心难过的样子，林婉意半垂眼，却没有说话。她洗干净双手，拿来药杵继续捣药。郑姨娘那边的药可以停了，只不过以后你们见到她都要躲着远点儿，听到没有？是。因为等到子服发现自己没怀孕的时候，
他可能会化身一条疯狗，四处咬人了。而林婉意十分乐意见到的就是沈家人狗咬狗。林婉意，你该不会是在等我吧？并不是等你，我在等我的嫂嫂跟妹妹。切，林婉意，你可真淡定啊！你跟沈玉白成亲不足半年，他纳了3房妾室，而且妾室还都有了身孕，你竟然还这么稳得住？你是不是天天吃秤砣的呀？林婉意嘴角抽了抽，这齐明月说话依旧不招人听，但是他也有点意外。你为何会关心我侯府的事情？难道你在担心我？去，本县主才不担心你呢。齐明月就好像是炸毛的小孔雀似的，差点都要把鼻孔怼上天了。我说，你当初跟我对的那些镜头都哪儿去了？怎么变得这么怂啊？竟然让妾室都骑到头上去了，你还有闲情逸致来参加簪花宴？你不喜欢沈玉白了吗？不喜欢了，嫌他脏。齐明月好像想到了什么，左右看了看，然后低声在林婉意耳边说道：啊，我听我阿兄说在如意楼看到沈玉白了，你不嫌他脏吗？林婉意一点都不意外，毕竟沈玉白上一世养的那个烟花女子做外室，就是从如意楼出来的。算，不管你了，怂包。他气鼓鼓地走了，那个生气的模样，活像自家相公去了青楼似的。哼，这个齐明月还怪有意思的。过了一会儿，林婉意才看到了嫂子小林夫人，但却没有见到婉莹。嫂子，婉莹呢？跟着一群年轻的姑娘们一起，说是去赏花了。万万你还不知道吧？原来是婉莹跟那魏科互相钟情，可魏科却突然跟兰儿表妹定亲了。婉莹感觉被表妹跟心上人同时背叛，她一气之下回京来，发誓一定要嫁一个比魏科更好的人。她今日非要来参加这簪花宴，母亲他们本是不同意的，但她却寻死觅活的。他们没了办法呀，这才让我跟着来，可我根本看不住她呀。那母亲他们没有跟婉莹说前几日林家要发生的祸事？没说。不管如何，婉莹一定要知晓，嫁给九皇子的话，可能会给她和我们林家带来灭顶之灾。嫂嫂，我们先分头去找她，可别让她着了别人的道。好。林婉意提着裙角，带着茯苓就朝相反方向找去。路上遇到几个仆人，打听之下才知道，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去了那边荷花池旁。荷花池旁？不好，走，茯苓，我们得快点过去。结果变故就发生在下一刻。救命！而不远处竟然走过来一群锦衣公子哥，为首的赫然就是九皇子。原来林贵妃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让婉莹落水，然后再让九皇子来一出英雄救美，婉莹的清白就说不清楚了。茯苓，我去下水救婉莹，你过去把九皇子等人拖住一会儿。林婉意直接跳入水中，朝妹妹婉莹游了过去。落水之人本就挣扎的厉害，再加上林婉意担心再生波折，所以在抓住妹妹后，果断地扎中了她的昏穴。林婉意拽着昏过去的妹妹，朝另外一边人少的岸边游了过去。没看出来，这个林婉意还会浮水。那落水的是哪家的姑娘啊？回县主，是林家二姑娘。真没想到，这个林婉意也不是全然没有优点嘛，她对自己的姐妹还怪好的。这边九皇子刚要脱掉外袍朝水里跳，那边茯苓已经上前一步拦住了他。殿下，您可是万金之躯，万不可跳入这水中呢。小姐，您说是不是啊？是啊，九殿下，您可不要跳下去啊！是啊，九殿下，您可不要跳下去啊！殿下，您的身子可比那林姑娘金贵多了。几个人围上来，叽叽喳喳，成功的拖延住了九皇子。等到九皇子再抬起头，
哪里还有林婉莹的影子？此时的林婉意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她虽然会浮水，但已经许久没有游过，再加上力气小，带着婉莹愈发吃力。马上就可以上岸的时候，她突然被水草缠住了小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量极高的黑衣女子突然从天而降，跳入池中。她十分轻巧地把两姐妹给拽上了岸。你要把我妹妹带到哪里去？我带她去找一个厢房，换掉湿衣裳。那女人头也不回。林婉意听后，第一反应是感激这个女人。不对啊，为何不等等我？我也得去换掉湿衣裳啊。结果一件带着红色祥云花纹的大氅突然从天而降，罩在她的头上。林婉意连忙扒拉开盖住头的大氅。你怎么在这里？本都督若是不来，你岂不是要乘着平阳公主府的水鬼了？林婉意听得有点羞愧，毕竟自己实力不足。看来回头我也要加入昭妍跟银翘他们，跟着茯苓一起学武了。别的不说，强身健体总该是可以的。多多，我你得把湿衣服换掉。我可以自己走。不，你不可以。林婉意是真的快要被燕慈给吓出病来了，竟然这样堂而皇之地抱着她往回走。哪怕她没有露脸，但如果被人看到燕都督抱着一个女子，那平阳公主府岂不是要炸了？林婉意忐忑了一路，一直到一扇门拉开，她被放在贵妃榻上，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哎，这一路上怎么没有人？你事先让人清场了？不然你这样费劲地维护你妹妹的清白，半路上若被人冲撞碰上的话，岂不是白费了？林婉意一阵哑然。她虽然感觉燕慈故意不告诉自己清场的事情有点恶劣，但对方的的确确帮了他们。燕都督，谢谢你。夫人总是口头上说谢，一点都没有诚意。林婉意咬了咬唇，发现这人自从在她跟前暴露秘密后，愈发肆无忌惮了起来。那都督大人告诉小女，要如何做才有诚意？看着她小脸煞白，身上衣裳浸透，显出了婀娜身材，可怜兮兮，但眼底的神情却倔强如小兽一般，反差的让人心痒。燕慈突然靠近，轻咬着她的耳朵。罢了，谁让本都督是心善之人？既然救了人，就好事做到底，让本都督来替你更衣。平阳公主表情也不太好，但没敢说话。倒是坐在她旁边的林贵妃慢悠悠地说道：没成。也不知道哪里突然出现一个女的，竟然跳进去将那林婉莹给救了上来，我们甚至都没看清楚那是谁。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也没事。来人，给九殿下拿一壶酒上来。啊，母妃，都这个时候了，你让我喝酒做什么？本宫的人在门口守着，他们还没有离开公主府，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们是躲去哪里换衣裳了？那林家女不是衣衫尽湿吗？你届时喝醉酒，不小心误闯进去。你又不是故意的，但为了林家女的名节，就勉为其难地收了她好了。九皇子听后顿时眼睛一亮，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可是母妃，儿臣不懂，您为何一定要让儿臣娶那林家女？因为林家跟药蛊的人有关系。什么？药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神，只要药蛊的人出手，生白骨，死人都能够给救活了。如果林家真的是跟药蛊有关系，那他们当然要把这股势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本宫更看好的是那林婉意，只是可惜她已经嫁人了，不配做你的侧妃了。娘娘已经找到那林婉莹在哪个客房了？
景安，你去吧。是，母妃。等到九皇子出去后，林贵妃抬起头，看向脸色难看的平阳公主。平阳，你这是怎么了？母妃，儿臣没事。1刻钟后，你带人冲进那间客房，到时候你就让所有人都看到那一幕了。这个会做吧？会。而此时的林婉意湿衣裳被脱了一半，刚好双手被束，她转不过身来，但后背却猛然落下一个炙热的吻，她差点忍不住嘤咛出声。燕慈一手捏着她的下巴，一边在那白皙的腰窝上落下一个又一个吻。你贸然跳入池中，就没想过到时候九皇子会不会直接救错了人，将你给救起来？不会的，我当时游得很快，他们追不上的。可背后的人明显不听他解释，好像生气了一般，突然发了狠。熟悉的接触瞬间让林婉意溃不成军，可就在他感觉自己融化成一滩水，马上就要融入那炙热的怀抱中的时候，突然外边传来了喧闹声。殿下，您喝醉了，来这间厢房小憩歇息一下吧。林婉意听到声音，顿时一顿。难道是拿九皇子不甘心失败，所以特意找来，想要继续还婉莹的清白？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但心头愤恨的同时，林婉意更是紧张万分。倘若被九皇子等人冲进来，看到他正在跟燕慈这样，林婉意的脸都白了。偏偏此时身上的男人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外边的吵闹声太大，让他微微不悦，俊眉微皱。都督大人。燕慈看着他轻咬嘴角，白皙的脸颊粉云一片，但因为门外的人马上要闯进来，含情的眸底又惊又慌的小模样，贼拉招人。燕慈闭上眼，让自己缓了缓，下一刻就将人整个打横抱了起来，放到里间床榻上。他同时还没有忘记将林婉意湿透的衣衫都甩到屏风后边，不让人看到。随后燕慈掀起锦被也上了榻，在那纱幔飘落下来的瞬间，门已经被人一脚踹开。身穿锦袍的九皇子借着酒劲儿，摇摇晃晃地朝里间床榻走了进来。他刚要做出迷醉的模样，结果猛然间却望到了一双冷酷如寒潭的双眸。啊，燕都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燕慈仿佛看死人似的目光落在九皇子身上。这里本就是客人休息的厢房，门不是锁着吗？敢问九殿下突然闯进来做什么？屋内有着淡淡的女儿香，再加上床榻纱幔之后隐隐绰绰。难道那灵儿姑娘被燕慈给……没想到燕慈这个阉人竟然还对女人有兴趣，我竟然撞破了燕慈的秘密，她该不会杀我灭口吧？本王喝多了酒，走错了房间，还请燕都督不要生气啊！滚！哎，都看什么看？都赶紧走！聚集在这里做什么？九皇子一声吼，众人慢慢散去。见众人走了，九皇子松了一口气，但下一刻他却在人群中看到了表情复杂的灵儿姑娘。哎，那燕慈房中的女人是谁啊？林婉莹表情复杂，又惊又慌，左右看了看，根本没有看到长姐的身影。她惨白着小脸。倘若长姐所在的厢房被刚才九皇子这样一闯的话，长姐的清白就都毁了。届时侯府的人要如何看她呀？外边的喧闹声渐渐停歇，林婉意被闷得够呛，这才掀起锦被，露出巴掌大的小脸，偷偷地往外张望。她突然按到了什么，立刻缩回手，脸上粉红一片，缓缓地转过头，
发现燕慈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多谢嘟嘟帮忙遮掩着，只是现在我得快点离开，回到我妹妹他们那边了。婉婉真狠心，用完了就丢。并不是狠心的事情，我是担心九皇子他们会不会在做什么。至于今天之事，下次定然会补上。就在林婉意以为燕慈肯定不会同意的时候，对方竟然轻叹一口气，伸手直接把她拉入怀中，狠狠亲了一口。你且记着，你欠我的。姐，是我，茯苓。林婉意默默地把银针收了起来。是你之前喊来了燕嘟嘟？奴婢不会浮水，精灵跳入水中十分的担心，过去拦着九殿下的时候，正好看到燕嘟嘟，奴婢就立刻告诉她了。小姐，你别怪茯苓，行吗？怪你做什么呀？如果不是燕嘟嘟来，我跟婉莹就没命了。哦，对了，婉莹呢？二小姐已经无事了，她现在跟林大奶奶在一起。她听闻是你救了她，后来看到九殿下闯入一个厢房，她顿时十分担心，现在还在四处寻找您呢。傻妹子，还不算她无药可救。走，我们去跟他们会合，不可消失太长时间。张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没事的，我是刚才浮水的时候太累了，现在没力气了。我本来以为他喜好女色，以后我成为他的侧妃后，他宠谁我都不在意，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这样的龌龊，还打算以毁了我的清白，让我非他不嫁。现在知道自己错了？我错了，错得一塌糊涂。蠢货，那个厢房中的人根本不是灵儿姑娘，而是燕慈。九皇子面容悲戚，犹不解恨的又踹了那工人一脚，脸色相当难看。景安，你说什么？燕慈？我冲进那个房间，里面竟然是燕慈躺在床榻上，身边影影绰绰还有一个女人。九皇子想起来那一瞬间燕慈的眼神，就忍不住后背发凉，头皮发麻。穆妃，我肯定是撞破了燕慈的好事，她会不会要杀我灭口啊？景安，你淡定一些，虽然燕慈可怕，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至于他一个阉人喜欢玩弄女人这件事情，或许可以转变成为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林贵妃扶了扶发髻间的凤尾珠钗，浓妆之下的脸庞闪过了一抹算计。景安，燕都督房中有一个女人的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应该没有，我当时离开后还帮他把门给关上了。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任何人了，也让其他人嘴巴都严一些。今日的事情虽然失败了，但也不算是完全没有收获。平阳，这是在你府上，燕慈房中的女人是谁，要查清楚。另外还要查出来，今日是谁救了那个灵儿姑娘。是，母妃。明贵妃到底图我们林家什么呢？不至于为了让我继续做奸细才这样做的吧？可没必要许出九殿下的一个侧妃的位置啊。所图不小，又跟夺嫡有关，到底是什么？茯苓见林婉意十分困扰的样子，她默默地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退出去后，就去了侯府的后门那儿。她来到一棵大树下，用力地敲了3下，树冠扑簌簌地响，从上面跳下来一个黑衣人。茯苓啊，你吵到我了，你最好有急事啊，不然我可跟你没完。林贵妃要让小姐妹妹嫁给九皇子做侧妃，这其中肯定是对林家有所图什么。这件事让小姐很是困扰，你赶紧回去问问都督，他是否知道。就这？这是大事情，你这件事办好了，都督肯定会奖励你的。
那我就信你一回。他的话音刚落，人已经飞身跃去，消失在了夜幕之中。玉白，你刚从如意楼回来。哎，母亲，您怎么知道？沈大夫人眼前一黑，她差点跌倒在地。大夫人被扶着坐在椅子上。你糊涂啊！侯府最需清明，您太曾祖父就留下家训，后代承袭子孙不可招惹阴花女子，否则可能会让侯府覆灭。再加上你刚入大理寺，怎么就去了那等地方啊？母亲，我没有侠妓啊，而是跟同僚们一起去，只是听歌看舞，我们只谈正事儿，找来的也都是清官，卖艺不卖身的。当真？那是当然了，母亲，你且放心吧，都是官场应酬而已，我绝对不会做那等糊涂事。母亲，何人跟你说了这件事啊？咱们府上还有其他人知道吗？是林氏看到你去了如意楼。什么？弯弯去如意阁干什么？可能是今日在簪花宴上，他听到谁说了就去了吧。玉白啊，你又没有侠妓，回头啊好好跟他解释解释就成。作为咱们侯府嫡长媳，可不能这点度量都没有。我这就去。世子，小姐今日太累，心情不好，已经歇下了。这么早？不过小姐留下一句话想要问世子。什么话？就想问世子，何时将和离书拿来？果然又是这件事啊！沈玉白冷着脸，对着紧闭的窗棂道：不管你信不信，我今日去如意楼，只是与同僚谈事情而已，也无愧于心。既然你今天累了，就早点歇息吧。他说完之后转身就走，也不再多解释一句话。福林确定他走远了，这才转过身，开门进屋子。感觉世子愈发的气急败坏了。这才哪到哪儿啊！三夫人江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她的嫡长子虽然比沈玉白小，可也十分的优秀，过2年就要去科考了。听说沈玉白去了如意楼，江氏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吗？还是那句话，沈家又不是只有沈玉白一个嫡子。都督，那陈年久感觉不好，夜里偷偷命人将那外室夫人往城外送。不在乎正室夫人跟嫡子嫡女们死活，一心都为外室跟那私生子谋划。陈年久这蠢货果然越来越糊涂了。哼，人抓住了吗？已经抓住了，但消息还没放出去。陈年久以为他的外室已经成功逃脱了。先不声张，留着撬这老家伙的嘴。是，都督。燕慈半垂眼，脑中又出现那抹婀娜的倩影，他心间发痒，一下一下轻拈手中的佛珠。如果礼部尚书再出事，那么七皇子连损2员大将后，肯定会气疯了吧？陈年久下来，九皇子会趁机想要把自己的人推上去。天书，让我们的人动起来，礼部尚书的位置绝对不给他们。是。这些时日，后宫那边安分吗？听说林院使直接当着陛下的面说自己二女儿生了恶疾，实在是配不上九殿下。陛下给林院使赏赐了一些药材，但林贵妃可是气得不轻啊。那林贵妃为何一定让九皇子娶林家女？这件事可查到了？据说林贵妃不知从哪里得知林家人跟药蛊有渊源。药蛊？论起来跟药蛊熟，难道不是那位荣称王殿下吗？毕竟他的王妃可就是药蛊蛊主的独女。正是，听说荣成王把大儿子也送到药蛊去学医了，以后是黎大公子继承药蛊蛊主之位。按照时间，8月15的时候，荣成王应该会送他女儿来进京选婿了吧？届时七皇子跟九皇子那边又都热闹了，另外几个蛰伏的皇子肯定也会做点什么。荣成王的女儿
必定要做正妃，却不会是以后的皇后，所以这番拉扯肯定精彩极了。哼，最喜欢看他们几个皇子狗咬狗了。找时间让玉衡回来给本都督看病。啊，主子，您怎么了？死不了，但却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都那么卖力了，夫人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燕慈摸了摸下巴，十分狐疑。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俊脸一沉。哼，让天机给福陵传消息，说本都督身子不适，让沈夫人来给我看病。怎么忘记了小狐狸会医术这件事呢？是，属下这就去办。都督府不是有府医吗？实在不济，以都督的身份，完全可以宣御医们来给他看病，为何点名要我去？小姐，都督说要亲口告诉您，为何林贵妃一定要让二小姐做九皇子侧妃。哼，这燕慈是懂如何拿捏人的七寸的，妥妥的阳谋。走进一间十分有禅意的茶楼雅间。夫人终于来了。不是都督让我来的吗？哼，不是夫人对我有所求吗？对，我想要知道林贵妃为何要让我妹妹嫁给九皇子。你对林家人都很好啊，本都督好生羡慕。林婉意半垂眼不接这话。燕慈看着他这副模样，磨了磨后槽牙。罢了，既然来了，就先陪我喝2杯茉莉花茶。他拢袖给林婉意眼前的茶盏斟满，修长白皙的手指骨节分明，在林婉意的眼前一闪而过。然后是那精瘦手腕上的佛珠，只是一晃眼的功夫，就让林婉意想起来之前他们欢愉的时候许多个细节来。他微微抿唇，脸颊发烫，莫名的也有点渴了，伸手就端起那茶盏抿了一口。哼，夫人不怕我下毒吗？燕都督没有必要大老远的专门毒死我吧？那夫人为何毒死我孩儿呢？得亏没有喝第2口茶，不然肯定得喷。听到这句话，在看着燕慈十分玩味的神情，林婉意竟然瞬间秒懂了他的意思。燕慈知道了他喝避子汤的事情。不喝避子汤，难道燕都督打算让我以沈夫人的身份给你生个孩子？先不说会不会怀上，就算是怀上了，沈玉白又没有碰过我，那到时候我被进猪笼的时候，燕都督可会来救我？没有人敢将你进猪笼，只要你想，我有10000种办法带你离开沈府。燕慈这是第一次正式回答这个问题，莫名的林婉意感觉燕慈的眼神也十分认真。都督打算给我什么身份啊？燕夫人，这个身份怎么样？该不会是燕慈心中的那个白月光已经死了吧？不然他何以要把燕夫人的位置给我？因为我与那白月光长得像，以后生下的孩子肯定眉眼之间会有一些神似，所以燕慈执着于孩子，是想要拥有一个长得很像他又像白月光的孩子。没想到燕慈对他的白月光竟然是如此深情。不管如何，我在没有跟沈玉白合力之前，是绝对不会让自己有孕的。但那药伤身。既然都督知道那药伤身，以后就直接杜绝源头吧。好像又被小狐狸在心头挠了一爪子。夫人可知我是宦臣？那又如何？林婉意严阵以待，燕慈直接伸手把人给扯到怀中，哗啦一声，茶盏被扫到了地上，朱红色的地毯上飞溅了一片旖旎的水迹。宦臣可是懂许多法子，可以杜绝源头，但却又可以尽欢。夫人，现在要不要试试？林婉意羞愤地闭上眼。原来夫人真信了呀。林婉意愤恨地睁开眼，瞪着眼前笑得竟然比女人都好看的男人。林婉意突然发了狠，搂住燕慈的脖子往下一压，
准确地亲上了那轻薄的凉唇。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在林婉意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对方终于松开了她。只是在松开之前，还惩罚似的轻咬了一下她嘴角。夫人别急，这里并不是好处所，那些器物也没有带，只能等下次。你才急，你全家都急。如果都督不愿意告诉我林贵妃的事情，那我就自己去查好了。他连忙整了整衣衫，起身就要往外走。看到美人炸毛又美又奶凶的模样，燕慈真是恨不得再把人捉回来按怀里亲个够。但他知道再斗下去，林婉意估计很长时间都不会搭理他了。跟药蛊有关？你的意思是林贵妃以为我们林家跟药蛊有关系，所以才执意让婉莹嫁给九皇子？可是据我所知，我们林家跟药蛊没关系啊。无风不起浪，这件事你告诉林雨之，他应该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婉意点了点头。药蛊在大周神秘又尊贵，就连如今的陛下对药蛊的人都礼遇三分。倘若林家人跟药蛊有关联，那上一世又怎么会一点挣扎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满门抄斩了？多谢都督告知。林婉意留下这句话，转身出了这个雅间。燕慈的气势太强了。小姐，咱们还回去找四姑娘跟五姑娘吗？我们找了很久，可是没找到，先回府吧。奴婢懂了。不一会儿，江氏也听到了这个动静，他慌忙地找来了锦善堂。你是怎么回事啊？出去一趟，怎么就又把妹妹给弄丢了？林婉意拢好袖子里面的银针，4两拨千斤地将江氏的手推开，快速地扎了他手上的一处穴位上。三婶竟然还来恶人先告状，四妹妹十分乖巧懂事，如今肯定是五妹妹将她给撺掇走了。不信您看吧，等人找回来，您亲自问问他们。江氏一噎，还别说，这种事情真是他女儿做得出来的。不一会儿，沈家几位爷下职归来，听闻家中出事了，丢了4姑娘5姑娘。其他几个人一听，紧皱的眉头缓缓松开，也就只有沈三爷是真着急。怎么回事？好端端的，静言怎么丢了？如今沈老太太病重，所以一大家子人都坐在前堂花厅里等待着消息。如果天黑的时候还找不到人，就只能报官了。江氏靠在沈三爷怀中哭，他红着眼瞪着林婉意。如果我家静言出事了，我绝对不会饶你。不知道是不是哭多了，江氏感觉脑袋瓜子嗡嗡的疼。林婉意看了看他，一脸无辜。五姑娘最是古灵精怪了，倒是我更加担心四姑娘。她胆小温顺，被五姑娘拐走，遇到了麻烦，她肯定会最先倒霉。哼，倘若她出事了，三婶还是想想如何跟二叔二婶交代吧。怕什么？反正二哥二嫂都放弃那个丫头了。这话心中想想就行了，还是不要摆在明面上说。毕竟大哥一家跟四弟一家都在。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话音刚落，被下人们找回来的沈静柔跟沈静言一前一后刚好走进花厅。林婉意发现沈静柔有一瞬间眼神十分阴鸷，就知道她肯定听到了江氏的话，
嘴角微微上扬。大嫂，你为何不去找我们呀？你们在哪里？我跟四姐就在那家成衣店后门的树墙后躲。静言，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是那林婉意粗心，将你们给弄丢了，对不对？我哼，三婶儿，你是当自己的女儿是傻子，还是当我们这一屋子的人都是聋子？如果您忘记了刚才五姑娘说了什么，我再给您复述一遍。沈大夫人第一次见到姜氏吃瘪，也感觉挺痛快的，她连忙打圆场。嗨，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姑娘们贪玩罢了。今日也不早了，大家就各回自己的院子吧。静柔，今日出门给你买的东西都在琉璃阁呢，你带人过来拿。是，大嫂。弯弯，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用膳了，待会儿我去琉璃阁。怕是不行，一会儿我可能要跟四妹妹说许久的话。没到下毒巩固的时候，所以林婉意才懒得搭理沈玉白。她嫣然一笑，转身就带着众人离开了。哎，明明上次如意楼的事情，我都还在生他的气，他怎么连一顿晚膳都不同我吃啊？当年弯弯生病，我们不是去了龙华寺烧香拜佛，后来啊，因为京中出事，城门封了起来，我就送你们先去江南府了吗？就是这件事。可当时不知道谁插了嘴，说当初你们家长女病得那么重，竟然都好了，莫不是认识药蛊的神医？这只是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林贵妃可是一个十分慎重的人呐，怎么会这样轻易相信了，还非要救皇子娶了婉莹啊？林婉莹听到后十分郁闷。当年林婉意生病的时候，林婉莹跟林怀瑾还没有出生。母亲，当年长姐生了什么病啊？真的是求佛祈福拜好的吗？是婴孩得的急症，当然是求佛祈福拜好的。可是那个时候祖父还在，他最擅长儿科的疑难杂症了，他都治不好长姐吗？哼，小孩子家家的，问那么多干什么？好了，今日的事情你们也都烂在肚子里，不许往外说。既然是捕风捉影的事情，下次林贵妃再逼迫的话，我也有办法去回绝了。另外，以后在外要谨言慎行，记住，有时候祸从口出。是。不一会儿，林婉莹跟林怀瑾就被赶了出来。二姐，你有没有感觉父亲他们有点奇怪啊？好像是刚才那件事儿并没有说完。要不咱们俩回去偷听，看他们还要说些什么。可是，哎呦，别可是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林怀瑾抓着二姐的袖子，就把她给扯到了花厅后面的小角门，然后就十分熟门熟路地跑到屏风的后边。林婉莹嘴角抽了抽，感情这小子一直没少偷听，这也太熟练了吧。突然提及当年的事情，我这心怎么有点七上八下的呀？你放心好了，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再说当年我回京城的时候也派人去打听过，谁家有没有丢过孩子，但却没有结果。哎，许是我多想了。林老太太刚要说话，突然看到屏风后边有影子闪过，她直接把手中的茶杯盖丢了过去。哎呦！你这臭小子，竟然敢偷听！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林怀瑾撒丫子就跑了，他追上了二姐林婉莹，一脸郁闷。二姐，你坑我呀！哼，我怎么坑你了？明明是你坑我。啊，对了，刚才父亲他们说的话，我怎么不懂啊？当年谁家丢了孩子？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咱家吧？咱们兄弟姐妹4个，那不都整整齐齐的吗？林婉意收到回信后，皱着眉将纸条烧了。
兜兜转转，竟然还跟他小时候的事情有关。可那个时候他太小了，根本不记事，再加上小小年纪大病一场，更是什么都不记得了。莫非父亲他们说了谎？可也不像是啊，父亲他们没有必要骗我啊。所以我们林家跟药谷没有半点关系，所以这仅仅是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可林贵妃并不像是这等疏漏之人。林婉意总感觉不太对劲儿，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再加上之前回府的时候听到祖母说的那半截话，福林关切地看着他。小姐，你怎么愁眉不展的呀？是有什么麻烦事吗？看看福林能不能帮你解解忧啊？福林，你可知道13年前在京城之中发生了什么？为何要封城？那个时候奴婢还在襁褓里呢。不过小姐您放心，奴婢有办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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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次天机立刻从上面跳了下来，速度快极了。毕竟上次把那件事传给都督后，都督十分满意，还赐了一柄圆月弯刀给他。天机一脸殷切地看着福林。小福林啊，这次又有什么好事啊？小姐想要知道13年前京城为何封城。好嘞。嗖的一声，天机的身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上一世这个时候，宫中出了什么大事呢？对了，刺杀！你不要出声，我不会伤你。对方见他很合作，就慢慢地松开了手，但一柄刀却抵着林婉意的后心。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最好先止血，不然待会儿你就会眩晕了。你是大夫？我父兄时，我略懂一二。这个小娘子倒是果敢得很。林婉意只听呲啦一声，这男人应该是撕了他自己的袖子，然后给自己伤口包扎。林婉意本以为对方过一会儿就会离开，结果突然一双手朝他的腰带探了过来。你要做什么？小娘子莫惊慌，你腰间有止血药，我闻到了。这人是狗鼻子吗？竟然还闻出来了。那药粉跟血肉碰触的瞬间，都发出呲啦的一声响。这男人竟然一声未吭，还真是能够忍的。等到外边的喧闹声间歇后，男人低声说了一句多谢，转身离开了。外边已经恢复如常。今天宫门关了，谁都不能走。沈大夫人被接回了揽月宫。世子夫人，奴才送您过去吧。林婉意跟着工人去了揽月宫，结果正好赶上大搜查，原来那刺客还没有抓到。端妃娘娘，微臣只是例行公事，等搜查完您这里，臣还得去未央宫。还请燕都督让人查得快一些，本宫要歇息了。是，娘娘。等搜查完偏殿，林婉意以为没他什么事儿了，所以就跟着工人进去，在沈大夫人隔壁的耳房中安歇。林婉意简单净面洗手，拆掉头饰，就打算早点歇息。难道是那工人去而复返？有什么事要交代？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带有悬崖边平地。夫人，你的身上为何有其他男人的味道？今日这一个两个的，怎么都是属狗的吗？鼻子都那么厉害。燕都督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这里可是端妃娘娘的寝宫，您这样不太合适吧？无事，反正我是宦臣，怎么做都合适。他碰你哪儿了？没有什么男人碰我。我进宫到现在，
我只见过都督一个男人，今日跟端妃还有广宁公主斗智斗勇，实在是太累了。如果都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还是请离开吧，我要歇息了。他们欺负你了？他碰你哪儿了？没有什么男人碰我，我进宫到现在，我只见过都督一个男人，今日跟端妃还有广宁公主斗智斗勇，实在是太累了。如果都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还是请离开吧，我要歇息了。他们欺负你了？没有吧？燕慈突然就笑了，他就知道这小狐狸十分狡猾，根本不会吃亏，都浪费他特意找人在揽月宫关照着了。燕慈突然伸出大手，捏了捏他纤细白皙的脖颈。燕都督，夫人，上次说了欠我的，你打算何时还？这个燕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装假太监装得太久了，所以见到我就按耐不住了。都督，这里可是揽月宫。揽月宫怎么了？林婉意惊得瞪大了美目，还真的担心燕慈会不管不顾的在这揽月宫同他胡闹。他只好心一横，踮起脚尖，主动亲了亲燕慈的嘴角。真不行，我估计外面有几十双眼睛在盯着我呢。看着他美目之中的哀求，燕慈心中痒得不行，他用力地抱住林婉意，好像要把人给揉进胸膛里似的。夫人，已经是第2次了，本都督都给你记着，下次让你慢慢还。结果燕慈走到门口却又停住，回过头来。13年前，皇宫中出现刺客，将陛下重伤，荣成王双腿被废。此外，荣成王2岁大的女儿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燕慈说完这句话就转身离开了，留下林婉意站在那儿愣神了许久。人抓到了？抓到了，只不过已经死了，是一个死士。死了？你就是这样给朕办差事的，要你何用？皇帝突然十分愤怒，将手边的茶盏砸了过去，直接砸破燕慈的额角。虽然今日受的伤不致命，但他到底上了年岁，有点吃不消。最重要的是，那伤竟然跟13年前的伤口在同一个位置，这才是皇帝最惧怕的。罢了，你也不想他死的。那人是在何处抓到的？回陛下，是在未央宫。林贵妃？不会是她。朕现在最宠她，她跟老九也最需要朕的这份恩宠。那么，会不会是老七？臣会尽快查明。皇帝疲倦地闭上眼，靠在软枕上，不知道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就在燕慈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皇帝突然开口：宣朕的旨意，让林贵妃禁足1个月，不得离开未央宫。在这1个月里，你把老七给朕盯仔细了。是。在皇帝看不见的地方，燕慈嘴角微扬。离开乾清宫后，回到了他在宫中常居的处所怡然斋。因为他们都知道，哪怕在这皇宫之中，遍地都是主子，而燕慈却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子。燕慈走进寝房，将烛台都点燃。他嫌弃屋内血腥味重，走到案几前，先将惯用的檀香点燃，然后拿出药箱，先给自己额头上的伤口上药。罗汉榻上依靠着一个黑衣人，丢开手中的橘子皮。皇帝打的，用不用我给上药？不必。不用就算了，谁稀罕？皇帝今天是不是吓坏了？你哪只手碰他了？我碰了谁？昨天我在你身上留了一味香，可以追踪你的去向。
你还不放心我呀？除了皇帝外，我今日单独只碰到2个人，一个小太监，我嫌他太吵，被我直接拍晕了；另外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娘子，冷静淡定极了。你说的是她？你哪只手碰了她？我就是刚开始捂着她的嘴，担心她叫出来引来禁军。她很冷静淡定，还特别配合，我立刻就放开她了。怎么回事？她是你的人？燕慈被这句话他是你的人给取悦到了，一声，浑身戾气消散了一些。哦，原来是你的人啊！我就说嘛，怪不得那样淡定冷静。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一种熟悉感，好像在哪里见过。哦，对了，他还给了我止血粉，那药还怪好用的，比我大哥跟我母亲配出来的止血药都要好用。小狐狸真不乖，不止骗了我，还给了黎苍止血粉。小狐狸真不乖，不止骗了我，还给了黎苍止血粉。说起来，那位小娘子梳着妇人的发髻，应该已经嫁人了。她是哪家的夫人啊？几个月前，她刚嫁入侯府沈家。她是沈玉白的夫人？你真厉害，居然都能让沈玉白夫人成为你的人。只不过那样娇俏冷静的小娘子，嫁给沈玉白那厮真白瞎了呀。我也这样认为。燕慈把玩着匕首，想起林婉意，她眼底闪过一抹暖意。你今日冲动了。你可别说教我，今日这事儿是二哥让我来试探皇帝的，他心眼子不比你少，这么做肯定是有用意的。当年我父王双腿受伤，后来妹妹丢了，肯定都跟皇帝撇不开关系，更不要说当初我祖父的死也存疑。那过几天谁送你妹妹进京选婿？你们可有目标？想要选哪位皇子？我父王腿脚不便，他来不了了，母亲在封地陪他，我二哥跟兰姨会送小西来。至于选哪位皇子嘛，暂时还没有确定。可惜你是太监，不然我还真希望小西可以嫁给你。滚！黎苍消停了好一会儿，就在蜡烛都熄灭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又从外间罗汉榻上传了过来。你就不是太监也不能嫁给你啊，小西太单纯了，你这人心眼子多得跟蜂窝煤似的，真要嫁给你，她不得被你欺负得死死的呀。燕慈假寐不搭理他。我想起了那小娘子像谁了，她像我母亲啊。黑暗之中，燕慈紧闭的双眼骤然睁开。等好不容易出了宫门，发现这里有许多马车，因为昨夜好多人被迫留在宫中，林婉意甚至还在人群中见到了林家的马车，而沈玉白也来接人了。母亲，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了这样？都怪林氏，当时如果他早点接过广宁公主送的东西，我也就不会被伤成这样了。没看出来呀，这个林婉意不是最端会贤良、温柔大方了吗？怎么会对婆婆做这等事情？看看沈大夫人的样子，好惨呐！幸好我家儿媳都很乖顺。哎呀，所以之前外界传闻侯府亏待了林氏，肯定也是假的了。林怀安本来坐马车都要走了，突然听到这句话，顿时气愤极了。他快步走过来。侯爵夫人，不能这样信口开河诬陷婉婉。你脸上的伤是被蜜蜂蛰的，而那些蜜蜂会蛰你，全是因为蜂蜜洒到你身上了，跟婉婉无关。哼，如果他早点接过那东西，岂不是我就不会遭受这无妄之灾了？母亲，您为何不说？在广宁公主送我蜂蜜的时候，您没站稳，突然撞翻蜂蜜后，这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如果你非要怪我，那就怪吧，怪我没有猜到公主会送蜂蜜，也怪我没有料到你会站不稳，更怪我没有拦住那群蜜蜂，让他们蛰了你的脸吧。人群中突然有人没忍住笑出了声。林婉一抬眼望过去，最先看到的是燕慈，再然后
才注意到刚才忍不住笑出声的人。林婉意看着对方眼底浮现的淡淡笑意，燕慈竟然会这样会心的笑。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燕都督竟然也没有走，尤其是沈玉白更是感觉丢人。都是误会，走，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府再说。婉婉，兄长，我没事，等过几天我回府探望祖母他们。小姐，世子来琉璃阁了，但是在门口被郑姨娘的丫鬟给拦了。看来郑姨娘那边也可以收网了。世子，我肚子好难受啊，你能帮我揉一揉吗？可以揉吗？可以的，孩子知道他父亲在，肯定就不闹腾我了呢。沈玉白点头，他也好些日子没有行房了，现如今气氛烘托的正好，再加上沈玉白想起来今日在宫门口林婉意那慧洁张扬愁厉的模样，没忍住直接搂着子服就亲了下去。而这边的林婉意在得知沈玉白被叫走后松一口气，可算不用去应付那人了。他很早就沐浴更衣好，梳理一下近期发生的事情，就早早歇下了。只是半夜的时候，突然外边传来乱嗡嗡的吵闹声音。小姐，碧玉阁的郑姨娘出事了。怎么了？说是郑姨娘的孩子没了，一床的血，世子好像都被吓晕过去了。本来就没有孩子，那血不过是他来癸水而已。一想到沈玉白被吓晕的画面，林婉意微微勾起了唇角。她之前给沈玉白下的药，再加上这一连串的事情，也是时候发病了。连夜被喊来的府医在给子服看完后，走出来的时候一脸疑惑。啊，这孩子怎么突然就没了？而且看郑姨娘的脉象，就是正常来癸水而已，难道是之前我失误了？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啊！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孩子没了可惜，可郑姨娘的身子更重要。大奶奶，好在郑姨娘没有伤到身子根本，以后好好养养，或许会再有孕。那就劳烦大夫给郑姨娘开一些补养身子的药。是。府医如释重负地走了。沈玉白被吓晕后，就被小厮们手忙脚乱地给抬到前院厢房中。府医先给他灌了药，沈玉白虽然醒过来了，但靠坐在榻上一言不发。他不敢闭眼，闭上眼就是一床的血色。哎呦，我的玉白呀！那该死的贱人，明明怀着身子，为何要勾着你行房啊？哼，什么事都怪别人。如果沈玉白没有情动，此服还能强了他不成？林氏，你可是玉白的正妻，他出事了，你怎么姗姗来迟啊？你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梳妆打扮。母亲这话我就不懂了，这前院可是住着许多外男，倘若我衣冠不整的就来了，那到头来我还是给世子丢人吗？啊，母亲，我可没有说您丢人的意思。沈大夫人被他气得脸上的包更疼了，倒是沈玉白此时羞愧又愤懑，再加上那处软软的，连带着一抽抽的疼，他根本不想见林婉意。婉婉，你回房歇着吧，这里不用你来了。好吧。林婉意十分听话，转身就走。我都这样难受了，他甚至都不多一句关怀关怀吗？总之今夜林婉意睡得极好，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神清气爽的。大嫂，你这脸是否得找名医来给看了？如果红肿一直不消，那可是中了风毒，会破相啊！听说世子也受伤了呀？怎么回事呢？他也被蜜蜂给蛰了吗？蛰了哪里呀？虾仁诛心！别胡说八道，
世子好着呢。我的伤，御医也说了，休养一些时日就好了。啊，原来如此啊！那林氏，为何昨天那些蜜蜂只蛰了大嫂而不蛰你呢？我也不知道呢。如果三婶好奇，那你去问问蜜蜂吧。江氏一噎，哼，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好挤兑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传来热闹声，丫鬟莲儿推门进来，走到沈大夫人身边。夫人，外边送来了一大箱子的衣裳，还有首饰。谁送来的？送给谁的？是从都督府送来的，说是送给大奶奶。沈大夫人没好气地瞪林婉意一眼，心中暗骂她不守妇道，但嘴上却只好说：林氏啊，都督大人赏给你东西在门房了，你派人搬回琉璃阁吧。是。这么多漂亮的衣裳跟首饰都送给林婉意，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她一个已婚的妇人，为何会有人送她这么多的好东西啊？你还有你，把这个大箱子抬到我院子里去。五姑娘，这不太好吧？大夫人说了，让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奶奶过来啊。怎么，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还想要造反不成啊？五姑娘好大的威风啊！不听你的话就是造反。原来这侯府是五姑娘当家了。我哪里有威风啦？只不过是跟下人们说笑而已。大嫂，他们说这箱子衣裳首饰是别人送你的，真的吗？对。那这么多你定然也穿不完，要不送妹妹几套嘛？还有首饰，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点翠步摇，漂亮极了呢。不好，这些衣裳我穿得完，如果穿不完，我还有自己的嫡亲妹妹，所以不会送不出去的。把箱子抬回琉璃阁。是。徒留沈静言被气得在原地直跺脚，咬着牙，气得眼睛都红了。哼，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燕慈这是什么意思？林婉意虽然记得当初燕慈看她穿那套红色罗裙，说过如果她喜欢就会再送她，可当时林婉意以为对方说的是客气话，没想到燕慈竟然真的送了，还送了那么多。还别说，这些衣裳真的都漂亮极了。林婉意每件都试过，大小合适不说，还特别适合她那张明艳的脸。嘟嘟就是厉害，他出手啊就没有错过，都特别适合小姐呢。茯苓，你的意思是这些衣裳都是都督亲手做的？那第一套白底红梅对金襦裙也是？茯苓立刻捂上了嘴，可他这个动作就证明林婉意没猜错，他顿时愣住了。他那双手不就是用来在朝堂之上翻云覆雨的，或者是杀人的吗？怎么还会做衣裳？他对一个替身是不是太好了一些？你醒醒，你只是一个替身而已，燕都督对你好，你就多给他做一些毒药吧，这样才能够两不相欠。金银首饰总归不是燕慈亲手打造的了吧？他硬着头皮把这些东西都翻开看，只是后边几样东西并不是首饰。林婉意突然想起来，那日在茶楼，燕慈说过，宦臣可是懂许多法子，可以杜绝源头，还可以尽欢。他顿时手一抖，险些把东西给摔在地上。啊，小姐，您怎么啦？啊，没事，把这些东西都收好，锁进我个人的库房里。可是小姐，这其中有许多件罗裙很适合现在穿的，还有那些首饰，真的要锁起来吗？小姐，外面来了好多大理寺的大人，说是来探望世子的，大夫人让您去给安排一下。燕都督没来吧？来了。他就知道燕慈送给他这么多衣裳，就是要让自己穿给他看的。想着躺在床榻上的沈玉白，林婉意转过身，
就从箱子中找出来一套穿上。因为昨天着安排那些大人们休息喝茶，而他则是去了厨房，叮嘱下人们准备好一大桌子席面，同时还派人去找侯爷回府。忙完这一切后，就在前院花厅旁的耳房中等着，以防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再张罗。朦朦胧胧间，好像梦到了猫儿在轻咬他的脚，那种痒痒酥酥的感觉让他有点难耐。突然听到男人的轻笑声，他猛然惊醒过来，就看到燕慈坐在榻边，竟然伸手把玩着他的玉足。燕都督，您怎么来了？来探望沈玉白。好，他能有那么大的面子？夫人说的对，他没有，是夫人面子大。燕慈说完后撩起衣袍，也脱了鞋，竟然也上了这本来只能够容纳一人的贵妃榻。林婉意绷不住了，立刻想要下去，将这榻让给他。怎奈燕慈大手一捞，直接断了他的去路。夫人，我们都这样熟了，还跟我欲拒还迎？这里是侯府，那些大臣跟沈玉白就在隔壁，我担心他们听到些什么声音。言之有理，夫人的声音那么好听，可不能让其他男人听了去。这人可真双标。可你那晚为何让沈玉白听到？他又不是其他男人，他不是你夫君吗？林婉意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看来夫人很喜欢我送的衣裳跟首饰，那么其他那些物件，夫人可喜欢？不都是衣服跟首饰吗？弯弯又不乖了呀。燕慈直接捏着他的细腰，一个旋转，就让他整个人趴在了自己身上，双手交叠，直接将他困在自己怀中，完美契合。林婉意惊得双手撑在他的心口窝，可他却忘记自己今日穿的是裹胸，所以这个姿势春色顿时一览无遗。燕慈的视线也顺着下移，他本来并不想做些什么，只是逗一逗林婉意，但此时却有点喉咙发紧，眸光愈发幽暗。林婉意连忙收回手，不去撑着了。结果这样一来，就变成他整个人依偎在了燕慈的怀中，还是主动的。看着他干脆趴在自己怀中装死不动了，燕慈忍不住笑出了声，连带着趴在他怀中的林婉意都能够感觉得到他的愉悦。林婉意实在是有点不甘，这人凭什么呀？每次都这样轻而易举地掌握着主动权，掌握着他所有的感官。就算是替身，但替身也是有小脾气的。所以他恶向胆边生，直接隔着燕慈那飞鱼服，对着他的心口窝咬了一口。不疼，但却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报复心。夫人，你真迫不及待想要用那些物件了吗？夫人，你真迫不及待想要用那些物件了吗？没有。这人竟然又笑了。燕慈本就五官十分英俊，只是平素里大家都怕他，就算是他笑了，也是要摁死对手的时候，哪里像现在笑得竟然这样温柔好看。燕都督，那些衣服跟首饰都是你亲手做的？喜欢吗？林婉意听得心间一颤。喜欢的，可你如何知道我的尺寸？丈量过，用手。林婉意听得脸颊火辣辣的。可是不对啊，当初从都督府穿走的那套罗裙，很明显也是我的尺寸。可是那一套白底红梅对襟襦裙，那是因为我的眼睛也是尺。比如现在，婉婉这里好像胖了一些。两个人的身体挤在只容纳一人的贵妃榻上，所以某些感官瞬间被放大，甚至都不用眼睛去丈量了。林婉意感觉这样继续下去实在是太危险，她挣扎着要下榻。小姐，侯爷回来了，已经过去跟那些大人们聊天了。侯爷回府，
这里就没他什么事儿了。林婉意哀求似的看向燕慈，燕慈捏着他的下巴。婉婉，你自己算算，欠了本都督多少次了？婉婉，你自己算算，欠了本都督多少次了？不记得了。他破罐子破摔。那你主动亲我一下，我就放你离开。隔壁好多人，而且还有林婉意的夫君以及公爹，结果燕慈就这样胆大妄为的让林婉意主动亲他。林婉意感觉自己也魔怔了，竟然鬼使神差的俯身搂住了燕慈的脖子，亲了下去。唇齿相依间，甚至感觉得到燕慈已经蓄势待发，只不过一直在按捺着而已。都督再会。他穿上鞋就跑了，头也不回。燕慈没动地方，还惬意地靠在那儿，舌尖碰了碰出血的嘴角，笑容简直要宠溺死人。沈世子，这几日你就不用去当值了，在府中好好歇着吧。沈玉白心中苦涩，只好陪着笑说多谢上峰。可实际上，沈玉白感觉同僚们的笑容都有点刺眼，就好像他们都知道他不行了。尤其是燕慈，沈玉白的目光落到了他的嘴角，猛然眸子一缩。都督大人，你的嘴角怎么了？被你们侯府的野猫给咬了，不过无事。燕慈还特地伸手摸了一下。野猫？侯府怎么会有野猫？不，肯定是我想多了，绝对不会是弯弯，肯定不会的。燕慈微笑着上了马车，在一众人的簇拥下慢慢走远。沈玉白再也坚持不住，被下人扶着踉跄着回了屋子。躺在榻上的时候，额角已经满是冷汗，一脸颓败。你是怎么搞的？就那么急吗？你那妾室还怀着孩子啊！如果你非要行房，就不能找其他女人吗？如果感觉后院女人少，你再纳几个就是了。哎呀，父亲，不说这件事了，行吗？倒是您啊，下了早朝就不知去向，害我跟母亲他们多次撒谎。您到底在忙什么？你自己的事情都弄不明白，还要管为父吗？儿子不敢。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有小厮来报，说是七皇子殿下来了。父子俩这才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对话，一起去迎接七皇子。七皇子看到沈玉白这个样子，也很震惊。玉白，你这以后还能举吗？无碍，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哦，那就好。刚才本王听闻，燕慈带着大理寺的人都过来探望你了。提起这件事，沈玉白又想起来燕慈嘴角那抹可疑痕迹了。他已经有过许多女人了，哪里不知道那是什么？一想到燕慈可能亲了弯弯，沈玉白被气得那里一抽一抽的疼。他们刚走不久。本王是真看不透燕慈，她对你倒是不错，可为何在审陈年九的时候却毫不手软？她竟然抓了陈年九的外室，看来本王要失去礼部了。殿下，就没有挽救的可能了吗？老九那边咬得太紧，而陈年九又宠妾灭妻，实在是太过于愚蠢。为今之计，只能寄托礼部尚书新人选，也是我们的人。七皇子其实有点急躁，毕竟林贵妃被禁足许久，一时间他也不知道父皇的意思。不过我们还有机会，那位静宁郡主要进京了，届时8月15宫中会举办宴会，本王几位年轻未婚的表兄弟都去参加。玉白，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到时候你也去参加。是荣成王的女儿静宁郡主吗？正是，她此次来京城就是为了选婿，我跟九弟都不会娶她，毕竟父皇不可能让荣成王的女儿做皇后。玉白，倘若你能够得她青睐，以后荣成王府跟药谷就都能成为本王的助力。
沈玉白听后，心中顿时一热。殿下，可我已经成亲了。成亲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静宁郡主看上你，就让那林婉仪做平妻好了。她的身份哪里有静宁郡主尊贵？再说，她已经陪过燕慈，你都不嫌弃吗？十步断肠散，我靠，毒药！小心一些。不是，谁送你这么多毒药啊？你仇家？不是。燕慈懒得跟他解释，小心翼翼将这些毒药都收到暗格之中。这还是弯弯第一次送礼物给他，得好好珍藏着。明日一早，李锦他们就要到了，你今天趁着天黑之前出城吧。好吧，反正到时候我就能光明正大的来你都督府了。不能，陛下会认为我跟荣城王府勾结到了一起。切，又不是没勾结。但心中还是好奇，那一大箱子毒药到底是谁给燕慈的呢？黎苍依旧顶着一张陌生的脸，慢慢溜达着朝城门口走。那不就是那日在皇宫假山中看到的那位小娘子吗？这人正是林婉意。沈玉白的身子还没有好利索，就忙不迭地朝诗情那儿跑。估计他认为那里最能够安抚他受伤的身心，而恰逢住在诗情隔壁的那位娟娘生了儿子，正在坐月子。林婉意就知道是时候抓奸了，所以就很早地带着福临来到了旁边2楼的茶楼里一个视野极好的雅座，结果却被黎苍看了一个正着。黎苍对这个林婉意实在是太好奇了，就鬼使神差地跟了上来。小姐，三夫人会把大夫人带来吗？会的，因为三夫人特别想要沈玉白做不成世子，她儿子好上位，所以他就将沈玉白养个继子做外室的事情悄无声息地透露给了三夫人江氏。果不其然，过了半炷香的时辰，林婉意看到三夫人红着眼带着大夫人跟其他下人们从轿子上下来，走向娟娘跟诗情住的院子。好戏登场了。怪不得是燕慈的人，这蔫坏的小模样如出一辙呀。但不知道为何，黎苍看着这个林婉意，心中好像是涌动着十分浓烈的情感。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这女子跟母亲很像，不只是长得，就连性格都像。如果我能够把她给娶回家的话，母亲定然会很喜欢她。只是对方嫁过人这一点，不知道母亲会不会介意。哎呦，弟妹呀，看来你要多一个庶子了呀。哼，不是我多一个庶子，而是大嫂你要多一个孙子啦。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女人，这可是世子养在外边的继子啊。不可能！眼看着2位夫人争吵了起来，而娟娘的小丫鬟听到了其中一个词继子，顿时大喊。大夫人跟三夫人顿时都愣住了。三夫人眸子一亮，立刻带人拔腿就朝旁边那户人家冲了进去。今日不管如何，已经跟大房撕破脸了，他一定得拿到世子养外室的证据。侯爷已经往这边赶了，马上就到了。我之前让你把侯爷的物件放在那娟娘的屋子里，也放了吗？放了侯爷平时最喜欢的那套砚台。侯爷本就对大夫人感情淡了，后来大夫人又破了相，满脸的包，他更不愿意看，所以一有时间就愿意来娟娘这里，自然笔墨纸砚也搬过来了一些。所以本来大夫人是要去隔壁追三夫人的，结果视线却被案几上的一套笔墨纸砚给吸引住了。本来大夫人是要去隔壁追三夫人的，结果视线却被案几上的一套笔墨纸砚给吸引住了。你的孩子可是沈侯爷的。我。与此同时，三夫人已经带人冲进了隔壁，
恰好看到正跟诗情一起赏花的沈玉白。三夫人大喜：世子，你果然在外边养了一个继子做外室啊！沈慕白手中的一朵花蓦然落地，两处院落全部鸡飞狗跳。这一切当侯爷赶来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他给了大夫人一个耳光。而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切的林婉意深藏功与名，转过身施施然地准备离开，结果却看到了一个男人正饶有兴趣地盯着他瞧。原来是燕慈的人。他对着那个血衣卫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然后就带着茯苓走了。母亲，他对我笑了。哎呀，我要和离，这日子没法过了呀！众人都震惊了，不知道为何大夫人会突然哀嚎，唯有侯爷的脸已经黑如锅底。沈老太太目瞪口呆，等到她听说今日被抓到养外室的不只是玉白，还有侯爷后，终于眼睛一翻，撅了过去。祖母，老太太，园中已经混乱成一锅粥，甚至慌乱间不知道谁踩了谁一脚，顿时鬼哭狼嚎起来。而林婉意却已经远离了这个混乱，快步回到琉璃阁。将院门关上，谁来喊我都不开门，就是我伤心欲绝，不想见任何人。是。紫苏，我让你准备的羊蝎子火锅还有肉丸蔬菜都拿过来了吗？都准备好了，按照您之前的吩咐，没有让人察觉。喊上银翘跟昭妍进来，关好门，咱们吃锅子庆祝一下。哎，好。小姑娘们都很高兴，几人围坐在圆桌四周，烫菜的烫菜，吃肉的吃肉，倒是难得的放松惬意。银翘，把我之前泡的果酒拿来，每人都得喝上一杯。哎，是。敬过去，敬未来。敬小姐。林婉意哽咽点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刹那间眼泪都氤氲在了那袅袅的蒸汽之中。吃完了锅子，她去洗了澡，换上一套常服，坐在案几前又开始捣药配药。小姐，这是什么药材啊？这是酱香檀木的树根，用于避讳降逆、秽浊内阻、行气止痛。而沈老太太的名字就叫王酱香。第二天一早，沈老太太没了。其实人昨晚上就没了，她活生生的被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跟最在意的孙子给气死了。夜幕时分，林婉意沐浴更衣过后，突然想到一个毒药方子可以改进，赶紧又将药杵拿出来配制。因为其中有一味药辛辣万分，让她的眼泪都呛了下来。看来沈老夫人过世，婉婉很伤心吗？都督，你受伤了？很严重的伤。林婉意一听，顿时变了脸色。她立刻转身去把自己的药箱拿过来。燕慈感觉心口窝暖暖的，痒痒的。这伤直了。她伸手就解开燕慈那割裂的衣袍。燕慈腹部一条蜿蜒有小手臂长的伤口映入眼帘，看样子是被锯齿的刀剑所伤，创面极大。都督，待会儿可能有点疼。疼吗？那夫人可要温柔一些。燕慈突然伸手将林婉意一缕垂下来的长发给顺到耳后，动作亲昵又自然。林婉意这才注意到对方竟然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的脸颊微微发烫。这人这个时候还这样的猛浪。林婉意有些羞恼，直接将那止血药粉撒在燕慈的伤口上。婉婉要谋杀亲夫吗？燕都督真会开玩笑，我夫君正在外面的灵堂上跪着呢。他伸手将林婉意捞入怀中。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好像在偷人？他说话的时候，热气都扑到了林婉意的耳朵上，很快他那白皙的耳朵就粉红无比。都督大人，我们哪次不算是偷？
至少第一次不算。林婉意嘴角抽了抽，也对，毕竟第一次是沈玉白主动的要求给自己戴上一顶绿油油的帽子。都督大人今日来侯府，是给老太太吊唁的。哼，他也配？如果我给他吊唁，估计他去地府也不得超生。林婉意骇然，燕慈不愧是京城第一毒舌，这句话如果去灵堂说，估计都会把沈老太太给气活了。婉婉，你可知荣成王？知道。上次你说13年前的事情提起了他，怎么了？他的独女静宁郡主要进京选婿，皇上不会让静宁郡主做未来皇后，因为那样荣成王就是外戚了。但不管是七皇子还是九皇子，都不会舍得荣成王府这股力量。如此看来，不出意外的话，七皇子跟九皇子会让跟自己关系亲近信任之人娶了这静宁郡主。哦，对了，不是说荣成王的女儿13年前丢了吗？那这位静宁郡主……哦，对了，不是说荣成王的女儿13年前丢了吗？那这位静宁郡主是荣成王的养女。自从亲生女儿丢了后，荣成王妃心情十分抑郁，而且荣成王也伤了双腿，他们再也没有孩子。后来荣成王的心腹替他挡箭死了，他就收养了心腹唯一的女儿，也就是如今的静宁郡主。这都是皇族秘辛吧？燕慈抬起头，看到他眼底的漫不经心，伸手抓住他的小手，放在唇边亲了亲。婉婉，或许你就是荣成王13年前丢了的女儿呢？怎么可能啊！我那个时候被父母带到了龙华寺，后来就一直在江南外祖家。再说了，父亲他们也没必要骗我啊。只是说完之后，他突然愣怔住。他想起来之前无意间听到祖母说过的，他跟婉莹不是亲姐妹的事情。婉婉，怎么了？林婉意半垂眼，目光落在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上。之前偶然间，我听祖母说，我跟婉莹不是亲姐妹，我却一直都没有怀疑过自己不是林家的孩子，因为小时候祖父就一直夸奖我很有学艺的天赋，我怎么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那婉婉，你可知荣成王妃是药谷谷主的独生女儿？倘若你是她的女儿，有学医天赋也是在情理之中。什么？当年荣成王拒娶陛下的亲妹妹嘉柔公主，而是娶了一个平民女人做王妃。陛下本来龙颜大怒，甚至要让人杀了那女人，结果查到对方竟是药谷谷主的独生女后，立刻撤回了追杀令，不再追究此事。我也听闻过这件事，都说荣成王妃其实身份并不简单。林婉意心情复杂，如果荣成王妃真是药谷谷主的女儿，也不怪皇帝会放弃追究这件事了。药谷老谷主当年救过先皇的命，而陛下随着年岁渐长，他愈发的想要长命百岁，所以一直等着药谷做出第一颗长寿丹献给他。这样看来，也就理解为何陛下对药谷的人这样在意了，甚至都理解为何当初林贵妃、端妃他们捕风捉影，听说林家跟药谷有关，就忙不迭各种试探。林婉意的心剧烈跳了起来，她有点语无伦次。我不知道，可是怎么可能啊？京城当初距离龙华寺那么远，我当时……她心中一软，不顾身上的伤，直接将人拥入怀中。没事，有我在，我会帮你查清楚这件事的。燕慈的话好像有着一种可以安抚人心的魔力。林婉意在她的怀中慢慢冷静下来。小姐，前院那边让您过去一趟，所有人都要过去，商议明日沈老太太出殡事宜。都督，我得去一趟。看来在婉婉心中，就连侯府死掉的老太太都比本都督重要啊。林婉意嘴角抽了抽，明明知道这人是假装的，但她还是伸手捧着对方的脸，吧唧就亲了一口。都督，你想多了。
侯府满门几百口人加在一起都不及你1/1000。你之前给了我那么多的毒药，我不用的话多浪费啊。燕慈被亲得十分高兴，她长臂一伸，将林婉意按入怀中，回赠了一个淋漓尽致的吻。小姐，刚才世子来找您，是因为他想要让您对外说他没有养外室，因为您是他的正室夫人，您都这样说了，京城中的那些传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慢慢的消散了。他到底哪里来的脸，还想让我替他说情？痴人说梦。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都督派人来，然后偷听到的。都督派人来侯府，是为了保护我？当然啦，都督很担心您的。看着福临竭力为燕慈说话的模样，林婉意有点恍惚。她愈发觉得燕慈对自己这个替身实在是太好了。毕竟燕慈在她身边不只派了会武功十分机灵的福临，还派了武功高强的暗卫。燕慈啊燕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福临，你平时多给那个暗卫备一些热乎的吃食，还有天气凉了，给他做2套厚衣裳。小姐，您可真好。可是您不去感谢感谢都督吗？我用其他的办法感谢他。奴婢懂了，奴婢懂了，奴婢不问了。你懂什么了？林婉意看着他那个一副想多了的模样，有点无语。今日侯府来了许多人，就连九皇子都带人来了，一顿阴阳怪气，但燕慈却没有来。上次他说了帮我查身世的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进展。福临，你知道燕都督最近在忙什么吗？荣成王世子护送静宁郡主已经进京了，陛下钦点让都督这几日接待他们。过几日皇宫中还要为荣成王世子和静宁郡主举办盛大的中秋宴呢。看来得赶在这场中秋宴之前跟沈玉白和离了。沈夫人可真是一个好人啊。别叫沈夫人，叫林小姐或者是林大姑娘。为啥？当然是因为以后咱们喊都督夫人的时候不用改口啊。真的假的？林小姐会嫁给都督吗？哎呀，你是不是傻呀？大声乱嚷嚷什么呀？哎呀，行了行了，你慢慢吃吧，我走了。如果不是为了传递消息，福临真不想搭理这个显眼包。徒留天机捂着脑袋，一脸郁闷。说我傻，怎么还打脑袋？人不就更傻了吗？不过他赶紧趁热将手上的烧鸡吃完，就赶紧轻轻一跃，跳出了侯府围墙。侯府前院，沈玉白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桌子上的菜一点都没有动，但2坛子的酒都喝光了。七皇子进来的时候，无语地皱了皱眉。玉白，你别喝了。沈玉白刚要骂过去，但看到是七皇子，这才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没有骂出来，可表情更加抑郁。来人，把这些酒都撤了，上一些解酒的茶。是。表哥，你让我喝吧，我心里太难受了。你不知道外面人都是怎样说我，他们为何会这样误会我？不就是一个女人而已，多大点事？玉白，你可是大周京城4君子之首，我未来的左膀右臂，可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可我不自暴自弃，又有什么办法？现如今，就连一个说书的都挤兑我。还有办法。什么？你娶静宁郡主。玉白，
你可以趁着这次沈老太太去世，休了林婉意，遣散那些妾室，对外说自己为祖母守孝，孝为先。到时候你再想办法得到那静宁郡主的芳心，先把亲事定下来，这样一切就有了回转的余地。可是我如今孝期在身，成亲只能等3年后。让一个女子死心塌地于你又不是难事，到时候就让她等3年好了。不过对方毕竟是郡主，眼底揉不得沙子，在那之前你要处理掉你的妻妾。沈玉白抬起头看了看七皇子，他的眼底渐渐有了光。过2日就是宫中的中秋宫宴了，在那之前把事情都处理好，可别再让我看到你这般颓废的模样，不然我可会对你失望的。表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林婉意将20个瓷白瓶放进匣子里后交给茯苓。也不知道上一次给燕慈送过去的毒药他有没有用完，你顺便帮我问一问上次哪个毒药好用，我可以专门多配一些给嘟嘟。是。茯苓飞快地将这些毒药送到天机手中，然后天机更是施展轻功，马不停蹄地送往都督府。此时天已经黑了，都督府内依旧灯火通明。燕慈刚回来，脸色阴沉的好像可以拧出水来，倒是旁边厚脸皮跟着回来的黎苍一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呀？为什么小溪想要嫁给你？你可是太监啊！你且放心，我没看上静宁郡主，断然不会娶她。你还没看上小溪，她都不嫌弃你是阉人。要不你也来陪我做阉人？燕慈抬起头，烛光中挑起的眼尾沁着凛冽寒光。不了，燕慈，你放心吧，我们也不会让小溪嫁给你的。就在这个时候，天玄提了一个大匣子过来，放在燕慈跟前。都督，是天机送过来的。燕慈听到后，眼底寒光尽数散去，接过匣子打开，挨个白玉瓶把玩着。怎么又是毒药啊？这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竟送些毒药给你？十分亲密的关系。燕慈心中微暖。你如果没事就赶紧滚吧。我等会儿就滚。对了，燕慈，你说那个沈玉白什么时候会死啊？他得罪你们荣城王府了？没有，就是我心目那沈夫人，想必她跟沈玉白和离很难，我就想着什么时候她守寡了，我好去求娶她。咔嚓一声，燕慈直接将手中的白瓶给捏碎了，里面墨绿色的药粉洒了一地，哧啦哧啦的响，瞬间青石板都被腐掉了，而有一点落在燕慈的手指上，瞬间手指上的皮就没了。都督，在药谷跟着药老学习多年医术的玉衡见状，立刻从怀中掏出一种药粉撒了上去，伤势止住了，但却也掉了一大块皮，整个手指头红得发黑，看着十分狰狞可怖。可整个过程中，燕慈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甚至比刚才听说静宁郡主要嫁他的时候还要冷漠。这东西太危险了，燕慈，你以后还是少摆弄毒药了吧。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他不敢再继续待下去了，因为今天的燕慈实在是太可怕了。燕慈慢条斯理地用白纱布缠着手上的伤口。弯弯又送我东西了，我得给他回点什么礼呢？他突然想起来，林婉意让人盘了那家典当行，以后打算做医馆用。天玄，你回头去问问茯苓，弯弯都喜欢什么风格的家具物件，去都督府库房中挑上好的合适的送到那个医馆去。是。燕慈一回头，发现玉衡在那儿研究地上瓷瓶碎片上的绿色粉末。玉衡，你说弯弯做的这毒药效果如何？这毒药实在是霸道，倘若量多的话，甚至都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将整具尸体都给融化了。我也见过那万毒名谱，
这应该还是加入了那位林姑娘自己的感悟跟想法，将毒方进行了改良，才有此奇效。弯弯就是这般聪慧。燕慈摸了摸自己的伤口，笑容温柔缱绻。玉衡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都督，我对林姑娘做的那些毒药很感兴趣，能不能让我研究一二？不能。侯府琉璃阁内弥漫着浓郁药香。林婉意刚用过午膳，正在翻看一个册子，那是京城还没有定亲的世家贵族公子们的名单。银翘打帘子进来，十分激动：小姐，真被你给说中了，沈侯爷外室生的孩子还真就不是沈侯爷的。哦，这么巧吗？都是小姐料事如神嘛。沈大夫人去闹的时候还带着府医呢，结果府医当场就给沈侯爷查出来身子有碍，影响子嗣。那娟娘刚开始还嘴硬，最后沈大夫人提出要滴血验亲，才知道娟娘那个孩子是她之前那个夫君的。侯爷被气吐血了，命人将人赶出了府。所以说，沈侯爷跟沈玉白因为外事闹了这么一大出，结果父子俩什么都没落下好啊。就是啊。银翘，你去把这册子交给四姑娘。是。银翘刚出去，福陵也拿了一个册子进来。小姐，这是都督给您的回礼名目，您看一下。为什么给我回礼？我只是送过去一些毒药而已。不，都督说您的礼物很贵重，它用的效果甚好，所以才给您回礼的。林婉意将信将疑，展开那个册子，看着上面琳琅满目的物件名目后，嘴角抽了抽。什么紫檀雕梨龙纹多宝阁，真玉珊瑚迎门柜，雕花细木贵妃榻，乌木雕花刺绣屏风等等。除此之外，摆件也都是古董青花瓷、翡翠白玉杯，数量之多又极其贵重。这是不是太多了一些？这些还不到都督府库房里的1成呢。小姐，您放心吧，每天都有人给都督送礼，很快库房就又会堆满的。这些还不到都督府库房里的1成呢。小姐，您放心吧，每天都有人给都督送礼，很快库房就又会堆满的。可还是太多了，这得做多少毒药才能够还得上燕慈的这份大礼？哦，对了，小姐，都督被您之前给的一种叫绿芷鸢的毒药给伤了，他带着伤还去医馆亲自帮你布置呢。什么？都督伤了？林婉意噌地站了起来，眼底都是焦急。听天机说的，不小心洒出来了一滴，瞬间就将都督手上的皮给弄没了呢。那伤口特别狰狞，特别吓人。福陵，你跟我出去一趟。昭妍，琉璃阁中有什么事，你照应一下。是。都督，你伤到哪里？快让我看看。燕慈看着他捧着自己的手，六神无主的焦急模样，心窝又暖又甜。夫人，你的毒药好厉害，我的手好疼。都督，我来帮您上药。他发现林婉意的情绪明显起伏很大，前一刻眸若含情，下一刻冷漠冰霜。怎么，这些家具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就都丢掉，再去府中库房中选。不是家具的原因，那绿芷鸢会伤人皮肉，我先给您治伤。林婉意微微别过脸，拿出随身携带的瓷白药瓶。不对劲儿。他伸手揽住对方的腰，让两个人瞬间变得亲密无间。因这个姿势，林婉意迫不得已抬起头，直直地望着燕慈。都督，这里人来人往的，别这样。你是让我别这样，还是别那样？燕慈不由分说，轻咬了一下他的嘴角。林婉意震惊地瞪圆了杏眸，看着怀中家人耳根都红了，燕慈心软了，不忍心再逗他。夫人不是要给我上药吗？
林婉意见状后微松一口气，点了点头，就来到燕慈身边，解开那纱布。也不知道是杀谁的时候手抖了。都督，一会儿上药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疼，如果疼的话您可以喊出声。弯弯轻点儿，我就不疼了。又是这样惹人遐想的话。林婉意看都没看燕慈，就拿过解药，动作轻柔地往伤口上撒。燕慈手上火辣辣的疼，但眼神却紧紧地落在林婉意身上。她突然就想起来前不久黎苍说过的话了。荣成王世子跟郡主已经进京，明天晚上宫中就会设宴。沈玉白已经要将2个妾室给送到乡下庄子上去了，可他要娶精灵郡主的话，我势必就做不成这个世子夫人了。你在等他跟你和离？但或许不会那么顺利。都督，天机打探到一个消息，想要告诉您跟小姐。都督，最近这只手尽量不要碰水。那我洗澡的时候怎么办？此时一袭黑色锦衣的天机跟着福临一起走进来。林婉意嘴角抽了抽，没回答燕慈这不要脸的话。都督，属下看到静宁郡主跟侯府的那位孙姨娘进了隔壁茶馆雅间。可是那孙青莲，他认识静宁郡主。正是那孙青莲，她很局促惶恐，但静宁郡主好像跟她很熟悉的模样。孙青莲怎么会认识那位静宁郡主？而静宁郡主找孙青莲又是为了什么？弯弯想要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吗？想。郡主大人可以帮帮我吗？世子要送我去乡下庄子上，可我不想离开侯府啊。您的身份最是尊贵了，世子肯定会给您这个面子的。你不想离开侯府十分的简单，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事成之后对你也有极大的利处。郡主，您说。我让你去琉璃阁放一把火。什么？敢动弯弯，找死！郡主，您的意思是让我去林婉意的琉璃阁放一把火？对，反正那林婉意已经成了废人，只是放一把火而已，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什么成了废人？林婉意现在好好的呀。什么？这一次轮到静宁郡主十分诧异了，她微微皱眉，突然想到了什么，看向孙青莲平坦的小腹。你没有怀孕吗？都怪李饶那个贱人，当初对我动手，结果把我的孩子给打掉了。不过幸好他也没有好报，尸体都不知道被丢到哪个乱葬岗去了。什么？李饶已经死了？郡主，怎么了？难道李饶是您的人？不是。难道我做的梦都是假的？不，就算是其他事情是假的，但是林婉意必须死。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杀了林婉意，我就有办法让沈玉白扶你做正妻。世子的正妻，那不就是世子夫人吗？孙青莲眼睛一亮，立刻点头如捣蒜。尤其是当静宁郡主还给了他1万两银子后，整个人更是打了鸡血似的。我一定不辱使命，郡主，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莫非这个静宁郡主也是重生而来的？可是她为何一定要杀我呢？难道因为她要嫁给沈玉白？倒也不像，毕竟刚才静宁郡主还允诺孙青莲帮着她做正妻，而孙青莲这个蠢货根本问也不问，为何郡主要杀了我？婉婉，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话吗？你或许是荣成王丢了的那个女儿。所以这就是静宁郡主一定要杀我的原因。静宁郡主是荣成王夫妇领养的女儿，她的生父为了荣成王挡剑死了，
而他的生母化名为兰姨，就跟在身边日常照顾着他。林婉意懂了，如果她真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那么静宁郡主自然不想自己眼下的宠爱跟尊贵被其他人分了去。虽然不知道我是不是荣成王的女儿，可想要我命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婉婉，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要杀人，你会给我递刀吗？给，不过我更愿意当你的刀。你这双手应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不，这双手早就不能单纯的治病救人了。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后悔。燕慈，我不是京城中人传说的那般聪慧端庄、温柔贤良。我虽然没有对无辜的人动过手，可是我的这双手的确也不干净了。那我就更喜欢了。燕慈眼角眉梢都沁着暖暖的喜意，她长臂一伸，直接将林婉意拥入怀中。林婉意都愣了，两个人之前不管是在床榻上还是在其他私密时候亲热的时候，这人总是说一些暧昧的话逗她，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真地说喜欢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别对一个替身这么好啊？我让人直接杀了那个孙青莲。不用，如果孙青莲不敢放火也就罢了，倘若他敢放火，正好就让他去烧了沈家人。燕慈愣了一瞬，随后扶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就是这么恶毒，嘟嘟怕了吗？不怕，更稀罕了。好了，时间不早，那你带茯苓回去吧，我会让人暗中保护你。林婉意点头，然后视线落在他手上纱布上。药我给你留下了，按时换药，切记10日内一定不要碰水。倘若洗澡，就让下人帮你洗。夫人不帮为夫吗？嘟嘟总是逗我，什么夫人不夫人的，莫非嘟嘟还真打算娶我不成？不嫁我，你难道还打算嫁给其他人？什么夫人不夫人的，莫非嘟嘟还真打算娶我不成？不嫁我，你难道还打算嫁给其他人？燕慈危险地看着林婉意，嘴角沁着招牌式的微笑，但眼底却缀满寒光。林婉意甚至有一种错觉，倘若她敢说要嫁给其他人的话，下一刻就会有人人头落地，血溅当场。倘若娶了我，那嘟嘟的那位故人应该如何呢？还是嘟嘟没有办法娶你那位故人了？燕慈呐喊地愣了愣，随后再次笑了起来。这一次她笑得十分开怀，林婉意却十分郁结。夫人吃醋的模样都这般可爱。对，我没有办法娶那位故人，但你也没机会再嫁给其他人了，懂吗？懂了，你的那位故人没了。林婉意半垂眼，坚决不想做燕慈白月光的替身，所以她很快让自己的心也跟着冷硬下来。以后再说吧，我毕竟现在还是沈玉白的夫人。如果嘟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那婉婉先告退了。小姑娘，脾气见长啊。而后她让天机加派人去保护林婉意，等回府后就在书房拿起毛笔画了一幅肖像，不一会儿喊了玉衡进来。都督，您找属下有事。看看这画上的人是谁。都督，您找属下有事。看看这画上的人是谁。玉衡走近，看清楚画上的人后，他犹豫了片刻。如实说来。启禀都督，画上的人最像林姑娘，但也有6分像荣成王妃，而且她的眉眼几乎和我师父药老一模一样。燕慈小心翼翼地把那画吹干。玉衡，你了解药谷的人，倘若他们找回了当年丢失的女儿，会如何做？药谷的人最是护短，如果他们将人找了回来，对方这些年如果过得好，倒也算了；如果过得不好，定然会手刃那些欺辱过他的人。那就再让弯弯自己在侯府多玩一会儿。
都督，林小姐真的就是王妃的亲生女儿，药谷找她找了好多年，要不要现在就让他们知道？不用我们主动告知，李锦心思最深沉，等他见到弯弯的时候，自然就会知晓。但现在还不是让李锦见弯弯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跟沈玉白和离。倘若知道弯弯才是荣城王府真正的郡主，那么沈玉白跟侯府肯定会像是狗皮膏药似的彻底粘上弯弯。静宁郡主会不会怀疑些什么呢？还有，如果我真的是那个丢了的女孩，为何这么多年来父母什么都不说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接下来要有一场硬仗要打。明晚就是宫中的中秋宴，所以沈玉白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林婉意迈步走过来，很直白地开口：世子，上次我跟你说过，你若不是来送和离书的话，就不用再来琉璃阁了。我今日就是来给你送和离书的。好，那和离书呢？我还没有写，你拿笔墨纸砚过来。行。林婉意直接把他带到书房，案几上铺着宣纸，他还亲手给沈玉白研墨。沈玉白握着毛笔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他见林婉意全程一句话都不说，顿时十分愤怒。婉婉，我要跟你和离，你竟然这样淡定。我们从小到大的情谊，在你心中竟然一点都不重要吗？我们从小到大的情谊。那好，我请问你，你为何突然想通要跟我和离了？这段时间出了太多事，祖母也过世了，我身子也不好，就想着见三妻妾，拜法修行3年，为祖母为侯府祈福。明明就是为了要娶静宁郡主，结果说这么多冠冕堂皇的话，可真是够恶心人的。说这些都已经无用，世子还是快写吧。婉婉，倘若我们和离后，你怎么办？大周女子再嫁十分艰难，要不我们先暂时和离，等日后侯府稳定了，我再接你回来。林婉意看着情真意切的沈玉白，只想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不必了，我以后过得如何，也不劳烦世子担忧。怎么，世子是手也软了，连笔也拿不动了吗？世子，七殿下那边突然派人来说让您即刻就进宫。为何现在进宫？宫宴不是明晚吗？不是宫宴，是其他事情。殿下让您换上官服，立刻进宫。林婉意听后，立刻上前一步，抓住沈玉白的手。你先把和离书写完再走。婉婉，表哥如此这样着急找我，一定是有天大的急事，我去就回。沈玉白本就在犹豫要不要和离，如今更是直接推开了林婉意的手，转身迈步就走了。他不止走了，还把写了一半的和离书给拿走了。林婉意坐在圆椅上，咬了咬牙，心中再次恨不得给沈玉白挫骨扬灰。但是他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想着上一世的时候宫中是否出了什么大事儿，但他左思右想都没有头绪。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就只是临时起意？沈玉白到底去干什么了呀？这个和离书他会不会又反悔不写了？此时的沈玉白正在揽月宫偏殿床榻上跟黎洛溪颠鸾倒凤，两个人都喝了酒，此时有一些意乱情迷，衣衫尽落，情难自禁。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沈玉白突然身子僵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而黎洛溪迷离之中，身体还记着那些梦境之中的画面。毕竟在梦中，他跟沈玉白做了许久的夫妻，所以主动的去勾着沈玉白。娘娘，殿下，那两人成了，只是沈世子的身子好像是不大中用，几下就不行了。他本就没好利索。行了行了，退下去吧。是。七皇子皱起眉。
莫非如此算计玉白，他醒来后会不会跟我们翻脸？翻什么脸？白送他一个郡主做夫人，他跟他们侯府还得感谢我们。白送他一个郡主做夫人，他跟他们侯府还得感谢我们。哼，谁让你其他的兄弟心腹们都不争气？那静宁郡主看过他们的画像，理都不理，唯独在玉白的画像上停留了许久的时间。几个表兄弟心腹之中，唯有玉白是最优秀的。娶那御医的女儿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过母后，那静宁郡主那边，哼，那小姑娘看着就没什么主意的，遇到这种事情自然就是半推半就了。等回头让玉白将她正妻休了，就可以将两人的事情定下来。莫非说的极是？这对母子俩根本等不到明晚的宫宴了，所以就先下手为强，以叙旧的理由将静宁郡主留在了揽月宫中，随后又连忙招来沈玉白，这才促成了两人的好事。现在他们就等着明日一早醒来，木已成舟了。走水了，走水了，快来救火！哪里走水了？夫人，是大风少奶奶的琉璃阁。这边火势虽然很大，烧得也很快，但侯府人多，终于在半个时辰后将大火给扑灭。林婉意被烧死了吗？没有，听说当时大奶奶有事，在侍女的厢房里。哼，算她命好。沈大夫人根本不想起来，她翻了一个身，又继续去睡了。婉婉，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没事吧？三婶，如果不是我碰巧有事不在，怕是就要被活活烧死了呀！三婶，地上有火油的壳子，还有烈酒，真是有人要害死我！夫人，那孙姨娘跟她的丫鬟被吓得在房中一直发抖，他们屋子里还有很大的火油跟烈酒的味道。刚才奴婢问过管家了，说是这2日孙姨娘让人领了不少的火油跟烈酒。竟然是孙姨娘做的，还等什么？你们快去把那贱人给抓住！是。三婶，你的意思是孙姨娘放了这把火，要害死我？可她为什么呀？哼，果然是小户人家出来的，这么不顶用，被一个妾室欺负到如此地步，真是窝囊废。能因为是什么？肯定是他们要被送到乡下庄子上了，然后嫉妒你这个正妻呀。走，跟我一起去审那贱人去。是，三婶。本夫人，你信我，真是那位郡主殿下让我做的。如今夜深了，等明日天亮去请静宁郡主过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哼，孙青莲，这怕不是你的缓兵之计吧？先不说人家好端端的郡主凭什么要谋害我，就是她身份高贵，其实你想见就见的。什么缓兵之计？我说的都是事实。林婉意，你如今得罪了那位殿下，就算是今日被你侥幸逃脱了，以后定然也逃不掉。不管是不是那位郡主授意的，孙青莲，你身为妾室要谋害主母，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逃不逃得掉再说，或许静宁郡主对我有什么误会，可你孙青莲肯定是逃不掉的。三婶儿，今晚可以暂时不处置这个孙青莲，可是你问过郡主之后，也要给我一个交代。如果侯府任凭妾室谋害主母而不治罪的话，那么下一个妾室很有可能会效仿的。好，婉婉你放心吧，这一点三婶是明白的。这惊扰了大半夜，你也吓坏了，赶紧回去歇着吧。明日天亮我就让人去修缮你的寝房。虽然对方的脚步声很轻，
但这厢房的木地板年头久了，发出十分细微的咯吱声。林婉意顿时惊得汗毛都要竖起来了。就在他四处找银针的时候，对方开了口：“夫人，是我。”“都督，您怎么来了？外面下雨了。”燕慈什么话都没有说，直接冲了过来，伸手将林婉意拥入怀中，十分用力。“都督，我沐浴的时候在池中睡着了，做梦梦到你被大火给吞没了，惊醒过来就听到天机回来禀告你院中失火的事情。”林婉意愣住了，没想到燕慈竟然梦到了上辈子的事情，一时间她的心情五味杂陈。“都督，这件事你不是知道的吗？我有自己的算计，定然不会让那孙青莲伤了我。再说了，天机去跟你禀报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并没有受伤吗？”“他说了。”“那你为什么还是来了？”燕慈没说话，就那样目光深邃地看着他，好像担心下一刻他会消失似的。林婉意心中又胀又涩，一边是侯夫人的各种伤害欺辱，一边是燕慈全心全意关怀。她真的担心自己会爱上燕慈。她不敢去看燕慈，正好再次看到那系错了的扣子。“都督，我没事，倒是您太慌张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您系错了扣子呢。都督，我没事，倒是您太慌张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您系错了扣子呢，我帮您系好吧。”他伸出修长白皙的手，主动地给燕慈系扣子。“反正待会儿还要脱，就先不用系了。”“都督，这里是下人的厢房，隔壁住了很多人，他们会听到的。”“太晚了，我只是想要在这里单纯睡一晚，但没想到原来夫人有兴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可能是带着之前噩梦之中的余味，所以他亲得很凶猛，甚至还用牙咬了一下林婉意的唇瓣。在听到他一声吃痛后，这才好像确定什么似的。“以后离火远一些。”2辈子林婉意都没有见过这个杀伐果断、行事狠厉冷酷的男人会惧怕什么事儿，可此时此刻他竟然深深地惧怕着火。“你是因为我才惧怕火，还是你本身就惧怕？燕慈，你既然怕火，那上一世的时候为何会冲进火海中救我？”“燕慈，我不怕火了，因为有你。”林婉意轻叹一口气，然后主动揽着燕慈的脖子亲了下去。蜡烛被风吹灭了，帷帐落了下来，挡住了一世旖旎。林婉意揽着那精瘦的腰，微微垂眸，睫毛随着韵律一直在轻颤不已。“最后一次了，就最后一次了吧。等我成功跟沈玉白和离后，就会彻底远离这些争权夺利的漩涡，同时也会远离你。”晨曦第一缕光照进房中的时候，一只大手伸过来，遮在了林婉意的眼睛上，挡住了那刺目的光。林婉意并没有醒来，她无意识地嘤咛了一声，翻过身又沉沉睡去。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她这才缓缓醒来，看着陌生的房间，用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燕慈呢？”她连忙下了床榻去收拾那些东西。昨天夜里并不方便，所以并没有叫水。“啊，小姐，你怎么光脚踩在地上啊？可别着凉了。那些东西快放下吧，奴婢来收拾。”“福灵，你昨天知道都督会来？”“是都督来了之后，奴婢才知道的。天机奉命在府中暗中保护您，所以琉璃阁起火之后，确定您没事，他就连夜回去禀告都督了。奴婢也没有料到都督竟然会来啊！害得我连夜想办法让昭妍他们几个睡得沉一些，可别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声音。害得我连夜想办法让昭妍他们几个睡得沉一些，可别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声音。
不过这也就证明了嘟嘟在乎小姐嘛。林婉意相信茯苓没有必要骗自己，可一想到昨天夜里两人就在这里颠鸾倒凤，就十分不自在。这几日这个屋子就我住了，等回头再给你们几个安排其他的屋子住，以免在一起太挤了。我们不挤啊，4个人挨在一起说悄悄话很开心呢。小姐，还是您这里好，之前在都督府都没有小姐妹跟奴婢夜谈呢。哎，那之前在公主府救了婉莹的那个人呢？他好像叫瑶光来着，不也是都督府的人吗？瑶光啊，他的嘴就跟锯葫芦似的，平时想要多听他一句话那都难得很呢。小姐，来，我给您梳头吧。被茯苓这么一打岔，林婉意倒不太想昨天夜里燕慈来了的事情了。今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还要弄清楚沈玉白到底去了哪里。过了一会儿，前院就有丫鬟过来请林婉意，说众人都在前院会客堂了。世子回来了吗？没有。那金陵郡主请来了吗？也没有，具体的奴婢也不知。林婉意倒也没有为难这小丫鬟，因为她知道侯府中没有人能够请来静宁郡主。世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位郡主殿下。众人都是一惊，难道那静宁郡主真的来了？父亲，你们怎么都出来了？郡主驾到，我们当然要出来迎接了。来来来，将郡主迎到你母亲的锦膳堂吧。哎呀，父亲，我有事情要单独跟郡主聊，让人在前院花厅设宴吧。单独聊啊？那好，那好，你们去聊吧。玉白，家中昨晚出了事，要不让郡主先去歇息，你先来处理一下这件事。三叔，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处理？当然是你的事。还是我来说吧。林婉意从人群后边走了过来，她能够感觉自己走过来的时候，那个静宁郡主的眼神死死地盯在自己的身上，她却看都没看那静宁郡主，而是眼神凄然地看着沈玉白。世子，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一起过来，我告诉你。沈玉白见林婉意出来，眼神之中闪过一抹愧疚，但很快消失不见，更多的是惊慌。他连忙转身看向静宁郡主。郡主，先让下人带您去歇息，我马上就过去。他竟然没有死，那个孙青莲真是一个蠢货。还有，这件事怎么又跟梦中的不一样了呢？世子，本郡主忙得很，只给你一盏茶的功夫处理私事。是。大夫人这边带人殷勤地先送静宁郡主去花厅歇着，而林婉意则是带沈玉白直接去了她书房。沈玉白皱着眉：婉婉，你可知道静宁郡主是荣成王的独女，怠慢不得，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孙青莲因为嫉妒我，要一把火烧死我。世子如若不信，现在就可以去看看琉璃阁，我的寝房已经被烧得焦黑无比了。啊？什么？怎么可能啊？好端端的表妹她为何要这样做？婉婉，你没有受伤吧？因为你要把他们送到乡下的庄子上去，他认为都是因为我，所以就对我动了手。林婉意走到案几跟前，拿出宣纸抹起了墨。婉婉，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要和离书啊？难道你对我没有任何情谊了吗？世子，非要我说吗？那好，昨晚世子去了哪里？静宁郡主又为何会上门来？还有，静宁郡主脖颈上的红痕，可是世子亲的？我……沈玉白听后猛然瞪大了眼，腿一软，跌坐在了太师椅上，手中毛笔上的墨迹沾染了一身。林婉意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世子，写吧，等我们和离后，你就可以顺心顺意地迎娶郡主过门了。婉婉，我并不喜欢那静宁郡主，不管你信与不信，我心中只有你啊。婉婉，我并不喜欢那静宁郡主，不管你信与不信，我心中只有你啊。
我懂，你都是无奈，全都是为了侯府。趁着郡主还不知道，你赶紧写吧，这样对你我都好。沈玉白一脸痛苦地提起了笔，眼睛都红了，握着毛笔的手一直在抖。他蓦然抬起头，婉婉，我们若真的和离了，你以后该怎么办啊？我家人都对我极好，我自然是有去处的。难道是之前的药给沈玉白用多了？他怎么磨磨唧唧，跟个太监似的？好吧，不该侮辱人家太监。见对方还不下决心，林婉意直接拿出一瓶药摆在书桌上。婉婉，这是何物？你可知林家是御医世家，这里的药可以让你恢复男人闺房之能。你立刻将和离书写好，我就将这药给你。沈玉白最近一直被这件事困扰，他甚至隐隐听到外边传闻他不举了。婉婉，你有这等药，为何一直不给我？你就一直在旁边看我的笑话吗？药需要各种药材配置才行的。你那日在郑姨娘床榻上昏厥的时候，我就开始帮你奔波了。可结果你呢？你的妾室差点烧死我，你本人还跟郡主颠鸾倒凤。沈玉白，我就问你最后一句，这和离书你到底写不写？你这药……林婉意也不废话，直接倒出一颗递到沈玉白跟前。沈玉白犹豫了一会儿，这才捡了起来，放入口中，就着茶水顺了下去。不一会儿，他腹中感觉暖洋洋的，之前那里时不时抽痛，竟然一下子就好了许多。他顿时眼睛一亮，你写好了，我这瓶药给你，另外还把药方写下来给你。沈玉白，你快写吧，郡主还在等着你。好，我写。沈玉白太想要那个药了，他也太想娶静宁郡主了。沈玉白十分有信心。林婉意盯着沈玉白，这一次终于将和离书给写好了。虽然我们和离了，但以后如果你遇到困难，尽管来找我，我能帮得上你的，我肯定会帮。林婉意没有说话，恐怕整个世上只有玉白自己是信他爱林婉意的吧。至于那个药，只能够暂时让他恢复闺房能力而已。林婉意好不容易给他下的毒，怎么可能让他那么容易好？茯苓，你出去雇几辆马车。昭妍，你带人立刻清点家装，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到马车上去。小姐，咱们可以回家了吗？对，我们回家。静宁郡主，现在可以说说我们的事情了吧？沈玉白，昨天晚上的事是一场意外，我们俩都喝醉了酒，我有心仪的人并不能嫁给你，所以昨晚发生的事你就都忘了吧。啊？什么？沈玉白失态地把手中的茶盏都摔落在地。黎洛熙看着他，对于这个在梦境之中成为他夫君的男人，多少是有一点感情的。毕竟梦中他还有了沈玉白的孩子，可虽然有感情，但并不足以让他为了对方丧命，更不要说有机会做后宫之主，他才不会成为什么世子夫人呢。郡主，你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我理应对你负责，这合情合理。倘若这件事泄露出去，也有损你的名誉啊。你对我负责？怎么负责？沈玉白，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已经后院妻妾成群了吧？我贵为郡主，怎么？你难道还打算让我做妾？不，我哪里会让郡主做妾？我已经跟那林婉意和离了，所有的妾室我也都遣送回了乡下，以后我定然一心一意对待郡主。什么？你跟林婉意和离了？他噌地站了起来，脑袋里面乱糟糟的，再一次怀疑自己的梦境是不是都是假的。今日我身子不适，想要回府歇着了。你我昨晚之事先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要回去好好想想。你我昨晚之事先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要回去好好想想。啊，那郡主先回去歇息，等改日我登门拜访。不，你别登门，我兄长他们
等我想好我们的事情再告知兄长他们。我担心他们会反对。那就听郡主的。沈玉白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走到静宁郡主身边，见对方没有闪躲，就张开双手将人拥入怀中。玉白心仪郡主。黎洛熙感受着这个有些熟悉的怀抱，他微微红了脸，到底没有推开沈玉白。毕竟之前梦境中两人欢好的那些画面让他一直脸红心跳，昨夜里又醉了酒，记得不太真切。反正两人已经颠鸾倒凤过，再有一次应该也没什么吧。两人恩爱了一番，最后倒是彼此都很满意，尤其是沈玉白能够感觉得到那药丸是真的好用。刚才给弯弯的和离书是否有点太痛快了？算了，等跟郡主的事情彻底定下来后，再寻机会去偷偷安慰安慰弯弯。大周和离女以后的日子有多艰难，我也是听说过的。又没有人会再娶弯弯，只要我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温柔，会让她想起来青梅竹马的情谊的。郡主，我先送您回府吧。母亲，林御医医术十分了得，我去找弯弯，让他给您弄一些治脸的药吧。哼，别的御医都治不好，他林家人能治好吗？可别让他回娘家就去告状了。母亲，之前弯弯给了我一种药，已经治好了我的隐疾，所以说林御医真的十分厉害。当真？来人，去琉璃阁把林氏给叫来。夫人，大奶奶已经收拾好嫁妆，打包好行李，走了。走了？她去哪里了？我沈府的少奶奶带着嫁妆跑了，她这是要上天呐！听说是回林府了。什么？你说什么？弯弯走了？是啊，世子倘若不信，你问他们呢。他猛然甩开了莲儿，就踉跄着奔了出去。你们都是哑巴吗？这等大事为何不禀告我啊？夫人，是您说过自己要睡觉，谁都不可以吵醒您啊，除非是侯爷或者是世子来了呀。不，他不能就这样离开。眼下静宁郡主还没有决定答应，我怎么能够真正失去弯弯？想要真正和离，光有和离书还是不行的。想到这里，沈玉白冷着脸立刻出了门，就朝官府衙门奔去。燕都督，听说你跟沈玉白和离了。都督，您这听说的速度够快啊，差一点就要超过我本人了。和离了，我刚去官府办的户籍修改那些。倒是都督您怎么会在这里？原来跟沈玉白和离，他是真心高兴。燕慈看着他明艳的小脸，眼角眉梢都是欣喜。收到消息说他们和离了，燕慈一边让人过去帮忙搬嫁妆，另外一方面放下一切，他亲自赶了过来。婉婉，你过来给我揉揉腿，我就告诉你我为何出现在这儿。我倒也没有那么想知道。看林婉意嘴角抽了抽，燕慈笑了。她有的时候感觉弯弯乖得要命，但有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好像是有爪子的小猫，时不时就会挠一下人。突然颠簸了一下，林婉意想要去扶横木，好稳住自己的身子，结果燕慈竟然长臂一伸，将她给揽入了怀中。燕慈笑得一脸无辜，都怪这路太不平了，回头得让人去修理修理。林婉意没有料到这人竟然还有这番恶劣模样，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手却不知道按到了哪里。她嘴角一扬，夫人是在暗示我吗？我没有。她的话还没有说完，燕慈的吻已经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试问江山如画你的眼，绝句几行生死不离别，贴满心间小小的难题，闯入眼眸解不开谜底，不安。可就在这个时候，沈玉白骑马拦住了这辆马车。
停下来，婉婉，我有话要对你说。林婉意正被燕慈亲得七荤八素的，猛然听到沈玉白的声音，都没有反应过来，一双美目中沁着无限春情，惹得燕慈十分眼热，又凑上去，在他的脖颈上轻咬一下。林婉意发出一声娇嗔，外边又传来沈玉白的声音，他这才反应过来，紧紧地揪着燕慈的衣领。燕慈却笑得漫不经心。怎么，不想让沈玉白看到？你们不是已经和离了吗？我现在得尽快回府，并不想跟他纠缠。今日和离了，心情本来很好，也不想破坏了这份好心情。这个回答姑且让燕慈满意，他大手一挥，就用披风将林婉意给包裹了起来。啊，燕都督，您怎么会在这里？哼，还想要问你，好端端的为何要拦本都督的马车？沈世子这是何意？虽然燕慈在笑，但那笑容不达眼底。沈玉白只感觉浑身冷冰冰的，脚一软，险些没有站稳。都是误会，我以为。你以为什么？都是误会，我以为。你以为什么？是我看错了，打扰了都督，都是我的错，还请都督不要责怪。哼，罢了，马上宫宴就要开始了，耽误不得。回头沈世子好好想想，为何要拦我马车吧。是。沈玉白劫后余生般的后退一旁，眼看着那马车慢慢走远了。竟然是燕慈坐在马车上。哎，刚才燕都督怀中好像抱着一个女人啊，那不可能是弯弯吧？绝对不可能。沈玉白重新跳上马背，继续朝官府而去。马车走远，沈玉白竟然没有认出我来。不对啊，福陵坐在外边呢。我让福陵去做点别的事情，他没有在外边。至于沈玉白，他认不认出来有这么重要吗？听着男人语调逐渐危险，林婉意有点无语。哼，这人竟然还吃醋了，难不成还真当自己是我夫君了？沈玉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下子将家昭送回去，恐家人们担心，想要速速回去安抚他们。哼，你对林家人倒是真好，即使他们不是你的真正亲人。即使他们不是我真正的亲人，可他们对我的好也是实打实的。人心都是将心比心，比如沈玉白，他在今天之前可是我的夫君，可你也看到了他是如何对我的，恐怕连一个路人都不如。好一个将心比心呐！哎呦，大姑娘，您终于回来了，快进去看看吧。侯爵夫人带了人来林府闹事了。他们来闹什么？他们说你身为侯府的少奶奶，品行不端，还拐走了侯府的财物，跑回了娘家。莫非沈玉白给我放亲书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他老娘？我说你们林家是怎么教导女儿的？出嫁从夫这个简单道理一点都不懂吗？受了一点委屈就带着嫁妆跑回娘家，这到底是出来给人家做媳妇的还是做祖宗的？婉婉在侯府受了什么委屈啊？感情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只听到了这句？我关心我女儿，这有什么不对吗？哼，我看那林婉意就是被你们林家人给宠坏了，才在侯府无法无天的。敢问沈大夫人，我在侯府怎么就无法无天了？林婉意走进来后，林家人的眼睛都亮了。林氏，你可是我侯府的媳妇儿，怎么说跑就跑了？还带着这么多东西，说好听的是嫁妆，说不好听的，万一里面有我侯府的财物呢？既然知道自己说话不好听，那就闭嘴啊！你竟然如此跟长辈说话！
您算什么正经的长辈？从我嫁入侯府后，你有当我是晚辈来疼爱吗？至于你刚才有一句话，我要更正一下，我已经不是你们侯府的媳妇了。什么？玉白已经休了你？我跟沈玉白是正儿八经的和离，放妻书、迁移户籍等手续全部都办妥帖了。我不信。不信你就回去问问沈玉白啊。至于我带回来的东西，沈三夫人都让人确认过了，全部都是我的嫁妆。来人，送客。突然看到林婉意手中的放妻书跟相关手续，他想都没想，立刻扑了过来。婉婉小心！但林婉意的动作更快，她不止一个闪躲，甚至还在两人擦肩而过瞬间，用银针扎中对方几处穴位，等到再受到巨大刺激的时候，就可以彻底崩溃。燕子派来的那些粗壮婆子，哪里管你什么侯府不侯府夫人呢？全部都拎着脖领，就跟拎小鸡子似的，一个个丢了出去。林婉意，你竟然这样对我，玉白肯定不会原谅你的。他不原谅我，哼，我还不原谅他呢。想知道我为何会和沈世子和离吗？其一，侯府一直待我不公，我刚嫁过去，他们就让沈世子娶平妻。其二，他们还试图谋我嫁妆，用赝品替换掉我的嫁妆，拿去典当行卖了。其三，我过府不足3个月，沈世子就纳了3个妾室，后来还在外面养了外室。沈世子身份尊贵，只不过多找几个女人有什么问题？说得对，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大问题在后面，沈世子的一个妾室试图放火烧死我，结果这件事情证据确凿，侯府包括沈玉白竟然选择包庇了那个妾室。我看那沈世子啊，也是一个卑劣小人呐。没想到沈世子如此花心呐。对了，沈夫人，刚才我去官府办理文书的时候，顺便报了一个官。如今官府的人应该是去侯府抓那个纵火者了，你还不回家看看吗？这些都清点好了，都锁到隔壁的小库房中，然后把钥匙给大姑娘送过去。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好东西全都是林婉意的，难道不应该充公收回总库房中吗？好像这一切都跟李姑娘无关吧？跟我无关？那总跟我表姐有关系吧？怎么，你一个下人还打算越过主子圈？哼，这是少奶奶的意思吗？当然啦，怎么，你敢违抗我表姐的命令吗？可我接到的是夫人的命令。担心李云捣乱，所以林辉直接在那盯着，见所有东西都入库后，然后亲自拿着钥匙去给林婉意送去，气得李云直跺脚。林辉来到林婉意的院子，把钥匙给她后，忍不住低声说了李云这件事。嫂子绝对不会管这件事。哼，到底是谁给李云的勇气？怎么着，这林家还得她来做主了？李姑娘颐指气使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二少爷院中有一个小丫鬟，就是被李云给骂得差点闹自杀，后来还是老太太出面把这件事给解决了。看来以后得让怀瑾娶一个性子泼辣并且品行好的姑娘了。大姑娘这意思，以后还打算嫁人？林伯，现在大嫂在何处？少奶奶刚才被人叫到夫人那儿了，如果现在没回来，可能还在夫人院中。那李云呢？李姑娘刚才在库房附近，后来要到二少爷下学的时间了，她就去二少爷院子那边了。本来想给大嫂面子，姑且让李云在林家待着，如今看来这小姑娘心大着呢，指不定都想要做林家的主了。万一哪天怀瑾不小心着了她的道，两人不得不成亲怎么办？林婉意冷着脸就朝弟弟怀瑾的院子走去，正好半路上看到了刚下学归来的怀瑾，被李云纠缠着。怀瑾，你回来啦？怎么样？今天读书累吗？长姐，急什么呀？长姐就在这里，又不会跑。可你每次回来都是来匆匆去匆匆的。
怀瑾，你还不知道吧？你长姐被侯府给休了。林怀瑾顿时愣住了。李三姑娘，你是不是耳朵不好用啊？我跟那沈玉白是和离，如果你连和离跟休妻都分不清楚，那我建议你回去好好的跟人学一下，以免出来丢人现眼。侯府可是高门，好端端的怎会跟你和离啊？肯定是你做了什么错事，然后被休了。哼，原来李三姑娘这样见不得我好啊！既然这样，那我林府不欢迎你，请离开吧。你凭什么赶我走啊？怀瑾，你看你长姐，她竟然赶我走。你不见得我长姐好，赶你走那不是应该的吗？李云，我忍你很久了，你不要总在我面前晃悠行不行啊？你们林家欺人太甚！他捂着眼哭着就往回跑。林婉意喊来了昭妍，你带着婆子去那边的院子看着，盯着李云让他走。如果我嫂嫂回来了，你就跟她说是我要赶走李云的，稍后我会去跟嫂嫂请罪。是，不是长姐赶他走？昭妍，你就告诉大嫂，是我赶他走的。是李云对小姐跟少爷都出言不逊，才惹恼你们的。去吧。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给燕都督送回去。小姐，您也知道奴婢是听命于都督的，如果您不想要，等到下次见到他之后，您直接跟都督说呗。林婉意嘴角抽了抽，之前都督是担心我回侯府有危险，才派你来我身边保护我的。如今我回到了林家，也就没有危险了，那你回都督府吧。小姐，奴婢不回去。如果您真的是厌烦了奴婢，还请到时候等跟都督见面的时候直接跟他说。又来这一套。如果您这样把奴婢赶回去，都督会责罚奴婢的。好了好了，低起留下。今天你也累坏了，你回房去休息吧。奴婢告退。看着这丫头撒丫子就跑的背影，林婉意无奈一笑。要不等下次再见到燕子的时候，跟她说把这个丫头彻底要过来。许是回到家中后，林婉意有了安全感，又成功跟沈玉白和离，整个人放松的不得了。而她自己调制的这种泡澡药粉更是有舒缓的功效，所以不知不觉间她竟然沉沉睡去了。就在林婉意的嘴角马上要触碰到木桶中水的时候，突然一双精瘦白皙的手将她直接从木桶之中捞了上来。林婉意太累了，根本没醒过来。水雾缭绕的浴室传来一声宠溺叹息，下一刻，男人用干爽的袍子将林婉意打横抱起来，走向床榻。他温柔地用细葛布给林婉意擦拭绵长的发，等到擦干头发后，还细心地帮她按了按头顶的几处穴位。迷迷糊糊的林婉意被按得舒服了，她还没醒过来就嘟囔了一句：尹俏，你今日这手劲有点大啊，不过刚刚好，之前都跟弹棉花似的，什么呀？听着她小女儿似的娇憨，男人嘴角微弯，到底没有忍住，俯身亲了亲那可口的唇瓣。今晚中秋宫宴上的美酒佳肴虽然不错，但却远不及这10000分之一。哎，婉婉还没有歇着吧？你去通报一下，说我跟他大哥夏之归来，想要看看他。啊，这可怎么办呢？都督还在里面呢。老爷大少爷，小姐已经歇下了。啊，这么早婉婉就歇着了？莫非是身子哪里不适？我们林家呀，最不缺的就是大夫啊。小姐没有生病，就是累极了。之前在侯府都是紧绷着，如今回到自己家，忽然放松下来，就泄了力了。啊，那我们先回去了，你们好好照顾着婉婉。是，这是奴婢们应该做的。父子俩只好离开这里，各回各院子。而这边，林婉意听到外边细碎的说话声，辗转睁开眼，人还没有彻底清醒，
却蓦然望进了一双深如寒潭的眸子。都督，是我。这里不是我家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听着他软糯的声音，跟平时收拾人的时候一点都不一样，而此时他却像是刚睡醒的小兔子一样，让人很想揉一揉，捏一捏。这里可是林家。怎么可以在侯府做，但却不可以在林家做？你这是有多恨侯府的人，多恨沈玉白？我的确恨他们。我将沈玉白与静宁郡主的事情告诉了陛下。那他们2个人的婚事应该将近了吧？不会，因为静宁郡主并不想嫁给沈玉白。林婉意皱眉，静宁郡主不是都已经跟沈玉白暗度陈仓了吗？白天还去了侯府。如果她不嫁沈玉白，那要嫁给谁？婉婉，我们都暗度陈仓好几次了，那你何时嫁我？都督，我们现在说的是静宁郡主跟沈玉白。我想过去查自己到底是不是荣成王的女儿。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也打算在他们俩成亲之后再跟荣成王相认。我家婉婉可真坏呀！你这是打算让那沈玉白后悔？他那人把自己跟侯府的前途看得高于一切，知道后吐个几口血都不奇怪。他那人把自己跟侯府的前途看得高于一切，知道后吐个几口血都不奇怪。而且那金陵郡主当初让人害我，这笔账我还没有跟他算。燕慈爱极了林婉意这副算计人报复人的小模样，又美又坏，跟他特别般配。如果婉婉想，我定然会想办法让他们俩成亲。那我是不是又欠了你什么？哦，对了，燕都督，那个庄子你还是收回去吧，礼物太贵重，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来还你了。如果没有东西偿还，那就拿自己抵债。都这样那样多少次了，还拿自己抵什么债啊？林婉意感觉脸颊微烫，可即便如此也没有推开他。可能是已经适应了燕慈的触碰跟亲吻，也可能是今日终于顺利和离开侯府，他心情正好，心头多少存了一些放纵意味。而感觉得到林婉意十分稀有的主动，黑暗中燕慈的眸底泛着明亮的光泽，宛若潜伏的野兽遇到了势均力敌的猎物，一夜荒唐。林婉意第2日醒来的时候，身边再次空空如也，好端端的威震整个京城的9000岁，竟是成了采花贼，谁能信啊？林婉意身体酸痛难忍，脖子上还有几处红痕，待会儿要去跟父母家人们叙话，所以他赶紧用自己特制的胭脂水粉将脖梗上的红痕都给遮挡住了。哼，他竟然为了娶那静宁郡主才和你和离的。父亲不要生气，不管如何，婉婉回来了比什么都要好，而且是和离。如果婉婉是被侯府休了的话，那么祖老那边也会有微词，后续麻烦事情更多。说的也是，这段时间婉婉你辛苦了，就在家中好好歇息。是。林婉意说完后，目光转过去，落在一直不说话的大嫂林小夫人身上。大嫂，李云的事情，婉婉，我已经都知道了。这件事你做得对，小云她实在是有点过了。不过，你也不要生她的气，行吗？林小夫人虽然性子弱，但分是非，她有的时候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如何对人。嫂子，李云不适合怀瑾，等以后你有机会跟他说个明白吧，这也不影响我们跟你娘家的关系。啊，母亲已经跟我说过了。哎呀，什么呀，可别把我跟那个李云摆在一起，他好烦的，我可不喜欢他那种的。林怀瑾听得眨了眨眼，看着跟炸毛的猫似的他，众人都笑了起来。那咱们小瑾以后想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夫人呢？像长姐这样的，
要明事理，还要厉害一些的。你就直接说长姐我泼辣就行了。泼辣有什么不好啊？如果不厉害点，肯定是会被人欺负的。这次你能够顺利的离开侯府，都是你自己的功劳。我们家人什么都没有帮。清俊少年说着说着就红了眼。林家其他人心中也不是滋味，可事实就摆在眼前，不管是家世还是性子，他们林家就都不太行，太软了。林夫人都愧疚地红了眼。傻小子，怎么没帮上呢？如果是其他人家的合力辈修女，回来后都被家人厌弃，而你们非但没有厌弃我，还盼着我回来，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了。我不会一直在家中，过段时间我就会搬出去。什么？婉婉，是不是哪个人嚼了舌根，才让你有搬出去的想法呀？你说，母亲替你打他。婉婉，小云说的话你不用挂在心上，她又不是咱们林家人。就是啊，长姐，你好端端的搬出去干嘛呀？我打算在城中开一家女子医馆，地方已经选好了。你们放心吧，我虽然大部分时间会住在医馆的后院中，但过段时间就会回家。这样极好。其实从小到大呀，你学医术比你兄长还要快，而且开女子医馆也会避免许多个麻烦，还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这是做善事啊。今日正好休沐，我随你去那选好的医馆看看。我也去。道长，怎么样了？邪祟就在此处。什么？这里可是那林婉意的住处啊！难道那林婉意就是邪祟？道长，那您的意思是，那邪祟跟这院子的主人有关系？那道人又神神秘秘地掐指一算，是他招惹了邪祟才会如此，连带着也影响了侯府的运势。这人已经离开了侯府，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他走了，灾厄依旧留在侯府。那如何才能破解我们侯府的灾厄呀？很简单，只要将这处院子的主人取办完血，拿来给我做法，摆上祭坛749天，即可解除侯府的灾厄。要怎么才能够跟林婉意要办完血来呢？江氏听后犯了难，他思来想去也不想做这个恶人，所以就先安顿好了那道人，打算等晚上沈侯爷下旨的时候跟他说。至于怎么取血，让大房他们烦恼去。沈静柔身边的贴身侍女香柳听到这些后，偷偷摸摸地回到院子里，把这一切告诉了他。四姑娘，难道咱们侯府的灾厄真的是大奶奶给带来的？哼，开玩笑，怎么会是大嫂带来的？明明每一件事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别的不说，就碧玉阁那2个姨娘的死，哪一个是被大嫂害死的？说起来，可都是死于世子之手。更不要说祖母沈老太太的死，也跟大房有着直接的关系。你偷偷去趟林府，别让人发现，去把这件事告诉大嫂。啊，是。母亲，我受过合力之后，再也不会嫁人了，这件事情也就不用再提。这女子不嫁人，一个人要多艰辛啊！林夫人有点委屈地点了点头，但心中还是心疼女儿。就在这个时候，紫苏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紫苏姐姐，你不是今天要泡在厨房里吗？怎么舍得也过来了？出事了，小姐！那侯府请了一个道人去做法，那道人说是你给侯府带来了邪祟，
现在说要用你身上的半碗血做法，7749天才能够除掉侯府的灾厄。他们怕是马上就要过来找你要血了。他们怕是马上就要过来找你要血了。哼，他们欺人太甚了。他们家弯弯被欺负得这样惨，他们还没有说什么，对方竟然还想要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给按到弯弯头上。哎，阿父，你们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那弯弯，这几日你都住在家中吧，我看他们还敢来林府闹事。其实之前侯府的人已经来府上闹过事儿了，是被弯弯给赶走了的。林雨之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他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庇护不了。哼，之前我给一些大人们看过病，我去找他们写折子，去弹劾沈侯爷去。阿父，不用这样，比起权势，我们根本比不过侯府。这样，今晚我就歇在这里了，而且我找了一些武功极高的护院，侯府的人过来，我就让他们打出去。我一介女流，他们想必也不敢做什么。不行，弯弯，我们怎么能什么都不做，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欺负？林婉意叹了一口气，她其实能够感觉得到家人们的无力，但倒也是真心对自己好。要不然这样吧，明日阿父跟阿兄去了太医院之后，就各种哭可怜卖惨吧，把我说的越凄惨越好。好，弯弯，我们这就按你说的去做。可你今晚真的不回去了吗？不回去了。昭妍，你带人回去一趟，把我经常用的一些东西搬来。是。这边林婉意在送走家人后坐下来，微微拧眉。莫非那个道士有2把刷子，都能够算出来我是重生之人？血当然是肯定不会放的，但重生这种秘密，林婉意打算自己这辈子带进棺材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毕竟如果被人知道了，那他可是会被当成妖孽烧死的。所以如果那个道士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在他把这件秘密告诉其他人之前，林婉意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人除掉。另外他没有料四姑娘倒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也算是对方的投名状了。不得不说，侯府那样乌烟瘴气的地方，竟然还逮逐出好笋。你拿着银子去镖局雇几个武功高强的人来，说让他们暂时帮忙看护医馆。是。啊，瑶光姑娘，你怎么来了？那些都是男的，我能够贴身保护。林婉意愣了愣，才明白对方说的贴身保护对象应该是他。啊，已经有符灵了，不用再麻烦你了。符灵没我厉害。啊，行啊，咱们比试比试，18般武器随便你选，行不行？刚巧符灵从外边回来，听到这句话后，他顿时就炸毛了。瑶光冷冷地看着他，理都不理，更是把符灵差点气成河豚。哎，你们自己比试多没意思啊！这样吧，侯府的人如果真的上门来闹事，到时候看你们俩谁揍到侯府的人多，谁就更厉害一些，如何？俩丫头听完，顿时眼睛都灼灼发光，很显然极喜欢这个比试方法。雨白，那林婉意之前是你的夫人，所以这件事儿啊，就由你去做吧。半碗血，那个道士到底可不可信？哼，如果认为我请来的道士不可信，那你就再去请个可信的回来。雨白，不是我说你，这半年来侯府发生的一桩桩事情，不都是你们大房的事情吗？你敢说你祖母的死跟大房没有关系？够了！沈侯爷轻喝一声，打断了姜氏的话。他们可以承认之前娶的儿媳妇儿给侯府带来了灾厄，但绝对不可以承认母亲沈夫人是被他们大房给气死的。玉白，这件事就由你去做，
明日就去林府，去跟林婉意要半碗血。可是父亲，没什么可是，不就是半碗血吗？又不是要了他的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散了吧。沈侯爷最先拂袖而去。弯弯今日特意让人邀我前来，只是下棋吗？自然不是，都督，我打算在这里开一家医馆。然后呢？然后想让都督帮忙赐个名字。哦。两人正说着话，楼下突然传来吵闹声。沈世子来了。知道了。林婉意微微点头，面不改色，落下一颗白子。这个医馆能够开起来，多亏了都督大人，让都督大人给赐个名字，情理之中。燕慈垂眸，看了看自己的黑子，竟然不知不觉被白子给围了起来。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玩味。还是第一次有人让本都督给医馆赐名字。罢了，既然你如此诚心，本都督定然要认真想个名字了。多谢都督。这次用不用本都督去打发他走？这次你我不是在榻上，你也不用忌惮太多吧。明明说着正事，这人怎么又扯到榻上去了？都督在这里先想想名字吧，我自己下楼去处理就行。倘若您下楼了，那沈玉白肯定就被吓跑了，我就没机会让人揍他了。总算是明白为何弯弯让福灵去找会武功的人做护院了，原来是要揍那沈玉白。哼，想想也是，这小姑娘收拾沈玉白跟侯府的人向来不手软，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那好，夫人自己去处理吧。燕慈眼底沁着宠溺的光芒，左不过有他在背后护着兜底，林婉意想去做什么便做什么。至于那个怂恿侯府要给弯弯放血的道士，在林婉意下楼后，天机从窗户那儿跳了进来，跪在燕慈跟前拱手。主子，那个叫李明的道士已经查清楚了，他前几日同静宁郡主接触过。静宁郡主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却要杀了弯弯，而弯弯暂时不想跟荣城王府认亲，得让静宁郡主先跟沈玉白成亲。有意思呀，可以让黎洛熙跟沈玉白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布满京城了。是，主子。沈世子，来我医馆有何事？沈玉白拿着茶盏的手一顿，立刻看了过来。他本以为跟自己和离后，林婉意定然依人憔悴，他正好可以好生安抚安慰一下，趁着林婉意心软之际，就可以提出那半碗血的要求。可眼前的林婉意却好似换了一个人似的，更加明艳照人，那气势竟然比那些娇蛮金贵的公主郡主们还要强。沈玉白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如果世子没事，那就请离开吧，我这里不招待男病人。沈玉白听到逐客令，这才如梦初醒。你还真的开了一家医馆。弯弯，我知道和离后你日子不好过，但你不用这样抛头露面。倘若林家养不起你，我可以继续养你的。好，你怎么养我啊？沈玉白，你该不是让我去做你的外室吧？不管如何，都比你这样抛头露面强。谁家正经女人这样做？弯弯，看在咱们昔日情分上，我绝对不会见你这样堕落下去的。沈玉白，你没事吧？我开医馆开得好好的，怎么就堕落了？如果你今天上门来是来说教的话，那恕不奉陪。来人，送客。眼看着几个魁梧的家丁走了过来，沈玉白倒也急了，他终于想起来侯府的事情。弯弯，我上门是想找你帮个忙的。呵呵，终于愿意说目的了吗？林婉意示意那些家丁后退。哦，我能够帮到世子什么忙啊？看在往日情分上，你给我半碗血吧，事关侯府，而我们又是夫妻一场。沈玉白，你是不是有病啊？今日要我血，明日是不是就要我的命？我之前在侯府，你怎么欺辱我也都罢了，如今我们已经和离，你竟还欺上门来！来人，给我将这欺人太甚的混账打出去！沈玉白都愣了，
明明前一刻林婉意还一直和颜悦色，怎么听到他要血，顿时就变了一个人似的。没等他反应过来，迎头就是一个巨大的拳头，砸得他眼冒金星。林婉意悠闲地看着几个魁梧大汉轻松地将沈玉白以及他带来的人拳打脚踢地赶了出去。呸！爽极了！如果能够亲自踹上几脚，那就更爽了。刚才忘提醒他们了，可别打他下边啊，不然那药连暂时的用处都没有了呢。小姐，这样将人打出去，会不会引来侯府的报复呀？必然会的，而且他们还对我的血贼心不死呢。不出意外的话，今晚他们还会上门来取血。什么？林婉意却早有准备，除了雇来的那些壮汉家丁外，他之前做了那么多毒药，终于也派上用场了。我放在书房中写好的那些话本，你想办法交给整个京城听众最多的说书人。哎，是，这不巧了吗？小姐跟都督都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就叫……夫人，怎么了？可是为了沈玉白伤心？伤心什么？只不过是遗憾我没有亲自踹上几脚罢了。哎，只是我好生奇怪，郑家小少爷办满月酒，为何给我发帖子？我们并无往来啊。邀请你就去，到时候把福临或者瑶光带上。你的医馆马上就要开张，正好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郑家可是2品大员之家，老牌勋贵，还不站队，在京城之中人脉颇广。林婉意点点头，正合他意。刚才沈玉白认为我开医馆抛头露面，有失体统，十分丢人。那燕都督认为呢？我认为他心瞎。好，听过说人眼瞎的，这怎么还心瞎了？能不心瞎吗？错过了这样好的弯弯，活该他懊悔一辈子。这不是大忙人吗？怎么感觉他每天都很闲？不知不觉已经日落西山，燕慈却还没有要走的迹象。他委婉地下了逐客令：燕都督，如今到了用晚膳的时候了，你帮了我许多，本应该备下酒菜款待你的，只是这2日我搬来的匆忙，这里没有什么吃食。不是，清粥小菜就行。你不走？燕慈突然靠近，林婉意下意识地后退2步，后背直接抵在墙上。今晚那么好看的戏，怎么弯弯不邀请本都督一起看吗？你是说晚上侯府会来人的事？瓮中捉鳖一定很有趣。还有，燕慈贴近林婉意，靠得极近，2个人的身体都贴在了一起，他的嘴角都碰触到了林婉意的耳朵。婉婉，我之前送你的那些小玩具都搬来了吗？什么东西啊？我不记得了，这几日搬家东西凌乱得很。不用小玩具也行，毕竟弯弯欠了我那么多次了，先用其他的姿势。燕慈伸手帮他理了理凌乱的发丝，饶是已经跟这人亲密接触了，可听到他的话，林婉意还是瞬间爆红了脸。好在这个时候，外边传来紫苏的敲门声。小姐，厨房我已经带人收拾好了，您如果饿了的话，我现在就开始做晚膳。你去做吧，多做一些，都督大人也会留下来用晚膳。是。等到脚步声远了，林婉意正想着怎么推开这人，突然听到燕慈开口问：弯弯怎么不问我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那燕都督喜欢吃什么，可有忌口？林婉意眨了眨眼，回答的从善如流。燕慈直接将林婉意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表情十分愉悦。百事禁忌，却为弯弯耳。百事禁忌，却为弯弯耳。林婉意揪着燕慈的衣领，别无他法，只好低声央求：都督，等天黑了的吧，行吗？那些玩具呢？都是带了的。那好，就用晚膳的，
总不能让夫人饿肚子，不是吗？等到对方终于大发慈悲地放开自己，林婉意感觉腿竟然还是软的，她有点无语。结果抬起头，发现始作俑者已经淡然地给两人倒了茶水。侯府找来的那个道士是静宁郡主的人，婉婉，你应该就是荣成王丢失的独女。静宁郡主如此想要除掉你，她应该也是知道了你的身份。这人前一刻可以那样禽兽，眨眼间就变得无比正经，如此自由切换，林婉意真是自愧不如。其实荣成王的真正女儿找回去，可能会得到荣成王夫妇俩的宠爱，但其实对养女身份的静宁郡主影响不是那么巨大。除非我当年丢了的事情跟静宁郡主有关系。我家弯弯真聪明，只不过静宁郡主当年也年幼，而且当年相关的许多人荣成王都调查过，没有丝毫线索。林婉意的心也跟着沉了下来。荣成王夫妇俩那样爱孩子，能力人脉又很大，都没查出什么真相，想必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线索都没了，更不好查了。不，肯定还有办法，除非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只要他们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个痕迹可能是物证，也可能是在人心底留下痕迹。燕慈用赞赏的眼神看着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我想到了，是不是那个静宁郡主身边跟着一个叫做兰姨的人？我记得你说过，她其实是静宁郡主的亲生母亲。静宁郡主当年年龄是小，可那个兰姨的年纪并不小了。如果她也参与了此事，只要想办法接近她，就有机会从她口中撬出当年事情的真相。我家弯弯就是聪明。我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燕都督很聪明，这些事情肯定都是想明白了。我也不过是在你的引导之下才得出这个结论。不，这件事其实很适合你去做。过几日不是郑家小少爷的百日宴吗？对，那个时候静宁郡主肯定会去，而据说那个兰姨跟他寸步不离。林婉意顿时眼睛一亮。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侍女的敲门声，说是晚膳准备好了。燕慈走过来，牵起她柔弱无骨的小手。好了，婉婉，先下去用膳吧，你晚上可得吃饱一些，我担心你到时候没力气。好了，婉婉，先下去用膳吧，你晚上可得吃饱一些，我担心你到时候没力气。燕都督，你是怎么做到的？前一刻我们还在说正事，下一刻就开始说这些露骨的话。不过林婉意还真的饿了，两人下了楼前往饭厅，突然身后传来了喧闹声。听说林大姑娘开了一家医馆，李某特意协理来庆贺。燕慈，你怎么在这里？黎苍得知林大姑娘跟沈玉白和离后，简直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抱着一大坛上好女儿红，非拉着二哥李锦一起喝，结果因说不出缘由，被李锦一脚踹了出来。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黎苍都想好了，那林大姑娘懂医术，人漂亮又聪明，还像她母亲，简直完美极了。所以在他没有得到林大姑娘的芳心之前，是万不能让二哥知道她的存在。没办法，毕竟二哥的心眼子太多了，而且二哥也没媳妇儿。万一到时候二哥跟他抢林大姑娘，那怎么办？燕慈眼神凉凉地扫过他。我为何不能在这里？你……哦，对了，你好像说过他是你的人。难道我跟燕慈的关系，这人也知道了？他是谁？你不记得我了？黎苍好像是被这一箭射中心窝似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可怜兮兮的。我没见过你。你怎么没见过？我们上次在他突然哑了。婉婉，他是荣成王的三公子，姓黎名苍，很早入了兵营，现在人称一声黎小将军。他今年多大？我20有1了，还未曾婚配。
林婉意被突然激动的黎苍给吓了一跳。燕慈看着不知不觉间自己跟林婉意松开的手，眼底沁着浓浓的不悦。婉婉，我们先去用膳。好，那他……你们也没用晚膳呢呀，正好我也没……不知道为何黎苍后半句话突然就哽住了。黎苍吞了一口唾沫，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说吃了还是没吃。李小将军，你暂且在这里先坐着喝杯茶，等我们用完膳再说。是，行。这边林婉意跟着燕慈转过身去了饭厅。都督，为什么李小将军会来？我又不认识他，看样子你跟他很熟悉。你还记得你在皇宫之中遇到的那个刺客吗？什么？刺杀皇帝？荣成王府？捏着汤匙的林婉意一时间心头五味杂陈。不用担心，不到谋反那个地步。这里的事情比较复杂，不过眼下对你影响不到。那如果我跟荣成王府相认后，有我在，即使你跟他们相认了，也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你。林婉意看着燕慈深邃的眸子，里面好像有一个致命漩涡，仿佛要把他给溺毙其中似的。他别过头，轻咳一声：“那个徐徐图之就好了。都督，我们先用膳吧。”好。两人用完晚膳，回到前面花厅中的时候，黎苍还在那儿百无聊赖的左看看右看看。林大姑娘，你还没有看我给你带来的贺礼吧？都在这里，你快看看喜不喜欢？李将军，我们又不太熟悉，贺礼就不必了吧？婉婉，先不要急着拒绝，那些都是药蛊的好东西。药蛊的东西？那边黎苍已经跟邀功似的，直接把自己让人搬来的几大箱子都掀开，里面各种各样的珍稀草药，还有各种医书善本。饶是林婉意看到后都忍不住心动了，可他没有立刻收下，而是先看向了燕慈。收下吧，这可是李小将军的一片心意。可是这东西太贵重了，就当是他这个兄长补给妹妹多年的礼物罢了。收下吧，这可是李小将军的一片心意。可是这东西太贵重了。燕慈突然靠过来，唇角几乎贴着他的耳朵。就当是他这个兄长补给妹妹多年的礼物罢了。黎苍看到这两人贴得这样近，感觉有点碍眼。他刚要说什么，那边林婉意却已经抬眼看向他。那就多谢李小将军了。不谢不谢。黎苍笑容灿烂，见林婉意收下贺礼，还十分高兴的模样，他那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了，高兴的完全忘记刚才燕慈的动作有多不合礼数。也或许是因为燕慈宦臣的身份，所以黎苍自己很快说服自己，甚至还朝燕慈投去了一抹感激的目光。贺礼也收了，话该说的也都说了，结果黎苍还处在这里。黎苍，如今夜已经深了，你还是快点离开吧，留在这里有损林大姑娘的归誉。你赶我走，那你为什么不离开？我与你不同。你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的确不同，他是宦臣呐。黎苍顿时气焰就消了。林大姑娘，我听说那沈玉白过来闹事，他没有吓到你吧？没有。那就好，那就好。这是我的令牌，也收好。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这段时间都会在京城，你直接派人去王府找我就行。林婉意接过那带着温度的玉牌，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如果荣成王府的3位公子知道我是他们的妹妹后，会如何呢？是会对我好一些，还是会更向着黎洛熙？如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荣成王府，是否会在兄长们的守护下长大？是否也就不会经历上一世的惨剧了呢？谢谢你，李小将军。说什么谢呀，都是应该的。黎苍说这句话的时候，
耳根微微泛红，但他也知道天都黑了，不好继续留下来，最后只好3步一回头，5步一顿足地离开了。看着他出门的时候险些绊倒，林婉意哭笑不得。他一扭头，结果发现燕慈的目光冷若冰霜。燕都督，弯弯很喜欢黎苍吗？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但可能是血缘的关系，那日在假山之中就对他有了一些熟悉感。哼，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抹熟悉感的话，当时就不是给他止血药，而是加他几针要害了。可是怎么办？黎苍好像喜欢上你了。啊？可是怎么办？黎苍好像喜欢上你了。啊？那你还让我收下他的贺礼？没事，反正他也娶不了你。时辰不早了，我们得抓紧点儿，不然待会儿侯府派的人就会来了。燕慈伸手牵起他的小手，林婉意一愣。抓紧什么？夫人抓紧时间还债。燕慈眸光深邃，嘴角沁着温柔的微笑，看着林婉意愣怔的模样，莫名可爱。好了，逗你的，你赶紧去睡一觉，待会儿可能半夜闹起来，你就睡不了了。其实林婉意都做好心理准备，今晚再次颠鸾倒凤了。可对方突然这样说，他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如释重负之中还有一点莫名，快速调整自己的情绪。都督说的对，我的确得去补个觉。今晚事情闹大了，我正好还可以去报官，怕是后半夜也不能睡了。那都督您呢？我当然也要补个觉。林婉意也不知道事情为何就变成了这样。简单沐浴清洗过了，两人竟然穿着中衣合衣而卧，怎么就好像是寻常夫妻过日子的模样了？怎么睡不着？在这漆黑的夜里，听到这种十分悦耳的声音，立刻让林婉意联想到之前这人意乱情迷时候燕慈说话时候的模样，性感撩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都督，我不想做你白月光的替身了。都督，我不想做你白月光的替身了。我知道你帮了我许多忙，我也不是无用之人。除了床榻之外，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报答你这段时间的恩情。他终于说了出来，倒也不像想象中那样艰难。燕慈对他太好了，甚至在床榻之上每每都是先在意他的感受。他担心自己将来有一天真的会爱上燕慈，重活一世，他输不起了。谁说你是我白月光的替身了？最开始不是燕都督在见到我的时候说好似故人吗？后来我问过都督，你是不是不能娶那个故人，你也承认了啊。如果不是你的那个故人没了，你何必移情到我的身上？那个故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毕竟是十分匪夷所思。我的确是因为你像那个故人才开始注意你的，但我燕慈自始至终想要睡的人就只有你林婉意。林婉意的眸子猛然一缩，被这句话震惊得无以复加。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燕慈，伸手攥着燕慈的衣袂，微微用力。燕慈却好像来了气。弯弯竟然不信我，还这样胡思乱想，你说我该不该罚你？燕慈，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弯弯若想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而就在燕慈的吻落下来的瞬间，他们所在寝房的房门突然被人悄无声息地推开了。林婉意也听到了声响，她刚要动，但燕慈却搂着她的脖子，强迫让她继续微微抬着头。这个吻并没有停下来，甚至还愈吻愈深。林婉意都震惊了，两人已经在许多地方欢好过，多刺激的地方都选过，甚至还有几次一门之隔外都有沈玉白，但那好歹都有遮挡着呀。可这次情况不同，此时只有一道床围轻纱，而那些人已经进来了。悉悉嗦嗦的细密脚步声，
那证明至少来了3、4个人。林婉意不能发出声音，担心打草惊蛇，忍不住抓了一把燕慈的后背，结果对方竟然愈发猛烈了。林婉意竭尽全力才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但舌根发麻，脚趾忍不住蜷曲了起来，眼角也溢出了晶莹泪珠。大骗子，说好了今晚只是补觉来着。大骗子，说好了今晚只是补觉来着。就在那几个鬼祟人影刚来到外隔间的时候，其中一人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咚的一声，直挺挺地砸在了地上，立刻朝里面的床榻冲了过来。可没走2步，那2个人瞬间应声倒地，了无声息。啊！鬼啊！结果他没跑几步，就被福林带着一群人团团围住。福林举着灯笼，笑眯眯地问：你要去哪里啊？那人见不好，就要硬冲，刚飞跃到屋顶上，还没站稳，就被天机一脚踹了下来。与此同时，护卫将外边守着接应的2个人也捆成粽子丢在地上。不一会儿，屋内放倒的3个人也被福林跟瑶光拽着脚从林婉意的寝房中拖了出去。全程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前进来的6个人都被捆得整整齐齐。林婉意此时眼尾泛红，在燕慈怀中微微喘息，拧眉瞪着他：你就不担心他们走到里面来看到我们吗？走不进来，弯弯你不是在门口地上都放满了毒药吗？更不要说还有那设计好的机关弩箭。那倘若他们的武功高一些，躲过了这些，直接冲进来呢？如果他们敢看到弯弯此时的娇颜，那我就先挖了他们的眼睛，给弯弯踩着玩，剩下的剁了喂狗。好了，人应该已经抓到了，你快点起来。等一下，你衣裳得穿妥帖了。燕慈不急不缓地拿了帕子，进了温水后，小心翼翼地擦掉林婉意身上的香汗，又拿来了干爽的衣裳，帮她一层一层地穿上。那动作太慢，太温柔，让林婉意忍不住想起来这人做内事的时候，时而猛烈，时而也会这般温柔的，好像要溺死人。不用着急，外面福灵他们会处理好，而且你现在脸上的红晕实在是太美。林婉意再次无语。燕慈帮林婉意收拾妥帖后，这才慢悠悠地穿衣裳。嘟嘟，你好像很喜欢给我穿衣裳。不，我更喜欢替婉婉更衣。林婉意脸颊上的温度好不容易退了一些，再次升了上来。她发现在房中之事话题上，她永远都不是燕慈的对手。2人是半炷香的时辰后才来到院子中央的。林婉意看着几个被捆成粽子似的人，这些人都昏迷着。福灵立刻迎了上来：小姐，要如何处置他们？小姐，要如何处置他们？分开审问，你们用什么办法都行。审问好，让他们在供词上签字画押，等天一亮，所有人连带着他们的供词一起送到京兆尹府上去。审问这件事交给我们就好了。小姐您都不知道，这几个人可菜了，侯府那么大门楣，竟然只找来这么几个蠢货。福灵跟瑶光还有天机利落的每人分了2个去审问了。他们都督府的人审讯人可有经验了呢。林婉意站在院子之中，夜风袭来，感觉这秋夜瑟瑟。京兆尹柴康是一个老滑头，你直接送人跟供词过去，恐怕对方只会先应付你。林婉意扭头看着燕慈，对方好像是期待着他说什么，比如你可以求我。我先去京兆尹只是报案，而这个报案也只是第一步。这2日我有专门根据沈玉白跟金陵君主的事情写了一份内容十分香艳的话本，让说书人说遍整个京城。哦对了，还有我让我父兄他们这几日也各种哭委屈，想必已经在许多达官贵人甚至是陛下的心中也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所以明日朝堂之上，到时候所有的舆论都会指向沈玉白跟侯府。就算是陛下想要给七皇子脸面，不严惩侯府，但也绝对不会放过。燕慈爱极了他这副运筹帷幄的小模样，一步一步都在掌握之中。你就不担心这样一来，那静宁郡主跟沈玉白没有办法成亲了？静宁郡主都这样声名狼藉了，其他那些贵公子还要娶她？对，因为他们都贪恋她背后荣成王府的势力。没事，如果他们不能顺利成亲，那么我就用最后一个法子推他们一把。不许让自己铤而走险，听到没有？他们不值得你这样做。可我恨他们。你或许认为我对他们的恨有一些过头了，可我就是这般睚眦必报，这般不依不饶的人。睚眦必报没什么不好啊，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人。文文，咱们可真配啊。他突然伸手将林婉意整个举了起来。不是燕子疯了，那么肯定就是我疯了吧？大人，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们没有想要杀人呐。燕慈浓稠的睫毛微抬，忽而一笑：不，你们想杀人？我……几个人还要辩解，而福林等人上去顿时一顿招呼，别说让他们承认杀人了，就让他们承认自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都可以啊。天刚蒙蒙亮，马车来到了京兆尹府。不用我陪你下去？柴康是你的人吗？倘若不是，你就不该牵扯进来，以免他会想我跟侯府的事情背后是否跟你有关联。燕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柴康不是我的人，但你是。这人的眼睛到底是怎么长的呢？怎么什么时候看全都是深情款款的模样，让人欲罢不能。他咬牙，突然凑过来亲了一下燕慈的眼睛。作为都督的属下，如果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那又怎么能行呢？相信我好了。林婉意说完后都不敢再去看燕慈第二眼，提裙就下了马车，带着人就进了京兆尹府。而燕慈坐在那儿，一手搭在眉心，那是林婉意刚亲过的地方，暖暖的，柔柔的，甜甜的。婉婉，你明明什么都知道，怎么就故意曲解我的意思呢？真是狡猾的小狐狸啊。这边林婉意一身白色裙装，她走到明远谷前，抡起巨大的鼓槌，用力地砸了起来。大人，您快点去给林家大姑娘主持公道吧，那侯府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呀。正在穿官服的柴康顿时吹了吹胡子。你让我主持公道，怎么着？是现在去抓沈侯爷，还是去抓那白世子啊？要不一起都抓来？哼，抓你个头！你不知道侯府是端妃的母族啊？而且这个时辰他们肯定都要上朝去了，本官也要上朝去的。哎呦，林大姑娘怎么办呢？那几个人都招了，倘若不是林大姑娘找了几个会武功的护院，她早就香消玉殒了呀。那这样，你先让他把供词跟人都留下，说这个案子等本府下朝之后再来审。至于他受到了惊吓，先回家好生安歇。可是，没有可是了。柴康说完这句话，换好官服，从府邸后门就去上朝去了。但刘和还是咬了咬牙，冲了上去，硬是把那些供词塞到了柴康手中。诸位爱卿，今日有何事禀告？启禀圣上，臣有事要奏。
臣要参大理寺司职沈玉白，宠妾灭妻，罔顾人伦，谋财害命。开口的是御史台王御史，晏慈站在首位，嘴角微微扬起。看来弯弯之前做的一系列事情的确发挥了效果。果不其然，王御史的话音刚落，立刻也有几个人站了出来，纷纷开始弹劾沈玉白，甚至把沈侯爷也给加上了。甚至其中一人讲出了现在京城各大茶楼之中最为津津乐道的琉璃传。各位大人，那都是坊间传言，并不可信啊！你们也说了，那只是话本而已啊！这样乱说，岂不是会毁了静宁郡主的归誉？沈玉白倒聪明，一句传言不可信，再来一句静宁郡主归誉不可毁，立刻就将自己给摘了出来，同时还把荣成王府的人给拉到了自己这边。因为今日早朝，荣成王府世子李锦、三公子黎苍也在大殿之上。虽然平时黎苍跟妹妹小溪也并不是太亲近，主要是他太矫情了，可眼下对方都打荣成王府的脸了，那势必不能忍。李锦却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表情，可把黎苍给憋屈坏了。王御史，你们御史台弹劾人的时候，难道都是根据话本来论罪吗？话本真伪暂且不论，那本官敢问沈世子，是否与你的发妻林氏和离了？沈玉白黑着脸，这一点无法否认，只好点了点头。那你宠妾灭妻，霸占正妻嫁妆，任凭家中妾室放火烧死正妻，这件事可有？当然没有。没有的话，那林氏为何跟你过不下去了？这是沈家的家事，又不违法。王大人，这就不适合在这朝堂之上说了吧？对方厚着脸皮死不承认，而皇帝陛下也一直没有发话。荣成王府那边也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形势陷入了焦灼状态。晏慈眯了眯眼，突然慢悠悠地整了整袖子。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是要开口了。晏慈，怎么这件事你也知道了？沈世子的家事臣不太了解，就是今日上朝的时候看到那林氏竟然敲了京兆尹府门口的鸣冤鼓。哦，柴康可有此事？回陛下，确有此事，可臣当时急着上朝，就暂时让下面的人去询问事情经过。晏慈不着痕迹地收回手，然后扭头看向黎苍。晏慈这厮看我干啥？今天一大早林大姑娘去告状，告了为何柴大人的肚子那儿圆鼓鼓的，好像塞了什么纸？莫非是状纸？柴大人，你口袋里面的状纸要掉出来了。莫非是那林大姑娘的状纸？柴大人，你口袋里面的状纸要掉出来了。莫非是那林大姑娘的状纸？的确是，只不过下官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看。呈上来。哎呀，哪个蠢货害我呀？柴康犹豫地看了沈侯爷他们一眼，颤抖着手把状纸递了上去，心中已经把属下刘和给骂死了。沈琦、沈玉白，你们可真胆大包天呐！在京城之中肆无忌惮杀人，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沈侯爷跟沈玉白顿时跪在地上，父子俩脸上都十分茫然。陛下，您说什么呀？我们怎么会杀人？就是啊，陛下，臣冤枉。晏慈，你来把状纸读给他们听。是，陛下。晏慈接过那状纸，用十分平静的声音读了起来。而他说完后，朝堂之上抽泣声骤起。哪怕是从来都不站队的大臣们，听到那字字体写的控诉，再联想到这几日以来林雨之跟林怀安父子俩忧伤惆怅心焦的模样，都十分愤怒。
沈家欺人太甚。沈侯爷彻底慌了，他连忙看向柴康。柴大人，这些都是那林家女诬告吧？她空口无凭的，怎能这样血口喷人？抱歉，侯爷，下官还没有开始审人证，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呢。有人证，看来就是那几个人被抓住了。那林婉意竟然还反咬一口，果然最毒妇人心。当初就不该让玉白跟他和离，就不该让他活着走出侯府。哦，该不是沈世子想要迎娶静宁郡主，所以才想要害死发妻吧？啊，枉费沈世子一直以君子自称啊，竟然会做出这等龌龊之事。沈玉白，想不到你就是这种人，我妹妹肯定不会嫁给你的。玉白，你快点解释，这里面都是误会啊！你都跟那林氏和离了，又怎么会去害他？啊，我没有害婉婉，我就只是让他给我办完喜而已。笑话，这状纸上说夜半时分有6个彪形大汉闯进闺房，幸而被人提前发现，不然结果不堪设想。沈玉白，你难道不知道半夜闯入女子闺房意味着什么吗？要写只是借口，你们就是想要彻底毁了那林家女吧？燕慈之前多次跟弯弯亲近，她定然是喜欢弯弯的，所以才会听说我要害死弯弯，这样生气。啊，都督，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弯弯。哦，你没有？那你父亲呢？沈玉白下意识地反驳，后知后觉地想到了什么，扭头去看他父亲。沈侯爷躲闪了他的目光，沈玉白的心一沉。燕慈，你去京兆尹督办此事，审理清楚明白。晚膳之前，朕要得到结果。退朝。臣遵旨。恭送陛下。1刻钟后，燕慈出宫门，刚上马车，下一刻黎苍就掀起帘子跳了上来。燕慈皱眉：你跟上来干什么？你们待会儿是不是还要传唤林大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沈玉白跟小溪到底怎么了？这家伙一连串问了一堆问号，燕慈不想理他。我二哥好像生气了。哦，倒是很少见，看来你们很在乎黎洛溪啊。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问题，这事关我们荣成王府的名誉啊！而且编造那个什么琉璃传的人也太恶心了。燕慈二话不说，一脚就把黎苍从马车上踹了下去。燕慈，你也太过分了！本将军的臀是能够随意踹的吗？黎苍骂骂咧咧地回到另外一辆马车上，很是郁闷。二哥，那燕慈的心眼子比你的还要多，什么都问不出来啊！不然这样，你先回府，我去京兆尹府看看。黎苍下意识地不想让二哥看到林婉意。李锦清俊的脸庞上浮现着淡淡的怒气。也好，我回去问问小溪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我的9000岁大人啊，您说今日这案子，下官该怎么审理呀？陛下今日生气了，所以这个案子柴大人如实审理就是了。可会不会得罪七皇子啊？你说七皇子在乎的是沈玉白，还是更在乎让沈玉白娶了那静宁郡主？燕慈看着柴康恍然大悟的模样，笑得如沐春风。我是不会让陛下生气，也不会让陛下左右为难的。柴大人只管秉公审理此案，至于沈家父子如何定罪，我会回去请示陛下。成。有了燕慈的兜底，柴康悬着的心终于放回肚子里。半刻钟后，升堂审理。婉婉，你没事吧？还有脸问我有没有事？林婉意扬手就想要甩一个耳光抽过去，但有条腿的动作比他更快，直接一脚将毫无防备的沈玉白给踹翻在地。本将军刚才在朝堂之上就想这么干了。林大姑娘，你没事吧？
戏精一场，幸而院中找的护院武功极高，将那6个坏人给抓住了。昨天晚上没走就好了，又少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燕慈见那黎苍十足碍眼，他转过头冷冷地看向柴康。柴大人，你还不准备升堂？怎么，你打算晚上进宫去陪陛下用晚膳吗？对，升堂，立刻升堂，带那6个犯人上来。而这个时候，沈侯爷姗姗来迟，他刚才去解手了，实际上也是想要将消息传出去，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买通的人刚出了京兆尹府，就被天机给敲晕拖走了。沈侯爷一进来，看到儿子沈玉白刚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他顿时大怒：柴康，你竟然对我儿动私刑！侯爷，你开玩笑呢吧？我还没开审，怎么会打沈世子啊？燕慈，不可能，也得罪不起。黎苍，荣城王府的怎么也来了？不过以后我儿还要娶静宁郡主，自然也得罪不得。沈侯爷，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把沈玉白给打趴下了的吧？说实话，我的确很想这么做来着，可惜被抢了先。是我踹的，怎么了？李小将军，你别生气，这里面有误会。等今日这件事解决了，我让玉白登门去给静宁郡主赔罪。哼，惹怒了我家年坏的二哥，别说是赔罪了，赔命都有可能。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毁了林姑娘的吗？您说林姑娘蛊惑世子，世子被她打了，还对她念念不忘，所以只要林姑娘以这种十分不堪的方式死去，世子就再也不会惦记她了。胡说八道，我何时说过这样的话？您说过呀，还千叮咛万嘱咐，这件事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一些，万不能让世子知道呢。荒谬！沈侯爷哪里肯承认这件事儿？他想着今日只要咬死了不承认，外边七皇子再帮着去陛下跟前说说好话，肯定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沈玉白听后却猛然抬起头，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阿父，你当真这样说过？我当然没有。玉白，你怎么信外人都不信你父亲？所以父亲是真的派人要去毁了婉婉啊！见沈侯爷拿眼睛瞪他，沈玉白沉默下来。他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每次心慌的时候就会眼睛瞪得很大，语气也越严肃。大人，我还有证据。那个冯老二竟然还摸出一张地契，上面还有沈侯爷按的红泥手印。沈侯爷一见那东西，差点背过气去，嘴角发抖。这不是我这次给你的酬劳，是上次我让你……不止这次，还有上次。不止这次，还有上次。沈侯爷，看来你让这几个地痞无赖做了不少坏事啊。就是，沈侯爷让我们不止做了这件坏事，还有许多其他坏事。大人，我们多招一些，这就可以从轻发落啊。那是当然。沈侯爷顿时急了，他扭头发现儿子却一副失魂落魄没用的模样，顿时急坏了。沈侯爷，你为何对我如此心狠手辣？我才嫁进侯府几个月，你们处处刁难，一次差点被山贼害死，一次差点被烧死，眼下我都跟沈玉白和离了，你们侯府却还是不肯放过我，到底是为何？你还问本侯？你这个扫把星，自从嫁进侯府，我们侯府就没有过好日子，难道不是你把灾厄带到了侯府吗？哼，我给你们侯府带来了灾厄，怎么不说我是倒了8辈子血霉嫁进了你们侯府？沈老太太是被你跟沈玉白气死的，沈玉白的3个妾室，2个死于他手，剩下1个也是被他逼疯了。沈大夫人脸上的伤是广宁公主给弄的，她如今缠绵病榻，也是被侯爷你的外甥跟孩子给气的。
林林种种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反过来诬陷我一个柔弱无辜的女人，你们侯府还要不要礼义廉耻？我家弯弯连撒谎都这么可爱。弯弯，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以为他们只是去找你取半碗血的，我不知道他们要辱你，要杀你啊！下一刻，在听到亲儿子推卸责任的话，顿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庶子，竟然这个时候光顾着把自己摘出去，而不管我这个父亲的死活了吗？林婉意泪眼婆娑的眼底闪过一抹金光。他之前给侯爷下的毒，如今有了怒火攻心这个药引子，那么等到他的就是病来如山倒。柴大人可以定案了吧？是。林大姑娘，你且先回医馆歇着，我得去找那个沈玉白问个明白，他到底跟我妹妹是怎么回事。倘若他们俩真的如画本上所说的两情相悦，想要在一起呢？怎么可能？小溪怎么会看上沈玉白那种伪君子？林大姑娘，你放心吧，我们荣城王府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他沈玉白休想借我们荣城王府的光。这个小哥人不错，但就是心眼不多的样子，不知道另外两位哥哥是否如他一样了。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写了那本琉璃传，如果让我抓住他，我肯定揍他一顿。林婉一听后俏脸一变，转身就走了。刚才看到黎藏在跟你说话，他说了什么？他说写琉璃传的人是混蛋。他说写琉璃传的人是混蛋。燕慈听后顿时有点忍俊不禁，不过最后也明白了，就黎苍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即使不是弯弯的亲哥哥，也不会得到弯弯的芳心。都督大人笑什么？我笑黎苍蠢，我家弯弯喜欢聪明的人，对吧？啊，这人是不是就差点直接点名自己了？还有，我什么时候成了他家的了？陛下应该指挥的沈家小惩大戒，并不会赶尽杀绝。我明白，我没指望因为这件事情就让侯府满门抄斩。没想到我家弯弯这样凶，竟然想要让侯府满门抄斩。正常人听到我这么说，难道不该说我心狠手辣吗？燕慈果然不是正常人。对，除了个别无辜之人，剩下那些不无辜的，我恨不得将他们挫骨扬灰。上一世林家人跟他的惨烈，林婉意死也不会忘记。我家弯弯果然随我。9000岁大人，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哎，我刚才试探过黎苍，他的意思是荣城王府可能不会把金陵郡主嫁给沈玉白了，这可怎么办啊？最迟明日赐婚圣旨就会到2个府上，弯弯可信我？我自然是信都督的，只是我要过多久才能像都督这样厉害？我家弯弯已经很厉害了，做了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好了，回去沐浴更衣，晚上等我。老七，你认为应该如何判罚沈琦跟沈玉白？父皇，儿臣以为这件事虽然恶劣，但幸而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麻烦，只要小惩大戒足矣。哼，七哥，你可真有意思啊！这还没有引起大麻烦？再说了，这沈玉白为何急着弄死那林氏啊？该不会真为了要娶静宁郡主吧？好了，你们都退下去吧，这件事儿朕要想一想。对了，燕慈留下。是。七皇子一脸心事重重，九皇子一脸幸灾乐祸，而柴康则是松了一口气。你认为朕该如何罚沈家父子俩？小惩大戒。不要糊弄朕，朕要听详细的。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恕你无罪。那就褫夺沈家侯爵之位，降为伯爵，而且罚俸禄1年，同时让袭爵终止在沈玉白这一代。你跟沈家有仇？没有，
这件事如果陛下轻判，恐会失去民心。今日在朝堂之上为林家女说话的人，许多都是纯臣。可如此这般，老七那边恐有不妥。陛下可以打一个棒子，再给一个甜枣，重罚了沈家父子，然后再赐婚沈家，让那沈玉白迎娶静宁郡主。如此这般，七皇子定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九皇子那边也说不出什么。燕慈，朕可是听闻那静宁非你不嫁来着，你现在这般竭力让静宁嫁沈玉白，是何道理呢？还是你有什么私心？伴君如伴虎，皇帝字字句句都是在试探，哪怕燕慈是他的第一心腹。陛下您说的对，臣的确是有私心啊。谁都知道臣是您的爪牙心腹，而荣城王府的势力又一直十分敏感，让人忌惮。倘若静宁郡主嫁给了臣，那他从臣那儿偷消息传达给荣城王府怎么办？你怎会把静宁想成了戏作？她不过是一个刚及笄不久的小姑娘而已。陛下，难道您忘记了，臣是无根之人呐？静宁郡主就算是不选沈玉白，也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她谁都不选，为何偏偏选臣呢？你的意思是，荣城王府有不轨之心？这不得而知，暂时没有证据。不管如何，也不能让静宁郡主嫁给臣。陛下，咱们试探不起。陛下沉吟片刻，他知道燕慈说的有道理，只是他还有最后的顾忌，而燕慈知道他顾忌什么。陛下，您给他们赐婚是为了静宁郡主归玉着想，毕竟如今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而荣城王府定然会十分不满这桩婚事，届时就会把所有怨怼都记在了沈玉白身上。如此一来，七皇子想要借荣城王府的事，恐怕并不容易。无形之中再次平衡了七皇子跟九皇子的实力，这也是皇帝陛下想要看到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堪称最完美的解决方式。还是燕慈你聪明啊。对了，说起娶妻，你也20多了，虽然你是无根之人，但都督府还是得有一个女人帮你张罗府中内务。如果你看上了哪家姑娘，朕也给你赐婚。陛下说笑了，谁家姑娘肯跟着臣呢？你呀你，总是妄自菲薄。唉，如果你不是宦臣，朕肯定要给你一个内阁首辅做一做。陛下就知道斗臣。燕慈轻松地笑了笑，眼底都是鄙夷。倘若他不是无根之人，皇帝哪里会将他当成心腹呢？燕慈又陪着陛下说了一会儿话，就顺利地拿到3道圣旨。此时已经到了傍晚，燕慈率先到了沈家，将先后2道圣旨都宣读完后，沈家人都傻眼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棒子一个甜枣，让沈家人怒不出来，喜也喜不上来了。哎，燕都督，请留步。世子有事。燕都督，今日肯定是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婉婉。虽然我跟她和离了，但我跟她从小就定亲，是青梅竹马的情谊。如今这个局面，实在是被迫之举啊。哦，世子是何意？本都督怎么听不懂呢？沈玉白咬了咬牙，心一横，我以后自然还是会庇护婉婉的。都督身份特殊，就不劳烦都督了。什么东西？都这个境地了，竟然还敢觊觎婉婉，可真是不要脸啊！那一刻，燕慈眼底杀意骤现。哦，世子此话可是真心？自然是真心。那好，正好本都督还赶着去荣城王府宣读圣旨，世子这句话一定会带给静宁郡主。啊，都督说笑呢，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说，改日定然会请都督喝茶，今日就不打扰都督了。哼，
怂得真快。燕慈讥讽一笑，转身就上了马车。你哭着说被端妃算计失了清白，但为何回来后却不跟我们说出真相？倘若不是我的人查到的话，你是不是还打算一直隐瞒下去？那等丑事我怎敢往外说呀？我已经警告沈玉白不许将此事泄露出去，可是哪里知道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二哥，你一定要抓住写琉璃传的那个人，一定要杀了他。你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如今你归于已毁，你还想要嫁谁？我要嫁给燕慈。这几日黎洛熙又做了梦，梦到了燕慈一身龙袍，她虔诚地跪在佛像跟前，好像是在祈求着什么。她惊醒过来后，顿时暗暗下了决定，她一定要嫁给燕慈。二哥，小溪，燕慈来了，此时就在前院。什么？燕都督来了？原来小溪这么急着嫁人啊！燕慈来做什么？啊，忘记说了，他是来宣读赐婚圣旨的。陛下给小溪赐婚了。许给谁？我忘记问了。见过燕都督。燕慈看了看他，但却没有说话。燕都督，那些说书的都是胡说八道的，我跟沈玉白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可一定不要误会我呀。静宁郡主，你跟本都督解释做什么？首先，本都督可是宦臣，揽月宫那晚发生了什么事，本都督一查便知。他知道那夜我跟沈玉白在一起了啊！看着他脸色惨白的跟死人似的，燕慈心情很好的补了一句：其二嘛，本都督今日来是给静宁郡主宣读陛下的赐婚圣旨的。陛下给你跟沈世子赐了婚，本都督也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呀。静宁郡主听后瞬间腿一软，梦中沈家被满门抄斩的惨象历历在目。这个时候李锦、黎苍也赶到了。李锦沉着脸道：燕都督，这是何意？之前陛下也答应过，小溪进京来是自行选妇，现在又为何下了圣旨？那世子就得问一问令妹了，谁让她在后宫之中跟沈玉白做了那等倘若他们俩不成婚，怎么想要给令妹安一个祸乱宫闱的罪名吗？这个燕慈果真如传闻的那般，心思极其深沉，做事情滴水不漏，出手更是狠毒，难怪能成为让整个京城人都闻风丧胆的9000岁。这人更可怕的是，除了陛下外，他不惧怕任何人。我不要嫁给沈玉白，我不要，我不想死，我要做未来的皇后啊！燕慈慢悠悠地把圣旨给读完了，就对到黎苍手中。难道荣城王府想要抗旨吗？黎苍顿时哑了。他虽然有点莽，但又不傻，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做完这一切后，燕慈转身就走，身后传来那黎洛熙痛苦的哭声。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哭得可真够难听的呀，还是我家弯弯哭得好听，尤其是在榻上的时候。想着想着，燕慈的心也跟着滚烫起来。另外，他心中存了一抹邀功的奇异心思，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见到林婉意，不禁加快了步子。结果他刚上马车，下一刻黎苍就大大咧咧地跳了上来。燕慈强忍着没有一脚把这人踹下去的冲动，冷眼看他：怎么，你们还真打算抗旨了？没有办法再商量商量了吗？你们可以去找陛下商量。你以为我傻呀？算了，这件事我也没办法了。不过留在府中听小溪哭得好烦。言辞，你回府正好路过林大姑娘的医馆吧，你捎我一程，我去看看她。言辞，你回府正好路过林大姑娘的医馆吧，你捎我一程，我去看看她。燕慈眼底的杀意明明灭灭。捎你一程？是啊，捎我一程。怎么，你不乐意？燕慈，你也不是这样小气的人呐。对，我就是这样小气的人。你是自己下车，还是选择让我把你踹下去？你
看着燕慈不像是开玩笑的模样，黎苍最终骂骂咧咧地下了马车。他转身回府找马车去了，而这边燕慈立刻让天权赶车。待会儿你直接赶车回都督府。是。林婉意把库房中有的药材都重新清点了一遍，期间父亲他们派人来让他今晚回林府，可他实在是太想知道沈家人的下场，以及沈玉白跟静宁郡主的婚事进展了，还有荣成王府的态度如何，也关乎他下一步的计划。这一切他都要见过燕慈才会知晓，所以就婉拒了父亲，说明日一早再回林府。沐浴更衣过后，他就坐在案前拿出了几样草药。黄芪是一种补气的药，肝胆肾利，益胃固表。林婉意拿出雪亮的匕首，一下一下把黄芪切成轻薄适中的小片。不用再补气了，沈侯爷沈琦这次估计会快要被气死了吧？就算是不气死，至少也要被扒一层皮。之前给他下的药应该也开始发挥效果了。当然啦，等到金陵郡主加入沈家之后，先被气死的应该是沈大夫人。光是想想心情就很好啊。吱嘎一声，本来闭合的窗棂突然被打开，林婉意嘴角的笑容秒收，她握紧手中的匕首，警惕地站了起来。都督，你怎么不走大门？如果感觉不方便，也可以走后门。走窗户方便。林婉意十分怀疑这句话，但也没追问，她更在乎今日事情的结果。都督，刚才你去荣成王府是宣读陛下的赐婚圣旨吗？我家弯弯真聪明，知道他着急今日事情的结果，所以燕慈就把皇帝对沈家人的处罚以及给沈玉白和静宁郡主赐婚的事情一说。林婉意听后高兴极了，哼，好一个打一个棒子给一个甜枣啊！如此一来，沈家人和七皇子他们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而且还会让荣成王府配上他们沈家了。那弯弯要如何谢我？燕慈盯着小姑娘高兴的模样，林婉意今日实在是高兴，她大方地昂了昂下巴。都督说吧，要我如何感谢你？那些玩具该用了，那些玩具该用了。林婉意嘴角僵了一下，她耳根微微泛红。小姐，李小将军来了，奴婢要不要放他进来？燕慈不说话，她大刀阔斧地坐在太师椅上，一把拉着林婉意坐在自己的腿上，抓起她的手指，在鼻翼边闻了闻，吻了吻。哦，原来是黄芪的味道。昭妍，你让李小将军回去吧，就说今日太晚了，我已经歇下了。啊，是。不一会儿，脚步声慢慢走远。哼，婉婉，你要不要早点告诉李藏你是他妹妹？现在沈玉白跟金宁郡主还没有确定婚期，贸然告诉李仓，他靠谱吗？何止是不靠谱啊，那是相当没有谱。燕慈不爽，所以他本来只是亲着林婉意的手指，结果下一刻一根都含了下去，好像是在品味什么美味的东西。都督，我刚才在弄药，你别这样。没事，弯弯给我喂毒药，我也吃。画面顿时旖旎的有一些荒唐。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眼神之中好像是有小钩子似的。燕慈见家人双眼已经迷离，燕慈长臂一伸就把人给抱起来，让他后背抵着窗户，栖身就吻了过来。林婉意闭着眼承受，身子微微弓起，手按住了窗棂边，关节泛白。而这边昭妍已经来到大门口。李小将军，我家小姐已经睡下了，您还是先请回吧。林大姑娘睡这么早的吗？现在才酉时啊。啊，是的，我家小姐昨晚受到了惊吓，今日又去了京兆尹府，折腾了几趟，太累了，就早早的睡了。那你们好生照顾你们家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让她去派人找我，
哦，对了，明日他会在的吧？你们告诉他，明日我再来。是。不行，我今晚就不走了，在这门口守着，看哪个不长眼的敢再来伤害林大姑娘。啊，李小将军，您怎么不走啦？怎么还坐在了地上啊？你们不用管我，我今晚在这里给林大姑娘守着，以防歹人再来。福林跟昭妍听后，表情都比较复杂。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咣当一声，楼上窗户处的撑杆掉下来，直接砸在了黎苍的脑袋上。黎苍疑惑地抬起头，正好跟往下看的林婉意来了一个四目相对。林婉意脸颊微微泛红，发丝有点凌乱，她没有料到会撞开窗户，更没有料到会把撑杆撞了下去，还好巧不巧地砸到黎苍脑袋上。李小将军，你怎么坐在地上？林婉意感觉到身后的男人好像突然不高兴了，猛然用力，差点让他没办法把后半句话说完。林大姑娘，我是担心你，今晚想留在这里为你守夜。不必了，事情已经解决了。可是……没有可是。林婉意急得立刻打断了他，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幸而现在天黑，虽然看不到林婉意脸颊上的汗珠，但黎苍却看她皱着眉头，好像真是不太舒服的样子。你今天受到了惊吓，还是早点歇着吧。不用管我，我在这里守着就行。于小将军，你大半夜的坐在这里，是想要坏了我的名声吗？于小将军，你大半夜的坐在这里，是想要坏了我的名声吗？我没有。那林大姑娘，我走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派人去找我呀。好，到此。而黎苍将地上的撑杆捡起来，放回医馆门口，转身默默地走了。林大姑娘好像不太喜欢我呀。哼，林大姑娘肯定是刚经历和离之事，还差点被沈家人害了，心有余悸，杯弓蛇影，难免警惕性高了一些。只要我以诚相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林大姑娘迟早有一天会被感动的。这边关上门，林婉意嗔怒地瞪了燕慈一眼。刚才差点被黎苍给发现了。他发现不了，他脑子转得慢，又没娶过媳妇，哪里懂得这些。刚才很累了吧？要不要喝点水？黎苍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明天还要上门来。暂时虽然不能告诉他真相，但你却可以告诉他，你已经心有所属。心有所属？燕都督，我这可是刚和离，然后就告诉黎苍说我心有所属了。怎么？难道要告诉他我给沈玉白戴绿帽子了？又不是没有戴。心有所属？燕都督，我这可是刚和离，然后就告诉黎苍说我心有所属了。怎么？难道要告诉他我给沈玉白戴绿帽子了？又不是没有戴。那不一样，不是我给他戴的，是他自己的脑袋伸到绿帽子那儿去的。看着眼前危险的男人，林婉意只好换了话题。哎，听你说的意思，黎洛熙竟然不愿意嫁给沈玉白吗？这是为何呢？燕慈脸上闪过了一抹不自然，但很快消失不见。他是不会告诉林婉意那个黎洛熙有病，竟然想要嫁给他。以后谁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林婉意，他定然要弄死那人。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但总归现在他们两人绑定在了一起，而且今年年底之前肯定会成婚，这是陛下给他们的期限。皇帝陛下定下的期限，沈玉白甚至都不用给他祖母守孝了。我真心祝福他们早日喜结连理。过2日我要去郑家参加生辰宴，应该会遇见黎洛熙。林婉意说完后，眼底燃烧起了熊熊战意。都重活一世了，还不肆意复仇，畅快淋漓地收拾仇人，那重生还有何意义？万万到时候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你就算是当场将黎洛熙格杀了，我也有办法给你善后。燕都督，
你不感觉我这样很坏吗？我是真的想过要了黎洛熙的命。弯弯越坏，我越喜爱。嘴上说着我坏，可为什么到了榻上后，比我更坏啊？又见一夜荒唐。早上醒来的时候，身边习惯性的空空如也。林婉意真切地体会到了一种画本上写的什么叫浑身被车轱辘压过一样，没有一处不酸疼。昨天晚上他心情好，有些纵容了燕慈，而得到纵容的某人直接来了一个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林婉意一想到燕慈在自己耳边轻声呢喃，告诉他这个玩具该怎么玩，那个玩具该怎么玩的时候，他险些裂开。真该给自己吃补药了。收拾妥当后，林婉意草草喝了点粥，就坐上马车前往林府。结果半路上，迎面来了一辆豪华马车，直直地朝林婉意的马车撞过来。对面车夫高喊：静宁郡主出行，其他无关人等还不速速让出路来！黎洛熙，冤家果然路窄啊！眼看着黎洛熙的马车越来越近，林婉意果断发问：直接撞上去，你能护住我不死吗？姚光生性冷情，话不多。我能护住您。那好，撞上去。黎洛熙，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理由不想嫁给沈玉白，可我想要让你们俩绑死在一起，就谁也不许逃脱。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我没事。哦，对了，我父亲跟兄长他们今日都在家吗？在的，不过今日府上来了客人。什么客人？江南郡守嫡次子魏科魏少爷。林婉意瞬间想起来，这人之前跟婉莹互通情谊，却突然跟蓝表妹定了亲，他的眼神顿时十分凛冽。他来干什么？回大姑娘，魏公子明年参加科举考试，这半年打算住在林家，跟着小少爷一起去学堂读书学习。他还有脸住林家？他先回自己的院子梳洗整理一番。他刚梳好头发，房门就被人推开。张姐，发生什么事了？怎么都哭成了小花脸？张姐，那个魏科竟然要住在咱们家，父亲他们竟然同意了。早知道我就留在寺庙中不回来了。哦，你不回来？难道你不想我吗？来，坐下来。遇到事情不要慌，找到事情的关键，找到合适的法子，一击必中。林婉莹神奇地平静下来，跟着坐下，眼巴巴的。可是怎么接啊？那魏哥拿了我舅父的手信来，父亲母亲又不会拒绝人，如今他已经住到前院了。婉莹，在你的眼中，那个魏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初还是现在啊？你都讲给我听一听。大事不好，9000岁来了！大事不好，9000岁来了！听到燕慈来了，林婉意竟然心情很平静。9000岁来了，我们出去迎接就是。为何说大事不好了？因为9000岁在大门口将魏科魏少爷给揍了。什么？林家人一听，顿时紧张的不行。林雨之跟林怀安赶紧往门口赶。弯弯呐，门口肯定是乱结了，可别到时候冲撞吓到了你和婉莹啊。母亲，我们不靠前，就远远的看着。哎，那行吧。其他人都跑到大门口去了，而林婉意带着妹妹婉莹站在花墙后边，把瑶光打发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你担心那魏科？是啊，9000岁大人多厉害啊！万一把人打死在咱们家门口，咱们林家是不是也得有麻烦呀？很快，瑶光打听消息回来了。魏公子听说小姐您和离归家，他说了句：“林大姑娘如此貌美有才气，真是可惜了，还不如给她做妾。”刚好都督走到门口听到了，上去就把她给揍了。
林婉意嘴角抽了抽，不，直接拿银针扎残了才好呢，还想纳我做妾，哼，什么东西！燕都督做得好，之前我只是以为他因为更看重舅父家的家世，最后才选了蓝表姐，没有选我。如今看来，他就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啊，张姐，你要去哪里啊？回去配毒药。多谢燕都督，我们还不知道那小子竟然存了那样的心思。哼，哄骗婉莹的账还没算，竟然还敢觊觎婉婉。原来林院士还在乎自己的女儿，倘若在乎，怎么还引狼入室？若不是担心会让婉婉为难，早就当场拍死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了。林雨之表情尴尬。哎呀，我们有姻亲，内子的长兄啊，又特意写了家信。所以你就不在乎自己女儿们的归育了？也是，你连自己女儿差点被撞死的事情都还不知道吧？啊，燕都督，您这是何意啊？谁差点被撞死了？燕慈嫌弃地把喝了一口的茶盏放到旁边，让林大姑娘过来，你便知道了。林雨之转身就让下人去喊长女。不一会儿，身着青色罗裙，手上还沾染着药汁的林婉意就来到了花厅。哎，婉婉，你这是？配毒药。阿父找我有什么事？婉婉，还不快给燕都督见礼！婉婉，还不快给燕都督见礼！总不好对阿父说这9000岁昨天晚上还在他榻上，只好微微俯身行礼。见过燕都督，燕都督找我有事吗？听闻你在街上差点被静宁郡主的马车给撞了。燕慈说这话的时候，紧紧地盯着林婉意的眼睛。林婉意没想到对方真是为了这件事来了，她的心情十分微妙，还有点甜，遂点了点头。啊，婉婉，出了这样的大事，你怎么不跟家里说呀？我又没受伤，而且我刚才还没有来得及跟你们说，然后就出了燕慈把魏可打了这件事。哎呀，都怪阿父没有用，我明日就去告御状去。哎，不，阿父，那倒也不至于。不过您可以带着大哥继续哭一哭。那我现在就进宫哭去。林婉意点了点头，可林雨之下一刻却想起来，9000岁可还在这里呢，顿时有点犹豫。让林怀安过来陪我叙话就行。哎，行。此时花厅中就剩下了林婉意跟燕慈。婉婉，你忘记我说过什么了吗？这是生气了。都督说过不让我处于危险之中，可当时是因为有瑶光在，我才有十足的把握坑静宁郡主一把。燕慈抬眸，英俊的脸庞上还写着大大的不悦2字。林婉意感觉这人就好像是一只炸毛的大老虎一样，看着凶，但实际上却有点萌。林婉意走过来，亲手给他倒了一杯茶。我今日这一出是让众人知道琉璃传讲的都是真的，同样的也会给荣成王府施压。我想要看看荣成王世子会如何做。你在试探李锦。对，以后荣成王府是他说了算。如今荣成王夫妇不在，那么李锦的态度就尤为重要。那倘若他护着黎洛熙呢？这样是非不分的哥哥，不认也罢。反正我以后跟荣成王府相认的话，肯定跟黎洛熙水火不容。那就不要认他们了。你若要借势，我的随你借。燕慈说话的时候十分认真，他端起林婉意刚倒满的茶，一饮而尽，好像忘记了刚才他还嫌弃这茶叶难喝。都督的仇家很多吧？这次换燕慈沉默。我跟荣成王相认，一来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这些年又一直在找我，我也想要圆了他们的期望。另一方面，
我想要变强，才能够手刃仇人。林婉意主动伸手轻触到了燕慈的脸庞，她微微俯身靠了过来，在对方深邃的眸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燕慈，我不想当你的附庸，我也不想当任何人的附庸，你明白吗？你可以帮我，但我也可以帮你，我们是平等的。死过一次的林婉意坚信一件事儿，那就是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本来就没想过你变成菟丝花。两人此时距离极近，远远看去身子都重叠在了一起，实际上他们的呼吸也相互交缠，仿佛昨夜里亲密无间再现。而且在数次的肌肤相亲之中，两人之间的情愫与日俱增。眼看着两人的唇角慢慢靠近，马上就要碰触到了一起。可就在这个时候，林怀安推门进来，看到两人几乎就要粘在一起。欢欢，你们在干什么？林婉意刚才那个瞬间都想要亲燕慈一口了，结果被兄长这一声喊，瞬间一惊，险些没有站稳。你吓他做什么？婉婉，我不是要吓唬你，我只是……你们俩刚才在干什么？啊，刚才燕都督说他眼睛不舒服，我帮他看了一下而已，只是眼中进了异物，已经清楚了。既然兄长来了，那你们聊，我先回房了。林婉意说完后扶了扶身，刚要走，又停住了脚步。他回过头，郑重地对燕慈躬身道谢。今日那魏科之事，多谢燕都督了。不用谢。等到回到院中的时候，他的心情突然明媚起来，因为心情愉悦，嘴角也微微上扬着。林婉意看着瓷白的玉瓶，微微一笑。南柯有梦，梦中有梦，贼心不死，噩梦不醒。哼，我看你魏科还不滚蛋！魏科被燕慈打得浑身是血，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但却偏偏没有致命伤。他醒来后并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那个传说中的9000岁，最后思来想去，肯定是林家得罪了9000岁，他被波及了。如此这样，林家应该待我更好一些了吧？说不定还会直接把那林婉意许给我做妾呢。他正巧有点口渴，旁边桌子上放着一碗甜汤，还热着，魏科就一口喝了下去。喝完之后，他突然困意袭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间，魏科竟然瞧见了一绝色女子。那女子笑声如银铃，一步3回头，顾盼生姿，身上的轻纱美景若隐若现，美艳极了。哎，姑娘，请留步！魏科立即追了上去，一把抱住那女子。女子慢慢回过头，公子，我美吗？魏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林府客房之中。啊，原来是噩梦啊！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位身材婀娜的粉衣侍女。魏公子，现在都日上3竿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呀？要不要奴婢亲自服侍您呢？听着这麻酥酥的声音，魏科心头旖旎荡漾，他立刻说了一声好。待那粉衣女子走到跟前，他见对方竟然貌若天仙，忍不住伸手将人给揽入怀中，双双跌在了床榻之上。嘿嘿，让本公子好好疼一疼你。只见他怀中娇俏的粉衣侍女，竟然又变成了美女蛇。这噩梦竟然没完没了吗？魏科不知道自己被吓了多少次，他甚至分不清楚梦境跟现实。一直在见到林怀瑾气冲冲地跑进来的时候，他差点喜极而泣。啊，终于见到男人了，也就是说不是在噩梦之中，再也不会见到美女蛇了。
可还不等他高兴多久，林怀瑾一个拳头直接砸向他的面门。魏科，你竟然还敢让我长姐做你的妾！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了雄鸡背子胆了吧你！林怀瑾打人可没有什么章法，怎么解气怎么来。等他赶到的时候，魏科已经被林怀瑾打得奄奄一息了。第二天一早，再次醒来的魏科不顾身上的伤，立刻收拾了行李细软，带着下人就跟林雨之提出了告辞。那贤侄打算住到哪里呀？住哪里也不会继续待在这林府，你们林府可太吓人了，会有突然跳出来揍人的9000岁，晚上做梦还有美女蛇。主要是我读书的时候可能太忘我了，不想有半点声响打扰，在这里确实不太合适。反正时间还长，我打算去租一个院子住，静心学习。也好也好。好在魏科一事已经解决，而林婉意也在家中多住一晚，对家人将和离前后事情说了一个明白，让他们放心。因为还要准备医馆开业的事情，以及明日去郑家参加生辰宴，所以林婉意就跟家人们辞别，带着瑶光回了医馆。刚下马车，就看到几个人在那儿挂着牌匾。小姐，牌匾是都督让人做的，他说之前是你让他给医馆起的名字。林婉意仰起头，看着那牌匾刚好挂正了，露出3个鎏金大字：木婉堂。婉是我名字中的一个字，那木是何意？难道是爱慕？言辞不该想出如此简单的名字来吧？怎么，名字不喜欢吗？一袭白色锦袍的燕慈从医馆里面走了出来，她泰然自若的模样，甚至比林婉意这个医馆主人还像是主人。燕都督，你不担心被人看到吗？我是宦臣，怕什么？这人还真是有恃无恐啊！行，你不怕，我怕行了吧？喂，为何都督会想叫木婉堂？若是弯弯求我，我就告诉你缘由。你如果这么聊的话，那这天没法聊了。恰巧这个时候，黎苍大大咧咧地从门外走了进来。林大姑娘，前天我妹妹的马车撞到你了，你没事吧？黎苍，前天的事情你今天才来问候，是不是晚了点儿？黎苍，前天的事情你今天才来问候，是不是晚了点儿？你怎么又在这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弯弯是我的人。我知道他是你的人呐，但是你要不要叫得这么亲近？黎苍感觉那声弯弯十分碍耳，他转过头去，眼巴巴地看向林婉意。林大姑娘，我也可以喊你弯弯吗？不可以，今日医馆还没有开门，恕不接待客人，二位请回吧。林婉意直接将2人都赶了出去，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医馆的大门。燕慈，你是不是克我呀？怎么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都怪你，林大姑娘好像更讨厌我了。这样长久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林大姑娘的芳心呢？小狐狸长脾气了，竟然敢把我也赶了出去。燕慈没搭理这人，而是仰起头看了看那扇打开的窗户。黎苍心情不爽，一屁股坐了下来，就喝闷酒。李锦本来要跟燕慈说一些正事儿，结果看到弟弟这个样子，皱起眉。小三，你怎么了？二哥，你不管管小西吗？他差点撞死人呢。林大姑娘肯定是因为小西迁怒我了。家事等回府我们再说。你们说你们的，可以当我不存在。李锦嘴角抽了抽，他怎么可能当燕慈不存在？他最后还是没理会妖帝，而是看向燕慈。燕慈，我父王的意思是，如果陛下一意孤行，可能计划要提前了。计划提前？对，上次让小仓去皇宫刺杀，只是试探，而试探的结果是，陛下跟之前并无区别，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
燕慈没有急着说话，而是修长的手指一下一下敲击在桌面上。你不舍得了？哼，没有什么舍不舍得，只是现在动手为时过早。如今七皇子跟九皇子才斗了一半，还有几个步没有掌握呢。两个人彼此对视，好像都在猜测对方是否说了实话。那好，我会禀明父王，再行定夺。另外，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个明白。你说，你为何一定要让小溪嫁给沈玉白呢？沈玉白是七皇子的表弟，沈家也是七皇子的附庸。我不明白你为何这样做，应该不是单纯的因为小溪想要嫁给你，你恼怒了吧？黎世子看来是帮亲不帮理了。我的确帮亲不帮理，但我们毕竟是盟友，所以我要先知道你为何一定要让他们俩成婚。因为他们都伤了林婉意。坐在旁边兀自喝闷酒的黎苍猛然抬起头。沈玉白不是东西，辜负了林大姑娘这件事我知道，但小溪什么时候伤了林大姑娘？马车撞了她？不对，赐婚在那之前就下来了呀。之前沈家那个妾室要放火烧死林婉意，是你们的好妹妹黎洛溪指使的。说完这句话后，燕慈起身就朝外走去。既然弯弯要试探黎洛溪在这俩兄弟心中的分量，那么他就在旁边加把火好了。燕慈可不希望弯弯好不容易找到家人，再被血亲背刺，早点看清楚黎家兄弟俩的内心还是十分必要的。都督，咱们是回都督府还是去木婉堂啊？燕慈靠坐在软垫子上，揉了揉眉心。你认为我该去哪里，就把车赶去哪里。天权哦了一声，然后就把车赶到了木婉堂门口停下来。燕慈睁开眼，看了看那熟悉的牌匾。这个月让天玄多给你开1倍的月钱。谢都督。之前那么凶的把我赶出去，如今又这么热情。我是真的有事情做，倘若不让都督一起走，黎苍肯定又纠缠半天。哦，你做什么？我给明日的那些女眷都准备了小礼物，毕竟医馆开张嘛。啊，这些是我让福临弄到的名册。明日参加宴会的女眷都有谁？哪些是七皇子一派的人？哪些是九皇子一派的人？还有他们的品性等等。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模样，燕慈轻笑了一声。都督是在笑话我吗？不，我是在笑话沈玉白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弄丢了怎样的宝贝。林婉意反应过来，燕慈是在夸奖他。哼，他那样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不配拥有宝物。那本都督配吗？又来了。林婉意这一次不再躲开燕慈，而是转过头认真地直视着他。燕都督认为呢？我认为很配。婉婉，从你那天晚上主动招惹我开始，你就没有退路了。燕慈靠过来，在他的唇畔落下一吻，凝视着他。他双手环绕着太师椅，好像是创造了一个牢笼一样，将林婉意圈在其中。上一世被困在后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那种窒息感再次袭来，林婉意的指尖都忍不住微微发抖。燕慈十分敏锐地感觉到了他的异常，随即就松开手，自己的身子也微微往后撤开，压迫感瞬间消失了。我知你在沈家受到了许多惊吓跟委屈，暂且也不会逼你什么，而且我眼下还有一些麻烦，等解决之后，我必迎娶你进门。在那些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他不会将林婉意暴露在人前，因为这样可能会引来仇家。林婉意平静下来，抬起头来，迎着燕慈专注的眼神。那届时我同荣成王府相认，那他们必然也会反对这门亲事吧？那届时我同荣成王府相认，那他们必然也会反对这门亲事吧？他们90%会反对，尤其是黎苍那厮更会跟我纠缠，
但这些都不是你担忧的问题，交给我便好。你要做的就是这里面放着我。林婉意瞬间俏脸泛红。这人总是有本事在感动触动之余，突然就不正经起来。毕竟谁家心长在那儿啊？我今天晚上要把这名册看完，燕都督不要打扰我。今晚我得进宫一趟，只不过弯弯不想知道为何叫木婉堂了吗？燕慈又靠了过来，脸上沁着淡淡的笑意。难道不是燕都督爱慕我吗？算你答对了1/3。好，还有2/3。你若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哼，我并不是那么想知道了。燕都督若是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吧。果真是没有良心的小狐狸。我随我母亲，本姓穆。燕慈直接将人勾起下巴，轻咬了他嘴角一口。燕慈说完这句话，果真转身就走了。燕慈竟然姓穆。燕都督，听闻你最近去了林家。林贵妃听说林婉意竟然同沈玉白和离了，而沈玉白还能够娶静宁郡主后，心中十分恼怒。他派人盯着林家的时候，恰好看到燕慈去了林家，缘由不得而知，所以他才想要试探一二。燕慈停住脚步，他拱手给林贵妃见了礼。是陛下的一些吩咐，微臣无可奉告，还请娘娘不要怪责。陛下一直让这阉人一会儿盯着七皇子，一会儿又盯着我家景安，妥妥的是皇帝手下的走狗。林贵妃沉了沉脸，却又不好追问，只好干笑了一声。没什么。安神汤要凉了，本宫得快点去送给陛下了。娘娘，请。等到林贵妃离开后，燕慈还是漫不经心的模样。坐上马车后，他脸色一沉。天权，回去让人把林府门口的钉子都拔了，不管是谁的人，都拔了。是。天权等了一会儿，并没有等来命令，把马车赶到哪里去？他想了想，就把马车给赶到了木婉堂的大门口。已经睡得迷迷糊糊的林婉意翻了一个身。茯苓可真是好用啊！下次再见到燕慈的时候，定然要跟他提要了茯苓。突然感觉到一股微凉的气息传来，但手已经更快一步去摸枕头底下的银针。微凉的寒气中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婉婉，你又要谋杀亲夫了呀？燕都督可真是好性子，专门夜探香闺，还如此轻车熟路，莫非是经验丰富？本都督是采花贼，专采你这朵娇花。燕慈抽掉他手中的银针，反手飞到了门框上，随后一手握住他的双手，拉到了头顶。这个姿势让林婉意被迫身子往上弓起。亵衣本就轻薄，从外边带进来的那股子凉气瞬间穿透了轻薄的衣衫，点点落在如凝脂般的肌肤上，泛起了涟漪。都督，我刚才看书看得好累，明日还得早起，指不定郑家生辰宴上又会有什么事，你今晚就让我好生歇息吧。林婉意本就刚醒来，有点鼻音，声音糯糯柔柔的，在说着这讨乖的话，燕慈的眼神愈发深邃了。他本来没想做什么的，但如今什么都想做了。他压下来，靠近林婉意的耳边。婉婉继续睡吧，不用你来动。为什么要为了报复沈玉白而去撩拨燕慈呢？谁能够想到开了荤的假太监竟然会这样凶啊！翌日，晨曦的光透过窗棂格洒进寝房的时候，林婉意缓缓地睁开眼。她本以为燕慈会像平常一样早早离开，结果手往旁边一探，摸到一片结实的胸膛。看来昨天晚上本都督没有让夫人满意。今天都督怎么没走？昨夜被弯弯累到了。这天没法聊了。林婉意果断下榻，
赶紧去梳妆打扮。今日郑家的生辰宴也是他积累人脉的最好时期，可不能迟了。用了早膳，燕慈竟然还没有要走的打算。那燕都督请自便，我出门了。你跟沈玉白和离的事情恐惹恼了林贵妃，她之前派人在林家附近盯梢了。什么？你昨天怎么不告诉我？放心好了，我派人把林府周围的苍蝇都清理掉了。家人没事就好。哼，林贵妃自然不希望我跟沈玉白和离，她还希望我在沈家做她的耳目呢。我就说，皇族中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林婉意说这话的时候，燕慈的眸子缩了一下，但她最终什么也没有说。林婉意今日去郑家，带上了茯苓跟昭妍。等到了郑府大门口的时候，看到了许多马车。林婉意没出意外地看到黎洛熙正被人扶着下了马车。不只是黎洛熙来了，他甚至还带着那个兰姨。之前给魏科配的南柯一梦还有的剩，想办法让那个兰姨服用下去就好了。林婉意，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都来了还不进去？难不成是你太怂，胆子小怯场啦？这人不坏，就是嘴太损。仙主，我也是刚到。那行，那咱们一起进去吧。林婉意，待会儿那静宁郡主如果对你发难，你不必害怕。我不害怕。你可真嘴硬。那静宁郡主马上就要和沈玉白成亲了，定然会看你不太顺眼，到时候肯定会说些难听的话，你就当耳瞎好了。那静宁郡主马上就要和沈玉白成亲了，定然会看你不太顺眼，到时候肯定会说些难听的话，你就当耳瞎好了。当耳瞎？哼，这还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啊。但林婉意感受到了齐明月对自己十分别扭的担心。多谢县主关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谁关心你了？我就是看那静宁郡主不顺眼，听说他那日赶马车差点撞到你，你没事吧？有没有去看大夫啊？多谢县主关怀，我没事，我自己就是大夫。啊，你真的会看病啊？我在西街那边开了一家专门给女子看诊的医馆，叫木婉堂。林婉意喊来昭妍，让他拿出2块锦盒装着的药皂给齐明月，并且把这药皂的用途一说。这味道还怪好闻的，等我回家可要试试，如果效果好，我再去你那儿买一点。倘若县主来，我会给县主优惠。倘若县主来，我会给县主优惠。你就是小家子气，怎么不说我要多少就送我多少啊？我这是小本营生，还要养活自己，自然不能乱了价格。这林婉意也太惨了吧，隔离之后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了，回头多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意。这屋子里面谁用栀子熏香熏衣服了？郑大奶奶等人面面相觑，这进进出出许多人，哪里记得谁衣服用了什么熏香啊？林婉意却已经走到窗户跟前，推开窗户，让屋子里面的气味散去一些。果然，在气味被冲淡了一些后，小公子渐渐地止住哭声，但却皱着眉，依旧惊惶不安的模样。林婉意又看了看孩子的眼睛，摸了摸他额头的温度，感觉这孩子的心跳得很快。他视线一转，看到了襁褓旁边锦盒之中放着一块美玉。林婉意拿起锦盒放在鼻子跟前嗅了嗅，速度极快。等到其他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美玉放下，锦盒也盖上了。郑大奶奶本来就对林婉意不待见，郑大奶奶没好气地把锦盒抢了回来。你小心点，别把这暖玉弄坏了，你可赔不起的。谁告诉你这是暖玉？倘若你一直把这块玉放在孩子身边的话，他应该是活不到明年过生辰的时候了。谁告诉你这是暖玉？倘若你一直把这块玉放在孩子身边的话，他应该是活不到明年过生辰的时候了。你说什么？你们仔细闻一闻这玉上的气味，
齐明月简直好奇死了，他凑上前来，直接伸手抓那玉，放在鼻翼边仔仔细细地闻了闻，皱起了眉。玉怎么会有味道啊？林婉意，你别卖关子了，知道了什么就赶紧说出来。这块玉的确是价格不菲，可是不是什么暖玉，而是古玉，殉葬过的古玉。什么？手拿着玉的齐明月反应最大，他手一松，直接将那块玉掉在了地上。幸而那玉是掉在地毯上，并没有碎掉。郑大奶奶脸色惨白。这怎么可能呢？这玉是静宁郡主送的呀，他也没有必要来害我的儿啊！林王爷，你是不是故意在吓唬我呀？信不信由你，你也可以去找懂这个的人鉴定一下，我定然没有看错。不过也许不是静宁郡主要故意害你儿，或许是他手下的人给弄错了礼物。郑大奶奶听了林婉意这一席话，突然就想起来静宁郡主旁边那个冯兰了。明明不过是静宁郡主身边的嬷嬷，却倨傲极了，眼睛都长脑顶上去了。林婉意成功将怀疑的种子埋到郑大奶奶心中。小姐，刚才奴婢跟着静宁郡主他们一起出去，终于找到机会将药粉撒到那冯兰的身上。不出意外的话，等到今晚她回去歇息的时候，就会发挥效果了。届时奴婢和瑶光就去动手。这个等我们回去后再重新商议，那毕竟是荣城王府，防备肯定会十分森严。是。不过小姐，奴婢还有意外收获。刚才跟踪他们的时候，看到静宁郡主竟然在假山之中跟一锦袍男子在那私会呢。好，莫非黎洛溪如今见沈玉白不行了，而且侯府也变成了伯爵府，所以打算放弃沈玉白了？可皇帝陛下都给赐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黎洛溪倘若私会外男的话，那就是违抗圣旨。茯苓，你去想办法将那冯兰等放哨的人引开。是。林婉意带着昭颜慢悠悠地朝那假山的方向走去，一路上遇到其他贵女，会搭话并送药皂。没过多久，就看到了齐明月带着侍女们过来了。林婉意，可真有你的！郑大奶奶让府上最懂古物的管家给看了，那块玉的确是陪葬之物。你这鼻子是怎么长的？怎么闻一闻就知道了？他是真的很敬佩林婉意。我自幼练习望闻问切，嗅觉比寻常人更灵敏一些。之前接触过古物，这次看到内玉才认得出来。你可真厉害，也就是仅次于本县主了。能够让嘴硬傲娇的明月县主如此夸奖，应该已经很不容易了。哎呀，快看呐，那里的两个人是不是抱在一起啦？躲在里面的黎洛溪脸色惨白，他心中暗骂冯兰是怎么给望风的。抬起头，六神无主地看向眼前男人。江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啊？江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啊？外面人太多了，待会儿啊，我用斗篷罩住你的脸，然后将你抱走。那他们会不会说你风流什么的？我风流不风流，郡主不知道吗？江望突然伸手捏了一下，惹得黎洛溪一阵发颤。黎洛溪暗骂，这人可真是登徒子，可如今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圣旨不可违抗，所以冯兰就提出可以让嘉柔公主帮忙，而眼前这江望正是嘉柔公主的独子。他顶着压力来这里与这江望相见，本以为他会提出什么有用的法子，结果他拉着自己进了假山，竟然就亲了起来。如今已经上了贼船了，可万不能被外边的人见到我的模样。那好，你可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我。那是自然，陛下已经给你跟沈玉白赐婚，倘若被人发现你我这般，我也脱不开干系。那你怎么还对我动手动脚的？江望，你是属狗的吗你？这等事情为何不回家去做，来这里丢人现眼呢？怎么，明月县主吃醋了？我吃醋？哼，
你就跟那个沈玉白一样，都是一丘之貉。啊，幸亏你头脑清醒，跟那沈玉白和离了。林婉意正想着如何让黎洛熙现原形呢，突然被齐明月点名，抬起头发现那个江望朝自己看了过来，对方眼神肆无忌惮，一寸一寸扫了过来，当下就让林婉意十分不悦。他指尖一弹，2根银针直接飞了出去。哎呀，怎么可能是静宁郡主啊？她不是跟沈世子被皇上赐婚了吗？刚才还是沈家那位嫡小姐叫嚣着说假山中有人抱在一起的呢，怪不得有股熟悉的栀子香味儿。哎，不对劲儿啊！我怎么听闻静宁郡主早就跟沈世子私定终身了呀？都给本郡主闭嘴！都给本郡主闭嘴！藐视皇威，还敢这么嚣张？黎洛熙，我劝你好好想想，该如何去陛下跟前请罪吧。明明陛下给赐婚了，还跟其他男人搞到了一起，没想到这黎洛熙玩得真花呀。林婉意，沈玉白爱的人是你，倘若你想要跟他重归于好，我愿意去陛下跟前跪求他收回赐婚的圣旨，成全你们。你不想嫁给沈玉白？我不想夺人所爱。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定了亲，青梅竹马，那感情定然是十分深厚的。既然你不想嫁给沈玉白，那为何买通了孙青莲，让他烧死我？黎洛熙的眸子顿时一缩，他左右看了看，发现那些世家贵女们眼中都迸射出了浓浓的震惊。林婉意，我什么时候买通人要烧死你了？你可不要这样血口喷人啊！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他竟然做过这等过分的事情。那一日我去茶楼，恰好碰到了静宁郡主，让那孙青莲去烧死我。不止如此，静宁郡主后来还找了一个道士对沈家人说，要放我的血才能够忘沈家。我已经跟沈玉白和离了，但是他却还是不放过我。不怪林婉意会跟沈玉白和离啊，这再不和离，恐怕都会被害得尸骨无存了。黎洛熙十分震惊，他没有料到林婉意竟然什么都知道。黎洛熙终于受不了了，恰好那边冯兰寻了过来，他果断转身就走。这个宴会他是没脸继续参加下去，直接出了郑家大门，上了马车。郡主，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这个蠢货，不是让你在外面放风吗？你死到哪里去了？郡主，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你怎么能打我呢？你给我闭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我是荣成王夫妇的女儿，倘若你再多嘴，我就绝不将你留在身边了。你给我滚下去，不要来碍我的眼。去荣成王府可不是小事，得在不惊动荣成王世子跟李小将军的前提下，潜入冯兰的屋子，得知他梦中最愧疚惧怕的景象是什么。魏科好女色，所以他的梦境中是永远也无法断绝的美女蛇。至于那冯兰，倘若他之前在荣成王女儿丢了的事情中做了什么手脚，那这件事应该就会是他最大的心魔了。李小将军的武功极高，而黎世子的警觉性最高。黎世子身边还有一对双胞胎侍卫，陆琪跟陆九，这2人的武功也不差。也就是说，那些普通的侍卫不用管。如果真的惊动了他们，你们俩能够从他们的手中全身而退吗？如果只是陆琪跟陆九还好，但如果再加上李小将军，那可就不成了。林婉意之前就听燕慈说过，黎苍的武功极高，不然这人也不会一个人只身闯皇宫。那好吧，这几日我都没有好好的感谢一下黎苍，今晚邀请他来这里吃饭，到时候你跟瑶光就行动。哦，切记不要跟荣成王世子他们正面冲突，一旦被发现的话就先撤回来，毕竟你们的安危最重要。至于撬开那冯兰嘴巴的办法多的是。是啊。2人去做准备的时候，林婉意写了一封书信，打算差人送到荣成王府。结果等到返回书房的时候，
却看到一身藏蓝色飞鱼蟒袍的燕慈正端坐在他刚坐过的那张太师椅上，握着毛笔，不知道在描绘什么。这人怎么神出鬼没的？林婉意走近后才发现燕慈竟然是在画画，画的还是他。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画中人竟然只着轻纱罗裙，一切都若隐若现，旖旎万分。燕都督，你为何做这种画？哦，我想把弯弯的美好都记录下来。万一让其他人看到了呢？谁看了就挖了谁的眼珠子，给弯弯踩着玩。用最温柔的语调说最残忍的话，燕慈一向如此。他伸手去抢那画，但燕慈动作更快的一把抽走了画，甚至还反手一扣，将人给困在了怀中。燕慈，婉婉，听说今晚你要宴请黎苍。既然都督都知道了这件事，那应该也知道我为何要宴请黎苍了吧？知道，但还是不高兴。毕竟谁会高兴自家夫人红杏出墙啊？燕都督能不能不要信口开河？谁是你家夫人？谁红杏出墙了？看吧，都恼羞成怒了。婉婉，你若再乱动，今晚怕是没力气做其他事情。林婉意顿时不动了。我给那冯兰用了南柯一梦，今晚就会发作，所以让福林跟瑶光去了一趟荣成王府。黎苍武功高强，我必须得把他调虎离山。好。我陪你一起宴请黎苍，另外让天机带人陪着福林他们去，万无一失。林婉意面容古怪，她还要再问什么，结果燕慈伸手捏着她的下巴就吻了下去。虽然不能吃肉，但喝点汤讨点福利总归是没问题的。哗啦啦一声响，笔墨纸砚被推在了地上，案几上凌乱无比，之前燕慈画的那张画上也有了一些旖旎的痕迹。林婉意红着脸要去抢那幅画，这次燕慈并没有阻止，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婉意衣裳都没穿妥帖，就赶紧将那画给毁了。将画毁了后，林婉意才微松了一口气，回过头就看到燕慈似笑非笑的模样。可不许再画这种画了，除非你想要害死我。我哪里舍得害弯弯？放心吧，以后不画了，反正弯弯的每一处都在我的记忆深处了。林婉意十分无奈，她甚至都怀疑燕慈这脸皮是不是比城墙还厚，怎么就能这样肆无忌惮信手拈来的撩拨人呢？黎洛熙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是生非，如今李锦对他的耐心已经要告罄了。今日他跟江望私会一事，应该会让李锦彻底对他失望了。彻底失望后，他会怎么做？不管他死活，虽然荣成王府的人都十分护短，但李锦却是其中异类。他的心其实最黑最冷酷，不值得护着的家人，他会果断放弃。林婉意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如今还没有见过这位传说中的二哥，真是不知道见面了会是如何光景。黎洛熙为什么会去找江望呢？黎洛熙为什么会去找江望呢？难道他们之前就有什么私情？今日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相见，至于黎洛熙为何去联系江望，不得而知。不过江望的母亲是嘉柔公主，当年嘉柔公主差点嫁给荣成王。什么？那冯兰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她哪里有那个本事偷了荣成王的亲生女儿？但倘若有一个强大的帮手的话，仿佛有什么线索马上就要连成一片，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林婉意的心也跳得极快。燕慈握着林婉意微凉的指尖，把人给揽入怀中。婉婉，倘若查出来真相，你要如何做？我会跟荣成王府相认，倘若他们以亲人待我，我亦以亲人相待；倘若淡漠，那就作罢。可不管如何，我都不会让黎洛熙跟那冯兰好过。婉婉好坏呀！
林婉意抬起头，微微蹙眉看着燕慈。可我更加稀罕了，怎么办呢？岂是我被都督给影响变坏了吧？夫唱夫随，那我们就做一对恶人夫妻吧。做夫妻，谈何容易啊！不管以后多坎坷，这一刻，让我们互相拥抱取暖吧。荣成王府，黎苍这几日有点无所事事，因为要等黎洛熙大婚后，他才能够回兵营。最重要的是，因为被林婉意厌恶，所以黎苍这几日特别没精打采，蔫了吧唧的。结果听到管家钟书送来一封信，说是林大姑娘的手信。赶紧给我！黎苍顿时来了一个鲤鱼打挺，从罗汉床上跳了起来。林大姑娘要宴请我了！林大姑娘要宴请我了！钟叔，你听到了吗？林大姑娘特意宴请了我。看来小少爷是真的很在意那位林大姑娘啊。那是当然了，钟叔，你都不知道林大姑娘有多好，她跟我母亲一样好。小少爷，你就胡说！王妃那样好的人，世间能有几个人比得过？我之前也听说过林大姑娘的盛名，药香名书，端慧过人，但比起王妃，还是要差一些。钟叔，你不懂，林大姑娘跟我母亲长得像，性格也像，她的医术也了得。看吧，我一定会努力得到她的芳心，然后把她带回到荣城去，我母亲定然会喜欢她的。对了，头顶的玉冠，腰间的佩玉也得是顶好的，要不要再准备一些礼物？总不好空手上门啊！足足换了10几套衣裳，最后才选了一套满意的。黎苍这才出了门。钟书目送他上了马车，渐行渐远，无奈摇头，转过身往回走，却看到了脸色不愉的世子李锦。钟叔，怎么了？哦，对了，小仓呢？世子，老奴正想着小少爷的事情，他接到林大姑娘的邀约，立刻去那木婉堂赴约了。他还跟老奴说，那林大姑娘跟王妃长得很像，性子也像，还医术了得。他说要将林大姑娘娶回王府呢。那林大姑娘跟我母亲如此像，老奴也不知啊，许是小公子情人眼里出西施。去备车。世子，您要去哪里？木婉堂。黎苍正美滋滋地来到木婉堂门口，下马车之前还十分慎重地理了理衣袍，正了正发冠。他还问赶车的下人自己今天模样怎么样。公子，您今天挺好的呀。才挺好嘛，那就是不够英俊了。如果不是担心会让林大姑娘久等，我定然要再好好捯饬捯饬。黎苍下了马车，同时还抱着一匣子金元宝。燕慈，你怎么又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可是，我能够开木婉堂，多亏了你跟燕都督帮忙，所以今日这宴是我专门设下款待你们二位，感谢你们二位的。我本以为就我们俩的。燕慈凉凉地看了过来。啊，那不合礼数啊！李小将军难道忘记了我刚跟那沈玉白和离？黎苍听后知道不能坏了林婉意归玉，这才把所有委屈郁闷都咽了下去。他转念一想，燕慈的确是一个很合适的陪伴人选。如果找来一个女眷相陪也不太合适，但倘若是找来一个男人来作陪，我也不乐意。所以燕慈这个太监来作陪正好啊。林大姑娘说的对，是在下疏忽了。他引领二人去了饭厅那边。明日开业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哪里需要帮忙不要客气，尽管开口好了。已经都准备好了。今日去郑家参加生辰宴，许多人都说明日会来捧场。
别提郑家的生辰宴了，真晦气。也不知道小溪是如何想的。算了，不提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金陵郡主不是已经跟沈玉白被陛下赐婚了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溪跟中了邪一样，就是不想嫁给沈玉白。我二哥已经给他禁足了，让他在府中好好反省。只是禁足啊，看来林世子对这个妹妹还不错。就在这个时候，燕慈抬手给林婉意的碗中添了菜，动作娴熟自然，就好像是做过了1000遍10000遍似的。而黎苍看着他们俩的互动，心中莫名不是滋味。林大姑娘，你可知道我妹妹为何不想跟沈玉白成亲？林大姑娘，你可知道我妹妹为何不想跟沈玉白成亲？我怎么会知道？毕竟金陵郡主可是你的妹妹。嗨，我就说小溪不知道怎么的，好像得了失心疯，一心想要嫁给燕都督，你说有意思吧？偌大的堂屋内响起了黎苍十分爽朗的笑声。燕慈俊脸一沉，眼底动了杀意，而林婉意则是抬眸看向了燕慈。他想得更多更远，保不准他就跟自己一样，也是重生的。金陵郡主不想嫁给沈玉白，应该是沈玉白未来的结局不太好，而她一心想要嫁给燕慈，是不是说她极有可能知道燕慈是假太监，甚至将来燕慈的地位会极高？如今燕慈已经是9000岁了，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倘若再高，那……林婉意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心中惊骇万分。有着桌布的掩盖，他直接伸出大手按在了林婉意的腿上，指尖的温度透过轻薄的纱裙，特别灼人。李苍，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在我燕某的心中，你妹妹远不及我心上人的一根头发丝。这人一边说着无比虔诚的话，一边桌子底下的手怎会那样的不老实？林婉意耳根再次微微发烫，而黎苍听后，他表情有点闷。燕慈，你差不多就行了呀。小溪到底是我妹妹，你可不许这样贬低她。再说了，我们荣城王府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小溪许配给你。林婉意突然想到了什么，她不着痕迹地看了燕慈一眼，状似随口问道：原来是李小将军舍不得妹妹嫁给9000岁吗？当然了呀，毕竟燕慈是换，就算她不是，我也不舍得让妹妹嫁给她。燕慈心眼子特别多，比我二哥还多。我妹妹嫁给他的话，还不得被他欺负得死死的呀。林婉意哦了一声，然后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打算推开那只正在兴风作浪的大手。只不过下一刻，他的小手就被大手给握住，那大手还挠了挠他的手心。坐在对面的黎苍全然不知道桌子底下的波涛汹涌，他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新话题，如何跟林婉意拉近一下彼此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福林快步走了进来。小姐，李世子来了。什么？我二哥来了？然后他就火烧屁股似的跑了出去，看样子是试图拦住他二哥。而这边屋内只剩下了燕慈跟林婉意。燕慈直接将他的手从桌子底下拽出来，放在唇边亲了亲。婉婉，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那黎洛溪不及你的一根头发丝。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如今黎世子来了，他那样聪慧警觉的人，看到我的模样跟他的母亲有几分相似，会不会怀疑？会。燕慈见他拧眉沉思，开口道：你若不想现在立刻暴露身份，我帮你打发走李锦。不必了，他今天突然来到木婉堂，倘若是因为黎苍，那么黎苍就能够把他支走；倘若他就是为了我而来的，那么他已经起了疑心，势必就会查下去。林婉意抬起头，神情淡定泰然，而且林婉意感觉他的真实身世让李锦去调查出来，这样的结果反而最好，
倘若自己主动去暴露，对方或许就会以为他是不是处心积虑。对待心思深重的人，就得走一步看3步，甚至30步。我家弯弯愈发聪慧了。这边黎苍已经奔到门口，看着二哥李锦迈步慢悠悠地走进来，驻足在了博古架跟前。你送给林大姑娘的？对啊，不过是一些小古董而已嘛。小古董？这个青花云龙文相耳瓶，卖了的钱都可以养活整个荣城的百姓们10年了。二哥，你是不是来找我的？你有什么事咱们回府再说。不，我今日过来是见一见那林大姑娘的。什么？李锦眯着眼看着弟弟。母亲说过，小仓献祭了自己的心眼给了家人们，特别大方，自己一点都没剩下。这家伙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所以李锦径直问道：小仓，你为何拦着我，不让我见那林大姑娘？我没有啊。看着二哥审视的眼神，黎苍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就败下阵来。他左右看了看，才小声开口：我没有二哥聪明，万一你也看上了林大姑娘，跟我抢可怎么办呢？我没有二哥聪明，万一你也看上了林大姑娘，跟我抢可怎么办呢？李锦差点被这个蠢弟弟给气死。他揉了揉太阳穴：不是你说的那林大姑娘跟咱们母亲长得很像吗？对啊。那你就没有想过，她极有可能就是李世子，今日哪股风把你给吹这里来了？李锦在这里见到燕慈十分意外，但他的目光都落在了燕慈身边的女子身上。翩翩玉立，婀娜多姿，明眸皓齿，秀雅端庄，不卑不亢之中还带着一抹娇俏。更不要说他在微微俯身行礼的时候，还带来了一股药香。李锦愣在那儿。原来小仓到底说了一次实话，这林大姑娘果然跟母亲像极了，容貌可以是意外相似，那神韵都像，要如何解释？黎苍见二哥愣神，顿时十分紧张地推了他一下。二哥，人家林大姑娘给你见礼呢，你怎么不出声？二哥，你可不许看上她。这笨蛋，倘若林大姑娘真是妹妹，还看上，到时候看你如何收场吧。一直都只听闻林大姑娘的盛名，今日却是第一次相见，在下有点失态，实在是因为林大姑娘好似故人。林婉意本来正观察着李锦的表情变化，突然听到这句好似故人，顿时有点囧。而燕慈好像发现了他的迥异，开口解围：李世子，你们荣城王府的人可真有趣，白日里你妹妹欺负林大姑娘，结果晚上你们兄弟来，你还说林大姑娘好像故人，真是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呀。我是来找小仓的，顺便拜访林大姑娘，还没有问燕都督为何在这里。林大姑娘是燕都督的人。李锦顿时皱紧了眉头。此时几个人都站着，气氛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不管如何，来者是客，正好今晚准备了许多菜肴，那就请入座一起享用吧。好。第一次发现二哥这么厚脸皮啊。一群人落座后，开始安静地品尝美味佳肴。期间除了黎苍说了几句话外，其他人什么都不说。这个李锦可真的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他不是打算等结束后就开始调查我吧？天色已晚，黎家兄弟俩提出了告辞。燕都督，我还有一些政务想要跟你谈谈，可否移步茶楼详谈？可以。三人一起上了马车，2个800个心眼子的人彼此对视，而黎苍则是依依不舍地对林婉意招手。马车跑出去一段距离后，李锦突然开口：我记得燕都督手下有一个叫玉衡的人，正巧是我大哥的师弟，也是师从药骨，对吧？对。
那他应该跟我母亲也很熟悉，也就是说，他也知道了林大姑娘跟我母亲长得很像，性格也像，对吧？李世子，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也就是说，燕都督很早就知道林大姑娘极有可能是13年前我丢失的小妹妹了，却为何不告知我们呢？二哥，你在说什么呀？林大姑娘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小妹妹？李锦揉了揉一跳一跳的太阳穴，如果这不是他亲弟弟的话，早就一脚从马车上踹下去了。你先闭嘴。黎苍十分委屈，而且他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姑娘，怎么会变成他妹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如何回答呢？毕竟林大姑娘没有与你们滴血认亲，只凭跟荣城王妃相像，并不能确定她就是你妹妹，所以我也就没有知而不告了。只不过……燕慈语调微顿，又拈了拈手腕上的佛珠。果然，一向最睿智沉稳、足智多谋的李锦，这一次不再跟燕慈博弈。你知道什么？若对我们有用的话，荣城王府算是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我倒是不知道什么，只不过却有2件事，我随便说说，黎世子就随意听听。这其一嘛，林大姑娘小时候2岁有余，生了一场大病，是林宇之夫妇来抱着她去了龙华寺，据说在那儿求佛好了后，就直接去了江南林夫人娘家，一住多年才回来。按照时间，这也是13年前发生的事情。这其二嘛，静宁郡主好像一直针对林大姑娘。这其二嘛，静宁郡主好像一直针对林大姑娘，之前还找人要置她于死地。难道小溪已经知道了林大姑娘的真实身份？好像是啊，小溪为什么要针对林大姑娘啊？是啊，你说奇不奇怪？静宁郡主又不爱慕沈玉白，她为何要去对付林大姑娘呢？哦，对了，今日静宁郡主好像在政府还私会江公子了吧？本都督没记错的话，江公子的母亲嘉柔公主当年十分爱慕荣城王殿下。李锦狐疑地看着燕慈，怀疑他就是故意的。这些事单独看没什么，可一旦全部都联系起来，就是傻子也会往13年前的事情上怀疑了。小溪好端端的，怎么会跟嘉柔公主认识？难道嘉柔公主当年因爱生恨，偷走了我妹妹？哎，不对，小溪当初才多大呀？她应该不会参与其中吧？没有证据，我也不知道。多谢解惑，但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你跟林婉意到底是什么关系？多谢解惑，但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你跟林婉意到底是什么关系？哼，黎世子是在质问本都督，以什么身份呢？他的兄长吗？那本都督倒是想要知道，当初林大姑娘在沈家侯府好几次都差点被欺负死了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想要认妹妹了？行啊，那在跟我算账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去跟沈家、跟沈玉白算算账？哦，我想起来了，那日我进宫的时候，正好就看到林大姑娘被端妃和长宁公主刁难，幸好林大姑娘机灵，不然那日被群蜂蛰咬的人就变成她了。李锦还是第一次被堵得哑口无言。等马车到了都督府门口的时候，他客气地跟燕慈辞别。不管如何，多谢你告知这些事。黎世子见外了，我们又不是外人。燕慈笑得十分热烈，李锦脸色又一沉。多谢解惑，但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你跟林婉意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外人。燕慈笑得十分热烈，李锦脸色又一沉。他总感觉燕慈这话里有话，没办法，燕慈的城府太深了，哪怕他们现在不是敌人，李锦也始终对这人特别警惕。燕慈眯着眼看着荣城王府的马车离开，他知道凭着李锦的性子肯定会立刻开始调查，查林婉意的身世，查黎洛熙背后的那些小动作。
还要彻查嘉柔公主在13年前的事情中有没有动什么手脚。既然这些事情有人做了，那我就得赶紧回医馆，好好哄一哄弯弯了。都怪黎操那小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什么那黎洛熙偏要嫁给我，弯弯肯定吃醋的会哭鼻子了吧。燕慈淡定地从窗户那儿迈了进来。弯弯，要不这屋内熏一些香吧，屋内有些酸。说谁吃醋呢？林婉意嗔怒地瞪了他一眼。别开玩笑了，严都督，我哪里敢吃醋啊？他宁可嫁给宦臣都不在意，那应该对您是真爱了吧？管那黎洛熙知不知道上一世的事情，但他一心要嫁给燕慈这件事儿，的确够膈应人的。燕慈爱极了他这种吃醋拈酸的小模样，没忍住直接伸手将人抱了起来。好了，弯弯，别恶心我了。刚才用晚膳的时候，我已经表明心迹。黎洛熙真是比不上你的一根头发丝。燕都督不用跟我解释，我心头虽然有一点不爽，但娇嗔几句也就够了。哎呀，你快点把我放下来，待会儿福临瑶光他们就要回来了。他们回来他们的，又不影响什么。这人可真是百无禁忌，肆无忌惮啊！会不会将来有一天，即使是面对李锦他们，也会抱着我不撒手？就算是李锦他们不在乎我，估计也会被这个画面给雷得外焦里嫩吧。小姐，我们在那冯兰的房间中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冯兰死去的夫君留给他的，说是将来有朝一日，倘若静宁郡主对他不孝，就把这封信给王爷夫妇俩。林婉意人还在燕慈的怀中呢，见福临突然进来，她惊了一下，忍不住挣扎起来。燕慈见她耳根都红了，感慨了一句我家弯弯真可爱，这才松开了手。林婉意终于挣脱燕慈的怀抱，从福临手中拿过那封信，缓缓打开，看着上面的内容，她的神色愈发晦暗。弯弯，别难过，有我在。我不难过，就是心情有一些复杂。毕竟还不能100%确定我就是那个孩子，只是我不明白，孩子被他们的人给丢掉了城外的乱葬岗了，跟我又是什么关系？杜伟义留下的这封信上写了他是如何跟嘉柔公主合作丢了那个孩子。他早就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就故意演了一出苦肉计，来了一出托孤。要让托孤更逼真，当时冯兰也是哭着要殉情，只不过被救了回来。十分重情义的荣成王这才认了杜伟义的女儿做养女，因为怀念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就用了女儿本来的名字。会不会我并不是那个孩子？会不会我并不是那个孩子？倘若他是那个孩子，如果不是被杜伟义他们改变了命运，上一世是不是就不会那样凄惨了？舌根被拔，双腿被打断，在地上匍匐着被大火吞没的感觉，只要林婉意闭上眼就会回想起来，实在是太绝望了。燕慈突然发现林婉意的状态不太对，顿时给了福临一个眼神，让他退下，然后就伸手抱着林婉意进了里面的房间。他轻声唤了林婉意的名字，林婉意却并不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燕慈就俯身温柔地吻着她，吻着吻着就尝到了眼泪的味道。林婉意不知道何时竟然泪流满面，她依偎在燕慈怀中，声音清冷淡漠。如果我不是那个孩子也就算了，倘若是的话，那当年参与这件事情的所有人，我都不会放过。好，弯弯想要去报复谁就去报复谁，就算是你要把这天捅个窟窿，我也给你递刀。林婉意的目光慢慢清明了起来，她看着燕慈近在咫尺的俊脸，伸出手主动吻了上去。谢谢你，燕慈，谢谢你陪我一起疯，一起报复，一起坠入无边地狱。快跑，快跑，快把小郡主交给嘉柔公主的人！快去喊世子来！冯兰好像得了失心疯，
眼睛闭着，抱着那个襁褓，风言风语，什么都说。李锦的俊脸彻底黑了下来。好得很啊，怪不得当年父王他们怎么都找不到妹妹，感情是有了内贼。如果说当年妹妹被偷，冯兰跟杜伟义跟那嘉柔公主联合了，那么杜伟义当初为父王挡毒箭那件事怕也是假的了。去把这疯女人关起来，另外不许郡主出门一步，这件事也不许告诉他。世子，倘若郡主问起来呢？之前他不是责骂了冯兰吗？就说冯兰心情不好，出去散心了。是。其他人都离开后，黎苍一副如遭雷击的模样。二哥，真的是冯兰跟杜伟义做的吗？可他们为什么呀？就为了让女儿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吗？我管他是为了什么，就凭他弄丢了妹妹，还让这些年来父王母亲都活在抑郁之中，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李锦的眼底闪过一道寒光，黎苍眼巴巴地看着二哥，一颗心一直往下沉。莫非林大姑娘真是我们的妹妹啊？之前藏在暗处的瑶光跟天机趁着荣成王府鸡飞狗跳之际悄然离开了。啊，两位主子在交流感情呢，等一会儿再禀告。好。寝房内，其实两人第一轮的感情交流已经结束，主要是林婉意情绪不对，燕慈一直在安抚着她。燕慈又跟往常一样，用帕子沾了温水，温柔地擦拭着如雪肌肤上的香汗。林婉意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她眼尾泛红，认真地看着沉默温柔的燕慈。他是大夫，自然是知道自己出了问题，就是那种经历了巨大惨痛创伤后，人的情绪会不自觉地起伏十分巨大，遇到一些引子就会难以控制。林婉意看着橘色烛光下燕慈英俊的侧脸。燕慈，你不认为我有病吗？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会难以控制。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我，谁都不是天生会伺候人的，但为了报仇，我许多事情都做过，卑劣的、低贱的、残酷的、无情的，到了如今，伺候人的习惯竟然都刻到了骨子里。别说了。林婉意知道燕慈心底肯定也有着巨大伤疤，她绝对不能因为自己心口有伤口，就也要揭开别人的伤疤。燕慈却温柔地笑了笑。婉婉，没事的，现在普天之下，除了还要伺候龙椅上的那位，我现在就只伺候你了。林婉意不知道该说什么，伸手搂住他的脖子，两人静静地相拥了一会儿。弯弯是打算继续睡，还是听瑶光禀告事情？他回来了，如果有事就让他先禀告吧。应该是冯兰身体不好，根本抵抗不了南柯一梦，所以就发了异种，什么都说出来了。黎世子已经连夜派人出去调查了，同时还给荣成王送了家书出去。林婉意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来。不得不说，用在冯兰身上的这个南柯一梦真的是太值了。好啦，你跟福宁今晚辛苦了，明日木碗堂开业，还有许多事情要忙，你也赶紧下去歇息。是，小姐。李锦、黎苍兄弟俩率先从马车上跳下来，一位穿着白色轻纱罗裙，头戴翡翠珠钗，雪肌花容，绝色出尘般的夫人，缓缓地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众人看着她的容貌，顿时就惊呆了。怎么跟林婉意那么像？站在门口的林怀安愣愣地看着这一幕。李世子，这位是？就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太医，被妹妹喊了10几年的兄长。这位是我的母亲，听闻今日林大姑娘的木碗堂开业，特意来恭贺。众人哗然，竟然是多年以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荣成王妃。要知道，这位王妃特别神秘，荣成王为了她当初不惜抗旨拒婚，
而据说这位王妃还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药蛊谷主的独生女儿。林怀安本来在李锦跟前就十分局促，再听闻竟然是荣城王妃来了，他好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生怕给妹妹丢人。是林太医吧？我能否单独见一见林大姑娘啊？这笑容跟妹妹笑起来也太像了呀！啊，自然是能的，您这边请。林怀安一边将荣城王妃往里请，一边吩咐身边人立刻去把弯弯喊过来。林大姑娘跟那荣城王妃那样像，他们应该是亲戚吧？怪不得林大姑娘有底气跟沈世子和离呢，还有底气开医馆，原来啊是荣城王府的亲戚。哎呦，嘘，小声点儿，那位今天也来了。沈玉白也是听说荣城王府的人来了，他急忙迎出来，想着跟黎世子说几句话，结果李锦全程看都没看他一眼，这让沈玉白十分郁闷。可听着周围人的议论，沈玉白迷茫极了，他怎么不知道弯弯何时跟荣城王府有了亲属关系？燕慈，荣城王妃来了。看着林婉意因为激动兴奋而十分璀璨的眸子，但却又因为紧张担心希望落空，掌心微微潮湿。燕慈握住他的手，声音低沉却十分笃定。婉婉，既然他们来了，那么就去面对吧。如果你担心，我陪你一起去。我的确有点担心，可你还是不要露面为好。万一他们问起来，你要如何回答我们的关系？就说我是你夫君，如何？这人可真是口无遮拦。算了吧，今日刺激的事情太多了。都督大人，您就稳坐在这里，做我的坚实后盾吧。那好吧。婉婉，去吧，一切有我在，不要怕。弯弯，终于看到你了，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恭贺你的医馆开业。沈玉白，你就不用跟我来如此虚伪的这一套了，是不是那个药用完了？你不是开医馆也卖各种药吗？我带着银子来的，我可以买。抱歉啊，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门口挂着的牌子，我不卖给沈家人任何东西。我今日还有事，来人，送客。哎，婉婉！林婉意推门进了花厅的时候，没想到那沈玉白竟然还不要脸地跟了上来。不过这个时候，林婉意的目光落在了坐在中央太师椅上的女人。林婉意看着对方，恍惚的有一种照着镜子的感觉，因为两人不止容貌有着7、8成相似，甚至连神韵都是像极了。哎，你叫弯弯吧？快来让我看看。是，草民林婉意，见过荣城王妃殿下。东方嫣然看着他不卑不亢的模样，又是欣慰又是感慨。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扭头吩咐荣锦：小锦，快去拿匕首来，再拿来1碗水。是。上来就放血吗？林婉意听后震惊极了，她想过对方是打算跟她认亲，但没想到竟然如此神速果断。哎，李小将军，这是何意啊？弯弯难道是王妃的女儿？黎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马上要找到丢失多年的亲妹妹了，他本来是十分高兴的，可一想到这个妹妹就是林婉意，黎苍整个人情绪又低落了下来。好不容易看中的姑娘就这样成了妹妹，所以心情本就不爽的黎苍抬起头看到是沈玉白说话，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关你屁事儿！但沈玉白却被一噎，脸半红半白，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东方嫣然见状后，她从袖中拿出一个白玉药瓶，将里面的东西滴了进去。王妃殿下，您这是何意？还有，这是什么东西？我见你长得很像是我丢失多年的女儿，就想着跟你滴血认亲。
不过有的时候这东西会出错。我滴入的药剂是药谷出品的，就是避免滴血认亲的时候有误。东方嫣然丝毫不绕圈子，林婉意再次被对方的爽朗给震惊到了，可她却下意识地很喜欢这种感觉。母亲，要不还是用我的血吧？不行，你的血不纯，万一你不是我儿子，是抱来的呢？还是直接用我的好。李锦嘴角抽了抽，林婉意听后也是失笑不已，心中对这荣成王妃的好感更上一层。王妃殿下，这是我自己研制的止血凝伤的药粉，李小将军用过，十分好用，您快点先止住血。2滴血缓缓地融合到了一起，他还没有开口说什么，整个人就被荣成王妃一把给拥入怀中。我的女儿，我的乖女儿啊！其实找了这么多年，东方嫣然都要放弃了，绝望了。他无数次想过，可能女儿已经都不在了。这次他恰好到京城附近寻一味药材，那味药材对王爷的腿疾有用，他就想着寻了药材就带人速速回荣城。可谁想到恰好遇见信使，看到了李锦往回寄的信。东方嫣然看到信后，让人继续往荣城送信，而他果断骑马，连夜就赶到了京城。被荣成王妃抱着的林婉意瞬间也感觉眼角痒痒的，她嘴张了张，却没有说出一个字，而是反手抱住了对方。咱们要不要也跟妹妹抱抱？咱们要不要也跟妹妹抱抱？李锦无语地瞪了瞪他。什么？弯弯竟然是荣成王夫妇俩的女儿？怎么会这样？早知道如此的话。一抹懊恼闪过沈玉白的眼底。就在这个时候，林雨之夫妇俩赶了过来，他们愣怔地看着这一切，眼底涌现出慌乱、震惊，还有一抹如释重负。这屋子里面每个人的心情都复杂万分。今天的事情太突然了，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福灵，送沈世子离开。哎，弯弯，我又不是外人。你不是外人，对，你根本就不是人。福灵，送客。是。福灵不管那么多，直接拎着他的衣领，就跟拎着小鸡子似的，直接把人给拖了出去。这人是谁啊？母亲，刚才那人叫沈玉白，侯府世子，只不过现在侯府变成伯爵府了。他跟小妹从小定亲，几个月前2人成亲，只不过人品不行，前不久小妹跟他和离了。还有这回事？你们怎么能让他找那样的人家？荣成王妃瞪圆了眉目。现在那沈玉白已经不在屋子里了，他就瞪向了林雨之夫妇俩。林雨之夫妇俩都是性子老实的人，被荣成王妃这样一质问，顿时俩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王妃殿下，您别激动，这里面或许有什么隐情，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你喊我什么？见状，旁边的李锦跟黎苍先紧张了起来。平时在府中，如果见到母亲红着眼眶的样子，他们父子4人必须要无条件地哄着他。林婉意看了看父亲母亲那边，转过头来。其实从第一眼见到您的时候，就感觉十分的亲切，我就知道您一定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看到他被哄好了，林婉意跟李锦、黎苍兄弟俩的心情一样，都松了一口气。阿父，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我跟王妃母亲的血能相融，是至亲？哎呀，13年前，弯弯你，我们的女儿弯弯生了重病，我父亲极其擅长儿科，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夫妇俩就抱着女儿去了龙华寺，求佛祖保佑。可我们的女儿到了龙华寺的时候就没有气息了，我当时悲愤欲绝，
可是我却听到草丛之中有孩童的啼哭。我们走过去发现，那竟然是一个才2岁左右的女童，已经是浑身滚烫，发了高烧了。然后出现一群模样凶狠的歹人，过来挨个的问，谁见过一个2岁大的女孩？看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呢，就动了恻隐之心。他们认为这是上天的缘分，上天收走了他们的女儿，又送了一个女儿来给他们，所以林雨之就把去世的亲生女儿给埋在了龙华寺最大的那棵木槿树下，然后将捡来的女童当作女儿骗过了那群歹人。女童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象征之物，我当时把夫人跟孩子送到江南后回了京城，四处托人打听，也没有打听到底是哪家丢了孩子，后来就一直这样养着。婉婉呐，对不起啊，阿父没有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啊。婉婉，对不起啊，当时有好几路人都阻挠我们找人，我们还遇上了仇家。你父亲被伤了双腿，当时我们只好将找你的消息暂时压了下来，只能暗地里寻找，不然的话，我们担心仇家会先找到你，先对你动手。各种阴差阳错聚合到了一起，也就让荣成王夫妇的女儿彻底下落不明，而林雨之的女儿在江南慢慢长大。林婉一听后只感觉造化弄人，她起身从怀中拿出一封信，递到了东方嫣然跟前。这是我让人从冯兰那里拿来的。东方嫣然已经从2儿子那儿得知，是冯兰跟杜伟义联合那嘉柔公主做了这件事。她再看到这封信上的内容，气得差点想要直接去杀人。她噌地站了起来。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我汇聚药谷跟荣成王府的全部力量，将这些人碎尸万段。婉婉，你今日医馆刚开业，肯定还有事情忙，那你先忙，老娘先去砍几个人，等收拾完那些混蛋后，咱们母女俩再好好的叙旧。林婉意在所有人走后，她一下子跌坐在红木圆椅上，一手按揉着眉心。她的身世竟然是这样的，跟沈玉白有婚约的是林家长女。倘若我还是荣成王府的君主，上一世就不会被困在沈府后院，那样惨烈的死去了吧？不，也不一定。有一些事情或许根本无法避免，唯一的办法就是神挡弑神，佛挡杀佛。就在这个时候，郝文的檀木香从身后袭来，燕慈伸手给林婉意按揉了一下太阳穴，她什么话都没有说，林婉意却伸手按住了她的手。燕慈，你听到了吗？我的身世竟然是那样的。听到了。你说，倘若我一直是荣成王的女儿，会怎么样？那我就不能这么快把你给拐到我的榻上。这人知道我心情不好，所以故意说这些。不过，谁规定的一直都允许你逗我呢？林婉意猛然站起来，踩在圆椅上，捧着燕慈的脸就亲了下去。因为林婉意站得高，所以燕慈得微微仰着脸，伸手扣着她的腰。这种新奇的姿势顿时让两个人都有点激动，不断加深这个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沈玉白终于躲开了所有人，又重新回来。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婉婉，你听我解释，我跟黎洛曦……下一刻，看着眼前的一幕，他顿时哑了。真是晦气。他松开燕慈，慢悠悠从圆椅上下来，扭头看向沈玉白。沈世子，你怎么还没滚？啊，婉婉，你怎可这样不知检点，伤风败俗？我伤风败俗？
呵呵，沈玉白，普天之下，你最没资格这样说我。难道你忘了，当初新婚之夜，是谁把我送到燕都督床榻之上的？林婉意说着，随手擦了一下被燕慈亲乱了的口汁。沈玉白走到跟前，眼睛泛红，用手指着林婉意：“那你也不能，他可是宦臣啊！”这句话仿佛用尽了沈玉白所有的勇气，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怂得要命，所有的话都冲着林婉意说，连看都不敢看旁边那个大刀阔斧、悠然闲适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的9000岁。宦臣怎么了？燕都督比你英俊潇洒，比你位高权重，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你强。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脸，还敢在我这里蹦跶。婉婉，你怎么能变成如此不讲道理？水性杨花，你……啪！林婉意一个耳光甩了过来，他眼底沁着冰碴子。我到底怎样，也跟你沈玉白没有半分瓜葛。你到底是自己滚出去，还是我让人把你插出去？沈玉白愣在了那儿，他不知道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他本来是想要跟林婉意和好的，他们之间的事情都是误会。他本来想要告诉林婉意，他不会娶黎洛熙了，他心中爱的人一直都是他。可不知怎么会变成了这样。沈玉白仿佛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林婉意，整个人好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好半天都没有动弹。林婉意眯了眯眼：“来人，把沈玉白丢出去。另外，在门口立一个牌子，沈玉白跟他的家人，以后再也不准踏入木婉堂一步。”他的话音刚落，福临立刻带着几个膀大腰圆的侍卫出现在了门口。他们十分利落地将沈玉白给拎了出来，然后当着今日众位宾客的面，直接就将沈玉白给丢了出去。沈玉白玉冠掉了，头发散了，锦袍上也都是尘土，整个人狼狈不堪的脸着地，被摔得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我不是让你把沈玉白丢出去了吗？请小姐责罚。是我命令福临跟那些侍卫故意将沈玉白放进来。燕慈朝福临挥了挥手，示意他下去。要不你把你的人都撤走吧，包括福临跟瑶光。夫人，我错了，但你先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可好？那你解释。我的确是故意让沈玉白发现我们俩的事情，因为你认亲事情提前，沈玉白一向利欲熏心。倘若他知道你才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那亲生女儿跟养女，很明显，娶哪个会对他跟七皇子用处更大。我是不会再嫁给沈玉白的。我知道，但却保不准他跟七皇子再动什么歪心思。但如果他知道了你我的事情，就会投鼠忌器。他们不能一边得罪荣成王府，一边在得罪我。林婉意疑惑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总感觉这男人肯定还憋着什么坏水。还有呢？还有的自然是我的私心了。谁让婉婉这样美好，如今又有了更尊贵的身份，我害怕你会对我始乱终弃。燕慈的睫毛特别长，皮肤也十分细致，一张脸俊美的不像话。都督这样俊美，怎会这样不自信呢？婉婉喜欢我这张脸吗？那就多多怜惜我吧。燕慈头一偏，唇角划过了林婉意的手指，然后她顺势就亲了下去。这个动作就好像是一个信号似的，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毕竟刚才被沈玉白打扰了，并没有尽欢，如今情绪再起，自然不会放过，然后就荒唐的昏天黑地。看来小姐又被都督给哄好啦。倘若你们有自己的亲生女儿，那会真心对养女好吗？世子他们几个兄弟会对这个没有血缘的妹妹真好吗？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们为什么要对没有血缘的妹妹比对亲生妹妹还要好？母亲，不用跟她生气，我们只要知道她不无辜就行了。
我记得你跟杜伟毅感情很深，当年他濒死前，你还要跟着他一起去了来着。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们，让你们死同学吧。郡主，救我呀！郡主，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呀！他转身就往外跑，一边大声呼喊，但很快他就被拦下按住。他救你？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何来救你？王妃，我知道我罪孽深重，我也不再辩解了。但是郡主她是无辜的呀，当时她才不过2、3岁，她什么都不知道呀，她还是你看着长大的。她当真什么都不知道吗？她很早就知道我女儿在哪里，非但不告诉我们，还差点害死了她。你要我如何原谅她？他娘的一窝子白眼狼啊！不能骂人，不能骂人，万一骂习惯了，以后被万万知道了可就不好了。先把冯兰带下去，等他女儿大婚后，就送她去跟杜伟毅团聚。冯兰被拖了下去，黎苍还是不明白。母亲，你真的还要认小溪做养女，让她以荣城王府郡主的身份嫁给那个沈玉白吗？如果这个身份去掉，沈家就要退婚了。不过这个身份既然是我给她的，就能够收回。等她嫁过去的时候再收回好了。我不明白，为何要如此费事呢？东方嫣然嫌弃地看了看小儿子。小苍，你难道忘记了刚才弯弯说了什么？我没忘啊，弯弯说了，希望沈玉白跟小溪成亲在一起。是啊，这么多年，弯弯第一次开了口，我这个做母亲的岂能不满足她？至于小溪那边，小锦，你去让她准备出嫁，婚期也跟沈家商议好，越快越好。等他们大婚后，我就可以开始收拾那个萧启念了。萧启念是嘉柔公主的本名，也是13年前的罪魁祸首。是，母亲，我这就去安排。都主，李小将军来了，还带了许多酒，他说要来找你喝酒。喝酒？李小将军说自己失恋了，要借酒消愁。燕慈嘴角抽了抽，十分无语。幸亏对方是弯弯的亲兄长，不然他铁定将人给踹出去。让他去花厅那边等着，你去让厨房做一些下酒菜。是。燕慈，都怪你，你为何让我认识林大姑娘啊？她现在成了我妹了，我亲妹妹啊，我竟然那样糊涂啊！他理智上知道那可是自己的妹妹，但架不住心里边难受啊。而他认识的人中，就燕慈这个变态最能喝了，所以才来找他一起一醉方休。你们荣城王府打算认回弯弯吗？那是当然的了，我母亲正在搜刮王府中的宝贝，明日要再去木婉堂给弯弯送过去，然后谈认亲的事情。哦，对了，小溪跟沈玉白的婚事就定在5日后。5日后，这倒是够仓促的。黎洛溪还是荣城王府的郡主？对啊，她以荣城王府郡主身份嫁给沈玉白，等回头我母亲就会跟她断绝关系。至于以后她如何，我们荣城王府都不再管了。其实我就想不明白了，小溪好端端的为何要去害弯弯呢？自私自利之人的想法，倘若你理解同意了，那你也就跟他是一丘之貉了。也对。就这样，几杯酒下肚，燕慈轻松地从黎苍口中得知了荣城王府的情况。亏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他，担忧荣城王府的人会对他不那么真心，结果那个小没良心的竟然直接丢下我，自己回了林府。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喝得有点上头了的黎苍突然开口：也不知道婉婉以后会嫁一个什么样的夫君，嗨，沈玉白这个王八蛋也就算了，反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等下次婉婉要嫁人的时候，我一定要帮她好好把关。看着醉得有点糊涂的黎苍，燕慈抬起头，深邃的眼底闪过一抹算计，说话的语调带着一抹蛊惑。黎苍，我做你妹夫怎么样？黎苍抱着酒坛抬起头，眨了眨眼，又用力地眨了眨眼。他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燕慈说什么之后，顿时脑袋摇得好像拨浪鼓似的。不行，你可是太监啊，你没有办法给婉婉孩子呀。我能？那也不行，你这人心眼子忒多，多得跟莲蓬似的，以后肯定会欺负婉婉的。而且我父亲母亲都告诉我，让我也离你远点，不然什么时候被你给卖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燕慈把酒杯放在唇边，并没有喝，左边眉角却是挑了一下。看来未来岳父岳母对我的印象都不是很好，看来势必得去一趟北境了，不管是为了救父，还是继续蒙蔽皇帝的心。督主，林大姑娘一早已经回了木婉堂，而且今日荣成王妃也会过去。去叫醒黎苍，我们一起去木婉堂用早膳。是。燕慈换了一身银色束腰长袍，冠玉束发，面冠如玉，少了平时穿官服时候的攻击性，乍一看宛若金贵公子哥一般。燕慈，你真小气，让我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吗？而且啥意思？现在就赶我走，连一顿早膳都不给吃吗？我要去趟木婉堂，在那边用早膳，你不一起？开什么玩笑，我当然一起了。等马车快到木婉堂的时候，他才后知后觉地打量着燕慈。你一大早的为什么穿成这样来婉婉这里吃早膳？因为他这里的早膳好吃。燕慈丢下这句话就迈步走了下去，正好在药房柜台那儿看到了正在低头看账目的林婉意。都督，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我明日要启程去趟北境，你的事情还有一些不太放心。林婉意知他要谈重要事情，就点点头。都督还没有用早膳吧？那咱们一边用早膳一边聊。好。两人去了堂屋。林洛熙嫁给沈玉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婚期就在4日后，但他的性子应该不会就此安分下去。婉婉，用不用我帮你弄死他？哼，他何止是不安分啊，倘若有机会，就连皇后的位置他估计都想坐呢。燕慈眉峰一挑，他明白了，他的弯弯早就料到了这一切，并且也有算计安排。恰好这个时候黎苍走了进来。黎小将军，你怎么来了？婉婉，我可是你三哥呀，你不要那么见外，以后喊我三哥就行。三哥来小妹这里吃个早饭，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林婉意哑口无言。黎苍坐下来以后，看着燕慈跟弯弯坐得那样近，肚子里憋了一堆话，好几次欲言又止，但顶着燕慈时不时扫过来的危险眼神，他终究什么都没敢说。终于吃完了这顿早膳，黎苍索性直接赖在这里，在整个木婉堂游逛了起来。婉婉，待会儿母亲回来跟你谈事情，我就在这里等着她。而燕慈则是走到林婉意身边，正好黎苍走远了，在他余光看不到的地方，燕慈伸手捏了一下林婉意的腰。林婉意瞪他，燕慈就笑了。我待会儿得进宫面圣，明日一早就要动身出发，今天会很忙，等晚上再回来陪你。都督日理万机，晚上不过来也行的。那可不行，我担心离开的日子里婉婉太想我，所以要趁着还在，让你多温故知新。呵呵，9000岁大人，温故知新好像不是这般用的吧？今晚可能会有点费药。婉婉，
我知道你是燕慈的人，所以你到底在为他做什么事啊？林婉一听后一愣，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黎苍误会了之前燕慈说的那句话，还以为他是燕慈的手下。我会制毒，而且还可以帮燕都督打探一些消息。毕竟，如今我跟京城的贵女贵妇们都十分的交好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跟着燕慈这人肯定十分危险的，你之前是不是欠了他什么人情？要不这样，三哥帮你想办法还他人情吧。看着表情认真的黎苍，林婉一忍不住想，他欠燕慈的是以身相许，这个恐怕黎苍真帮不了他。他只好顺着对方的话说，这不是恩情不恩情的事情，他帮了我许多，我也应该投桃报李，不能因为危险就不去做。三哥，倘若我遇到了天大的危险，你会因为怕而拒绝来帮我吗？当然不会，还有你三哥我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害怕2个字。林婉意4两拨千斤的把这个话题接过，不一会儿东方嫣然就来了。你怎么带了这么多的东西来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你跟我回了荣城，那边的东西才多。我看你这医馆啊太空旷了，就帮你搬来一些，等回头有了更好的再给你。真的不用了，我什么都不缺。傻丫头，等有了新的好的就把旧的处理掉好了。本来还想着给你一些珍贵中草药，结果被小仓给提前给你了。你看看，如果缺什么，回头啊我让人去药谷挖来给你。林婉意哭笑不得，却又心头暖暖的。婉婉，我打算为你在王府办一场认亲宴，到时候也会提前知会林家，你看怎么样啊？黎洛熙是什么时候跟沈玉白成亲？4日后，一切从简。那他甘心吗？黎洛熙是什么时候跟沈玉白成亲？4日后，一切从简。那他甘心吗？甘不甘心不重要，因为他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而且等他嫁过去后，我就会跟他断绝关系，到时候就正好发落了冯兰。母亲，那就等黎洛熙和沈玉白大婚的时候，您跟他断绝关系，一起公布我的身份好了。届时黎洛熙突然受到了巨大刺激，身体出点什么问题，也就都顺理成章了。好，这件事就定了下来。东方嫣然在医馆待了大半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林婉意送走母亲跟三哥后，就静下来做美容丸跟瘦身丸，这2样昨天卖的最多。小姐，因为婚期太仓促了，所以他们就把琉璃阁收拾了一下，准备给静宁郡主住。因为沈府还在3年效期内，哪怕是皇帝陛下指婚，这场婚事也不能打办，一切从简，也就是挂了一些红灯笼，贴了一些喜字而已。主要是沈府也没什么钱了，他们现在应该慢慢的会发现，沈家的那些铺子其实都是在亏钱了的。奴婢看他们也是没钱了，听说就连沈世子的婚服都是几个月前穿过的那套，来不及做新的呢。不过看每个人都挺高兴的，据说沈太夫人都高兴的下了地，开始跟三夫人抢掌家权啦。哼，不过是以为娶了黎洛熙之后，他们沈家就能够翻身了。等到大婚当天，知道了黎洛熙跟荣城王府没有关系之后，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们的表情肯定好看极了。小姐，可那沈玉白应该已经是知道了，他会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呀？他那人最是好脸面的，昨日我那样羞辱他，也是断了他的后路。可同时，他又舍不得荣城王府给沈家带来的权贵，所以他只能捏着鼻子迎娶黎洛熙。哼，沈玉白，
新婚夜我送你的大礼，希望你会喜欢啊。林婉意不再去想沈玉白，而是走到柜子中，翻箱倒柜地找了一大片软羊皮，上面还带着暖暖的羊毛。北境是北寒之地，现在就已经很冷了。林婉意想着燕慈这一行比较仓促，肯定也没有准备护膝护腰那些东西。等到做好护膝护腰后，林婉意就把东西摆在案几上摊开放着，她则是有点困倦，倚在贵妃榻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什么细微的声响，她猛然惊醒过来。林婉意看着眼前的一幕，瞬间愣住了。男人褪去了身上红黑相间的飞鱼官服，将那羊皮护腰直接系上，裙袍下摆在腰际间挂着，要掉不掉的，护膝也绑在了双腿上。林婉意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燕慈就是有这种千变万化的本事，时而是凶神恶煞的9000岁，时而是面关如玉的公子哥，时而又如眼下，好像变成了男人味十足的部落粗狂英雄。原来弯弯很喜欢看我穿成这般模样。林婉意别过脸去，耳根微微泛红。嘟嘟，你快些先把衣服给穿妥帖了。不用，反正待会儿还得脱。这人竟然一边说着，一边朝林婉意走了过来，腰间挂着的那裙袍也摇摇欲坠。燕慈，现在天还没有黑呢。这些事情又没有规定一定要天黑才能做。婉婉，看着我马上要离开一段时日的份上，你别拒我。燕慈轻蹙着眉头，一副十分委屈受伤的模样，愣是让林婉意拒绝的话再也说不出口。那一直摇晃着的裙袍终于滑落下来。林婉意感觉羊皮护膝一直在磨着自己腿上的肌肤，那种痒痒的感觉让她忍不住抓紧了那个护腰。而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被用力地敲了敲。林大姑娘，快开门啊！本皇子来给你送礼来了。虽然现在天还亮着，但毕竟是外男，送礼却送到了闺房门口。稍微想想就明白，那九皇子根本就不尊重林婉意，估计就想着她不过是一个和离女，只是运气好跟荣成王府搭上了而已。九皇子根本就没有把林贵妃的话往心里去，今日来送礼也有点不情不愿。倒是屋内榻上还在纠缠着的两个人，此时都戾气横生。尤其是燕慈，她温柔地帮林婉意顺了顺被汗水沾湿了的发梢。突然感觉提前弄死九皇子也很不错。不行，还得留着他的命跟七皇子狗咬狗。那好吧，就留着他一条狗命。九皇子在门外咣咣地又敲了敲门，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差点就去见阎王了。敲了半天，见里面没有要开门的意思，他顿时不爽起来，抬脚就要踹。啊，原来是表外甥来了呀！你把礼物放下就走吧。啊，你喊本皇子什么？上次跟林贵妃见面，她非要让我喊她表姐，那我就只能从了呀。所以九殿下是我的外甥，有什么问题吗？本来想要调戏林婉意的九皇子直接被气歪了嘴，他气鼓鼓的刚要说话，林婉意又道：既然是晚辈，就要有晚辈的样子。今日一幕我乏了，要早点歇息。傅灵，送客。倘若九殿下不喜欢自己走路，就直接将九殿下抬走吧。是。九皇子下一刻就被人抬了起来，他身边的护卫们顿时十分紧张的要拔剑。你们真的要动手吗？这里的古董花瓶摆设可都是荣成王妃送来的，如果打坏了，她可是会让你们赔的哟。发现医馆侍卫并没有伤到九皇子，这些人才默默地把剑又放回了剑鞘中。九皇子回过头，气得嘴角都在抖，
拔剑就要砍向医馆门口上悬挂着的古董装饰。哎，殿下，这东西可不行砍呐，这也是荣成王府送来的。九皇子闻言收回了剑，他也不敢得罪荣成王府，但心中还是愤怒，转过头一脚踹向了侍卫。而这边屋内的两人还依偎在一起。弯弯今日好威风啊，不怕得罪九皇子。我得罪他也好过他知道了你我的事情。原来在弯弯眼中我是这般见不得人呢。都督，不是您见不得人，实在是您太见得人了。是想讨让九皇子知道了你我的关系，等知道了我的身份后，许多人就会认为你跟荣成王府来往甚密了。最重要的是，你不也说了吗？自己好多仇家，如今暴露了你我的关系，也会对我有危险吗？燕慈抱着他，脸颊贴在他的腰窝上。婉婉，为夫是在跟你说踏上情话呢，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如此理智？一定是本都督不够努力的缘故。林婉意一阵无语，猛然感觉后腰被某个狗男人咬了一口，不疼，但却又痒又麻。那回头你去哪里多带一些人，九皇子那人最小肚鸡肠，以免他报复。再过几日，荣成王府就会为我开一个认亲宴，届时九皇子就不敢再来招惹我了。婉婉，你在我的榻上呢，专心点，可不许想其他男人啊。这是我的榻。林婉意无语极了，他还要再说什么，却猛然被翻了个身，所有话都被一个吻给吞没了。一阵昏天黑地的胡闹。哟，景安，你这是怎么了？怎的这样大的火气啊？母妃，你都不知道那个林婉意有多嚣张。我去那木婉堂送礼，侍女推脱说她身子不适，不宜见客。我心想，可真是好大的架子，所以我心头不爽，我直接去了她的闺房门口。景安，你这就是有一些冲动行事了。倘若真是那李小将军看上了林婉意，你这般直接去了人家闺房门口的行径，就有一些唐突了。嗨，唐突什么？她已经嫁过人，又被休妻了，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更可气的还在后边呢。我都到了她闺房门口了，她非但不见我，还说什么她喊你表姐，我就得喊她一声表姨母。然后我要闯进去，她竟然让会武功的护院将我给抬起来扔到了门外。我绝对饶不了这个林婉意。那个林婉意如此有底气，怕是已经入了那荣成王妃的眼。之前我派在林府附近盯梢的人竟然都没了，想必也是荣成王府动了手。啊，不会吧？那林婉意可是合离之身，要知道李小将军以后可是会掌握荣成王府兵权的人啊，他怎么会娶那林婉意为正妻啊？荣成王府3位公子个个优秀，长子继承了药蛊，次子继承了荣成王的视觉位置，而武功最高强的老三则是以后会统领荣成军。不管是正妻还是为妾，肯定是他已经入了荣成王妃的眼，所以你硬闯他闺房这件事，他能硬气地赶走你，就不担心你会报复。因为这件事真的闹大了，凭那李小将军的性格，都能冲来直接揍九皇子。所以说林婉意将我赶走还是好的。如果真的被那黎苍给揍一顿，父皇可能都不会管这件事。哎，母妃，你说那黎苍还会不会来揍我呀？等过几日，就是那静宁郡主跟沈玉白大婚的日子。届时你去探一下黎苍的口风，看看那林婉意是否跟他告状。景安，下次可不能这样冲动了。你如果还要想赢了七皇子，你就得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人脉力量，该隐忍的时候一定要隐忍。是，母妃。床帷轻颤，一夜笙歌，
一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林婉意感觉身边的人起身了。都督何时归来？如果婉婉舍不得我就把你一起带走吧。啊，没有，都督您快些起来，快些走吧，用不用我帮你更衣？开玩笑，我才不去什么北韩之地呢，更不要说过几日还有一场大戏呢，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看着迫不及待让自己走的林婉意，燕慈都气笑了。如果不是昨晚折腾得太狠了，他现在都想再折腾几十回，看林婉意会不会还这样嘴硬。罢了，等回来再收拾他。燕慈下了榻，张开双臂，当真一副等着林婉意帮他穿衣裳的姿态。他披散着长发，只穿着单衣，伸出小手帮燕慈整衣角、系扣子。莫名的，这般温柔小意的画面让林婉意突然有一种两人就是寻常夫妻一般。早上起来，夫君要远行，而夫人则是在温柔叮咛嘱托。最快20日，最迟2个月，我定然会回来。最快20日，最迟2个月，我定然会回来。上一世，林婉意并没有活到年底，她眸底氤氲着水光。希望今年过年的时候，可以跟都督一起守岁。那自然是好极了，我就担心到时候你会被留在荣成王府过年。燕慈眸光也愈发温柔起来。林婉意这才想起来，今年是去荣成王府过年，还是回林家过年，还是一个问题呢。不管你到时候去哪里过年，晚上的时候我都会去陪你。又是夜探香闺？对，必须探。对了，我让天机多带一些人，随时听从你的支配。婉婉，答应我，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前提得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让自己伤到一根头发，知道吗？林婉意听后顿时有点愣怔，这个男人呐，是不是太纵容他了？林婉意伸手抱住了他的腰。严都督，你对我这样好，是会把我给宠坏了的。你再坏也没有我坏啊，放手去做吧，婉婉。你想要将天捅个窟窿都没问题，天塌下来，我永远会为你顶着。阴历9月初4，宜安葬祭祀，祭婚嫁。哎呀，还是玉白成亲有经验呐，看着淡定的模样，我真是自愧不如啊。九皇子还没开始喝喜酒，怎么就醉了呢？哦，可能是上次参加你的婚宴，一直醉到如今还没有醒吧。九皇子看着沈玉白的脸已经被气得漆黑无比，心中爽快极了，刚要再接再厉来几句，迎面抬起头就看到了荣成王府的人。九皇子惦记着母妃的交代，要去打探黎苍的口风，结果奔到跟前才发现，原来那走在黎家2位公子中间的小女娘竟然是那林婉意。九皇子惊得立刻来了一个急转弯，扭头就走。九殿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见我们跟见到鬼似的。李锦瞪了他一眼，人家毕竟是皇子，这种话背后说说就算了，明面上还是要给对方一点面子的。唯有林婉意心知肚明，她嘴角微弯，笑容璀璨。两人去了一间距离婚房琉璃阁极近的不起眼耳房。沈静柔给林婉意倒了一杯茶。林姐姐还需要再等一等，我堂哥还在钱塘屋敬酒。你的婚事怎么样了？本来要等3年后再成亲，但这些日子大伯母跟三婶都嫌弃我碍眼，就去跟刘家说让我提前嫁过去，然后等我及笄再圆房。他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因为刘家有钱，会准备一份丰厚的彩礼过来。林婉意懂了，那就是沈府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才会急着卖了沈静柔。那刘家人是什么态度？其实你早点嫁过去，
离开沈家也是好事。我就知道，沈家从侯爵府变成了伯爵府，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刘家人欣然同意，我这些日子也在准备嫁妆，婚期就定在了下个月。他从袖口中拿出了一张纸，推了过来。拿着，你的嫁妆肯定很薄，这个算是林姐姐我给你的天妆。这是一个铺子。沈静柔是真的震惊到了，眼底都是浓浓的感激跟惊喜。林婉意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对沈家的报复没有结束之前，那么沈静柔就对他还有用。而十分聪慧的沈静柔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们算是互惠互利。就在这个时候，沈静柔的贴身侍女走了进来。两位主子，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林婉意站起身来，她微笑着跟沈静柔道别，然后迈步朝琉璃阁的婚房走去。弯弯竟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就证明着他的心中还有我？那一次新婚夜也是眼前这光景，可我跟弯弯连合卺酒都没有正式喝过。既然荣成王府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了。到时候把晏慈是假太监，并且以后会坐上皇位的事情说出来，这样倘若七皇子想要那个皇位，提前对晏慈动手就行了。等到七皇子坐上那个宝座，沈玉白定然也会身份不低，到时候就可以尽情的去报复林婉意，报复荣成王府了。世子，我有话要跟你说。郡主，我们先喝合卺酒吧。也好。要说的事情很多，不急于这一时。他端起了鸳鸯杯女杯，跟沈玉白交颈，一饮而尽。世子，我有事情要与你。敲门声突然传来。世子，前院的皇子殿下们，请您过去再饮酒。黎洛熙听后狠狠地皱起眉头，刚要开骂。我先去前院，倘若郡主累了，就先歇息。说完之后，他不等黎洛熙挽留，就快步走了出去，因为他听出来了，刚才说话那个侍女是弯弯身边的那个福灵。哎，福灵，是不是你家小姐让你来喊我的？世子，这边请。我就知道弯弯定然是后悔了，今日看到我娶了静宁郡主，心中不爽，才会做出这等洞房花烛夜劫人之事。他立刻快步跟了上去，等到沈玉白走进一间厢房，发现这里空空如也，他皱眉，刚要转头去问那个侍女，结果被福灵一个手刀劈晕了。搞定！这个狗东西竟然真的还惦记着小姐呢。他直接对着沈玉白又踹了好几脚。这边黎洛熙待在婚房内，十分郁闷，沈玉白竟然这般不在乎他。我都要带着他飞黄腾达了，他竟然还顾着出去陪那些人喝什么酒。这个男人果然是如同梦中一般的没用。要不以后想办法搭上七皇子。黎洛熙坐在圆桌旁边，自顾自地又喝了一杯合卺酒。他莫名感觉这酒的味道还挺不错的。是不是感觉这酒味道很不错？一道女子的声音突然响起。林婉意，你怎么来了？在黎洛熙愤怒的眼神里，他施施然地坐在了对面圆椅上。我怎么不能来？说起来，我也是这琉璃阁的主人啊！啊，是前主人。本郡主让你滚出去！还郡主？你也配吗？黎洛熙，你为何两辈子都要害死我？什么两辈子？林婉意，难道你也经常做梦，梦到未来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我就说嘛，为什么许多事情都跟我梦中不一样了？原来是你动的手脚。他站起来就要去喊人来赶走林婉意。
而林婉意的动作更快，直接来到他身后，将一根根银针扎入了他脊背上的穴位上。既然你也知道我上一世的惨状，那就好办了。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礼尚往来啦。你要做什么？黎洛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抬不起来了，而且双腿一软就跌坐在了那儿。我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你也太恶毒了！怎么，允许你们对其他人做这么残忍无情的事情，别人做就是恶毒了？难道你们这种人都这样的双标吗？那么就抱歉了，本小姐就专治你们这种贱人的双标。林婉意迈步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住脚步。差点忘记告诉你了，你刚才喝的合金酒之中呢，有一种无色无味的诗语丸，到时候你非但不能说话，就连嘴舌都动不了了，吃东西都得吓人胃呢。林婉意，你不得好死！我已经不得好死一次了，这次轮到你了，黎洛熙。你就不担心别人知道是你做的吗？你怕不是忘记了谁才是荣城王府真正的金枝玉叶吧？此外，静宁郡主新婚夜听闻自己的父母当年做下的丑事，以及自己的郡主头衔被卸，怒火攻心，直接晕厥，醒来后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我给你安排的这个理由好不好啊？黎洛熙顿时脸色惨白，可他再要说什么，却发现只能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了。林婉意说完这句话后，就迈步走了出去。他抬起头看着皎洁的月光，眼角渐渐湿润。上一世他被废之后就是这样在琉璃阁屋子里，抬起头只能够看到这一点月光。当时的他该有多绝望。他对上一世的自己说，婉婉，我给你报仇了。小姐，我已经把沈玉白送到前院了，他醒过来的时候正好被小厮喊到了前院，现在正在那儿跟其他宾客喝酒呢。走吧，今日的戏就差唱最后一出了。这边宴席上，李锦见到妹妹弯弯回来了，就清了清嗓，对众人道：今日借着沈世子的婚宴，本世子有2件事要宣布。看样子她这是要嫁给黎世子了呀。哎呀，可真是好命，刚出了侯府要转头嫁入王府，这不是好命是什么？怎么可能嫁给世子？最多就是给世子做妾吧。她可是合理之身，再加上林家也没有那么大的脸面，她才不配做正妻。闭上你的脏嘴，再给我胡说八道一句，信不信小爷我一巴掌拍死你？但见到黎苍也这样维护那林婉意，甚至还走了过去护在他的身边，大家都迷茫了，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可不管是跟荣城王府的2公子，还是3公子，还是在沈家的婚宴上宣布，这件事都太打沈家人的脸了。世子爷，今日是犬子的大婚之日，其他无关的事情还是不要今天说了吧。沈侯爷，抱歉，忘记你现在不是侯爷了。我要说的奇异事情还真与你们沈家有关。黎洛熙的父母当初拐丢我妹妹，还做苦肉计，让父王认了她做养女，做郡主，实在是可恶至极。所以从今日起，黎洛熙再也不是荣城王府的人，亦不再是郡主。他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都哗然，尤其是沈玉白，手中的酒杯应声落地，砸得粉碎。七皇子的脸色也没有比沈家人好到哪里去，他暗恨得直咬牙，十分隐晦地瞪了李锦一眼。至于九皇子一派的人，则是拍手称快。让你们之前嘚瑟，
以为傍上了荣成王府，结果被打脸了吧？九皇子高兴地将眼前桌上的酒一饮而尽。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后天会在王府中摆宴席，庆祝妹妹归来，到时候会给各位发请帖。林婉意真佩服自己这个二哥啊，是懂气死人的，说话一波三折，愣是直接让沈玉白气吐了血。也不只是吐血，因为他直接晕了过去。沈家人乱作了一团，沈大夫人跟沈三夫人两人对视一眼，又眼巴巴地看着林婉意，总是不肯相信刚才听到的话。沈静言也是如遭雷击的模样。四姐，我刚才听差了吧？雷世子说的不是林婉意吧？沈静柔也内心十分激动，她甚至庆幸自己早早的就跟林婉意投诚了。倘若不是林姐姐，那她为何要站在李世子他们身边呢？怎么可能呢？她若是王府真正的金枝玉叶，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沈静言完全崩溃了，她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最看不上的大嫂竟然有这样显赫的身份。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沈静柔话语中的冷漠讥诮，不像是往常那样巴结她了。婚宴上亦是一片混乱。婉婉，我们离开吧。林婉意看着那边，沈玉白刚被救醒过来，沈大夫人则是受不了这个刺激，直接双眼一闭晕了过去。九皇子一派的笑声简直都要震天响了。这场婚宴的确比当初我跟沈玉白的热闹多了呢。等等，还差最后一件事情就可以落幕了。李锦微微挑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衍生的小丫鬟匆匆忙忙地从后院跑了过来。不好了！世子夫人听说自己不再是郡主，突然就发了疯，砸了许多的东西呢。现在整个人突然撅过去了，昏迷不醒了。听到这句话后，唯一还撑着的沈大爷沈琦直接瘫倒在地。沈玉白再次吐了一口血，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好像被割掉了一样疼。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抬起头看着林婉意被黎家兄弟俩护着，正在慢慢走远。婉婉，我错了。李锦跟黎苍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步子，他们都看向林婉意，而林婉意则是挺直脊梁，下巴微抬，毫不犹豫地迈步朝沈家大门外走去。你错了。不，你只是后悔了自己鱼目混珠了而已。林婉意竟然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齐大人淡定地擦了擦脸，随后点头。谁说不是啊？我看那沈玉白悔的肠子都青了，沈家人也个个面如菜色。他们能不菜色吗？之前肯定是没少欺负人家林婉意呗。还有沈玉白，真是笑死个人了，为了娶一个冒牌货跟林婉意和离了。但凡他有点血性的话，就赶紧找一根面条勒死自己得了。明月，你之前不是还爱慕那沈玉白吗？现在这样说他，是爱慕过，一定要加上那个过字，就当之前年少无知，眼瞎了呗。父亲，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揪着这件事情了？齐大人哈哈大笑，不过见女儿不迷恋那个沈玉白了，这倒是好事儿。哎呀，怎么办呢？林婉意竟然是成了郡主了，比我身份都要高，那以后还怎么仗势欺人欺负她呀？对了，爷娘，你们不是一直头疼我的婚事吗？要不你们就替我去荣成王府提亲嘛，不管哪位公子都行。齐大人跟自家夫人对视一眼，顿时表情有点讪讪的。他们家家世虽然很好，但人家荣成王府的公子甚至都要比皇子们抢手啊。明月呀，这件事得从长计。哎，原来明月是看上了荣成王府的公子啊，
不过眼下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婚约。母亲后日去王府参加宴席，到时候帮你打听一二。还是母亲对我最好了。齐明月抱着母亲摇晃了一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还昂着下巴，有点得意。林婉意，等回头我成了你嫂嫂，你就还得乖乖听我的话。所有人都辗转反侧，一夜未睡。林婉意却难得地睡了一个好觉。只是她一早醒来的时候，习惯性地摸了摸身畔，空空如也，但四周却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檀香，顿时有点茫然。昨晚的香炉中换了檀香熏香。是都督走之前特意交代的，他说您最喜欢这个味道啦。什么叫我喜欢这个味道？分明是他给自己找存在感呢，有一种他离开了又好像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对着铜镜摆了摆头上的珠钗。沈家有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天机一直趴在沈家的屋顶看了一晚上的热闹呢。沈家请了太医来，其他人都醒了，除了沈大夫人。杜青青也醒了过来，但见她不能说话，四肢也不能动，眼神十分狰狞可怖的时候，沈大爷立刻就让沈玉白休了杜青青这个扫把星。哼，沈家人就是这样的，什么都怪别人。之前认为是我影响了他们沈家的运势，现在又说杜青青是扫把星。杜青青固然不可怜，可是沈家人却更可耻。小姐，这是沈四小姐让人偷偷送来的东西，她说您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了。福林从怀中拿出一封泛黄的信，这是当年老侯爷写的信，他已经知道给自己下毒的人是老大夫妇俩，上面罗列了证人跟物证。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沈老太太，说以后倘若大儿子做下什么恶事，就把这封信交给老二。可沈老太太被大儿子气死得太突然，恐怕在那之前她还一心宠着大儿子一家。哇，没想到沈家四小姐好生的厉害啊，竟然弄到了这封信。恐怕她早就将这封信拿到了手了，却始终没有拿出来。这信很重要，而且还可以彻底颠覆沈家，最起码是完全可以毁掉沈家大房的。那毕竟可是弑父啊！老身多年夜梦惊醒，许多大夫看过，都不知是何原因。听闻林大夫师从药蛊，就帮老身看看吧。老夫人，我虽然会医术，但并不是师从药蛊。倘若您信我，我就帮您看看。如果诊的哪里不对，您就指出。老夫人看着他不卑不亢，态度诚恳，遂笑眯眯地伸出右手，放在脉诊上。林婉意心中奇怪，这位老夫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怎么会让人又想要亲近，但又十分敬畏，不敢靠近？她一边想着，一边帮老人家诊脉。老夫人，您可能是有一些陈年心结未解开，所以才会影响了休息。我可以给您开一些安神的药方子，让您睡得更舒适一些。你说的对呀，我的确有一些心结未解呀。好，那你开药方吧。好。对方不提，林婉意也没有多嘴去问对方心底有什么心结。他对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十分有好感，他拿起毛笔，利落地写下药方，递给了老夫人身边的侍女。抓完药，付完诊金，老夫人又看了林婉意一眼，就转身出了木碗旁，上了马车。林婉意站在门口，愣怔地看着这位突然出现但什么都没有多说就离开的老人家，总是感觉哪里怪异。她转过身，就看到一向冷静淡定的瑶光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辆走远的马车。林婉意心中咯噔一下，她喊对方进了书房。瑶光，你认识刚才那位老夫人吗？
瑶光表情十分复杂的点了点头。小姐，刚才那位老人家是当今太后。什么？原来小易喜欢这样的女子啊！太后娘娘，其实让奴婢来跑这一趟就行了，您亲自出来，那实在是太危险麻烦了呀！哎，你看那算是怎么回事啊？哀家要亲自替小易呀长长脸。他总是留恋这里，频繁出手帮一个小姑娘，那定然是对人家有益的。也或许是消息有误，眼下是为了荣成王府的事情呢。我呀最了解小易了，倘若是为了公务，他大可以直接去找那个李锦嘛。这林家小姑娘啊，人长得漂亮，不卑不亢，性子沉稳。小易的眼光啊，不错啊。哎呀，只是可惜呀，小易如今没有办法给他子嗣了。那位到底是多眼盲心瞎呀？会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成了宦臣呢。哎呀，太后，您老人家就别多虑了，眼下他少时吃了太多的苦，这福报啊在后头呢。若是他们俩情投意合，没有孩子，那以后过继一个聪慧孝顺的也就是了。那件事啊太遥远了，暂且不提。以后啊，你可得多留意一下啊！倘若那位林大姑娘遇到了麻烦，就多多帮忙，就当是啊为了小易护着她。是啊。藏青色马车越走越远。你确定她就是太后娘娘？虽然妆容上修动过，但就是她老人家。之前奴婢随着都督进出后宫的时候见过。那太后老人家对都督的态度如何？很好。很好。林婉意记得之前燕慈说过，她随母亲的姓氏，姓穆，如今又跟太后扯上了关系。你有办法给燕都督传递消息吗？太后来木婉堂的事情，还是告知一下燕都督为好。要不小姐您写一封信给都督吧。给燕慈写信？其实两人才分开不久，但却好像是过去许久了似的。林婉意也担忧这人去北境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他转过身，拿出笔墨纸砚。连日奔波，车马劳顿，燕慈身着一袭墨色锦袍，不知疲倦地坐在烛光下，看着属下们送来的信笺。一封带着宜人药香的信笺，在一堆呈报政事军务的信笺中尤为醒目。燕慈直接拿起了这封信，下一刻他深邃的眸子璀璨发亮。欢婉竟然给我写信了，欢婉竟然给我写信了。燕慈看着那娟秀小楷，写着这2日发生的事情，沈府的状况，荣成王府马上要开的认亲宴，还有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竟然去了木婉堂。燕慈把信笺搭在眼睛上，细细地闻着那带着药香的墨香，突然笑了起来。都督，可是京城中出了什么事？他们这一行其实很危险，皇帝已经怀疑北境的事情了，明面上是派燕慈去那边调查，何尝不是在试探燕慈？此行倘若燕慈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恐怕回去后就要面对皇帝的猜忌了。如果这个时候京城中再出什么事情，那就更麻烦了。京城之中无事，舅父那边有消息了吗？穆大人已经安全无忧，但他打算趁机诈死，这样才能够让京城内卫彻底放心。
只不过如此一来，就会跟许多人暂时失去了联络。明日安排一场刺杀。刺杀谁啊？我。这样一来，就可以完美的把我跟舅父都从这件事中摘出去，同时还能早点回去见弯弯了呀。皇祖母既然已经看过弯弯，就是不知道他老人家对这个孙媳妇儿是否满意呢？弯弯那么好，皇祖母您肯定满意极了吧？大周京城木碗堂，林婉意再次从噩梦中惊醒，噩梦中熊熊大火灼烧的痛仿佛还停留在皮肤上。莫非我现在习惯燕都督给暖被窝了？虽然自嘲，但他还是赤足下地，端了烛台，找到白日里烧剩下的檀香末，跳入香炉之中。慢慢的，室内氤氲着一抹淡淡的熟悉的檀香。林婉意重新吹灭蜡烛，回到了榻上，盖好锦被。闻着那熟悉的檀香，竟然没过多久，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再梦到上一世的凄惨结局，而是梦到自己走进一间十分有禅意的堂屋，看到太后娘娘竟然盘膝坐在那儿念佛。见他来，太后娘娘睁开眼，温柔地笑了笑。丫头啊，你什么时候跟我的皇孙成亲啊？林婉意再次被吓得惊醒过来。小姐，您这是怎么啦？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我没事，去打点冷水来，让我精神精神就好。是。见银翘出去后，福林一边帮她梳头发，一边笑嘻嘻道：小姐，您是不是想都督了呀？今天你就不用跟着我去荣成王府了，留下来看家吧。福林瞬间小脸就垮了，不过林婉意也就是逗逗他而已，毕竟出门在外，福林比较机灵，遇到事情反应也更快一些，而且还会武功。最后他带着福林跟昭妍出了门。他刚出木碗堂的大门，就看到了荣成王府的马车停在门口。黎苍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婉婉，母亲让我来接你。黎苍疑惑地看了看福林。我怎么记得你之前是都督府的人？对方这么久才意识到这件事，林婉意都不知道如何吐槽他了。好在黎苍很懂自问自答。我怎么差点忘记了，婉婉是燕慈的人，你身边有都督府的人一点都不意外。三哥，这件事不要对外人提起，以免对燕都督不利。我懂，对外人说也会对你不利。谁家好端端的姑娘会去为燕慈那个老狐狸做事啊？见他依旧在误会的康庄大路上撒欢越跑越远，林婉意也不去辩解什么，而是细心地问了家中每个人的兴趣爱好跟脾性。咱们父王最喜欢的就是咱母亲了。至于咱们母亲性格直爽，她平时最喜欢看医书、研究毒药什么的，你肯定跟她有共同话题。对了，大哥也喜欢医术，他的性格是咱们全家中最好的。如今人在药谷，我都快2年没见到他了。至于二哥，咱家心眼子最多的人，诸葛亮、周瑜在他跟前也要甘拜下风。不过你放心，他这人最护短，对自家人帮亲不帮理。林婉意深以为然，毕竟之前杜青青做的那些个事情，李锦一定知道。但当时杜青青还是荣成王府的人，所以他选择不管不问。然后在一切真相大白后，他对杜青青也毫不手软。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人啊。对了，还有燕慈。莫非燕慈跟荣成王府有什么亲戚关系？三哥，我问的是咱们荣成王府的人，你提燕都督干什么？与此同时，林婉意脑中出现一抹不合时宜的想法。不对，我跟燕慈既不是有情人，而且更不会是兄妹。婉婉，你是不知道啊，
当年父王差点要认了燕慈做义子呢，结果燕慈愣是没同意。可父王是真的赏识他，再加上这些年来上头那位一直紧张着荣成王府，咱们就跟燕慈走得近了。父王很赏识燕慈？父王说燕慈是他的故人之子，提起了那位故人他就唏嘘不已，问是哪个故人也不说。后来我还听说父王刚成亲的时候还跟那位故人约定，彼此的孩子倘若生男女就指腹为婚呢。林婉一听后愣住了。燕慈是男子，而荣成王府只有她一个女孩，也就是说冥冥之中两人差点成为未婚夫妻。黎苍看到妹妹出神，突然反应过来。婉婉，你可别多想，那不过是许多年前父辈们的戏言。再说了，燕慈现在都成了宦臣，而且她800个心眼子的模样，一看就不是良配。父王母亲他们也不会逼迫你的。谁会愿意把自家宝贝女儿嫁给一个宦臣呢？荣成王夫妇俩都不会乐意，更不要说林婉意丢了10几年，这才好不容易认回来。按照荣成王妃的想法，那就是要么他们养弯弯一辈子，要么就给弯弯招个上门女婿来。凭着荣成王府的门第，哪怕是入赘，肯定也会被踏破了吧。林婉意还不知道王妃母亲要给自己招上门女婿的事情，她只是唏嘘着，没想到她竟然跟燕慈还有这等缘分。等到兄妹俩到了荣成王府的大门口，刚下马车，就看到一团火红的影子冲了过来。林婉意，你这是被绑了？黎苍长得太高大，那刀还那么老大。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呀？有人要绑你们郡主了，你们还不动弹，都是死的嘛！侍卫们面面相觑，可那位拿着刀的是他们的小公子啊！三哥，快把刀放下，那是明月仙主，我的朋友。明月，这位是我三哥黎苍。我以为他要抽你。黎苍默默地收回了刀，他眼神复杂地看着齐明月手中的鞭子。误会解除，齐明月立刻走上前，不由分说地抱着林婉意的胳膊，十分亲昵的模样。林婉意，不要以为你现在成了王府郡主，身份比我高了，你就能欺负我了。仙主，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了？再说了，郡主是需要册封的，我暂时还不是。迟早的事儿。不过你到时候别用静宁那个封号了，晦气。好好好，都听明月县主的。齐明月满意了。郡主，王妃让您回来了，就过去见她。婉婉，今日应该穿得喜庆一些才对。来来来，我给你特意准备了一套衣裳。款式是按照郡主身份设计的，裙摆的祥云瑞兽花纹都栩栩如生。林婉意本就白皙丑丽，穿上这套衣裙后，气质瞬间从温婉变成了金贵傲然，美艳无双。最让她震惊的是，这衣裳竟然十分合身，就好像是专门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母亲，我们才相认了几天，您就让人为我赶制出了这套衣裙。哎，的确有点仓促，也只能暂且如此了。等回头啊，母亲帮你求的郡主名号下来后，回头再让人给你做几10套更加精良美丽、符合规制的罗裙，换着穿。几10套？他突然想起之前燕慈给他亲手准备的那几箱子衣裳了。真正对你用心的人，所以任何事情他们都会努力的去做。比如燕慈，比如眼前的王妃母亲，还有荣成王府其他的家人们。而那些找借口去解释的，都是不够在意而已。哎呦，看我竟然把弯弯给惹哭了。哎，来来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可不许哭啊。是，母亲。对了，弯弯也喜欢百草园嘛。等回头啊，让你父亲在荣城也给你建造一个。至于珍稀草药，如果不够，那就去药谷挖。
母亲总是去药谷挖，把药谷的草药给挖光了，可如何是好？挖不光的，你是不知道药谷有多少草药。哎，等回头这边事了了，我先带你回药谷，然后再去荣城。真的可以吗？说实话，林婉意是真的好心动。一方面去见见久未谋面的父亲等其他家人，还有就是他对母亲说过的百草园以及药谷都心驰神往。有什么不可以的？哎呀，也是不知道你如此热爱行医，对各种草药也兴趣甚浓。如果早2年找到你，药谷就不让你长兄继承了，就该你来继承。啊，母亲可别这么说，长兄比我优秀多了，他继承药谷最合适不过。不一定，你外祖父如果见了你呀，定然更喜欢你。至于你兄长嘛，虽然也挺优秀的，那就让他回来做世子吧。这边刚迈步进来的李锦哭笑不得。母亲，那大哥做的世子，就让我做个富贵闲人吧。那不行，你大哥跟弟弟的心眼子加一起也没有你多。东方嫣然十分冷静，如果想要让他们荣城王府更好，还真的得让最蔫坏腹黑的老二来做世子袭爵。李锦失笑，但随后又严肃起来。母亲，怕是弯弯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去药谷回荣城了，至少眼下不行。为何呀？李锦将手中的圣旨展开。当今陛下撤了杜青青的郡主之位，同时封了弯弯为固伦郡主。什么？固伦这个封号，之前只有储君的女儿，或者是极其得宠的王爷的女儿才会得到这个封号。固伦郡主可是比普通公主身份都要尊贵，而荣城王府离爵是异姓王，不是当今陛下的亲兄弟。这样看来就细思极恐了，妥妥的是捧杀呀。闻言，屋内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第222集。哎呀，对了，把杜青青的郡主头衔给撸了，皇帝又要换个人在这里做人质了。哎，真是烦死人了。母亲，今日宾客很多，这等话还是先不要说。好在对方没有提一定要让弯弯立刻成亲，一切还可以从长计议。今日是咱们跟弯弯相认的大好日子，暂且不提这些事情。你说的对，今日是咱们弯弯大喜的日子，不去想其他的。不过呀，我要先给你们父王写封信，看看他的想法。这边东方嫣然要去写信，林婉意就提出自己先过去看看林家人。今日林老夫人都来了，婉婉，你先过去陪他们说说话吧。宴席上，林婉意挽着荣称王妃的手坐在主位上。母亲，您给嘉柔公主发了请帖。自然是要给她发帖子的呀，不把她请来，如何关门打狗啊？林婉意震惊了。东方嫣然，好久不见啊，没想到你今日会邀请本宫来参加这个宴会呢。其实我就是随便邀请试试，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呀。哼，东方嫣然，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讲道理，也不知道这些年来爵哥是如何忍你的。这一开口就是老情敌了，浓浓的火药味儿夹杂着浓浓的酸味儿。因为东方嫣然直接手一扬，竟然抽了嘉柔公主一个耳光。别说是在场所有人都傻了，就连嘉柔公主本人都傻了。你竟然敢打我！打你不是应该的吗？哼，真是不知羞啊！你儿子都那么大了，竟然还觊觎我家王爷，还什么爵哥，是你能叫的吗？你
你什么你？知道今日的宴会是干什么的吗？是专门为我失踪了13年的女儿认亲宴。怎么，你一点都不意外我女儿竟然还活着吗？嘉柔公主此时心中陡然一寒。东方嫣然，你胡说八道什么？算了，今日是你们荣城王府大喜的日子，本宫就不叨扰了。这个东方嫣然就是一个疯子，什么都做得出来，还是先离开为好。嘉柔公主转过身就要走，结果下一刻被人一把薅住了领子。而就是这么轻轻的一薅，周围那些女眷们顿时都倒吸一口冷气。这荣城王妃也太虎了，太吓人了吧！不止扇了嘉柔公主一个耳光，竟然还敢跟拎小鸡仔似的薅嘉柔公主。母亲简直太帅了，但是不能让母亲孤军奋战呢。林婉意立刻上前一步，表面上是扶住了荣城王妃，但实际上她藏在袖子中的那根银针已经趁机十分稳准地扎中了嘉柔公主的麻穴。不过在松开的瞬间，嘉柔公主竟然砰的一声双膝跪在了地上。这一跪把在场女眷们直接给跪懵了。她后退半步，抬起头看到女儿冲自己眨了一下左眼，她瞬间明白过来，心底对女儿的喜爱又更上一层。你下跪是在忏悔吗？忏悔个头！我是公主，用得着向其他人忏悔吗？如果不是站不起来，我怎么会跪？当年就是嘉柔公主嫉妒我能够嫁给王爷，竟然在我们来京的时候伙同歹人偷走了我儿婉婉，让我们骨肉足足分别了13年之久啊！在场许多女眷听后都眼角湿润。母亲，倘若我被人偷走了，你是不是跟阿父也会伤心至极啊？齐夫人犹豫了片刻。母亲，你竟然还犹豫？你之前不是说过你跟阿父最疼爱我的了吗？难道都是哄骗我的呀？哎呀，我们怎么不是最宠你啊？主要是我在想，我们家明月最厉害了，肯定是不会那么轻易被人偷走的吧？那是当然了。席上的女眷们议论纷纷，而处于中央的嘉柔公主已经要支撑不下去了。东方嫣然，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许胡说。谁说没有证据了？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死的活的我都打包让犬子去告御状了。算着时间，如今应该已经放在陛下的龙案上了。什么？嘉柔公主彻底白了脸，但她的腿还发软，走不了路。蠢货，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抬着我回去！是。你走这么快，果然是心虚了呀。不过咱们陛下最英明神武，公平公正了，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些臣子寒心的，对吧？认亲宴热闹收尾，在把所有宾客都送走了后，林婉意挽着母亲的手，把她扶回寝房，就双眼发亮。母亲，您当真有证据？还活的死的都有。哪里有什么证据啊？最多就是冯兰而已。如果证据好找，我们也不会失散那么多年呐。那御状是必须告的，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陛下不是以仁慈和善、礼贤下士著称吗？如今亲妹做了这等事情，看他如何包庇。另外，虽然我们没有证据，但今天先让萧齐念丢人丢个够，而且他也相当于默认了这件事儿，不是吗？母亲威武！如今这场认亲宴可谓是环环相扣，一箭数雕。我哪里能够想出来这么损的主意啊？都是你二哥想的。哎，别的不说啊，你二哥呀办法阴招最多，而你三哥是武功最好，
你以后要收拾人的时候，完全可以用他们俩，一定不要客气。哎呀，毕竟是自家哥哥，不用白不用，听到没？是，母亲。对了，万万，这玉手镯啊，你收着。当年我及笄的时候，你外祖父外祖母给我的，现在把它传给你。啊，这是祖宗传下来给我们的护身符。虽然错过了你的及笄礼，现在补上也来得及。林婉仪点了点头，将那质地极其温柔的古玉手镯戴上了。东方嫣然突然会霞一笑，这玉手镯既是护身符，还是姻缘符，它定然会帮着弯弯找到如意郎君的。今日太累，林婉仪就留在了荣成王府住了下来。今日虽累，但却也很圆满。也不知道他要办的事情是否顺利。按照时间，他应该快抵达北京了吧？他摸了摸那古玉手镯，困意慢慢袭来。林婉仪做梦了，梦中是朱红色的巍峨高墙，眼前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石板路。皇宫。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小小的身影迎面跑了过来。最重要的是，孩子满脸满手都是血，没有发现林婉仪，一头撞入他怀中。漂亮的小奶团子抬起头，眼神空洞，眼角血泪融到了一起。他杀了母后，都是血，全都是血。小奶团子满脸是血，惊惶不安的模样，瞬间让林婉仪心疼极了。她想要看看这孩子有没有受伤，结果下一刻突然感觉右肩一痛，而林婉仪则是一下子惊醒过来。竟然是一场梦吗？可我又怎么会梦到皇宫中的事情呢？还有梦中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我的心为何会这样痛？不只是心痛，林婉仪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右肩膀，那里也有股钻心的疼。她会惊醒过来，就是因为这股痛。主子，你醒啦？无事，只是做了一个梦。可能是今日发生的事情太多，而且之前还跟那嘉柔公主对峙，所以才会梦到皇宫之中的事情吧。不对。林婉仪揉了揉太阳穴，她已经记不清楚梦中孩子的面容了，但却记得那孩子带着哭腔的一句话：他杀了母后。林婉仪突然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直接冲到了天灵盖。应该不是当朝的事情吧，毕竟他们大周的先皇后可是病故而亡，陛下与她间谍情深，所以后来再也没有立后。主子，刚才我收到了天机传来的消息，都督过几天就会回京了。为何提前回来？可是出了什么事？都督的右臂中箭了，不过箭上没有毒，也没有伤到要害。主子，您不用担心。这是巧合吧？林婉仪愣住，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刚才剧痛的右肩。皇宫，御书房。皇兄，那东方嫣然是胡说八道的，今日他还当着众人的面打了我耳光，他真是没有把咱们皇族放在眼里啊，是在挑战您的权威啊！皇帝批了半天的奏折，本就已经十分疲倦了。你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做得干净一些？皇兄，我没……你当真没做的话，现在就不会如此慌乱了。皇兄，那我现在应该如何？东方嫣然他们的证据，除了那个冯兰外，其他的都不算铁证。接下来，表面上你再也不要承认或者否认这件事，回头多给他们一些甜头，把姿态放得低一些，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那离仓递上来的诉状，回头和稀泥打回去罢了。嘉柔公主一听，心里面也有底了。她突然想到什么，皇兄，要不您给赐婚，让那林婉仪嫁给我家旺儿吧？
正巧我可以说是当年的事情是误会，但也心疼那孩子，想要好好的弥补。以后她嫁过来我府中，我定然会对她比亲闺女还要好。怎么又是林婉意？皇兄，您这是何意？林贵妃白日里刚跟朕提过，希望朕赐婚，老九想要娶她做正妃。什么？皇兄，您答应了？没有，我又怎么会答应呢？倘若以后老七赢了，坐上储君的位置，那荣城王府出来的女儿做一个王妃倒也罢了，但万一老九赢了呢？难不成他黎爵的女儿还要做他们大周朝的皇后不成？绝对不可能。而他们的对话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慈宁宫之中。就凭他们也敢肖想婉丫头，他们也配？哎，那是自然呐，九殿下自然是比不上一殿下呀。至于那江公子，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自然，小易多优秀啊！哎呀，小易也真是的，这个关口竟然离京了，他再不回来，媳妇儿可就要被抢走了。陛下那边还没有下决定呢，想必也是在犹豫着什么。应该一时半会儿这赐婚的圣旨也不会下来。那不行，万一他一时糊涂了，随便就给指了婚呢？哎呀，不行，明日宣哀家的旨意，让那东方嫣然带着婉丫头来慈宁宫。太后召见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把这汤水给搅浑了。哎呦，太后啊，您之前跟那荣城王妃并不亲厚，这突然召见，会不会引起陛下的猜疑呀？哼，他猜任他猜。再说了，哀家虽然对那东方嫣然不亲厚，可是黎爵那小子可是哀家看着长大的。听闻他找到了亲生女儿，圈进宫来瞅瞅，再赏赐一些东西，那也是理所应当。哎，太后您说的极是啊，而且这样见过面熟悉了，这以后也就更好的庇护着顾伦郡主了。这皇上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竟然给那丫头封为顾伦郡主。看来他还是没有停止对小爵的猜忌。怎么陛下那边没有动静，太后却要宣我们今日进宫啊？会不会是鸿门宴啊？母亲，要不你们不要去了吧？我可以扇萧启念耳光，但却不能藐视太后老人家的权威呀。毕竟他一直对你们父亲极好。之前端妃邀请杜青青进宫，我们本来是拦着的，但她却非要去，结果当天晚上就被暗算，跟那沈玉白搅和到了一起。虽然太后老人家对咱们家不错，但保不准宫中有其他人居心叵测，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那待会儿就让小仓乔装打扮，暗中保护我们好了。如果真的有什么大事儿，乔锦，你在外边接应，绝对不可以在皇宫之中过夜。母子三人商量好，抬起头却发现弯弯一言未发。弯弯，你怎么了？倘若你不想进宫，我自己去帮你推辞了。没什么的，我就是想着医馆开了许久，可只有我一个大夫，我若经常不在，万一有人去看诊就不便了。原来是这件事儿啊，那容易得很。我回头给你祖父书信一封，让他派几个女大夫来帮你坐堂好了。母亲，那倒是不用的。喂，那毕竟是药谷的神医啊，怎么能够来我的小医馆坐诊呢？还派几个？就这样说定了啊。其实他们平时憋在药谷里也要四处云游的，来京城没有地方落脚，又不愿意来王府，去你的医馆呢，正是合适。
那好吧。不过母亲一个就足矣，万不可耽误他们的事情。这丫头啊，的确是继承了你们夫妇俩人的优点，漂亮聪慧。哎呀，不怪被人给盯上了。这老太太话里有话呀。太后娘娘，您这是何意呀？哀家听闻老九求到了陛下跟前，说是要求娶弯弯做正妃。另外，齐念也求皇帝说要让弯弯许配给他的儿子小望做正妻。就他们，什么东西也配？虽然我也认为，不管是九皇子还是那个姜望，还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想要娶我，哼，都做梦去吧！林婉意赶紧伸手，小心翼翼地扯了扯母亲的袖子。东方嫣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失态，东方嫣然刚要说点什么找补回来。哎呦，哀家这岁数大了，耳朵也不灵光了。刚才你们说了什么呀？太后娘娘，臣妇是说啊，这弯弯才刚跟我们团聚，她还刚和离不久，王爷呢也还没见过她，我们并不想她这样早的出嫁，想把她在身边呢多留几年。所以不管是九殿下那边还是嘉柔公主那边，我们都想回绝了。也是应当的。哎呀，幸亏那沈家人鱼目混珠，又蠢又笨，不珍惜婉丫的，不然的话，小义总不能夺人之妻了。不管如何，多谢太后告知这件事儿，这样臣妇也好有一些准备。客气了，哀家呀其实也很喜欢婉丫头，也希望啊陛下儿孙争气。如果能娶了这丫头啊，咱们不也能亲上加亲吗？哎呀，只是孩子们的事情啊，还是得看缘分呐。东方嫣然哪里敢接这话呀？她总感觉太后虽然看不上九皇子跟那姜望，但很明显心中还有一个人选，那人八成也是皇族的，这是在试探他们呢。所以东方嫣然就打了一个哈哈，把话题给接了过去。陈倩一见状，倒也没有再提这个话题，她也没留母女俩多久，又说了一些体己话，赏赐林婉意一堆东西，就打了一个哈欠说乏了。东方嫣然立刻带着女儿告退。原来太后宣我们来是提醒你的婚事，九皇子就先不提了。那萧齐念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家宝贝女儿怎么会嫁他那个纨绔浪荡儿子？更不要说我们两家可是有仇的呀。这对母子俩的名字都没有叫错啊，当娘的叫齐念，企图贪念，之前就对我家王爷各种死缠烂打，不要脸至极，儿子更是继承母志，姜望直接来了一个痴心妄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母亲，咱们回去再说吧。林婉意，你进过来做什么？太后一直宣我进宫，怎么，你有意见吗？怎么可能？皇祖母怎么可能见你？你是慈宁宫的宫女，皇祖母真的宣林婉意了？回公主，的确是这样的。长宁公主突然看到那个躲在林婉意身边的宫女，眸子一闪，我要你这个贱人跑，看本公主不抽死你！说是抽那宫女，但那鞭子竟然是直接朝林婉意的脸上抽了过去。林婉意，如果你这张脸废了，我看你还怎么嫁给九皇兄，而且也算是给玉白表哥报仇了。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东方嫣然虽然不会武功，但她的身子本能地将女儿护在了身后。就在林婉意打算孤注一掷的时候，突然一只白皙修长的手猛然攥住了那甩过来带着倒刺的鞭子。长宁公主好大的火气呀！莫非你是想要打杀了荣城王妃跟顾伦郡主不成？竟然是燕慈，她提前回来了。目光一转，发现她竟然是用右手去拽住了长宁公主的鞭子。她的右手臂不是受伤了吗？林婉意内心担忧极了，但却只能暂且面上不显。我并没有要打杀林婉意啊，只是想要教训教训他而已。玉白表哥因为他大病一场，十分的憔悴，他却跟个没事人一样，是何道理啊？就在这个时候，东方嫣然气愤地走到长宁公主跟前，不由分说，一个耳光就甩了过去。你要造反了是不是？你竟然敢打本公主！哼，你姑姑我都照样打，何况是你？还有，我怎么不知道打了一个恶毒的小姑娘就是要造反了？端妃平素里就是这样教你的。沈玉白欺负我家婉婉的账，我还没有找他去算呢，你竟然还替他出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哼！我要抽死你！你们其他人都是死的吗？赶紧把长宁公主拉开，送回揽月宫端妃娘娘那儿去。是。燕慈，你这个阉人，怎么就只拦着我不抓他们？你不知道谁是你的主子吗？难道你要效忠荣城王？在场所有人听后都感觉这话难听。咱家的主子一向都是陛下，怎么长宁公主现如今都能够做陛下的主了吗？我没这么说。放心吧，公主，今日之事咱家会详细禀告给陛下。燕慈跟那些会武功的内侍使了使眼色，那些内侍立刻将不断挣扎着的长宁公主以及她的侍从们都给扭走了。燕慈又轻咳两声，林婉意抬起头看了过去，发现这人才离开几日，竟然消瘦了，眼底因为没有休息好而有轻影，定然是连日奔波。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儿。哎，燕慈啊，多谢你刚才为我们解围，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王妃客气了，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制止你们冲突，其实对长宁公主也好。东方嫣然不可置否，她见燕慈还有事，聊了两句就提出告辞。这破皇宫，她是一刻都不想待，只想要赶紧带着弯弯离开这破地方。林婉意有千言万语要问燕慈，最后只化作一抹眼神。她微微朝燕慈扶了扶身，燕慈也微微颔首给她见礼。抬起头，两人四目相对，纵有千言万语都不能说出，但这一刻的目光交汇，莫名的让两人心有灵犀。今晚莫晚堂见。林婉意读懂了燕慈眼底的意思，瞬间耳根发烫。燕都督告辞。唉，也不知道小仓跑到哪里去了，这个混小子，用到他的时候就这样不靠谱，老娘生他的时候是不是忘给他生脑子了？林婉意听后哭笑不得之余，还有一些担忧。母亲，三哥会不会出事了？哎，不会的，如果真是遇到大麻烦了，他身份亮出来，估计呀，皇帝都不敢弄死他。哎，行了，咱们先回家吧啊，饿死我了。林婉意心中想着受伤的燕慈，还有那诡异的梦境。她先把母亲送回王府，转身就回了木婉堂。母亲，倘若你想要多跟弯弯亲近亲近，可以开口留她下来。唉，虽然我想要同婉婉多亲近，但她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医馆，还有自己的朋友以及林家人，所以呀，我尊重她的任何决定。
李锦能够感觉得到，母亲对弯弯特别怜惜娇宠，而妹妹丢了10几年，而且之前还被沈家人欺负，闹了和离。他也认为应该好好对待妹妹。母亲，小仓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吗？别跟我提那没用的东西。我跟弯弯在宫中差点出事儿，结果这混蛋竟然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母亲，你跟弯弯遇到什么麻烦了？李锦听后根本不在乎弟弟去哪里了，只是紧张母亲和妹妹。东方嫣然这才把宫中遇到的事情仔细一说。小姐，神府又要办丧事了。杜青青这么快就死了？哎呀，不是杜青青，去世的人是沈大夫人。她之前身体就不行，后来沈玉白大婚那日的事情，她受了太大的刺激，结果今天刚醒过来，就听说沈大爷将之前赶走的那个外室又给接了回来，直接气的是一命呜呼了。哼，看吧，一旦沈家没有了替罪羊之后，他们这些性格卑劣的人就会在那里互相伤害了。只是这样一来，沈静柔的出嫁应该会被影响了吧？据说今天一早的时候，沈四姑娘已经坐着轿子进了刘家啦。没想到沈静柔这样的果决啊！这个沈静柔的确不简单。小姐，明月县主来了，现在人就在药室那边，他说一定要见你。他来了，我定然是要亲自招待的。齐明月人虽然咋呼，说话直白，还爱对人，但分是非，人很不错。林婉意还挺喜欢他的。结果等到他来药室的时候，发现平时十分张扬的齐明月，此时却好像是耷拉着翅膀的鹌鹑，一脸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林婉意往左边的太师椅上一看，瞬间眉毛一挑。哼，燕都督今日这次竟然没走窗，而是直接大大咧咧地从正门进来了。不怪林婉意惊讶，毕竟之前燕慈来过几次，走窗户的次数多于走后门，走后门的次数又远超于走正门。明月县主，你找我有何事？我是请你明日去齐府上门看诊的。自是可以，下次你直接让侍女给我送帖子，倘若我有空依然就会去的。那怎么成？咱们可是朋友，我定然是要亲自上门请你的。齐明月说完了话，但一时间又犹豫不决，要不要离开。可林婉意是他的朋友啊，他怎么丢下朋友，独自一人面对着火眼望？齐明月冲着林婉意挤了挤眼睛。哎呀，你快点留我呀！你若是留我，我就勉为其难的留下来陪你一起。虽然我也不敢奏9000岁，但是我可以陪着你一起害怕发抖吗？明月县主，你的眼睛怎么了？是不舒服吗？真的是要气死本县主了！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的燕慈眼神凉凉地扫了过来。齐明月再也顶不住了。燕都督，你也是来木婉堂看病的吗？可这里他不接待男病人呀。燕都督，你也是来木婉堂看病的吗？可这里他不接待男病人呀。在场所有人听到齐明月这句话后，都嘴角抽了抽，心中对这位勇敢的县主深感敬佩。明月县主，你恐怕有所不知，这木婉堂倘若没有燕都督的银两支持，恐怕是开不起来的。啊，所以燕都督是木婉堂幕后的老板？差不多吧。齐明月突然脑补林婉意被沈家人欺负的走投无路，然后可怜兮兮的去求助9000岁。他特别同情的看着林婉意。哎呀，这个蠢女人怎么就不知道去求助我呢？我也很有钱的呀。你明日记得来齐府啊。我先走啦。银翘，去送县主。今日倒是走正门了，你没看到把齐明月都吓成什么样了？哎，你肩上的伤处理了吗？我怎么闻着还有血腥的味道？之前的伤口裂开了，还没有包扎，他们都没有弯弯包得好。
这人可真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啊！跟我来。他说完，转身就朝里面走。要是这里人来人往的，时不时有人来买东西，倘若看见就不好了。等到了书房里，门关上的瞬间，他长臂一伸，就从背后抱住了林婉意，下巴搭在了他的肩膀。婉婉，可曾想我？都督，我们分开的时间并不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婉婉，我们都分开好几年了。燕慈呼出来的热气都缭绕到了林婉意的耳朵上，而搂在她腰间的大手也不规矩起来。哎，别闹了，先脱了衣袍。原来婉婉果真想我，只是婉婉不善口头表达，都喜欢用实际行动来。一边说着，一边要去帮林婉意宽衣解带。都督大人，你脑子里面都在想什么呀？我说是把外袍脱了，让我给你看看你肩膀上的伤口。燕慈其实知道他的意思，但就是喜欢逗他。看着他嗔怒耳根粉红的模样，就乐此不疲，逗他一辈子都不会腻歪。燕慈终于松开他，走到罗汉榻那儿坐下，张开双臂。弯弯帮我宽衣。反正都坦诚相见过了，上个药算得了什么？因为没有处理，所以整个肩膀都被血给染红，看着触目惊心。伤口处中衣跟血肉都粘到了一起，需要扯开上药重新包扎，肯定疼极了。燕慈，你就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吗？这得亏伤口没有红肿感染，不然你要不要命了？弯弯竟然这般关心我。燕慈见到他生气了，竟然心情十分愉悦，眸子璀璨。林婉意气急，丢开手中的东西，不想理这人了。燕慈见他真生气了，连忙长臂一伸，将人揽到怀中，一边吻着一边哄着。燕慈，我是大夫，我最讨厌的就是不爱惜自己身子的人了，你明白吗？我懂，都懂。弯弯不气，我这样做是陛下因为一些事情怀疑我，我只能用了苦肉计。陛下不是最信任你了吗？全京城都说陛下信任你，都超过了他自己的儿子。哼，不，他除了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只是比起那几个不成器的皇子，我对他有用一些，他才多一两分信任而已。林婉意虽然不懂权谋之事，但也知道伴君如伴虎，知道燕慈这苦肉计也是不得已为之。之前他心中那股子气已经慢慢消散了。燕都督，你松开我，我先帮你把伤口重新处理一下。好。燕慈也见好就收，立刻松开手。他可不想真惹恼了他家弯弯。林婉意小心翼翼地剪开了跟血肉粘在一起的中衣，他的动作轻柔极了，但也知道那还是很疼的。可是燕慈全程眼都没有眨一下，竟然就那样默默含情地看着他，还是有一些血迹飞溅到了燕慈的脸颊上。不知道为何，林婉意突然就想起来那天晚上梦到的那个一脸是血的小孩子了。燕慈，你可知道大周朝的哪一任皇后是被人害死的吗？燕慈的眸子猛然一缩，但她立刻半垂眼，长长的睫毛遮住了其中波涛汹涌的情绪。弯弯为何突然会问这件事？我之前做了一个诡异的梦，梦到了一个小男孩，他满脸是血，扑到了我的怀中，说了许多话，我只听到了一句他杀了母后。燕慈猛然抬起了头，林婉意惊了一下。都督，是我的力气太大弄疼你了吗？燕慈大口大口喘着气，心跳得很快，她伸手握住了林婉意的手。婉婉，能让我抱会儿吗？多年以来，燕慈都以为这是自己的梦境，因为只有做梦的时候她才会被人拯救。但是现在她的弯弯却说是自己的梦。林婉意还是第一次遇见燕慈这样，不，
之前两人在极致欢愉的时候，他也会这样。那种感觉他形容不上来，但却无端地感觉到忧伤。好半天，燕慈才重新开口：婉婉，这等关于皇族秘辛的事情，你切记不要随意问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我知道，可我只问了你。见他如此信任自己，燕慈凛冽的眸底慢慢地氤氲起一抹温柔。我会让人帮你调查此事的。只是两人抱的时间有点长，空气中的血腥味道太过于刺鼻，都压过了檀香。燕慈，让我先帮你把伤口包上，好不好？好。他小时候在几次绝望之时、濒死之际，都见过一个温柔貌美的女子。那女子一身药香，温柔至极，仿佛浑身带着圣洁的光，总是能够轻而易举把他从地狱沼泽中给拉了回来。他本以为那个女子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并不存在，甚至后来他见到林婉意的时候，依旧是这样想法。为此他哪怕浑身杀孽，但依旧虔诚信佛，常年佛珠在手，感恩那女子的指点跟帮助。但就在几个时辰前，林婉意说了她做过的梦。燕慈满眼温柔，动作更加轻柔地把林婉意拥入了怀中。婉婉，你值得我拿命去爱着护着呀。林婉意立刻张开双臂抱住了燕慈。看来真的是刚才手重了，戳到他的伤口了吧？皮肉相连，硬生生的扯开，又怎么会不疼？可他哪里知道，抱着他的燕慈突然想起来小时候那个噩梦般的一夜了。就是那一夜，他眼睁睁地看着母后被父皇杀死，躲在床榻下的他满脸都是血。等到那人出去的刹那，头顶传来母后虚弱的声音。他母后只说了一句。年幼的燕慈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更是舍不得母后。可看着血泊中的母后，他最后咬咬牙，转身就从后面屋子的窗户跳了出去。身后传来许多人的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呼呼风声，天空中还有乌鸦发出一阵刺耳叫声。小燕慈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就在他马上要力竭的时候，却摔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之中。女人的眉眼十分漂亮，亦是温柔极了，但同时她却仿佛有着无尽的力量一样，能够支持她活下去。林婉意这一晚上睡得极好，她很怀疑是之前被燕慈折腾得太累了，坐起来的时候发现身畔空空的，结果一扭头看到这人正穿着白色银纹长袍坐在罗汉榻上。啊，燕都督，你竟然没走？昨日见我走正门惊讶，今天一早见我不走也很惊讶。婉婉竟是这样嫌弃为夫吗？燕都督，要我提醒你，咱们俩现在的关系有点见不得光吗？不只是一点，那是相当多点啊。燕慈放下手中医书，走到了正在梳妆的林婉意身畔，拿起羊角梳，一下一下帮她梳顺绵长的发。那好办，我今日就去荣城王府提亲去。你就不怕被打出来吗？哦，对了，你就不担心陛下会怀疑你要勾结荣城王府了吗？他怀疑就怀疑吧，反正这辈子他最擅长这个。至于你刚才说的，我的确会被荣城王府打出来，但没事，只要打不死，我第二天就再次去继续提亲。那还是算了吧，这件事情如今看起来不成熟，我也不想让我的母亲伤心。而且你的仇家已经解决了吗？燕慈眸光暗了暗，没有到国丧日，他的仇就不算报完。他在抬起头的时候，又变成了眼角含笑、漫不经心的模样。那弯弯，咱们还继续偷着？我说不偷就不偷了吗？而且燕都督，您说话就说话，上手干什么？最后还是闹得林婉意涂好的口脂再次花了。重新补好以后，一直到吃完早膳，他都没理燕慈。林婉意乘坐马车来到了齐府。真的是吓
死我了！昨天看那个态势，我还真担心9000岁会把你给吃了。林婉叶，你开木碗堂9000少银子，你是不是以后都要给他做事？算是吧。什么算是吧？一共多少银子嘛？仙主为何一追问多少银子啊？因为我要给你赎身啊！你如果对木碗堂有兴趣，想要买下木碗堂，就去问9000岁。今日不是让我上门来看诊的吗？而送走林婉意后，燕慈也转身回了都督府。如今对外他是在府中养伤，所以就得做出养伤的样子。不一会儿，天玄回来了。主子，果然如你所料，长宁公主一病不起，端妃去陛下那告您的状，但却被陛下给责骂一通，以不会教导之过，罚她抄写佛经，闭门思过。端妃之前是他母后闺中好友，但结果好笑的是，多年友谊还是抵不过一个男人。你以为自己的儿子七皇子距离皇位最近？哼！如果让七皇子在马上触碰到皇位的瞬间突然跌入地狱，你会不会后悔当初不该对自己闺中密友落井下石呢？昨天太后宣荣城王妃母女俩进宫都说了什么？都是一些提及的话，还送了顾伦郡主许多东西物件，看样子太后娘娘很喜欢顾伦郡主。我就说嘛，皇祖母肯定会喜欢弯弯的。对了，主子，属下还查到嘉柔公主在荣城王府的认亲宴上丢了大人，并且还被荣城王府的人告了。她走投无路之下，竟然想出要让顾伦郡主嫁给他儿子的馊主意。咔嚓一声，燕慈直接将手中的毛笔掰断了。可真会做白日梦啊！皇帝怎么说？皇帝没有答应给他们赐婚，因为与此同时，林贵妃也提出了让顾伦郡主做9皇子的正妃。燕慈此时眼底的杀意已经都溢出来了。好啊，真好啊！本来想着到年底了，其他几步慢慢再说。如今看来，谁都别想过这个好年。天凉了，工部尚书该换人了。是，属下这就去联系天书去动手。燕慈捏了捏手腕上的佛珠。等拿掉了9皇子的工部，2位皇子应该又算是可以并驾齐驱了吧？我亲爱的父皇，这就是您想要看到的势均力敌，我给你。你这是气滞血瘀，行经腹痛，需要调气和血，逐瘀生新。许多初次来癸水的时候都会这般，你又天生体寒，所以才会如此腹痛难忍，更严重一些。郡主，那我这病还能医治吗？以后会影响子嗣吗？虽说你的情况严重一些，但还是可以治好的。我写一个药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你以后多注意。不出问题的话，差不多坚持半年，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了。真的吗？太谢谢你了。仙主，你妹妹不是比你还小2岁吗？她都要定亲了，你却迟迟没有定亲，莫非你还惦记着沈玉白？哎呀，我呸！林婉叶，我拿你当朋友看，你却这样侮辱我啊！本县主早就不喜欢那个沈玉白了，好不好？行，林婉叶，你知道吗？我现在可是有新目标了，你猜我看上谁啦？要么你直接说，要么我现在直接走。哎呀，你可真没趣！我看上你二哥了，我已经让母亲去帮我说亲了，以后我可就是你的二嫂了。啊，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难道我配不上你二哥吗？不，是我二哥配不上你。哎呀，没有，你也太谦虚了。李锦好歹是荣成王世子，说起来的确是我高攀了。哎，但你可知道，我阿父没有儿子，等以后我跟你二哥成亲了，我们有了孩子，就可以继承我们齐家滔天的富贵啦。还有了孩子，姐姐，你想的可真遥远啊。就在这个时候，齐夫人听闻林婉意来了，留她下来喝杯茶吃点心。被林婉意婉拒后，她则是跟着齐明月
一起将林婉意送到大门口。郡主，你是回木婉堂啊，还是回荣城王府啊？齐夫人，你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明月年纪也不小了，我之前听闻你三哥还没有定亲，我看着他跟明月也挺合适的。你若是回荣城王府，能否帮我探一探你母亲的口风啊？齐明月这是看上了我几个哥哥啊？哎呀，母亲，你说什么呢？我明明说过了，我没有看上那林。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母亲捂住了嘴。齐夫人冲林婉意温柔慈爱一笑：“麻烦郡主了啊，毕竟我也不知道你母亲心中是有何打算跟想法，所以提前知会一下比较好。”好，正好顺路，我就回王府帮您探一探我母亲的意思。那就多谢郡主了。母亲，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这般高兴。喜事儿也有，不过我刚听说宫中昨天出了个乐事儿。哎，据说啊，浣衣局一个宫女毛手毛脚的，竟然洗破了几十件衣裳，其中呢还有林贵妃最喜欢的那套紫色克丝罗裙。哎呦，她顿时大发雷霆啊！那林贵妃肯定会去责罚那个宫女了吧？妙就妙在这里呀，她带人翻遍了整个皇宫，愣是找不到那个宫女了。这人就好像是凭空蒸发了似的。你说神奇不？看着心情十分好的母亲，林婉意也跟着笑了几下，但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消失。母亲，三哥回来了吗？嘿，不知道，他爱回不回，关键时刻不顶用，老娘当初还不如生个叉烧。三少爷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他回来后得知王妃跟郡主您都没事，他就把自己锁进自己屋子，今天到现在还没出来过，饭菜都是让小厮送进去的。这混蛋小子，生他何用啊？哎呀，可惜已经不能塞回去了。母亲，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昨天浣衣局的那个宫女，难道是小仓？希望不是，不然的话，被困在浣衣局洗了大半天女人的衣裳，这等丢人之事，恐怕三哥可能会想要寻短见了吧。笑死我了！哎，钟叔啊，你去让小仓过来，就说是我喊他的。我得问问他，洗那些衣裳是什么感想？哎，等一下，母亲，如果不是三哥，找他来无济于事；如果是三哥，我想他现在心情不好，肯定想要独处的。母亲，我来是有事情找您说的。婉婉，什么事儿啊？林婉意把齐夫人托自己的事情一说，以及齐夫人跟齐明月可能看中的不是同一个人。母亲，我跟明月县主虽然很投缘，可是两位哥哥的婚事还是要你们做主。倘若你们早就有安排了，我去回绝了齐夫人就是了。没有安排。主要呀，是我很早就对你三位哥哥说了，以后媳妇儿自己找，他们找到了人呢，就领到我跟前来，我看顺眼了就可以。竟是这样，如此简单。林婉意眨了眨眼，寻常勋贵之家的少爷，要么很早就定亲，要么也会在入关之前，家中就开始为他物色正妻大娘子人选。有的顺便还会把妾室一并都选好了。大哥那边的情况，林婉意暂且不知，但他却知道二哥跟三哥如今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开窍晚，对男女之事无益。
沈玉白跟他们年岁相仿，但已经成亲2次，纳了多位妾室。人跟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东方嫣然见女儿沉默不语，以为她误会了，连忙解释。不过婉婉你放心，你兄长们我是准备放养的，但你的婚事儿，母亲一定会为你亲力督办操劳的。我的婚事？是啊，刚才我要说的喜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婉婉，你如今啊是我们荣城王府的郡主了，按照之前的约定，你必然是要嫁给京城勋贵世家子弟。如果不这样的话，恐怕皇宫里边那位又要开始动手脚了。唉，抱歉啊，婉婉，这件事我们眼下只能这样做，除非我们荣城王府谋反。母亲，您快别说那2个字了，隔墙有耳。如果这话真的传了出去，皇宫里头的那位指不定又是如何了。母亲，其实和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过成亲的想法。只不过您说荣城王府的麻烦，我也是懂的。可再次成亲这件事情，可否不要那么急？还有人选，我也想要选自己想要的人。这是自然，而且我也打算呢多留你几年，回头定了人就先定亲好啦，成亲的事情以后再说。见这件事还有回转的余地，林婉意松了一口气。哎呀，你是打算什么时候把那丫头娶回来呀？你可知道，她的婚事皇帝是会插手的。怎么，难道你一点也不着急呀？这可真是太监不急急死太后。皇祖母，看来您也很喜欢文文。哀家喜欢有什么用啊？那又不是哀家娶回家。哎，知道你如今需要隐忍，但是时间可等不得你啊。现如今有许多人都想要娶婉丫头，你总得想个法子呀，不然你就等着她嫁给其他人吧。不会的，皇祖母，您且放心吧，用不了多久，皇帝会主动求着我去娶文文。怎么可能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罢了。陈太后知道这孩子心里有数，虽然有点着急，但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罢了罢了，你心里有数就好。哎，对了，听说你这次受了伤，严重吗？多谢皇祖母挂怀，不严重的。太后，是长宁公主来了。就说哀家睡了，不见她，成天咋咋呼呼的，成何体统啊？除了上次在御花园长宁公主要拿鞭子抽文文之外，更早之前她还打算用蜜蜂蛰文文呢。幸好文文聪明，及时躲开了。看着小状告的。罢了罢了，那丫头无法无天了。既然皇上跟端妃都不管，那哀家就管管她。皇祖母英明，那孙儿先退下了。静安，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般难看。母亲，工部出事了。一时间，多张折子都开始弹劾工部尚书赵公，而之前因为母妃被禁足，心情十分不好的七皇子也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让御史赶紧写折子。北境的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如今又出了这件事，皇帝每天抑郁的眉头都能够夹死苍蝇了。年关将近，燕都督，你都躺了1个时辰了，再不起来，我的腿可是要废了。不会废，最多麻了而已。文文，为夫来给你揉一揉。林婉意郁结，这人总是把不要脸跟真诚的态度结合到一起，偏偏看着他这张俊脸，总是会出现十分反差的混淆感。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说罢，他就要上手。那还得了？如果真让你上手，许是又要滚到他上去了，没个1-2个时辰是不会结束的。真是不知道这人之前到底是被憋得有多狠，如狼似虎的。哎，嘟嘟，别闹，一会儿婉莹要来。他来干什么？婉莹已经定亲了，明年年底就要出嫁，她想要过来跟我说说姐妹间的体己话。燕慈听后俊脸一沉，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佛珠。他每次要做这个动作，就是想要杀人了，或者是谁要遭殃了。嘟嘟，婉莹只是住2-3天。2天还是3天？嘟嘟，我这2日也该来癸水了。林婉意虽然不想用这个理由，但她可不想让燕慈因此对林家人心生芥蒂。果然，燕慈眉宇间的玉色缓缓融开。感觉婉婉好忙，见你一次都很难。主要还是嘟嘟大人您更忙啊。我家婉婉可真聪明啊。燕慈眸光一顿，嘴角却徐徐地扬了起来。这段时日来，许多人要求娶林婉意，都把帖子送到了荣成王府。东方嫣然就经常喊女儿回来一起参谋参谋，看她喜欢哪个郎君。那些册子上的男子经常第2天就会出现一些意外，轻则摔断腿，重则跌破了头。最惨的是那姜望，竟然被发现晕倒在了继子的榻上。燕慈，其实你不用这样做的，那些人我都没有看上。他们得庆幸没有被你看上，不然就不是小惩大戒了。可你这样一来，外界现在都在传我克夫呢。他握着林婉意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窝。婉婉，你来克我吧，我命硬。林婉意感受到自己手下那颗一直在跳动的心房，强壮有力。他又不是木头，相处这么久了，燕慈对他的心有多真，又不是不知道。只是眼下他们之间困难重重，想要走到一起比登天都难。那好，燕慈，如果你能娶我的时候我还未嫁，那我们就成亲吧。不，是你只能嫁给我。燕慈一个翻身，压着他就亲了下去。1刻钟后，林婉莹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木碗堂，她让侍女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东西过来。婉莹，你这是要住几日啊？其实我想要住到过年。啊？可是阿父母亲他们不同意，说你很忙，我会打扰到你的，所以他们只准许我住3日。林婉意松了一口气。这段时日的确很忙，都没有回家。家中一切安好吧？祖母还有阿父母亲他们身子都可还好？他们身体都很好，咱家毕竟是御医世家嘛，虽然是穷，但是药肯定是管够的。只是有一点不好，长姐，你可还记得那个李云？自然记得，她是嫂子的表妹，之前还惦记着怀瑾，被我给赶走过一次。怎么，她又来林府了？对，不只是她来，她父母婶婶等人也来了，他们美名其曰说我们林家出了一个郡主大人，就想着来沾沾光呢。我呸，这都什么人啊？他们会安分地住在府中？哪能啊，一个个都跳得厉害着呢。李云动不动就往怀瑾的院子里跑，吓得怀瑾现在都住到同窗家去了。他们也就是不敢闹腾祖母了，祖母年岁大了，平日里也不出院子，但是其他地方他们可闹腾了。母亲跟嫂子的性子都太软弱包子，这样可不行。走，我得回一趟家。啊，小姐，该不会是有人把你放置各种药丸的架子给推倒了吧？谁不知道那些瓶瓶罐罐的药对于一个大夫来说可都是命根子啊。林婉意的脸彻底沉了下来，她迈步走进去，看到药柜被推倒了，那些药丸洒了一地。原来是郡主姐姐回来了呀！哎呀，我们就是过来看看，结果这个下人不知道规矩，还来推搡我呢。我问你话了吗？还有，我只有婉莹一个妹妹，少给我在这里攀亲戚。而后看向刘妈妈，
你说。回大姑娘，是李小姐带着李小少爷来院子里，奴婢说您不在，她不便进去，结果李小姐坚持硬闯，然后这小李少爷就偷跑进了您的药室，将架子给推倒了。郡主殿下，您可别听这个贱婢胡说八道，那架子是他拉扯我们的时候他推倒的，我家小天还是个孩子呢，他才6岁，怎么能推倒这么大的架子呀？小姑姑，你小瞧我，这架子就是我推的，怎么样，我厉害吧？来人，给我掌嘴！是。郡主殿下，天儿可是我爹娘的命根子，他还小呢，您不能听信贱婢的一面之词，就伤了我们亲戚的和气啊！哼，我不信刘妈妈，难道要信你这个外人吗？再说一次，少跟我攀什么亲戚。不过你说的对，他这么小，掌嘴的确不太好，那就你来呗，掌嘴吧。既然这孩子手欠，就上戒尺抽吧，每人20。可他刚要挣扎，人就被一个粗壮婆子摁住。茯苓立刻左右开弓，耳光打得啪啪响。那边小胖子还丝毫不知危险来临了，还踩着地上的药丸玩，下一刻就被人摁住，那戒尺一下一下打在了他的手心。霎时间，整个院子中响起了这对姑侄俩的鬼哭狼嚎声。虽然十分震惊，但是心头莫名的爽，是怎么回事啊？林婉意，你成为郡主后好大的脾气啊！竟然丝毫不顾及亲戚情谊了吗？你这样飞扬跋扈，王妃他们知道吗？哼，你也知道我是郡主啊，那见到我为何不行礼？你也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所以林家的亲戚我愿意认，那就是亲戚。如果我不愿意认，你们就什么东西都不是。行，就算是老身之前说错了话，但郡主大人，他们如果做错了事儿，你责骂他们就是了，为何要动手啊？哎呦，你看看小云这脸，哎呦，尤其我家天儿才多大呀，你也真狠心下得去手。私闯我的院子，我都有权利让人乱棍打死他，只掌嘴已经算是便宜他了。还有，你知道你的宝贝孙子毁了我的药值多少银子吗？茯苓，把这宣纸拿给李夫人看。哎，是。茯苓立刻将宣纸拿到了李夫人跟前，看着上面的数字，竟然18000两。这怎会那么多呀？实际上比这更多，只是我知道你们李家穷，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银子，才给你们少算了的。郡主大人，李夫人也蔫巴了，她心中暗骂林婉意可真难缠，但表面上却再也不敢造次。你胡说八道，我家才不穷呢，昨晚我阿父跟祖父去青楼，还一掷千金了呢。哦，既然你们李家有钱，那行，就按照整数2万两赔偿吧。此时的李夫人跟李云已经面如死灰。哎呦，亲家，你可得帮忙说说话呀！我哪里弄2万两来哟？你就看着你儿媳妇的面子上，行不行啊？这件事的确是李云跟那孩子做得过了，但是2万两也的确是太多了。还有就是，弯弯不也已经打了人，出了气了吗？母亲，那些药丸可都是我的心血，其实拿钱都换不来的。倘若您今日为他们求情的话，那我只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木碗堂去了。婉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林婉意没说话。你们先回房中歇息吧，这件事我们回头再说。李夫人知道林夫人是要关上门，私下里跟林婉意求情，也就点了点头，带上女儿跟孙儿走了。其他人都走了，屋子中就剩下他们母女3人。
婉婉，万万不可说刚才那样的胡话呀！你都说了，跟我们还是家人，可不许反悔啊！母亲，我哪里是什么反悔，而是李家人贪婪、蛮横、不讲理。倘若不彻底以绝后患，他们以后只会变本加厉。今日打翻了我的药柜，明日倘若做了什么事，影响了阿父跟兄长的前途了呢？他们不会吧？哼，等到发生的那一天，可就晚了。还有，那李云一直对怀瑾虎视眈眈，这万一哪天他脱光了衣裳，躺在了怀瑾的榻上，哭着闹着说毁了他的闺玉，那怀瑾到时候是娶还是不娶？林夫人彻底傻了。我虽然没有见过那杨天狼，可是李家人都是这个德行了。我建议你们再去查一查那个杨天狼的品性。我这不是想着亲上加亲，以后大家都和和睦睦的吗？刚才的事情你也见到了，跟这样的人家结姻亲，那不是亲上加亲，那是给自己找麻烦，找不痛快呢。林夫人跟林婉莹都不说话了，也不知道他们听进去多少。林婉意自嘲一笑：母亲，婉莹，我言尽于此，到底如何选择看你们自己的了吧。不过那2万银两他们是赔定了，谁说情都没有用。倘若不还，我就去京兆尹告他们去。婉婉，母亲，我累了。林夫人叹了一口气，最终还是跟二女儿林婉莹离开了。林婉意则是回到药室，在那儿整理着地上的药丸，看着那被踩碎的药丸，心疼极了。不一会儿，福林从外面回来：主子，林夫人他们去了老太太的慈安堂。母亲他们人不坏，当然就是没有主意。母亲他们人不坏，当然就是没有主意，性子太软。我帮得了人，帮不了他们一世。说到底，我对林家来说是一个外人。本来外籍母族来说就是外人了，她又不是林家的亲生女，但她又错失了跟荣成王府亲人们相处的时光，与他们之间也有疏离。说到底，她在荣成王府那边也没有归属感，再加上因欢喜地嫁给沈玉白，本以为自己会过上幸福安康的，结果后来呢？突然破碎的瓷片划破了林婉意的手指，鲜血涌出来的瞬间，她放在着那血腥的味道。原来我没家了。福林跟瑶光看着林婉意这样，十分难受，他们却什么都不能说。等回头见了都督，一定要禀明这件事情。燕慈，你回来了。婉婉，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我阿父杀了我母亲，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家了。燕慈，所以婉婉，以后就让我们这2个没有家的人，共同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好不好？林婉意感觉燕慈这话竟是比怀抱更加温暖。她本来心情低落，但却没有落泪，结果听了燕慈的话，眼角顿时痒痒的。燕慈为了安慰她，可是都把自己的伤口给揭开了呀。林婉意转过身，伸手抱住燕慈的腰，将脸埋在她怀中。你知道咱们成亲很难，还总是逗我。她以此来掩饰自己过于波澜的情绪，她可不想晚上被燕慈欺负哭，白天又被她给感动的落泪了。燕慈爱怜地摸了摸她的长发。不是逗你，婉婉，你且等着，用不了太久，咱们就可以成婚了。你已经去荣成王府提亲了？陛下善疑，所以他一定会让你嫁给京城勋贵世家之子，但荣成王府肯定会慎重为你挑选夫婿，更不会将你嫁给7皇子一派或者是9皇子一党。皇帝同样也不会让你嫁给9皇子，因为他担心9皇子以后赢了，那你就是皇后了。谁稀罕做什么皇后？那群王孙子弟全部加在一起都配不上我家弯弯。如今的局面就是这样，所以陛下跟荣成王府都在僵持着。今日母亲又让2哥去告御状了，陛下还没有惩罚嘉柔公主，
我母亲就说一日不惩罚嘉柔公主，她过几天就去告一次御状。他一想起来母亲荣称王妃那个跋扈傲娇的模样，就忍不住笑。或许因为母亲是从小被娇宠着长大的，嫁给了荣称王后，又被宠上了天。说实话，林婉意其实是羡慕母亲的。对，所以现在僵持住了。但年底之前，你的婚事必须定下来，陛下等不了太久。而且，如果是我娶你，对他来说，还可以羞辱荣城王府。毕竟，他可是宦官。林婉意感觉这件事并不简单。其实，当初跟沈玉白和离后，她再也不想嫁人了，但如今不得不嫁。那个人如果是燕慈的话，她发现自己竟然一点都不排斥。两人就这样依靠在罗汉榻上，说了一会儿话。燕慈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林婉意一愣，连忙躲开。哎呀，你为什么捏我的脸？弯弯心情好点没有？我家弯弯虽然不笑的时候也十分好看，但我更爱看你恣意微笑的模样。林婉意听后鼻子一酸，虚空着拳头轻砸了一下他胸口。怪不得说9000岁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呢，你这也太会哄人了吧。对他那都是虚伪的哄骗，但对我家弯弯才是真心的。不信你摸一摸，我这心可真了。你这是让我往哪儿摸呢？你家心长在那个地方吗？也不知道为何，跟燕慈说了一会儿话，又胡闹了一会儿。林婉意心底的郁结消散了不少。其实她很早就知道林家人的性格，他们的确都是很好的人，但又都过于软弱，拎不清，甚至十分单纯地把所有人都当作好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上一世也不会这么简单，甚至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满门抄斩了。可是他们对林婉意有恩，只要他们不背弃，那么林婉意就会竭尽全力地去帮他们。但如果他们不信任林婉意，反而被那些所谓的事情彻底迷住双眼，那么林婉意也只能选择去放弃。值得帮助的人要帮，但如果不值得了，就潇洒放手，各自安好。想通了这一点后，林婉意揽着燕慈的脖子，刚要说让她今晚留下来用晚膳，结果门外福临敲了敲门。主子，灵儿小姐来了。去吧，你们姐妹们说说话，也可以打听一下，看看林家人对今天这一出的态度，也好决定你以后对他们的态度。林婉意站起来，想要整一整凌乱的衣袂，结果燕慈白皙修长的手伸了过来，利落地帮她系扣子，推平衣摆的褶皱。她心尖发烫。燕慈，你不用这般的伺候我的，整理衣裳只是小事。燕慈正好帮她系好腰带，双手环绕着将她圈入怀中。我错过了弯弯许多事情，唯有从现在开始，所有细微的小事都去做。每多为你做一件事，我的心就会被填满一些，一点一滴，最终汇成汪洋大海，填补我们错过的那些岁月。林婉意今天都被他感动好几次了。哎，燕慈，你别再说了，再说我都想支开晚营，先对你以身相许了。好啊，那我就不帮弯弯系束腰玉带了，以免麻烦，待会儿还得解开。哎，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燕都督不要当真。燕都督请便，我先去忙了。开玩笑，两人晚上在榻上缠绵的时辰已经够多了，如果白日里也这样，那他还要不要自己的腰了？还不得被折断了呀？而燕慈虽然感觉有点遗憾，没有温香软玉，但他这次主要也是来劝慰的。他听福临说林婉意在林家情绪十分低落，顿时心疼坏了。好在如今笑容重新回到了林婉意的脸庞上。长姐，你走的时候怎么不叫上我呀？还以为我骂了你未来夫婿的亲戚，你今日不会来木婉堂了。哪有的事啊，既然是未来夫婿，
那就还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呢，哪里有长姐跟我亲啊？哦，那倘若以后你成亲了，你夫君跟我起了冲突了呢？那也肯定是他有错在先，要让他跟你认错。倘若他不知悔改，那我就跟他和离，到时候我拿着细软来投奔长姐，我给你卖样。行了，别贫了，更不要动不动就说和离。我走了之后，母亲如何处理李家人的事情的？其实我跟母亲刚开始没主意，就先去请教了祖母，然后母亲就先去单独找了大嫂，问在大嫂的眼中是在乎李家那些人，还是咱们林家？大嫂赶紧说在乎林家，然后母亲就让大嫂去给李家人下逐客令了。母亲到底还是狠不下来赶人，结果把这件事情推给了性子也软塌塌的大嫂。林婉一听后嘴角抽了抽，一时间都不知道如何评价母亲林夫人了。那大嫂去了？大嫂一直纠结到兄长回来，她就跟兄长说了这件事，大意就是她也知道今日她娘家人做的不对，但是主动赶人走，她又说不出口。然后兄长就直接去赶人了，兄长还特意告诉他们，一定要在10日内将欠你的银子还上，不还就去官府告他们。他说完后，小心翼翼地看着林婉意的表情。长姐，你就不要生气了，祖母都说了，明日把阿父跟兄长钥匙里的药都给你送来。我生气并不是因为那些损坏了的药，我是生气你们都太软趴了。李云他们一家人并不多高明，就将你们给欺负成了这样。那以后倘若遇到段数更高的，你们要怎么办？长姐，你教我吧，我会努力学的，以后多护着母亲，以后也要护着长姐。婉莹，就记住一句话，咱们平时不会欺负人，可是一旦别人欺负到咱们的头上，就不能避让，因为有的人就专门得寸进尺。我知道了，我已经让阿父找人再去查杨天狼的人品了，这次还要查一查他的家人品性都如何，如果也像是李家人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嫁过去了。见家人们愿意做出改变，林婉意还是欣慰的，因为林婉意不可能帮他们一辈子，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福宁，这几日沈家有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动静，就连沈夫人的丧事都处理得很潦草。不过听说沈家二爷要回来了。当初因为老侯爷去世，二房跟大房闹了不愉快，沈二爷就带着家眷远离京城到地方上任去了。如今沈家落魄到了这个地步，在这个节骨眼回来的话，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应该是见到沈家大房不行了，回来抢权的。他突然想到之前沈静柔给他的那份证据了，正在思考要如何用才能够让这份证据最大化的发挥作用，整垮沈家。天机突然从屋顶上跳了下来。启禀郡主，属下刚才从沈府回来，听到了一件大事。什么事？沈世子又要成亲了。林婉意是真情实感的意外啊！别的不说，那沈夫人不是才刚死吗？就算沈玉白不顾沈老太太未满100日祭，也得顾及她亲娘刚过世，这还没满1个月吧？仁义礼智孝信，她什么都不要了。最重要的是，她的名声都那样了，怎么还有女人愿意跟她成亲？她跟谁成亲？兵部尚书杜宇唯一的嫡亲侄女杜宁燕。不过他们不是马上成亲，而是先订了婚，明年再成亲。原来是杜宁燕。林婉意记得齐明月对她说过，杜宁燕听说他们和离的时候高兴极了，可谁想到中途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杜青青呢？哇，那个杜宁燕真的好勇敢啊，她难道不知道沈世子克妻吗？在外人看来，沈玉白前后一共有2任夫人，3房妾室，1个外室。如今6人中，林婉意跟他和离了，杜青青受了太大刺激后，整个人直接瘫了，甚至话都说不出来。
至于3个妾室，死了2个，疯了1个。最重要的是，那个疯了的妾室，也就是昔日的子服，竟然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躲在了沈家的某个地方。至于那个外室，经过那次闹事后也销声匿迹了，很多人都猜测可能是被沈家人弄死了。林婉意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他的确可气，如今工部那边又出了事，还不知道会如何。看来七皇子是打算利用自己的表弟来笼络兵部尚书了。哼，沈玉白是不是对七皇子来说也就只剩下这点用处了？可他估计还没有告诉其他人他已经不举了吧。阿父，我不想娶杜宁燕。你不娶她，那你还想要娶谁？杜宇没有亲生女儿，对唯一的嫡亲侄女杜宁燕极好。你若能娶了她，七殿下才不会彻底放弃你，放弃咱们沈家呀。沈玉白的脑海中回荡着父亲的这一句话，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林婉意。我知你对那林婉意深情一片，可谁知道造化弄人？倘若早知道他是荣城王府的郡主，当初说什么你都不会跟他和离呀。父亲，倘若我能够挽回弯弯的心，那七皇子同样不会放弃我。毕竟这样，咱们就跟荣城王府有了关系。眼下弯弯对我有一些误会，但我会去努力解除他对我的误会。我们有多年的青梅竹马情谊在，弯弯也可能是被人蛊惑怂恿了，一时间才那样愤恨我。可是他好像对沈家敌意很大。阿父，肯定是之前祖母跟母亲在的时候为难过弯弯，毕竟之前都是些后宅之事，难免会有一些龃龉。但如今祖母跟母亲都不在了，他对咱们沈家的怨怼应该也会减轻了许多。阿父，弯弯贵为郡主，等我们和好后，她理应是咱们府中的当家主母，说不定有了荣城王府的助力，等以后七皇子再强大一些，咱们沈家会重新变为侯府，甚至可能会成为公爵府啊！阿父，你可知我身子近期不大行，不能行房事，但弯弯却会研制一种药，让我恢复如常。哎呀，阿父，别犹豫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考虑，我夫人的最佳人选还是弯弯啊！更不要说，在那么多女人中，我自始至终最爱的一直都是弯弯，此心天地可见。那这件事你可要抓紧了，毕竟你二叔一家要回来了。另外，那杜青青，你打算怎么办？沈玉白的眼底闪过一抹杀意。他本就身子不好，这天马上就要冷了，没挺过去十分正常。那这2件事你都抓紧一些。他说完后就推门出去，去了娟娘的院子。如今沈大爷已经把之前的外室娟娘抬成了妾，反正娟娘的孩子也没了，他就全当之前的事情不作数。我跟弯弯成亲那么久都没有圆房，倘若我可以让弯弯有了孩子，那他是不是就更会快点原谅我，并且再也不会离开了？昭妍送林婉莹回去，再回来的时候就将这几日林府发生的事情一一禀告。二姑娘和杨天郎的亲事退了，也没说别的，就说2人不合适。至于李家那边，由老夫人出面，说以后不许李家人登门。林婉意捣药的手微微一顿，随后又往里加了一味决明子。林婉意头也没抬。如此这样，大嫂怕是要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了。如此这样，大嫂怕是要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了。大奶奶那边情绪果然不佳，但她也是支持老夫人的决定的。毕竟之前李云他们闹的事情太过了，不过这件事惹怒了李家人，他们就去鼓动大奶奶的父母长辈，让大奶奶跟大公子和离。哼，多新鲜啊！自古以来，嫁了女儿出去，肯定都是希望女儿以后在婆家过得安康顺遂。这大嫂的家人，怕都是疯了吧？谁说不是啊？大奶奶听到之后又哭了好久，最后她跟大公子商议了一下，说是以后再也不回娘家了。小林夫人算是彻底跟娘家决裂了。
林婉意用帕子擦了擦手，赞许的点了点头。看到母亲他们都在努力改变，这一点比什么都要好。昭言，你带人拿着这张状纸去把李家人告了。是。郡主殿下，这是2万两，还有李家人的认罪书，您看要如何处理啊？林婉意点头，让昭言把银子清点收下。我也不是得理不让人的，可是那些药毕竟是我的心血，而且李家人那日还对我出言不逊，我倒是不太在意。可我身后还有着王府不是？他们这时也没有把荣城王府放在眼里啊。哦，那就小惩大戒吧，打20板子吧。不过那李家儿郎太年幼，子不教父之过，那就让他父亲代罚。郡主，您看如何呀？那就麻烦刘大人了。郡主太客气了，这是下官应该做的。林婉意亲自将刘和送到了门口，结果一扭头，却看到了一袭月牙白袍的沈玉白站在那儿，也不靠近，就这样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真晦气，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难不成是在提醒我早点让他们沈家家破人亡吗？他转身就回去了，倒是福林跟瑶光依靠在门口，抻着脖子往那边看。沈世子不是又要当新郎了吗？怎么还跑到这里来？装深情给谁看呢？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对，这人直勾勾的看郡主的模样，实在是太膈应人。要不我去把马蜂窝砸他脸上去。啊，你去哪里弄的蜂窝来啊？之前晚上路过兵部尚书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后院有一个大马蜂窝。这边沈玉白站在木碗堂对面的那棵柳树下，他穿上之前林婉意最喜欢的那套长袍，腰间佩戴的也是林婉意以前送给他的玉佩。他相信京城所至，今时为开，只要他表达出自己的诚意，林婉意必然会原谅他，然后与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两人后知后觉，四处逃窜，而这边福林等人早就关好了门窗，齐刷刷地趴在门口那儿看热闹。你们在干什么？好端端的，怎么把门窗都关上了？福林等人立刻都露出了心虚的表情。林婉意走到那儿，看着窗外的景象，顿时沉默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沈玉白狼狈地在地上爬的样子。林婉意想到刚才福林几个人的心虚表情，就知道跟他们有关。只是他刚转过身的时候，那几个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就剩下一脸无辜的银翘。郡主，怎么了？你待会儿让福林带人把剩余的马蜂都赶走，可别惊扰了周围的其他商户。等到把马蜂清理干净后，福林主动到林婉意跟前请罪。郡主，是奴婢错了，不过那马蜂窝是天机从兵部尚书家后院弄来的。天机怎么知道兵部尚书家后院有马蜂窝？天机轻功好，有时候会四处踩踩点。这个爱好真是挺别致的。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就说沈世子被兵部尚书家的马蜂窝给蛰了。郡主好坏呀！不过郡主，您不生气我们收拾沈世子啦？我生气的不是你们对他下手，而是担心你们伤到周围无辜的百姓。下次收拾他可以，但是不要伤及无辜，懂吗？懂，奴婢这就让人去把这件事情给宣扬出去。看着欢快离开的福林，林婉意无奈地笑了笑。她看了看窗外天空，眼看着黄昏就要来临，她已经3日没有见到燕慈了。她看了看窗外天空，眼看着黄昏就要来临，她已经3日没有见到燕慈了。之前妹妹婉莹在这里每日都要缠着她，那丫头美其名曰说要跟她学习取经，甚至晚上睡觉都缠着她。再加上燕慈忙工部的事情，就一直没有来。竟然有点想她了。她刚要去喊昭言，
准备明日出城去郊外庄子上的事情，结果就撞入一个带着檀香的怀抱。这个怀抱还带着丝丝凉气，很显然是刚从外边赶回来。燕慈，你来了。弯弯刚才说想谁了？你很早就回来了？不，就是刚刚进来就听到弯弯说想谁了呢。林婉意看着男人故意这样说，捏着他下巴的拇指还轻轻摩挲了一下，痒痒的，也惹得人心乱乱的。我说我想9000岁了，不行吗？燕慈嘴角一扬，笑得如沐春风。他勾起林婉意的下巴，就落下了一个吻。这是作为你想9000岁的奖励。燕都督可真是不吃亏，里里外外都是占便宜。弯弯这是暗示我里面的便宜也要占吗？这几日都没见你，是公布那件事情波及到你了吗？那雨神庙倒塌的事情板上钉钉，只不过就是需要查的时间久一些，毕竟贪银两的事情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皇帝不想连累哪个皇子，所以会给他们摘干净的时间。工部尚书是9皇子的人？对，我家弯弯真聪明。这人每次都是毫不吝啬的夸奖，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燕都督慎言，我还不是你家的。快了，陛下这几日心情不好，连带着对荣城王府也没有多少耐心了。3日后，他会让3皇子举办一场蹴鞠比赛，到时候会让京城之中的贵族子弟都来参加。哦，也就是变相的让你选夫。那位可真是越活越腻歪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底都是杀意。林婉意疑惑地抬起头。3皇子不是有腿疾吗？哼，咱们这位陛下最喜欢往人的伤口上撒盐了。他让3皇子主持这场蹴鞠，其实还在提醒有一些人不要肖想自己根本不配得到的东西。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我可真讨厌坐在龙椅上的那位。我还以为你跟其他人想法一样，都认为他是一个明君。是不是明君我不知道，但之前看着他故意的包庇嘉柔公主，还宠着7皇子跟9皇子这种人，就对他的印象很差。哦，还有娇蛮的长明公主，看看他宠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婉婉，你在我跟前说这些是否忘记了？外界传闻我可是他最忠实的狗啊，你就不担心我将你说的禀告给他？你就不担心我将你说的禀告给他？哦，那都督会告发我吗？还真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弯弯今晚愿意在榻上贿赂我，我就会改变主意。谁家9000岁这样撩人，怎么偏偏就让我给遇上了？那不了，今晚我要早点歇息，明日起早要去城外那个庄子上看看，准备好明年都种一些什么草药。你若是愿意告发，就去告吧。他是信任燕慈，也知道那位对燕慈并不好，才会这样肆无忌惮说的。燕慈就是把人拉入怀中，准确熟练地吻上那唇。没事，正好我明日有空与你同去。至于今晚，弯弯你可以不用动。某人食言，说话不算数。芙蓉帐暖，夜色浓郁。其实明明才不过3日未见，却硬是有了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意味。第二天一早，林婉意是被燕慈抱着上了出城的马车。对此木婉堂所有的下人都见怪不怪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也知道此时2位主子的身份敏感，所以守口如瓶，绝对不会泄露半点风声。只是他们离开没多久，黎苍骑马来到了木婉堂。婉婉起了吗？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他。郡主今日有事去城外的庄子上了，这个时辰应该已经出城了。那你知道庄子在哪里吗？奴婢不知。看着这丫头懵懂的眼神，黎苍知道对方没有说谎。婉婉何时回来？那地方有点远，郡主说明日再回来。那好吧，
我明日再过来。黎苍刚出了木碗堂的大门，迎面就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红衣女子策马而来，他眼底闪过一抹惊艳，结果等到对方来到木碗堂门口的时候，他眼底的惊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怎么来了？李小将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为何木碗堂我就来不得啦？齐明月眼底的嫌弃比黎苍的还要浓。哼，我还以为你追不上我二哥，特意来弯弯这里，打算曲线救国，先讨好弯弯，然后再去讨好我二哥呢。齐明月听后瞪大了眉目，他是听闻后天的蹴鞠比赛才专门来找林婉意的。齐明月看着黎苍脸上的强颜欢笑，突然恍然大悟。哦，你说话这样夹枪带棒的，莫非是暗恋我？见我想要嫁给你二哥，你吃醋啦？我吃醋？齐明月点点头。算了，跟你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走还不行吗？看来还真是被我说中了，这都恼羞成怒了呢。看着黎苍慢慢走远的背影，齐明月摇了摇头。一辆不起眼的藏蓝色马车行驶在官道上，马蹄踢踏踢踏发出规律的声响。林婉意昨晚太累，上了马车就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躺在燕慈的腿上，好像是从他上马车，燕慈就是这个姿势，从来没有变过。你的腿不麻吗？林婉意有点过意不去，想要起身，可马车就这么大，突然一个颠簸，他的手突然撑在了某处，惊得他连忙收回手，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旁边。比起好像是受到惊吓小兔子般的林婉意，燕慈却要从容淡定许多。刚醒来的时候别起得那么快，小心头晕。我不是有意按那里的，你没事吧？如果有事怎么办？弯弯要负责吗？我会配药，之前沈玉白不行了，都是我给他专门配的药，不过治标不治本。燕慈嘴角的笑容淡去几分，英俊的脸庞上闪过一抹委屈。弯弯，不要在我跟前提那个晦气的男人了，好不好？我会吃醋的。我也感觉他挺晦气的，不过他昨日已经被蛰成了猪头，估计现在就连最爱慕他的杜宁燕都无法直视他的脸了。燕都督，您跟那种人吃什么醋？唉，可是一想到你曾经跟他成亲，我的心就十分难受，恨不得把他也给送进宫。送进宫？做太监。你若是把沈玉白送进宫，那七皇子该着急了。毕竟他一直利用这个表弟极好的女人缘为他拉拢人心呢。沈玉白跟杜宁燕订婚，这里面肯定有七皇子想要巩固跟兵部尚书杜宇的关系缘故。就先让七皇子去巩固吧，反正用不了多久，杜宇的位置也会坐不稳的。莫非之前那些尚书？林婉意突然想到了之前的事情，顿时大惊。燕慈的吻却在这个时候落了下来，她仔仔细细地亲吻那香甜的唇珠，无比认真地说道：说实在的，我很感谢沈玉白的胆小如鼠，趋炎附势，自私自利。倘若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在新婚夜当天拥有你。很显然，林婉意也想到了这点，她伸手摸了摸燕慈的俊脸。燕慈感谢沈玉白，她却要感谢这场重生。毕竟上一世，她完完全全地错过了燕慈对她的深情。结果就在两人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大有一种想要在马车之上重现昨晚之事的时候，马车猛然停了下来。外边响起一道不怀好意的声音：听说顾伦郡主貌美如花，倾国倾城，今日就让哥们几个乐呵乐呵。来个泼皮无赖模样的人在路上摆了好几块大石头，拦住了马车。这次林婉意出门就只带了茯苓跟天机，估计对方看他们也没带侍卫出来，所以才动了手。
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嘿，你这小丫头还怪横的呀！哎呀，待会儿哥哥让你哭出来，好不好啊？为首的吊梢眼男人听后哈哈大笑，其他人跟着一起猥琐大笑。茯苓拳头捏得咔嚓作响，他扭头请示林婉意：“主子，我可以揍他们吗？”“打吧。哦，先别打死，问问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好端端的，竟然赶来拦截郡主的马车，不是活腻歪了，就是有人故意为之。”“是。”茯苓点头，刚转身发现天机已经飞身下去，一拳就打趴了一个。留几个给我呀，尤其是最开始嘴贱的那个吊梢眼。那你能不能快点？我都要打完了。天机又一脚踹飞了一个，还砸晕了一个。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外边就传来一片哭爹喊娘的声音。燕慈捏着林婉意的手指：“弯弯猜到是谁呢？”大约可以猜到，他们估计是想要毁了我的名节吧。声名狼藉的郡主哪里还有资格挑三拣四的？所以不是七皇子就是九皇子的人。主子，他们最开始说是收了李家的钱，但后来又揍了一顿之后，他们才说是九皇子见您收拾了李家人，就怂恿他们来搞坏您的名声。那些泼皮无赖虽然也担心东窗事发，毕竟对方是郡主，所以就打算只坏了林婉意名节，随后让他吃一个哑巴亏，并不敢把这件事闹大。到时候他们也没有危险，而林婉意的名节也就毁了。虽然林婉意贵为郡主，但一来是嫁过人的，二来又被歹人损了名节。如此这般下来，肯定有许多人放弃娶她，后日的蹴鞠比赛就不会争先恐后了。哼，之前在平阳公主的簪花宴上，他们就用过这招，想要让婉莹嫁给九皇子做侧妃。如今故技重施，看来林贵妃跟九皇子也就这点能耐了。弯弯想要怎么做？本来就被打扰了的9000岁，此时半眯着眼，他眼底的杀意浮浮现现，但语气却异常温柔。他语气很是随意，但仔细一听，能够听出其中的含义，好像是在问林婉意想要他们怎么死。不等我们回京城，京城内大街小巷或许就开始传我被歹人侮辱的事情了。林贵妃是想要彻底毁了我，但我肯定要回敬她一点什么呀。都督还记得之前说九皇子并不是陛下的亲生儿子，当时还险些把我们林家人卷入其中的事。记得。燕慈怎么会不记得呢？那个时候刚好他家弯弯对他以身相许呢。林婉意哪里知道燕慈想到哪里去了，他继续道：后来林贵妃还私下里来了林家一次，表面是感谢，实际上是敲打，以及让我不要跟沈玉白和离，言语之间十分慎重。我后来才想明白，九皇子应该是陛下亲生的，可是林贵妃或许跟其他男人有染过，不然当时林贵妃为何会那样的紧张这件事，还连夜处理了许多事情，甚至把当初的一些人还给灭口了呢？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林贵妃肯定是心虚了。我让人去帮你调查与林贵妃有染的人是谁。不用，把这件事情泄露给七皇子就行。端妃被关，沈玉白这边又要成废弃了，再加上九皇子的公布出了事，这对七皇子来说可是一个收拾九皇子最好时机。我家弯弯真厉害，青出玉兰而胜玉兰。不，功于心计上我远远比不上都督，还得继续向都督学习。另外，能否借天机一用，让他回去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七皇子？燕慈点头，喊来天机，如此交代。林婉意还细心地补了一句：到时候会波及到林家，你提前去一趟林府，知会我阿父他们一声。天机一一应下。郡主，外面那几个人怎么处理？腿打折了，
让他们写好供词，说这些都是李家让他们做的，然后把人送到京兆尹去。天机领命出去，他对着林中吹了一声口哨，顿时出现了好几个黑衣人，让他们写好供词，然后腿都打折。天机大人，打断他们几条腿啊？3条吧。外面在干什么？回世子，是三夫人找了道士来，说是最近家中接连死人，不太吉利，所以来给做法事。还有什么？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赶紧说！是，现在外面传闻是兵部尚书的马蜂蛰了你，有人证实的确在兵部尚书府邸见过那马蜂窝，他们都说连马蜂都看不下去，不同意这门亲事。杜家刚才派人过来退亲了。什么？沈玉白直接一口血哇的吐了出来。他虽然不喜欢杜宁燕，认为杜宁燕的容貌、才情等都远远比不上林婉意，但嫌弃是一方面，对方竟然跟他退亲了，这不是明晃晃打他的脸吗？就因为一个马蜂窝？沈玉白做事要起来往外奔。世子爷，您现在不能去，您的模样实在是太过于害人，这样去的话，那可是兵部尚书家呀，会以为您是过去挑衅的呀。没道理只让我一个人这样惨，倘若不是因为杜青青那个贱人，我就不会跟弯弯和离，更不会变得如此凄惨。怕是皇亲国戚享受的也不过如此了吧？不，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只有我家弯弯可以。我自己来就行。不，都说了，他们享受不了这个，只有我家弯弯可以。燕慈又重复了一遍，手上动作也没停。林婉意这才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亲手伺候他。弯弯舒服吗？一股微凉的气息瞬间攻占了这里，水汽缭绕，奇拟氤氲。林婉意才发现，接下来的一切比刚才的宽衣解带还要磨人，忍不住应了一声。林婉意愤愤地咬了燕慈一口。她发现了，其他事情还好，可在那件事情上，9000岁大人从来都是说话不算数。霸道蛮横之余，却又有着致命温柔。林婉意在这庄子上都待得乐不思蜀了，她想着等回头有时间，可以带母亲跟妹妹婉莹来这里小住，而且这里的温泉池子也不止一处，回头也可以带他们过来试一试。弯弯在想什么？在想如何感谢嘟嘟啊。这个庄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却十分适合种植各种药草。后山还有山林，林子中还可以会有许多其他野生的草药，我真的是喜欢极了。想要感谢我，十分简单，又是以身相许。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走，我先陪你四处看看。拜见居主，拜见都督。薛长山以前是跟着我做事的，一次意外断了脚踝，后来就让他在这里给我看庄子了。他娶妻生子了，也就没让他动地方。林婉意恍然大悟，薛长山引路，把这里的布局很快看得七七八八。林婉意心中也有了计算，哪些地方种植了什么草药，还剩余的地方可以继续种粮食，毕竟这里十分大。因为下了雪，就更不能赶回去了，幸而提前烧了炕。真喜欢这样惬意的生活。如果弯弯喜欢，可以经常回来。明年不知道，可是今年估计就来这一次了。京城那边一摊子的事情，后天的蹴鞠比赛还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呢。只要弯弯想来，随时都可以来。京城的事情你也不用烦扰，一切有我。燕慈目光温柔缱绻，她本来就极其英俊，说话的时候又如此温柔专注地看着林婉意。
林婉意心中微动，耳根微微发烫，她偏了偏头。燕慈，你为何对我这样好？可能是上一世你救了我。上一世明明是你救了我啊！林婉意突然怔住，她的眼睛微微发涩，一滴泪顺着脸颊就这样突然流了下来。因为她想起来上一世大火包围了琉璃阁之时，她躺在那儿绝望无助的时候，是燕慈冲进了火海去救她。燕慈一见林婉意眼底的泪，竟是罕见的慌了一瞬，她连忙把人拉到自己怀中，温柔地拍了拍林婉意的后背。婉婉，别哭，是我说错了什么吗？婉婉，告诉我，为何要哭？燕慈，如果我能在嫁给沈玉白之前遇到你就好了。9000岁，你怎么就这么好呢？林婉意主动伸手搂住燕慈的脖子，上一世绝望之际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如今她举步维艰，最温暖的依靠。傻丫头，我们很早就相见了，只不过是以一种十分离奇的方式，因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血海深仇，暂时无法与你说明了。婉婉，不早不晚，现在也刚刚好，不是吗？燕慈，如果新婚夜那晚沈玉白不把我送到你榻上呢？那我就去你们的婚房将你抢回来。燕慈这话说得异常认真，她这辈子已经失去了太多了，如今抓住林婉意的手，她死也不会松开。婉婉，你就该是我的。哼，齐明月，我劝你歇了做我二嫂的心思，我二哥那么聪明的人，绝对看不上你这种无知泼辣的女人。啊！你说谁无知泼辣？我哪里无知了？我哪里泼辣啦？大哥，你怎么来了？婉婉，听说李家让人去给你找麻烦了，你没事吧？啊，我没事，之前不是让人带过话了吗？我知道，就是太担心你，母亲他们就让我过来看看。还有就是李老爷的官职被撤了，府上也被封了，李家人现在跑到林家去哀求，想要让你放过他们。意料之中。那现在林家如何？大门紧闭，不理睬李家。林婉意点了点头，这对于林家来说已经是一个进步。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去抗衡应对，但最起码知道要拒绝了。而被他冷落了的黎苍，看着他进来后就一直跟那林怀安说话，顿时感觉十分委屈。同样被忽略了的齐明月虽然也不爽，但他转过头看到黎苍哀怨的模样，还有他看向林怀安嫉妒的浑身咕嘟咕嘟冒着酸水的模样，瞬间心情就畅快了。你们怎么来了？啊，我跟他可不是一起来的。林婉意，明日三皇子在城北园林那边举办蹴鞠比赛，听说啊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相亲宴呢，你知道吧？知道了。原来你知道了呀。黎苍感觉心情又低落了一分。到底是哪个混蛋提前告诉了婉婉？我收到了帖子了。那三哥，明日我们一起过去吧。看吧，妹妹不是讨厌我，还邀请我明日跟她一起去呢。得意地朝林怀安挑了挑下巴。林怀安却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位李小将军此举是什么用意。他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府中还有事情，就跟林婉意提出了告辞。李家的人你们不用理会就行了，他们蹦跶不了几天。我这2日有事，等忙完了就回去探望祖母他们。另外，我让福陵找了2个武功好的护院跟你们一起回去，倘若李家人硬闯，就不用留情。好的。啊，还有，我在城外的庄子上有一些地瓜水果土特产，都是庄子上自己种的，你带一些回去给祖母他们。林怀安一一应下，他心中暖洋洋的。黎苍同样也得到了一堆土特产，他留下一句话，说母亲让林婉意晚上去用膳，说一说明日蹴鞠的事情，他也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2个哥哥都走了，林婉意惦记着研究那个天然温泉水的事情，结果一转眼看到齐明月气鼓鼓地看着自己。你还没有走？林婉意，你有没有心啊？我眼巴巴的来跟你说蹴鞠比赛的事情，这都到中午了，你不留我饭也就罢了，而且连个地瓜也不给我呀！这个姑奶奶怎么跟3哥哥一样，还吃这个醋呢？东西不多了，那这样吧，正好也到晌午了，你留下来，我们一起用膳吧。哼，这还差不多。王府前院书房内，燕慈也看了看册子上那些名单，把册子推开。不，还有一个人没有在这些名单上。的确，有一些人没在这个名单上，他们是有心思想要巴结荣城王府，但却也不敢得罪那2位皇子。明日他们更不会出现在蹴鞠比赛上。不，这个人能出现在蹴鞠比赛上，他不仅敢得罪2位皇子，而且2位皇子还不敢得罪他。燕慈，你是说你自己？你开什么玩笑？如今刀已经架在荣城王府的脖子上了，你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另外，你们又不舍得林婉意，不想随便把她嫁了，担心她再次遇人不淑，对不对？怎么，燕都督认为自己会是我家弯弯的良人吗？世子清楚，很早以前我就跟荣城王府绑到了一起。另外，我是不是郡主的良人不知道，但我是阉人。我们才相认，一家人还没有好好亲近亲近，甚至父王跟弯弯还没有见面，就这样把弯弯嫁给一个太监。还有，燕慈突然这样提议，会不会他早就觊觎弯弯了，或者是怀有什么其他的叵测的心思？这件事我做不了主，须得禀明母亲，更是要问过弯弯本人的意思。那是自然，不过明日的蹴鞠比赛就是陛下给荣城王府的最后期限。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后院同母亲说一说此事。好。李锦心事重重地出了书房，就往后院走去。这人突然提出要娶弯弯的事情，一方面是想要帮我们荣城王府，另外一方面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算计？那人城府最深，心思又十分缜密，定然有其他目的。可事实上，对方的提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荣城王府来说又正中下怀。或许弯弯可以跟那燕慈假成亲。二哥。弯弯来得正好，母亲，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同你和弯弯说。随后他就把燕慈说的话说了一遍。这燕慈是什么意思啊？我家弯弯又不是嫁不出去了，为何要嫁给一个太监？他都无法让弯弯……总之，我不同意这件事儿。母亲息怒，息怒。弯弯，你且放心，咱们再想想其他法子，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太监的。林婉意一时间心头滋味有点复杂，倒是旁边的李锦最会察言观色。他发现母亲的确反应巨大，但妹妹好像是并不太反对的样子。这件事在我看来也的确匪夷所思，可明日参加蹴鞠比赛的人基本都是7皇子9皇子的人，而明日又是陛下给的最后期限了。没事，大不了咱们连夜收拾行李逃出城去，一路向西回荣城。如果那狗皇帝还不放过咱们，那就让小仓去刺杀他，大不了咱们就谋反好了。林婉意跟李锦都听得眉角直跳，两人赶紧纷纷安抚他。对不起，婉婉。母亲，快别这么说，皇权太大，我们也不能与之硬碰硬。李锦一直在观察妹妹的表情，他试探着开口。婉婉，与燕慈假成亲这件事，你是如何看的？我跟7皇子9皇子都有仇，他们2派的人，我是绝技不会嫁的。婉婉，你与7皇子一派有仇可以理解，
毕竟沈玉白是七皇子的表弟，那九皇子一派是怎么跟你有了仇？林婉意这才把昨日去城外庄子途中遇到的事情一说。得亏我带了武功高强的护院，把那些个泼皮无赖给扭送到了京兆尹。不过暂时不能跟九皇子林贵妃硬碰硬，所以就暂时说是那李家人所为。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来，给我更衣，我要去进宫告御状。母亲，之前的嘉柔公主，陛下都一直没有处置，如今那九皇子还是他宠爱的皇子。婉婉说的对，暂时只能按兵不动，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可是我家婉婉差点被侮辱呀！行，我不去告状，也不激动，但回头让小仓去那九皇子府中给他下点毒，不为过吧？不能毒死了，那就毒残。这个可以。其实我也报复他们了，就是之前传言林贵妃没进宫之前有一个青梅竹马，后来还联系着。这件事的线索是我让人递给七皇子的。皇帝的确很宠林贵妃，可是他再大度也不可能顶着一顶绿帽子吧。林婉意说完以后，还担心母亲跟二哥会认为自己的手段不光彩，结果抬起头来，发现两人都用赞许的眼神看着自己。不错不错，我家婉婉真聪明，知道如何做，还报了仇，还不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等回头我再查一些线索，也悄然递给七皇子去。这一次就算是伤不到九皇子，也要让林贵妃吃一个大亏。至于李家，他们家好不了。母亲，二哥，燕都督对我有恩，不过我想要知道你们是否信任他。之前听三哥说过，燕都督是我父王的故人之子。的确如此，但具体是哪个故人，你父王嘴巴紧得很，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们一点，说燕慈可信。只是啊，一想到万万你要嫁给一个太监，我这就心里难受了。二哥，燕都督是不是还没有走？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可以吗？自然可以，也好，你同他说清楚，只是假成亲。等回头你有了心仪的人，或许是我们荣成王府，再也不需要受到皇权桎梏的时候，他一定要还你自由身，而且一定要让他平素里与你相敬如宾。虽然是太监，但还是相敬如宾为好。林婉意点了点头，就跟着二哥一起去了前院书房。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弯弯，却要被迫嫁给一个宦官，都怪那狗皇帝。或许有一天，我们荣成王府真的会被逼的。这边林婉意刚推开书房的门，喂，燕慈，你就不担心我二哥在我后边吗？这里又不是木碗堂，你也太肆无忌惮了吧。我记得你的脚步声，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脚步声。放心吧，不会让你家人们知道的。这人的听力还怪好的。你先松开我，咱们说正事，回木碗堂再报。燕慈也没坚持，很是听话的松开了。你要用假成亲的法子帮荣成王府解围，这件事我母亲跟二哥都是同意了的，只是他们感觉到委屈我。还有就是希望你谨遵假成亲这件事情，以后倘若荣成王府不用再受皇帝桎梏，你就给我自由。婉婉，在他们面前是假成亲，但在我这里是真的。林婉意脸颊发烫，她端起旁边的茶盏喝了一口。那你明日也参加蹴鞠比赛吗？
当然要名正言顺的赢了那群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说得对，那群王孙子弟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9千岁，明天打翻他们，好不好？王孙子弟都不是好东西？好，都听夫人的。那好吧，母亲他们还担心着，我出去就跟他们说，我们说妥了的。好，我也得去进宫给咱们那位陛下敬献这个毒计了。我很期待再次为弯弯脱下凤冠霞帔。刚才那是谁的马车？看马车上的标记是木婉堂。是弯弯。弯弯，你为何宁可嫁给其他人，都不愿与我重归于好呢？弯弯，既然你对我如此无情，那就休要怪我无义了。若是将弯弯新婚夜进入了都督府的事情宣扬出去，如此一来，到时候看哪个皇亲国戚、富贵子弟愿意娶她。弯弯，你只能是我的。什么？你说让那林婉意嫁给你？是。皇帝听后差点没控制住上扬的嘴角。燕慈，朕知道你愿意为朕排忧解难，荣城王府一直是朕的一块心病，而且那林婉意毕竟是荣城王的亲生女儿，这嫁给老七那边的人，或者是嫁给老九都不太好。燕慈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恭敬地听着。皇帝看了看他这个模样，眸中闪过几抹揣度，这才又继续试探。但这样的确能够让荣城王府十分气恼，只不过他们怕是不会答应吧。燕慈眼底都是深深的鄙夷，明明对他的提议十分动心，却偏偏还要各种试探，拐着弯来说话。有的时候他都替皇帝累得慌。哼，他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尤其是那李锦十分精明，但不是还有明日的蹴鞠比赛吗？你要去参加，并且赢了那比赛？最开始我定然是不参加的，然后就让比赛的彩头选郡主的一件贴身之物，这样谁赢了，自然谁就可以抱得美人归。中途出现意外，我临时参加再拔得头筹，不就可以了吗？这等事情不容易成吧？陛下放心，微臣自然都会安排好了。皇帝是真的高兴了，此时看向燕慈的眼神中都带着一份慈爱。既然你要成婚了，到时候朕一定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新婚贺礼啊！那就先谢过陛下了。好了，明日事情要紧，你赶紧回去准备，一定不可出纰漏。是，那臣退下了。等到燕慈躬身离开后，过了好一会儿，皇帝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消失了。赵福安，当年燕慈净身是哪位太监给督办的？赵福安听后心中咯噔一下，但还是面不改色，立刻弯着腰拱手。回陛下，是去年去了世的孙公公。奴才记得当年您要挑选几个机灵的小太监，就正好去选中了燕都督。皇帝被他提醒也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刚被断了根，那小子差点疼死的模样。他心中的疑虑打消了一半。只是过了一会儿，皇帝发现案上有一份奏折，是大理寺卿上书弹劾那沈玉白的。大理寺卿认为沈玉白成日耽于儿女私情，根本不顾政务，希望将对方调离大理寺，而大理寺正是燕慈的地盘。莫非沈玉白得罪燕慈了？如果真是如此，皇帝突然就明白为何燕慈提出要娶那林婉意了。一来是为他排忧解难，二来燕慈肯定是想要公报私仇。听说那沈玉白并不太舍得林婉意，很早就后悔与之和离了。如今如果听闻燕慈跟林婉意成亲了的话，那沈玉白
还不得被气吐血？想通后，皇帝心底剩下一半疑虑也彻底打消。燕慈啊燕慈，打着帮朕的名头，却是在给自己报仇啊！赵福安弓着腰站在旁边，沉默不语，心中却把这一切暗暗都记下，等回头寻了机会把消息传给了燕慈。燕慈收到消息后淡笑一声，就把纸条给烧掉了。明日去整理一个章程出来，大婚需要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对了，聘礼要按照最高规制来准备。都督，您终于要把郡主娶回来了。是啊，终于要把弯弯娶回家了呀。弯弯，你还为今天蹴鞠比赛的事情发愁吗？没事的，你尽管去挑选。倘若没有选中心仪之人，那三哥就赢了那蹴鞠比赛，让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三哥，母亲跟二哥没有跟你说吗？跟我说什么？估计是母亲他们认为三哥不太靠谱，担心说出去什么，所以就暂时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要嫁给燕慈的事情。可待会儿的蹴鞠比赛，三哥该不会坏事吧？弯弯，你倒是说呀，到底什么事儿？三哥不必担忧我，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了什么？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怎么感觉我好像是个外人呢？郡主殿下，今日这场蹴鞠比赛是陛下专门让三殿下为您举办的，所以需要您提供一件贴身物件。到时候谁赢了这蹴鞠比赛，得了郡主的青睐，那物件就送给谁。啊，女儿家的贴身物件，这怕是不太好吧？林婉意却不在意，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白玉瓶，放在了盘子上。郡主殿下，这是何物啊？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毒药啊，可以毒倒一只大老虎呢。不信你试试。那内奸的脸瞬间就白了，手止不住的抖。啊，这个毒药是服用下去才有效果，你不用紧张。郡主殿下，要不您换一样贴身之物吧？这东西有点危险啊。这就是我的贴身之物啊，我开了一家医馆，所有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什么比这一瓶毒药更能代表我的了。倘若那人不能接受我平时自制毒药的爱好，那这种人也不配做我的夫君，不是吗？那奴才就下去了。拿了一瓶毒药，林婉意，可真有你的呀！是不是？待会儿你打算看谁赢了，直接就毒死对方呀？啊？那倒是不至于，你成天都在想什么啊？还以为可以有热闹看呢。那内奸先把那瓶毒药送到三皇子跟前，三皇子见状，嘴角抽了抽。看来这个顾伦郡主不是很听话的样子。女人嘛，等嫁了人，不就是以夫为天了吗？如今还是要得到郡主的芳心较为重要。你们几个蠢货，你们知道林婉意跟我成亲当晚是在谁的榻上度过的吗？是在9000岁的榻上待了整整1夜。众人一听，全都傻了。啊，顾伦郡主怎么会跟9000岁扯上关系？啊，林婉意，沈玉白说的都是真的吗？明月县主，你这般问他，他定然说是假的了。不过呀，越是否认，那就越是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了呢。燕慈眯了眯眼，看了那杜宁燕，想着要不要让兵部也在年前出事算了。如果这件事真的坐实了，弯弯的名声……沈玉白，你是不是有病？谁会在新婚夜把自己夫人给送到别人榻上去？怎么，你喜欢在自己头上种草吗？沈玉白被打得鼻血流了一脸。这件事千真万确，我哪里敢得罪9000岁？沈玉白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与他成亲当晚，我们一起去了都督府，在都督府待了整整1夜。等天亮后，我们2人才回了沈府。如果谁不信，可以问那一日街上的许多人，都可以作证。沈世子，我说的可都是真的。虽然是真的，但……大家想要知道我为何与沈玉白和离吗？他为了谋求权力，不惜拿我做障眼法，丝毫不顾忌这样会影响我的归誉。他宠妾灭妻，心狠手辣，沈府那几个妻妾的死都跟他有着关系。如果还有哪个贵女认为自己命大，那就去吓他吧。接下来是不是我要送礼物给获胜者了？是，郡主殿下。那好，继续吧。哎，我退出。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等着我回去娶她，我也退出。我可以不退出，但就是不知道顾伦郡主敢不敢嫁了。燕慈好像有点紧张，真是令人震惊啊！令人闻风丧胆的9000岁燕慈，竟然会有紧张的时候。婉婉，这样声名狼藉的你，不管你愿还是不愿，就只能嫁给我了。燕都督，这是我的贴身之物，也是我刚研制出来的毒药，你敢不敢试试药？三皇子下意识地把轮椅往后滚了半个咕噜，就连沈玉白也嘴角抿了抿，后退了半步。哎，燕都督，万万不可！9000岁，不要吃啊！端着托盘的小内奸顿时双腿一软，跌坐在地。那可是能药到一只老虎的毒啊！黎苍脸色惨白，他心中有千头万绪，但其中一条特别清晰，就是得赶紧带着妹妹跑路。婉婉，快点跟三哥走！去哪里？我的小祖宗啊，还能去哪里？到人世去跑路了呀！三皇子跟9皇子对视一眼，他们兄弟俩虽然不和睦，但是这一刻，倘若顾伦郡主真的毒死了燕慈，那么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将黎苍他们兄妹俩给留下来。只要等燕慈吐血身亡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动手了。可众人等了许久，燕慈非但没有吐血，而且还跟那顾伦郡主四目相望，那眼神十分专注，好像把他们所有人都给无视在外了。黎苍却急得火烧眉毛一样。不管了，婉婉，得罪了。如果等燕慈死了，咱们就跑不掉了。他刚要伸手去拽，想要把妹妹直接扛起来强势带走，林婉意却更快地往旁边一闪，恰好闪到了燕慈身边。三哥，你在说什么？燕都督怎么会死？不是你说的，那瓶子里面是毒药吗？我开玩笑的，只不过是在试探燕都督而已。开玩笑？试探？这件事怎么就这么复杂呢？脑子都要烧起来了，还是十分蒙圈，不够用了。你也知道婉婉是在开玩笑？燕慈微笑颔首，黎苍却皱眉看向周围的人。你们也知道刚才他们是在开玩笑？三皇子默默地让手下把刀剑都收了起来。开玩笑？他们哪里知道？但这个时候必然不能承认，谁承认自己没看出来，谁就是蠢笨了。所以最后这场蹴鞠比赛，最蠢笨的人就只剩下了黎苍一个。不过就在林婉意他们转身要离开的时候，身后却传来沈玉白不甘的声音来。婉婉，你竟然选了燕都督，你不知道他是太监吗？沈玉白，要我提醒你吗？我们成亲了几个月，你我都没有圆房。虽然说燕都督是宦臣，可是在我的眼中，他不知道比你要强多少倍呢。哦，怪不得你一个妻妾都留不住啊，原来是因为你不行啊。这件事一曝光，不仅在场所有男子都对沈玉白报以复杂的眼神，就连杜宁燕这类对沈玉白还心存爱慕的女子都不禁白了脸。
你是说今日那林婉意最后选的燕慈？本来许多人都争抢着要娶李婉意，怎奈沈玉白说李婉意在跟他成亲那晚是在都督府度过的。众人见这件事扯上了燕慈，就再也不敢争抢。皇帝听到后，吭的一声，把手中的瓷碗放在了旁边，眸底闪过一道暗光。哦，竟然还有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因为当时李婉意跟燕慈都没有否认。皇帝不说话了，半眯着眼，不知道在想什么。父皇，儿臣以为今日李婉意选燕慈实乃无奈之举，荣城王府定然不会同意她嫁给宦臣，还不如让儿臣娶了她吧。皇帝本来还在疑惑刚才的话，结果听到这话，他嗖然睁开眼，目光凛冽地看向三皇子。哦，原来你也看上了那李婉意。没有，父皇也知道儿臣已经是个废人了，哪里有资格谈什么情爱啊？主要是儿臣想要为父皇排忧解难，毕竟荣城王府势力那么大，倘若李婉意嫁给儿臣这个废人……启禀陛下，燕都督求见。都督，三皇子刚才在跟陛下求娶顾伦郡主。哼，一个两个都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抢弯弯，都是活腻歪了。今日燕都督好风采啊，满京城的皇亲贵胄可都比不上你啊。哼，三殿下谬赞了，再有风采又能够如何？咱家可是一个无根的人呢。燕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提醒了皇帝，三皇子虽然有腿疾，但他有生育能力，他的孩子如果再有荣城王府的支持，那以后也是可以坐上皇储位置的。想要娶顾伦郡主，不就是昭昭的狼子野心吗？三皇子后背都是冷汗。哦，对了，燕都督，那夜沈玉白带着顾伦郡主在你府中到底做了什么？我就是好奇，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整整一夜啊？明明三个人都是一脸和睦微笑的模样，但刀光剑影已经转了好几次，尤其是听了三皇子的话后，皇帝的目光也落在了燕慈的身上。毕竟刚才他也很疑惑这件事。一整晚能做什么？肯定是要喝酒谈天了。那日我去参加沈玉白的婚礼，他就说自己有一个宝物，一定要亲手赠予我。为了掩人耳目，他就带着当时是世子夫人的顾伦郡主同来的。他有什么话要与你说整整一晚啊？哼，他自然是要巴结我，一整晚都是不够的。不只是他，就他的亲表哥七殿下都要巴结我，不是吗？三殿下，因为你腿疾，所以跟七殿下与九殿下不同，自然是不知道在下的价值啊。而燕慈轻飘飘的这句话，瞬间又让三皇子诛心了。你个瘸子，掺和什么夺嫡的事情？莫非你有什么不轨之心？三皇子瞬间脸色一白，手心都是冷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你没过多久就让沈玉白进了大理寺。毕竟臣要给七皇子一个面子，但大理寺可是重要实地，所以只给了沈玉白一个大理寺司职职位。只不过他玩忽职守，入职许久没有任何建树，所以前2日就上书给陛下了。老三，你腿不便，今日也累了，早些恢复歇着吧。另外你年纪也不小了，回头让林贵妃帮你物色一个性格乖顺的贵女作为正妃吧。谢父皇挂念，那就有劳林贵妃了。三皇子拱手让内监推他离开，只是还没出门的时候，就听到燕慈开口：陛下，此事已成，就差您的赐婚圣旨了。哎呀，果然是父皇授意燕慈的，今日我太冲动大意了。燕慈，虽然你是宦官，但你依旧对女人有兴趣吗？陛下，看您说的，
虽然臣已经是无根之人了，但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那丫头的确很貌美，只不过她不是已经嫁过人，跟那沈玉白做了几个月的夫妻了吗？具体原因不知，但那沈玉白应该是不行。这样说来，还是让臣占了一个便宜啊。你呀你，果真让你捡了一大便宜。只是荣城王府那边怕是不会轻易答应吧？陛下放心，等拿了赐婚圣旨，臣回头可以去对荣城王府说，如果不嫁给臣，那么郡主就要重新嫁给那沈玉白了。今日在比赛场上见郡主是真厌恶沈玉白，他恐怕是绝对不想再回头了。如果他们还是不依呢？荣城王府如果要抗旨，那就是藐视皇威啊！臣就有理由先把他们抓起来，关到大理寺的监牢中了。这句话正是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他手上已经利落地拿起毛笔跟宣纸，准备写圣旨了。倒也不用这样直接，你切记，待会儿去荣城王府传圣旨，一定要心平气和呀。臣遵旨。李小将军，我今日来可是带着陛下的圣旨来的，难不成你们荣城王府打算抗旨不成？不，我就是单纯的想要揍你。那改日我们再切磋武艺吧，今日正事要紧。李小将军，王妃跟郡主在府中吗？咱家还要宣读赐婚圣旨。二位里面请进。哎呀，还是都督厉害。燕慈，你这手脚倒是够快呀，赐婚圣旨都给求来了。难道这圣旨是早就写好了的？王妃说笑了，怎么会是写好的？不过这件婚事毕竟是郡主亲口允下的，赐婚圣旨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哼，滚你的什么锦上添花，让我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嫁给你这个太监，我不同意。陛下的意思是，倘若郡主不想嫁给我，那她就要嫁给沈玉白了。顾伦郡主，你愿意重新做那沈夫人吗？我死也不会再嫁给沈玉白的。林婉意十分义愤填膺的模样，她攥紧了拳头，仿佛如果沈玉白就在眼前的话，她高低得上去抽几个巴掌。那这圣旨，郡主殿下您就接了吧。燕慈，让我们把婉婉嫁给你也不是不行，但你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婚后要与婉婉相敬如宾，而且如果以后她有了心上人，你得写和离书给她，不得纠缠。李世子，那照你这样说，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工具？那这场婚事与我有什么利处？利处？燕都督肯定知道是什么了，不然你也不会趟这一趟浑水，不是吗？不，我认为能够娶到顾伦郡主是我三生有幸，怎能说是浑水呢？燕都督，3年如何？如果3年之内我找到了心仪的人，你就写和离书给我。燕慈目光专注地看着他，那深邃的眸光中隐含着浓郁的情愫。好。虽然我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婉婉今年犯太岁，所以不要立即成婚。那王妃殿下认为婚期定在何时合适？明年再说吧。那婚期就定在明年，等算好了明年的吉时，我再送过来给王妃跟郡主过目。今日就不打扰了，在下告辞。林婉意对着他微微俯身，他目送燕慈跟着那赵公公一起走了出去，有点恍惚。婉婉呐，今年过年你想不想回荣城王府过呀？中途我们还可以去趟药谷，见一见你外祖父。我们可以都离开京城吗？没事儿，把你三哥抵押在这里就行了。而在另外一个院子里的黎苍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
肯定是燕慈骂我了，要不然就是齐明月那个野蛮女人骂我了。去！林婉意想着今晚燕慈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当夜幕降临之前回了木婉堂。你没有进宫去复命吗？不用我回去，赵福安回去会把今日在荣城王府发生的事情都禀告给陛下。赵公公不是你的人。赵福安是我的人。那今日在荣城王府，我们并不用演戏了。不，赵福安是表面上陛下派来的耳目，但实际上当时在荣城王府中还有武功高强的暗卫在监听。不管是燕慈还是李锦他们都发现了皇帝派来的暗卫，所以他们就将计就计，按照约定好的演了这一出戏。该不会是陛下回头还要听暗卫跟赵公公的话是否一样？他这样善意不累吗？他就是这种人，不谈他了。文文，你既然知道我在荣城王府说的话是做戏，那就是不作数的。哪一句不作数？3年后与你和离那一句。两人四目相对。那倘若到时候我们的感情不在了，你也不放我走吗？不可能不在，所以不放。这句话多少带着一点孩子气，揽着林婉意的脖子就亲了他一口。你已经被我盖章是我的了。算了，这件事我们先不说。刚才母亲跟我说要带我去荣城过年，半路上还会去一趟药谷。之前我要跟林家人抢与你相处的时光，如今还要多算上一个荣城王府了。燕慈，文文，你上次还说过今年过年要与我一起守岁的呀。燕慈英俊的面容上满是委屈，他还轻轻捏了捏林婉意腰上的软肉，以示自己的不满。林婉意一个机灵，这9000岁一撒娇，他有点受不了。可是怎么办啊？我已经答应了母亲他们，你又不能跟着我一起去。有何不可？只要弯弯愿意带，那我就有办法同去。你能离开京城吗？嗯了一声。报仇的事情可以暂且放一放，他很想跟林婉意一起过这第一个新年，而且以后就会有1年又1年。白日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不一会儿林婉意就困倦了，从燕慈怀中跳了下来，打算去沐浴休息了。他本以为今晚燕慈应该没精力跟心情做那事儿了，结果当他沐浴的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哗啦啦的水声。他吃惊地看着走进浴室的燕慈。燕慈，你今天听了那么久的蹴鞠，不累吗？不累，只是泡澡而已，怎么也需要体力吗？燕慈也同样坐进了可以容纳2个人的大浴桶中，一脸无辜。林婉意感觉脸颊有点烫，她不信燕慈没有那个意思。之前2人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这人就总是情不自禁。如今虽然是假成亲，但多少也已经有了皇帝的赐婚圣旨，算是有了名分，他怎么可能还矜持上了？林婉意气恼，哗啦啦一声起身就要离开，燕慈却长臂一伸，直接把人又揽入怀中。倘若温温想要做点什么其他事情，为夫是有体力奉陪到底的，只要你想。林婉意都要气笑了，明明是他自己想得紧，偏偏一切都推到林婉意的身上。等到他想要开口拒绝的时候，这人竟然直接堵住他的唇，以吻封喉，让他说不出拒绝的话来。木桶中的水被漾了一地，许多个呜呜咽咽都被袅袅水汽给吞噬了下去。浮上云端的林婉意突然感觉得到，今日的燕慈比往常要热情许多。许是因为终于有了名分吧？唉，那丫头倒是一个苦命的，怎么总是遇人不淑呢？这件事我始终感觉哪里怪异。按道理来说，
荣成王府不应该答应这门亲事啊。哪里怪异啊？母妃，我得先去如厕。你这是怎么了？如果身子不适，宣太医给你瞧瞧。母妃，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可还记得，当初在平阳姐姐的簪花宴上，我不是撞破了燕慈跟一个女人欢好的事情吗？而我们一直没有查出来，那个女子到底是谁？你的意思是，那日在房中的女子，就是那林婉意？之前不是沈玉白带着林婉意新婚夜当天晚上在都督府待了一整晚吗？随后燕慈跟那林婉意就在簪花宴上偷情，沈府开始衰落，沈玉白为了能够继续帮七皇子，就忍痛将自己夫人让给了燕慈，一定是这样的。只是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呢？还是你心细，力道也正好。赵福安都没什么力气，按那2下跟挠痒痒似的。臣比赵公公年轻呢。是啊，一转眼你都要娶妻了呀。朕怎么听说那荣成王府给你提出了3年之约，让你到时候给顾伦郡主写和离书，你答应了？是有这回事，臣自然是要答应的，毕竟荣成王府好不容易松了口。不过答应是一回事，到时候3年后怎样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人已经进了都督府，应该如何还不得听臣的。你也不要太过，他毕竟是荣成王府的掌上明珠，只要荣成王府一日循规蹈矩，你就要善待那丫头。是，陛下。你喝酒了？喝的不多，是跟岳父大人喝的。你去找我阿父了？你该不会是吓到他了吧？我让金田健选了一些明年适合成亲的黄道吉日，让他带回林家看看。另外，我也派人给荣成王府送了一份。燕慈，明年的黄道吉日都有哪些啊？快给我看看。好。2人一起并肩看着成亲的日期。燕慈，你想选哪一天？我掐指一算，今晚一洞房。跟你说正经的呢。婉婉，我是担心夜长梦多，恨不得立刻将你娶回都督府。你就这样急？我担心咱们的孩子等不了，提前出来。这人3句话2句没个正形。如果我肚子里面果真有了孩子，那么不管我们是否成亲，届时你的头顶的这顶帽子定然就是绿色的了。你不怕别人说你闲话吗？绿帽子有什么不好？绿色代表着生机勃勃。另外，倘若谁敢说闲话，砍了便是啊。这个燕慈可真是居心叵测。哼，他怎么不说明天就成亲呢？母亲，这件事也耽搁不了太久时间，而且一日婉婉不同燕慈成亲，龙椅上的那位就会对荣成王府不放心。提起这件事来就好烦呐。罢了罢了，选一个年终的时间吧。不过明日也先去问问婉婉的意思。是。对了，小锦，你让人准备起来，过几日我们就要动身出发了。先回趟药谷，然后咱们就直接一起回家。嘿，我给九皇子下毒了，估计接下来他不瘦个10斤20斤，我跟他姓。哎，对了，母亲，您是说咱们要带弯弯一起回家了吗？小仓啊，你说啊，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弯弯，你父王还没见过他，这个年是不是应该带着弯弯回荣城过呀？应该。那小仓，
你虽然从小不是跟婉婉一起长大的，但你们是嫡亲兄妹，你是不是应该爱护妹妹呢？那肯定应该了呀，母亲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对婉婉好的。如果谁敢欺负她，我定然不会轻饶对方。那好，到时候我们带婉婉回荣城过年，你留在京城作为人质，让龙椅上那位放心吧。哦。黎苍慢了半拍，等他意识到母亲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猛然瞪圆了眼。他刚要说什么，小苍，你太伟大了，等我们一家人过年守岁的时候，二哥会帮你点一个长明灯的。我不是。小锦，你去写个折子，明日就对皇帝禀明这件事儿吧。是。小苍，你可要知道，婉婉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而且呀，明年她就要嫁给晏慈了，今年恐怕是她能够回荣城过的唯一一个年呐，你忍心吗？我不忍心，可是母亲，我也想回去跟你们一起过年啊！要不就把二哥留在这里。这不行，你二哥是荣城王世子，他留下，如果你父亲哪天突然不行了，那你要让荣城王府群龙无首吗？父王身强力壮的，哪里那么容易不行了呀？难道小苍，你打算让母亲独自一人，孤零零、凄惨惨地留在京城吗？母亲，您快别哭了，我留下来就是了。哎呀，我家小苍最懂事，最识大体了。李锦上书说，今年他们全家要回荣城过年，不过会将黎苍留下。燕慈，这件事你怎么看？黎苍毕竟是荣城王府的军权掌管者，留下他来自然比顾伦郡主要有用，但那李锦最是狡猾了，或许他们有什么其他事情要做，也不得而知。所以依臣之见，陛下不得不防。跟在这皇帝身边太久了，晏慈已经知道如何说才是对方最想要听的了。果然，听到晏慈的话后，皇帝眉毛扬了扬，又说到他心坎窝上了。那依你之见，朕该不该答应，让顾伦郡主回荣城过年？陛下，毕竟顾伦郡主刚与荣城王府相认，明年还要与臣成亲，这次您准许她回荣城过年，更显皇恩浩荡。陛下，臣打算趁机跟着一起去，臣是顾伦郡主的未婚夫，跟着去合情合理，到时候就可以探查一下荣城王府的真正实力了。皇帝一听，瞬间眼睛一亮，他总是担心荣城王府会私自屯兵，但之前不管派去多少探子，都徒劳无功。如今有晏慈出马，自然是事半功倍，心中高兴万分，但皇帝的脸上却露出了担忧之色。可如果荣城王府没问题，倒也罢了；倘若有问题，你被发现了，岂不是会很危险？这假惺惺的关心，可真是让人作呕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哎，不可不可，晏慈，届时不管如何，你切记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危。你要记得，朕需要你，也只信任你。是，陛下。说起来，我这般虚伪的模样，应该也是随了龙椅上那位啊。晏慈跟顾伦郡主大婚之日，最后定在了来年7月初7。这个日期，荣城王府跟林府都很满意，但某9000岁可能就不太满意了。毕竟从现在到明年7夕，实在是太久了。还好还好，你逃婚的时间还十分的充足。一总怂恿我逃婚，怎么，你不害怕严都督了？怕呀！
可是你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你第2次嫁入火坑啊？你不逃婚的话，就要嫁给9000岁了，那你以后肯定是没有自己的孩子呀。我母亲说了，不管男孩女孩，怎么着也得有个孩子傍身。如果以后很想要个孩子，实在不行，过继一个好了。那我以后跟你二哥多生几个孩子，给你过继一个。你什么时候把我二哥拿下了？哎呀，都说了是以后嘛，这不是还在努力吗？不过齐明月低落情绪来得快，走得更快。当他得知林婉意在收拾东西，过几日启程要回荣城过年，立刻说道：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荣城，我这就回去跟我母亲他们说去。哼，父亲母亲可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任何的要求，可是这次他们竟然不同意我跟你们去荣城。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什么意料之中啊？林婉意，你是不是本来就不想带我去？哪里，我怎么会呢？只是路程遥远，十分辛苦，齐侯爷他们应该是不舍得你吃苦而已。我不怕路途遥远啊！突然外边传来了喧闹声，不一会儿银翘脸色不好的进来。主子，是神武姑娘来了。沈静言来了。行了，我出去看看。你是什么东西？你竟然敢碰我！不伦郡主待我如亲妹，你不过是一个贱婢，回头我就让郡主姐姐把你这贱婢打发卖到青楼去。哼，沈静言，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姓沈了？怎么就成了我妹妹了？郡主姐姐，你终于出来了！那贱婢竟然敢摔我，你不能不罚她呀！你刚才摔她了？是。哦，回头你去找昭妍，这个月月钱翻倍。是。郡主姐姐，你怎么能这样呢？虽然你我已经不是姑嫂了，可到底我喊你一声姐姐，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这样对我呢？沈武姑娘，你是脑子不好使吗？你才是那个外人吧？我早就与你们沈家人撕破脸皮，我这木碗堂也绝对不会允许沈家人进，你还厚着脸皮来跟我攀亲戚，有意思吗？你说什么跟沈家撕破了脸呀？那你为何还要帮着沈静柔？林婉意这才明白过来，我并没有帮着沈静柔多少，许多事情都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可倒是你，自诩是昔日侯府嫡女，却连人家庶女都比不上，你是不是该回家好好的照照镜子，反省反省了？我哪里就比不上沈静柔了？林婉意没工夫搭理沈静言，看向身边的瑶光。他来闯一次，你就丢一次，你能丢一次，那当月的月钱我就给你翻1倍，不设上限。瑶光点头，然后摩拳霍霍地看向了沈静言。林婉意，你得意什么呀？虽然你成了郡主，但是你却要嫁给一个太监，你活该一辈子命里无子。哼，沈家五姑娘吧，你说谁命中无子呢？燕都督，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哎呀，你看我这嘴，我就是太着急了，所以才会口无遮拦，并无恶意的，还请燕都督不要责怪。既然这嘴不会说话，那不要了也罢。暖炉不烫，但里面带着火星的炭灰，刹那间在沈静言的脸上开了花。众人看到这一幕，都骇然地睁大了眼。沈静言口无遮拦，都直接被燕都督用暖炉砸了脸。万一燕都督知道我一直怂恿林婉意逃婚的话，以后还是不要建议林婉意逃婚了。本都督呢，一向脾气不太好，这瘸子最不乐意听到短话。倘若以后再有这类话语进了本都督的耳朵里，下一次就不是这样轻易善罢甘休喽。婉婉，别怕我刚才那是在杀鸡儆猴。我如果这么容易被吓到，哪里还敢嫁给你了？我也是看他沈清言烦得不行，之前在沈家就总是挤兑我，瞧不起我。
现如今他知道自己难嫁了，反而还异想天开的想要我帮忙，多大的脸啊！所以即使你不打他，我也会揍他。本来就嫁人艰难，如今毁了容，估计就连他自己最看不上的太监都不会愿意娶她了吧。我家弯弯的手很金贵，可不能打疼了。如果要打人，就让福林、瑶光他们代劳。倒也没有那么金贵，而且有的时候抽耳光还是很爽快的。哦，对了，燕慈，陛下与你同去了吗？允了。他一直怀疑荣城王府在私自屯兵，我以你未婚夫的身份，与你同回荣城，正好帮他打探这件事。燕慈，这等事情，你倒也不必都详细的告诉我。怎能不说呢？你可是我夫人，夫妻本是同知连理，休戚与共。这个画面本就十分旖旎荼蘼，再加上他说的话，顿时让这屋内的空气都跟着滚烫了起来。